女孩习惯了靠杀人来赚取生活物资，所以当穿成贵族学院最下等的 F 级学生时，比起遭受校园霸凌，让她更头疼的是自己身无分文，因为没有人给她派发任务，就算她把整个学院屠了，也不会有人给她支付半分钱的佣金。于是，女孩在学校论坛注册账号发布帖子，承接各类委托，绝对高效且保密。结果不到半小时，一条私信弹了出来，金钱豹说：“哟，业务范围挺广啊，我这有个单子，你接不接？去1号教学楼5楼的学生会办公室，把会长的印章拿出来给我，事成之后赏你100块。”发完这条，金凯得意地向后一躺，他料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生绝对会被吓得屁滚尿流。然而就在他准备关掉界面的一瞬间，一声清脆的提示音猛地响起。你的具体房间号。屏幕那头的金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 F 级新生还真能装。于是他也玩味地敲下一串数字，6号楼302。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林岩只回了2个字：收到。然后将手机重新扣在床上，他站起身，开始更换他的狩猎装备，兜帽卫衣、特制手套，再戴上口罩，还有那个看似平平无奇的黑色背包被他甩在身后。接着他拉上兜帽，瞬间阴影吞噬了大半张脸。好了，任务正式开始。他悄然绕到7号楼的背面，身影如脱兔般猛地一跃，便悄无声息地落回地面。校园的夜晚和白日简直是2个世界。主干道上，惨白的路灯将一切都照得毫无遁形。定时巡逻的保安正迈着固定的步伐，而那数十个高清摄像头就像一只只无情的眼睛，在不同角度缓缓转动。启琼学院的安保系统堪称天罗地网，号称连一只苍蝇飞过都会被记录在案。可设计者偏偏算漏了一点，他忽略了人是可以像壁虎一样在墙壁上行走的变量。他的身影在一座古典喷泉的雕塑后稍作停顿，前方就是学院的心脏地带——教学楼区域。那为首的1号楼正是他的目标。没想到1号教学楼的安保力量竟然如此薄弱，毕竟在他们看来，谁有那个胆子敢闯进学院的绝对核心。此时正门处灯火辉煌，2名保安如雕塑般处在门的两侧，一动不动。林岩的目光丝毫没有在他们身上停留，而是缓缓上一像猎鹰般审视着大楼的外墙。那些装饰性的浮雕、窗台的边缘都成了他眼中的阶梯，贯穿楼体的排水管道，3楼和4楼之间的空调外机平台更是第一个绝佳的落脚点。他迅速绕到教学楼的侧面，这里正是监控的死角。他从背包里摸出一卷内米线，线的另一端是一个小巧的磁吸式挂钩。下一秒，他手腕猛地一抖，挂钩在空中划出一条冰冷的弧线，精准无误地吸附在2楼窗户的金属框上。他用力拽了拽，确保万无一失后，身体便如羽毛般离地而起，沿着墙壁向上游走，很快便稳稳地落在了3楼的空调外机上。他没有片刻停留，身体再次发力，继续向上攀爬。可就在这时，当他的手指即将扣住5楼一间办公室窗沿的瞬间，楼下竟然传来了细微的交谈声，一道带着抱怨的尖细男声猛地刺破了夜的宁静。真是的，波利西亚小姐又把设计稿忘在画室了，非要我这么晚来取。而另一个声音倒是沉稳不少，能为一级的大小姐效劳，可是你的荣幸啊，托尼，快去快回吧。瞬间，他整个人如同壁虎一般，死死贴在冰冷的墙壁上，呼吸彻底停住，脚步声由远及近。接着，2个人影消失在1号教学楼的入口。大约过了3分钟，那个叫托尼的男生哼着跑调的歌，拿着一个画卷筒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脚步轻快地消失在夜色里。终于，危机解除，他身形一番灵巧地钻进半开的窗户，整个杂物间漆黑一片。他利落地收好工具，下一秒便悄无声息地穿过障碍，轻轻拧开了通往走廊的门锁。他鬼魅般地来到学生会办公室门前，却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缓缓蹲下身子，视线与门锁齐平。眼前这东西竟然是个极其复杂的复合式电子密码锁，没想到旁边还有一个不起眼的指纹识别区，强行破解的下场就是警报大作。于是他的视线扫过门框四周，结果在门顶的角落发现了一个微型红外感应器。他再次从背包里摸出他的宝贝，几根细如牛毛的金属探针，在他指尖灵活的跳跃，就像有了生命一般。他将其中最细的一根探针小心翼翼地探入了门缝的上方，而探针的尖端涂抹着一种特殊的导电凝胶，这可是组织特制的玩意儿。他正在尝试绕过主系统，直接给门锁的控制芯片发送一个虚假的开门信号。这不仅需要对启琼学院的安保系统型号有精准的预判，更是需要稳如磐石的手法。时间1分1秒的流逝，他的额角渗出了一丝细密的汗珠。终于，滴的一声脆响，成了。他迅速收回工具，推开了那扇厚重的木门。他闪身而入，然后轻轻将门带上。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印章。林岩完美避开对准大厅的监控，径直走向那张象征着绝对权力的巨大办公桌。这里为了防止拍摄到机密文件，恰好是监控盲区。他拉开抽屉，里面是分门别类的文件，没有，第2个抽屉竟然上了锁。他再次拿出开锁工具，这种老掉牙的物理锁对他来说简直比电子锁还要简单。几秒钟后，锁应声而开，抽屉里一枚由整块田黄石雕刻的印章正静静地躺在天鹅绒的凹槽里，顶部盘绕着精致的瑞兽，底部刻着5个古朴的篆字：启琼学生会。他将那枚印章塞进一个特制的防静电小袋里，扎紧袋口，确保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与此同时，6号楼302室，金凯正戴着耳机在游戏里疯狂厮杀。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嗡嗡震动了一下，是那个穹顶之下论坛的消息。他不耐烦地划开屏幕，一条简单的回复映入眼帘：是哎。紧接着又跳出2个字：开窗。金凯瞬间愣住了，他下意识扭头看向自己身后的那扇窗户。他住在3楼，不高不低，窗外是楼与楼之间狭窄的过道，再远一点就是篮球场那高高的铁丝网。开什么玩笑？金凯不屑地撇了撇嘴，接着他的手指悬在键盘上，准备打字嘲讽那个叫的家伙。
哥们，你发什么神经？偏偏他输入的字还没敲完，一道毫无情绪起伏的声音竟然就在他身后悠悠响起。东西到了。这下金凯的血液瞬间凝固，这里可是3楼，是他反锁了门的独立宿舍。他的脖子像是生了锈的齿轮，一寸一寸的僵硬转了过去。结果一个黑影就那么静静地站在他身后不到2步的距离，对方全身都裹在黑色的卫衣里，兜帽压得极低，口罩更是遮住了大半张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只露出一双沉静到可怕的眼睛。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林岩懒得回答他的问题，只是伸出手慢悠悠地掏出了那枚印章，紧接着又将和印泥摆在了他面前。瞬间，金凯的眼珠子就像被磁石吸住了一样，死死地定在那2样东西上，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他这是在做梦吗？林岩丝毫没理会他见鬼的表情，只是自顾自地打开印泥，用印章轻轻一蘸，随手从他桌上抽出一张4纸，砰的一声盖了下去。启琼学生会。见状，金凯的呼吸猛地一滞，他另一只手抖得像筛糠，颤颤巍巍地摸起手机，点开学校官网，找到了那个他看过无数遍象征着无上权力的学生会标志图案，没想到竟然连字体篆刻的细节都分毫不差。他在抬头看向林岩时，那眼神已经从震惊彻底变成了见鬼般的恐惧。这不是恶作剧，这个疯子，这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怪物，竟然真的在不到1小时内就闯进了戒备森严的1号楼，潜入了学生会办公室，拿到了那枚象征学院最高权力的印章。他当时真的只是在开玩笑啊！林岩冷冷地吐出一个字：钱，瞬间打破了房间里的死寂。哦对，钱。金凯这才如梦初醒，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到床边柜子旁，拉开最下面的抽屉，从一堆破烂里翻出一张现金。林岩接过钞票，借着电脑屏幕的微光扫了一眼，确认无误后便对折塞进口袋。目的达成，他一个字都懒得多说，转身就走向了那扇还开着缝的窗户。等等，大哥，等等，这玩意我拿着会死人的。我当时就是开个玩笑，只可惜林岩的身影已经彻底消失在夜色里。我太 M， 金凯嘴唇哆嗦着，在原地傻站了很久才冷静下来。接着他打开手机返回那个帖子，结果页面上只显示一行冰冷的字，原帖不存在，而那枚印章被他死死攥在手心，温润的质地此刻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掌心和神经都在发痛。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扔掉，扔到垃圾桶下水道，还是埋进学校的小树林里？不行，万一被人翻出来怎么办？金凯越想越怕，他甚至已经能看到自己被学生会的人拖走，被剥夺学籍，被家族彻底放弃的画面。而就在这时，7号楼404室，林岩回到了他那间空旷的宿舍，他脱下那身装备，从口袋里摸出那张崭新的100块，像对待稀世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将它铺平，放在光秃秃的桌面上。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挣到的第一笔合法收入。第二天一早，他刚踏出宿舍门，就撞上了同样准备出门的谢浩然。少年看到他时脚步明显一顿，却又在下一秒瞬间恢复了往日的冷漠。谢浩然的背影依旧挺得像一杆标枪，可脚步却比昨天多了几分刻意的疏远。林岩也没说话，只是沉默地跟在他身后悄无声息地走着。在通往食堂的路上，他们很快汇入了更多穿着暗灰色制服的人流。这里的位置不能乱坐。谢浩然在他身边用只有他们俩能听到的声音飞快地提醒，靠窗和角落那些都是默认留给那些人的。总之我们别去。他指了指大厅中央最拥挤的区域，我们只能坐那，而且得快点吃完，不然会被人赶。林岩点了点头，表示明白。结果排了快10分钟的队才终于轮到他们。窗口后面的厨师一脸麻木，那手里的勺子抖得比帕金森还厉害，每一勺菜都少得可怜。谢浩然倒是习以为常，熟练地点了最便宜的1荤2素套餐，而所谓的1荤不过是几片飘在油汤里的可怜肉末，他向来是这么简单解决早餐的。轮到林岩时，他盯着窗口上方的菜单看了几秒，情况比他想的还要糟糕。要是只吃这7块钱的套餐，他这具高消耗的身体根本撑不住。1份米饭，1份土豆泥，1份水煮蛋，2份鸡胸肉。他平静地报出菜名。这下打饭的阿姨都愣了一下，抬起头来上下打量着林岩。他似乎没想到一个 F 级学生竟然敢点这种高价套餐，一共22块。厨师不耐烦地报出价格，林岩拿出早就充好值的身份卡，滴的一声刷了过去。谢浩然端着盘子已经走了，他故意在人群里绕了好几圈，最终在一个紧挨着垃圾桶和餐盘回收车的角落停了下来。这里是食堂里最让人嫌恶的地方。他放下餐盘，僵硬地坐下，林岩却毫不在意地在他对面落座。接着他拿起筷子开始规律而高效地扫荡盘中的食物。谢浩然的视线先是落在自己那几片可怜的肉末上，紧接着又偷偷抬眼飞快地瞟了对面一眼。林岩突然抬起头，对着他神秘地眨了眨眼。这里的早餐不值，等到中午就能点外卖了。他吃饭的动作一顿，安静地看着谢浩然，接着在谢浩然疑惑的目光中掏出手机，点开了那个黄色的袋鼠栏。下一秒，花花世界瞬间迷住了他的眼。什么？竟然有10几块的韩式拌饭？什么？只要20块就能吃到8块肉松炸鸡？当他点开拼好饭页面时，更是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只要8块钱就能吃到图片上那种有肉有蛋还有蔬菜的豪华大餐。就在他把头埋在手机里认真研究着怎么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多热量时，谢浩然却听到了周围学生们的窃窃私语。一开始只是邻桌几个 F 级学生在交头接耳。喂，你们听说了吗？今天早上学生会的印章竟然不见了，真的假的？谁这么大胆子？不知道啊，没想到外面的监控竟然什么都没拍到。与此同时，学生会的人彻底疯了，开始挨个排查所有人的夜间出入记录。早餐时间转瞬即逝，俩人一前一后走出食堂，道路两旁的学生们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压着嗓子交换关于印章的最新传闻。结果每当有佩戴高级腕带的学生巡逻经过，那些议论声便会瞬间消失。谢浩然对这些充耳不闻，他只顾着朝教学楼的方向走。林岩就像一道沉默的影子，始终跟在他身后。大概走了30米，谢浩然突然停下了脚步，却并没有回头。作为新生，这种时候还是别乱晃比较好。好。林岩没动，谢浩然也没动，空气死寂了几秒钟，最终这份沉默被一声极轻的叹息打破。那你跟着我做什么？林岩歪了歪头，刚要开口，却又想到了什么。我点了2份披萨，
你吃吗？他晃了晃手机，刚接到电话，外卖小哥被拦在了1公里外，只能让他把东西藏在个隐蔽地方。我们一起出去拿吧。谢浩然不知为什么如此利落地答应了他。于是两人来到了校园大道，没想到校门口竟然多出了一堆黑衣人，审查变得前所未有的严格。学生会的权力在学校的方方面面，涉及到了相当一部分的阶层利益。如果那拿了印章的人擅自使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审查队伍长得望不到头，烦死了！到底是谁干的？查个东西而已，至于这么大阵仗吗？有一个 C 级学长在漫长的等待后脸上写满了不耐烦，接着他猛地一回头，视线在长队末尾扫了一圈，定格在了林岩和谢浩然身上。他轻蔑地抬了抬下巴，喂，你们两个，反正排着也是浪费时间，不如去活动中心帮我把落下的平板拿过来，等我进去了，没准还能跟安保说一声让你们也快点。这话一出，周围瞬间响起几声压抑的窃笑，那份嘲弄简直不加掩饰。谢浩然对这种场面却像是家常便饭，连眼皮都没敢抬一下，只是低着头。可谁知少女却老老实实的回答，语气平淡，不好意思，我们要去拿外卖，没空。此话一出，那学长直接被这么一本正经的回答逗笑，哈，拿外卖。他的笑声引来更多目光，整个队伍的气氛都变得微妙起来。紧接着他戏谑地问他吃的什么，没想到林岩竟真的打开手机，屏幕上是简洁的订单，香煎鸡排加滑蛋加时蔬加米饭，金额8.00元。他甚至还认真的回答，我点了8块钱的鸡排和蛋饭。噗，这下嘲笑声更大了，他古怪又呆板的反应瞬间让他成了一个天大的笑料。而谢浩然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林岩被一群人当作笑点取笑，他默默低下了头。当然这一切林岩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取笑完后，没人再多看他一眼。就在这时，旁边的谢浩然却默默上前一步，他用自己的身体隔开那些若有若无的窥探视线，他的动作很小，让人不易察觉。随后他低声开口，我们可以过去了。可谁知林岩竟然罕见的有些失望，他小声嘀咕，所以他不是来问我满减教程的吗？原来他算了半天优惠券才用8块钱拿下2份拼饭，他还以为对方是真心请教，甚至想把这当成失业后迈出社交这一空白领域的第一步。听到这话，谢浩然瞬间沉默，移开视线。那些人对省钱没兴趣，他们只是想找点乐子。林岩眨了眨眼，乐子？他的8元套餐是乐子吗？可他并不这么认为。最后两人顺利通过安检来到外界。就在林岩掏出终端时，谢浩然的目光却落在他手里的黑色手机上。你有2个手机？林岩淡定点头，我用这个在网上赚钱。网上赚钱？谢浩然愣住，是做自媒体吗？他没想到他竟然会在网上赚钱。林岩看了眼钱包里仅剩的70块，默默发布一个委托帖，标题承接各类委托，绝对高效且保密。正文赫然写着，业务范围、目标清除、信息收集、物品获取。然而整个论坛都在讨论印章被盗的事，他发出的帖子瞬间被覆盖了下去，根本没人注意。与此同时，金凯在宿舍死死盯着电脑，当他看到发帖人再次上线时，几乎要哭出来。他疯狂私信，哥在吗？你救救我行不行？把那玩意儿给我放回去，你要多少钱都行，我快要吓死了。而此时的林岩正和谢浩然坐在长椅上，饭还温热着，他满心期待地打开盒子，下一秒他脸上的期待瞬间凝固，这简直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而一旁的谢浩然刚咬一口肉，差点当场咳出来，他猛地拿起纸巾，委婉地问他，你点的是哪一家？林岩咽下一口饭，划开手机，谢浩然眯起眼，手指往下一划，月销10家，评分高达3.1，而评论区竟然清一色的1星差评。少年默默放下筷子，一把按住他的饭盒，别吃了，以后别为了便宜就吃这种东西。第一次请人吃饭就以失败告终，林岩有点遗憾，他默默吃掉唯一正常的煎蛋，然后果断盖上饭盒。饥饿感依然存在，但他能忍。下一秒，谢浩然站起身，直接将2份饭扔进垃圾桶。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林岩没犹豫，乖乖跟上。走着走着，他掏出那个黑色小手机，飞速发出一句话，任务内容。对方几乎是秒回，大佬，你终于回我了，求你把印章放回去，价格你随便开。林岩的指尖在屏幕上轻轻敲击，确定原路放回是吗？那边竟然没了回复。可就在这时，一个声音打断他，你又在赚钱吗？谢浩然不知何时停下，正回头死死盯着他手里的黑色终端。林岩淡定点头，谢浩然没有追问，毕竟目前他和他的关系，他也说不上来。他只是话锋一转，你吃牛肉面吗？闻言，林岩敲击屏幕的动作瞬间停下，要多少钱？我请你。不用钱。谢浩然顿了顿，又补充一句，算是感谢你之前的帮助。之前的帮助？林岩满脸疑惑，他明明只是想要一个苹果和一个梨，但他没有反驳，只是点点头。好，有人请客就能省钱，这对于资产不足100块的他来说，简直是天降横财。紧接着，谢浩然带他穿过公园，走向了与学院截然相反的旧城区。最终，他在一家不起眼的店面前停下，褪色的招牌上写着赵叔牛肉面，老板2碗牛肉面，1碗多加肉。谢浩然熟忍地喊道，随即指了指身后的林岩，他的那碗。说完，他便走到最角落的位置坐下，那里恰好可以看门外的情况，又不会被人轻易打扰。林岩跟着坐到他对面，刚放下背包就立刻打开终端，一条新消息赫然弹出，金钱豹。不放回去。金凯永远忘不掉之前发生的事情。原来就在前天，一个叫赵明的抢走了自己的女朋友，甚至逼他在全班同学面前下跪。金凯本想看到的新帖子后，第一时间把印章还回去保命，但下一秒，他脑中闪过的全是那天被嘲弄的眼神，以及那个女孩不忍又怜悯的表情。他一个疯狂的念头闪过，万一呢？万一这次就是报复赵明的绝佳机会呢？于是他猛然敲下一行字：金钱豹，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地级的赵明。林岩眼神一凝，立刻回复：时间地点发我。还有别的要求吗？对方几乎是秒回：金钱豹，明天中午12点半，新人后勤部，赵明正好轮值。大佬，
一定要让他拿到，最好是当着很多人的面。林岩的指尖在屏幕上瞬间停顿，当着很多人的面，这不相当于公开处刑吗？这个要求直接拉高了任务的风险。然而下一秒，他却给出一个惊掉下巴的价格，总价500，需要预付200。屏幕那头的金凯心脏猛地抽搐，只要500，这种要命的风险，就算他给5万都不过分。但他不敢多问，立刻转账。很快林岩就收到200块。原来他早上就试过那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银行卡，钱没了但功能还在，于是他果断绑定了这个论坛账号。这是第一次接单，他相当谨慎，所以就要了个小钱先探路。可就在这时，面来了，小姑娘，你的多加了肉，慢用。赵叔洪亮的声音猛地打断他的思绪。2碗热气腾腾的面稳稳放在桌上，那碗竟然比林岩的脸还大，而谢浩然那碗只有薄薄一层牛肉，可林岩的碗里牛腱子肉竟堆成一座小山。他放下终端，拿起筷子夹起一片牛肉送进嘴里，软烂入味。接着他又挑起一筷子面条，裹着滚烫的汤汁呼噜一声吸进嘴里，好吃。于是他再没任何多余动作，一口面一口肉在一口滚烫的鲜汤。他的吃相很安静，速度却快得惊人。可对面的谢浩然却吃得很慢，他不像林岩那样专注于食物本身，而是习惯性的观察着周围。他的视线扫过门口，扫过老板，最后却不自觉地全落在林岩身上。这个女孩饿得像只迷路的小兽，可下一秒她又猛然摇头，不对，她能轻易折断别人的手腕，拖动几个成年男人，她到底是谁？接近自己又有什么目的？难道就是为了这一碗牛肉面吗？谢浩然嘴角泛起一丝自嘲。就在这时，林岩突然抬头用筷子指着自己的碗，他已经吃掉大半碗面。这个多少钱？谢浩然一愣，28，我那碗15。林岩默默记下这个数字，28块换来这种满足感，值。如果天天有任务，那就能天天来吃。于是他看着他，一脸认真，我之后会把钱转给你。谁知谢浩然却放下筷子，不用，我说过，我请你。好，林岩从善如流的点点头。可下一秒，他就问出一个让他灵魂震颤的问题，你人很好，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朋友这2个字，在他过去19年的人生里简直就是个笑话。所有伸向他的手，不是为了将他推入深渊，就是为了榨干他最后的价值。谢浩然几乎是立刻就拒绝，不了。谁知林岩只是抿了口汤，安静的看他。片刻之后，竟然问出一个更离谱的问题，好吧，那你以后还会请我吃面吗？这叫什么逻辑？谢浩然明显一愣，看情况。然而林岩似乎根本不在意，他哦一声，就再次低下头，将碗里最后一口汤喝得干干净净，心满意足。他擦了擦嘴，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直勾勾地看着还在吃面的谢浩然，那目光纯粹又直接，看得谢浩然浑身不自在。终于，他没话找话，试图打破这诡异的安静。以后不要再点那家外卖，你想吃什么可以先在论坛上看看测评。没想到林岩竟像发现新大陆，论坛还有这个功能。美食区。谢浩然只好继续解释，要看帖子的回复和点赞，别只看主楼。好，林岩立刻拿出手机，真的开始寻找所谓的美食区。就这样，一顿饭在诡异的和谐中结束。谢浩然付了钱，带着林岩走出面馆，他自然而然地开口，我送你回宿舍。林岩跟在他身后，却一边走一边研究手机。突然他猛地抬头问道，这个人均 8K 的日料是智商税吗？这个帖子下面回复很多，你看怎么样？谢浩然按了按额角，那不适合我们看，你筛选关键词，比如平价食堂外卖。下一秒，林岩像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瞬间就被论坛吸引，整个人几乎要埋进手机里。就这样，林岩跟着谢浩然一路走回了启琼学院。然而就在这时，不远处竟然聚集了几十名学生，他们围成一个圈窃窃私语，气氛明显不对劲。林岩抬头，只见谢浩然瞬间停住脚步，眉头紧锁。在启琼学院，人群聚集通常只有2种可能，一是高等级学生的娱乐，二是低等级学生的灾难。然而这2种很多时候都会重合。下一秒，谢浩然压低声音，我们换一边走。林岩还在盯着手机，却稳稳地跟在他身后。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与人作对，就在他们即将绕过人群时，一个清亮却又带着谄媚的声音猛然响起，哟，那不是谢浩然吗？鬼鬼祟祟的，想去哪儿啊？声音来自一个 C 级万代的男生。他一开口，所有目光瞬间聚集过来。林岩看到谢浩然的身体在那一刻变得无比僵硬，他好奇地望向人群中心，那里的场景十分诡异。一个穿着考究休闲西装的男生正和一位级学长称兄道弟，可那位学长脸上却满是强装镇定的神情，而那个男生手指间夹着未点燃的香烟，手腕上那枚暗金色腕带是全场最不容置疑的权力徽章。吴越，新生里唯一的 S 级生。只听吴越轻飘飘的开口，学长呀，你都来找我2、3次了，都说我对学生会不感兴趣了，现在是不是有点烦人了呢？明明是轻柔的语气，字句却如同千钧之重。话音刚落，那位级学长的脸色瞬间一阵红一阵白，他张了张嘴，最终只能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是我冒昧，吴越同学，你忙。说完，他几乎是狼狈的抽身而出，带着跟班钻进人群，转眼间就消失不见。就这样，一场无形的交锋以 S 级的完胜告终。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可那个叫吴越的男人却像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随手将烟别在耳后，目光懒洋洋地扫视人群，最终他的目光落在一个 C 级男生身上。他微笑着开口，阿奇，你刚刚在看什么？那么热闹。被点到名的李奇身体一震，他立刻堆满笑容凑上去，没什么，岳哥。他猛地一指，就是看见2个不长眼的老鼠想替您清清路。他指向的正是林岩和谢浩然的方向，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整个包围圈都听得一清二楚。下一秒，所有探照灯般的视线齐刷刷地聚焦过来。当吴越的视线落在谢浩然脸上时，那抹兴致勃勃的笑意瞬间加深。哎呦，这不是谢浩然吗？吴越慢悠悠地念出这个名字，语气里满是新奇。我好像听过，是那个很有名的 F 级。紧接着，他迈开腿，不紧不慢地朝林岩和谢浩然走来，人群自动为他分开一条道路。吴越走到谢浩然面前，微微俯身，别怕啊，同学，你说像你这样的人待在 F 级是不是很委屈？谢
谢浩然抿紧嘴唇，一言不发，沉默是他唯一的武器。不说话可真是没礼貌。但吴越似乎毫不在意，他的目光突然绕过谢浩然，落在了自始至终都没有抬过头的林岩身上。你朋友？他歪了歪头，饶有兴致地问。同学，看什么这么入神呀？跟我分享一下呗。而此刻的林岩，他的屏幕上一张芝士瀑布熔岩汉堡的高清图正疯狂刷屏，他正认真分析着评论的可信度。偏偏就在这时，头顶的光线突然被一片阴影猛照，林岩烦躁地皱了皱眉，猛地抬起头，一张英俊但陌生的脸庞映入眼帘，对方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手里的手机。吴越的视线从那张夸张的芝士图片缓缓上移，最终定格在林岩的脸上。他一个字一个字念出声：芝士瀑布熔岩汉堡，看起来热量很高哦。林岩眨眨眼，脱口而出：我只是看看，目前吃不起。话音刚落，周围瞬间爆发出刺耳的嗤笑声，那些学生交换着看好戏的眼神，仿佛在欣赏什么乡下土狗。可吴越竟然一笑：那要不要我请你吃啊？谁知林岩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不了，我只是随便刷刷而已。这反应让所有人都愣住，连嘲笑都尴尬地停下。然而吴越的目光并未在他身上停留，而是瞬间转向他身边从始至终都像背景板一样的谢浩然。他皮笑肉不笑地开口：谢同学，听说你去年就在，今年又留下来陪新生了，真是让人感动。吴越话音刚落，他的跟班李奇立马跳出来，指着谢浩然大拍马屁：岳哥，谢少这是深藏不露，在体验生活呢。闻言，吴越的脸瞬间冷了下去，他平静地看向李奇，那个跟班的笑容瞬间冻结在脸上。吴越轻声开口，声音却带着刺骨的寒意：阿奇，我什么时候说过我需要你帮我说话了？李奇的额角瞬间渗出冷汗，吓得语无伦次。吴越慢条斯理地整理袖口，语气却像在宣布审判：我跟谢同学聊天是我的事，你插嘴就是你的问题了，懂吗？那一刻，李奇连呼吸都停滞，随后吴越就像拂开一粒碍眼的灰尘，不再理他，带着人浩浩荡荡地离开。刚刚还水泄不通的人群转眼间作鸟兽散，校园大道上瞬间只剩下林岩和谢浩然。见状，谢浩然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他忍不住开口，声音干涩：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个人是谁？谁知林岩的视线根本没离开过手机，只是轻轻嗯了一声。谢浩然见他这样，只能叹气放弃。然而就在他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时，林岩却突然扯了扯他的衣角，手机屏幕上是一张油亮亮的照烧鸡排饭。他认真地问：谢浩然，你想吃这个吗？我明天请你。谢浩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可以。得到肯定的答复，林岩满意地点点头。两人约好明天的鸡排饭。与谢浩然告别后，林岩回到了家徒四壁的宿舍，他立刻掏出手机，用自己的真实账号登录论坛，目标只有一个：赵明。结果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这人一天之内竟然狂发了12条帖子。林岩点开最新一条，只见一张戴着墨绿色腕带的手正端着一杯昂贵的咖啡，配文是：猜猜我在跟哪位 B 级大佬喝茶。背景被刻意模糊处理过，但依然能隐约看到对面沙发上一角银白色的腕带。评论区更是一片阿谀奉承，零星几个同样是第一级的账号在捧哏：明哥牛啊，都跟 B 级的大佬搭上线了，求明哥带带。学生会组织部还缺人吗？林岩面无表情地向下滑动，不是炫耀限量款球鞋，就是叫嚣晚上去喝酒。更可恶的是，他还发帖轻佻的评论女生，甚至还发自拍，吹嘘自己在学生会的工作多累，能力多大。这个赵明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显眼包。然而就在林岩快速划过这些垃圾信息时，一条1个月前的帖子让他眼神一凝，标题是：终于轮到我去新人后勤部值班了。下面有人不解地问他，去那种地方干嘛？赵明竟然还故作高深的回复，带着一种高深莫测的优越感：你们不懂，这叫深入基层。看着屏幕上的信息，林岩陷入沉思。金凯提供的情报是明天中午12点半，赵明会在那里轮值，看来是准确的。紧接着林岩开始思考，怎么把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他，直接塞进口袋太 low， 也容易暴露。匿名邮寄不行，时间地点都不可控。忽然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林岩脑中瞬间成型，他要的是让赵明自己得意洋洋地在所有人面前亲自揭开这个为他量身定做的陷阱，而且他绝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想到这里，林岩立刻打开学校应用，把后勤部的平面图和人员排班表全都刻在脑子里。随后他从背包里拿出2样东西，一卷几乎融入黑夜的超细鱼线，还有一个改装过的蓝牙音频发射器。道具就位，只等明天中午12点半。第二天一早，林岩就像一头蛰伏的猎豹，晨跑、吃饭，然后直奔7号楼顶层的废弃储物间。他没有剧烈运动，只是让每一寸肌肉都进入最佳的猎杀状态。风声、水声、人声乃至周围的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时间1分1秒流逝，11点45分，林岩准时收手。他擦干汗水，涂上一层特制的护手霜，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天台。目标：新人后勤部。这里和光鲜的教学楼不同，更像一个混乱的车间，空气里弥漫着清洁剂和旧纸张的味道。来往的学生行色匆匆，大多都是第一级。林岩的身影瞬间融入人潮，直奔大厅角落的事务招领处。柜台后，一个1级学长正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林岩并没靠近，而是在10几米外的公告栏前停下。他假装看海报，视线却早已将整个环境尽收眼底。柜台左侧是顶到天花板的巨大货架，堆满失物，货架和墙壁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更重要的是，柜台正上方的监控存在视觉死角，那条通道就是完美的盲区，一切都和他昨晚预演的分毫不差。就在这时，12点20分，赵明准时出现。他换上崭新的名牌运动服，脚踩昨天刚在论坛上炫耀过的限量款球鞋，嚣张至极。一个1级学生立马谄媚地凑上去喊：明哥！赵明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满脸写着享受。紧接着，他走到柜台前，敲醒那个昏昏欲睡的学弟：我来替你，你去吃饭吧。学弟如蒙大赦，立刻开溜。赵明心满意足地坐下，可他的第一件事不是工作，而是掏出手机对着自己和身后的失物删，咔嚓就是一张自拍，配文：又是帮忙的一天，看到大家找回失物，一切都值了。发完朋友圈，他才懒洋洋地应付来往的学生。时机已到，林岩动了，他转身闪进旁边的走廊，那里是另一个监控盲区。几秒后，他再次出现，手中竟多出一个黑色眼镜盒。接着，他利用人群掩护，悄无声息地闪进货架旁的狭窄通道。他蹲下身，将一个蓝牙音频发射器贴在货架最底层，再把一根超细鱼线系在眼镜盒的卡扣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一丝声响。做完这一切，林岩退回通道口，
视线死死锁定赵明。此时，一个 F 级新生正唯唯诺诺地询问自己丢失的饭卡。赵明头都不抬，不耐烦地指着一个塑料筐，自己找。就在这时，林岩按下了手机上的一个按键，一阵极其微弱的滴滴声突然从货架最深处响起，声音很小，却像一把钩子，瞬间勾住了在场所有人的耳朵。在场几人全都下意识顿住，疑惑地朝着声音来源望去。赵明也听到，他眉头一皱，满脸不悦，什么声音？可那声音只响了2声就消失，仿佛幻听。F 级新生没找到饭卡，失望离开，柜台前也暂时恢复了空闲。然而，赵明的好奇心却被彻底勾起，这声音他太熟悉了 ，C 级大佬的车钥匙就是这个动静，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掉在这？他的目光在失物堆里疯狂巡视，最终锁定最底层的角落。就在这时，林岩再次伸出手，这一次他没有让声音响起，他只是通过鱼线极其轻微的牵动那个黑色眼镜盒，啪嗒一声轻响，眼镜盒从救出后滑出，正好掉在阴影交界处，一半在暗，一半在明。赵明瞬间瞪大眼睛，眼前的盒子通体漆黑，材质高级，绝非凡品。他心跳加速，那里面绝对是高等级学生遗落的顶级宝贝，这简直是天赐良机。这要是能物归原主，绝对比发100张自拍都牛逼。万一失主是级甚至 S 级的大人物，想到这里，赵明的呼吸瞬间急促，他下意识环顾四周，立刻起身装作整理货架的样子，故意对路过的学生开口：“我来整理下这边，太乱了。”说着，赵明走进那条狭窄通道，弯腰一把将黑盒捡起，入手冰凉，质感沉重。他强忍住打开的冲动，不行，不能在这里打开。他将盒子揣进怀里，转身就要走。然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林岩再次牵动了鱼线，而那根看不见的细线竟精准地缠上他限量款球鞋的鞋带。赵明刚迈出一步，脚下猛地一个踉跄，整个人失控地向前扑去。他一声惊呼，身体重重撞在金属货架上，哐当，巨响传来，货架上堆积如山的事物如雪崩般铺天盖地向他砸来，旧书、空瓶、破球拍，瞬间将他彻底淹没。混乱中，他怀里的黑盒脱手飞出，啪的一声掉在大厅最中央。下一秒，盒盖弹开，一枚有整块田黄石雕刻、顶部盘绕龙纹的印章滚了出来。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几十道目光齐刷刷聚焦在那枚印章上。印章底部5个大字清晰地映入每个人的眼帘：启琼学生会。起初周围学生还只是好奇，那是什么？就一块石头吧？不对，这看着有点眼熟啊。紧接着，一个眼尖的1级学生最先认出，声音瞬间变调，是学生会的印章。这个词像一颗炸雷在大厅轰然引爆，无数学生举起手机疯狂对准场中央。林岩也是其中一员，他装作拍照，却悄然对接收器下达关闭指令，接着收回鱼线，那根线像一条不存在的蛇瞬间划回他的指尖，最后被卷起，消失在背包侧袋。整个过程耗时不过3秒。做完这一切，林岩才不紧不慢举起手机。林岩将镜头对准那个狼狈的身影，和其他人一样按下拍摄键，咔嚓，无数闪光灯接连亮起。天啊，真的是学生会印章，怎么会在赵明这里？他不是学生会的吗？坚守自盗，快拍！这简直堪称年度大戏啊！这下穹顶之下论坛可要炸了，顿时议论声、快门声、兴奋的笑声织成一张巨网，将瘫在地上的赵明死死罩住。他终于从那堆杂物里爬出来，头发上还挂着烂羽毛球。赵明的嘴唇止不住的哆嗦，不是我，这不是我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里。然而他的辩解苍白无力，瞬间淹没在喧哗声中。谁能想到，一个地级学生会成员在最不可能的时间地点和学院最高权力象征一起出现，坚守自盗，派系阴谋，各种猜测瞬间涌起。就在此时，几名学生会成员冲进来，同学们让开一下。为首的 B 级干部厉声喝道：“都干什么呢？不许拍照，手机都收起来。”可他的声音在兴奋的嗡鸣声中显得底气不足。就在他要发作时，一只手轻轻搭在他肩上，瞬间，人群的喧嚣仿佛被按下静音键，所有人都下意识循着那只手看去。一个身影从人群后方不徐不急地走来，他穿着一身毫无褶皱的 S 级制服，身形挺拔如松，那双漆黑的眸子平静地扫视全场，手腕上那枚暗金色腕带就是最高贵的勋章。黎副会长，刚才还声色俱厉的 B 级干部立刻恭敬低头。黎文轩，启琼学生会副会长，也是黎家的继承人，学院真正的权力核心。然而黎文轩的脚步并没有停顿，甚至都没看赵明一眼，他径直走到场地中央。此刻他眼里只有那枚田黄石印章，他蹲下身拿出洁白手帕将印章利落包裹。做完这一切，他才缓缓起身，目光第一次落在陡如筛糠的赵明身上。站起来，赵明一个机灵，手脚并用的爬起来，连大气都不敢喘。可黎文轩没再跟他说一个字，目光转向那些举着手机的学生。同学们，这次的事不宜留下影像，所以请大家删掉手机里所有的照片和视频。下一秒，他语调一沉，10秒之后，纪律部会检查每一个人的手机，同时也请大家配合待会的检查。闻言，学生们像是被施了魔咒，纷纷低头删照片。林岩也当着旁边人的面删掉相册里唯一一张关于现场的照片。他的动作和别人一样迅速，眼神依旧平静。紧接着，纪律部成员立刻分散开来，表情冷漠，动作高效，像一台人形机器。同学，请解锁你的手机，打开相册和最近删除。好的，请打开你的背包。队伍缓缓移动，眼看就轮到林岩，而他前面的一级女生因为紧张，手机都差点掉在地上。同学，请解锁。纪律部成员的声音毫无起伏。林岩抬起眼，平静地递上自己的手机，他的相册和最近删除早已清空，界面干净的像一张白纸。对方检查完点头，又拿出扫描仪对准林岩的背包，请打开你的背包。林岩一言拉开拉链，背包里空空荡荡，只有2瓶矿泉水和几本物理书。扫描仪划过，绿灯稳定，没有发出任何警报声。他随身的武器和终端被包裹在特制的平地材料中，就静静躺在夹层里，像不存在的幽灵。可以了，下一位。林岩收起背包，重新汇入人群，整个过程流畅自然。然而大厅中央的黎文轩目光却无声地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哪些人过度紧张，哪些人故作镇定。就在这时，他的视线掠过林岩，竟然停住，不是因为他可以，
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过无懈可击。在这样压抑的氛围里，大部分学生都局促不安，可这个黑发少女从始至终都像一块置身事外的石头，她的眼神平静，动作配合，既不畏缩也不挑衅，就像一颗纯净水滴融入浑浊河流，反而当下的氛围格格不入。这位同学，瞬间所有人的动作都停滞，检查的、等待的，甚至面如死灰的照明，所有目光都投向声音的源头以及被锁定的目标，那个刚通过检查、穿着 F 级制服的黑发少女。林岩的脚步停下，他转过身，迎上那道如同实质的视线。黎文轩站在几步之外，逆着光，他没有靠近，只是隔着一段距离。你叫什么名字？黎文轩开口，语气平缓，听不出喜怒，可这个问题在此刻此地由他问出便重如千斤。林岩的声音清脆，毫无颤抖。黎文轩的眉梢挑动了下。林岩，他继续问，哪个系的 F 级新生？还没有分析。林岩的回答依旧简洁明了。周围的学生们大气都不敢出，他们不明白黎副会长为何突然对一个 F 级新生感兴趣，难道他有问题？下一秒，黎文轩突然换个角度，问题变得更加微妙。刚才你好像一点也不紧张，大家都在看照明，而你在看你的手机。紧接着，他语调一沉，直击要害。同学，能把你的手机给我检查一下吗？第二次检查，而且是由学生会副会长亲自提出。周围学生连呼吸都放轻，看林岩的眼神从漠不关心变为好奇同情，甚至幸灾乐祸。被黎文轩盯上，对一个 F 级新生来说几乎等于宣判了社会性死亡。然而作为风暴中心的林岩，脸上却没有任何预想中的情绪，他只是吐出一个字，可以。黎文轩伸出手接过那部普通手机，机身微凉，干净的过分。他的指腹划过屏幕，解锁，屏幕亮起，壁纸是最原始的蓝色，除了系统应用再无他物。他又查看通话记录和信息，除了运营商通知，再找不到任何与他人的交集。直到他点开微信，置顶的赫然是3个字：谢浩然。黎文轩眯了眯眼，竟然是那个谢家的 F 级。他点开聊天记录，林岩，中午我请你吃饭。谢浩然，我在图书馆，你先吃。林岩，没事，我来找你。黄豆微笑，黄豆微笑，黄豆微笑。谢浩然，你不要发这个表情。黎文轩默默关闭微信，正当他打算还手机时，手机突然震动，铃声响起，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一个陌生电话，有人来电。瞬间，周围学生屏住呼吸，纪律部成员都停止动作，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部小小的手机上。挂断还是接听？到底是谁会在这个节骨眼打来电话？黎文轩黑眸深不见底，大脑高速运转，陷阱、同伙还是烟雾弹？无论是什么，这个电话都太过蹊跷。这个新生与谢之行有关系，那就不是谢家那边的，是中间放出来的烟雾弹，还是会长那边的马前卒？他抬起眼，再次对上林岩那双平静无波的黑眸，他想从中看出女孩哪怕一丝的慌乱，但他什么都没找到。于是黎文轩薄唇吐出4个字，请接电话，语气冷硬，打开免提。同时他将手机递还给林岩，可手指却并未完全松开，这是命令，更是最后的试探。林岩顺从地接过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便按下了接听键，点亮免提。整个大厅落针可闻，所有人都竖起耳朵。然而电话接通的瞬间，传出的却不是暗号，不是警示，而是一道急躁的声音：喂，同学，你的外卖到了，我给你放学校外面了，你快点来拿。外卖员的声音通过扬声器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大厅里，我等你好半天了，放校外西门路口那个红色消防栓旁边，别被人偷走。挂了，嘟嘟嘟，电话被单方面挂断，整个空间再次陷入诡异的寂静。黎文轩也沉默了，而林岩的表情依旧没有任何变化。他伸出手指了指手机，我的外卖要去哪？抱歉打扰了。闻言，黎文轩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平稳，仿佛刚才的插曲从未发生。他立刻下达命令，继续检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接着他又转向 B 级干部，把赵明带走，去拿所有监控录像。几道命令清晰果断，迅速将脱轨的场面拉回正轨。学生会的机器再次高效运转，没有人再敢关注那个 F 级新生。林岩收起手机，扫了一眼重新忙碌的现场，拉了拉背包带子，转身就走。而与此同时，在论坛上，一个被隐藏的帖子：金钱豹大佬，你真的搞定了，剩下300我转过去了，真的多谢。300元正在转入。此时图书馆2楼靠窗的角落，谢浩然正坐着看书，墙上的挂钟时针已越过12，他抬起头望向窗外，校园里依旧人来人往，只是少了中午时的拥挤。可林岩还没来，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立刻将视线收回书本，想用专注来驱散这不合时宜的思绪。他告诉自己，不过是一起吃个饭，自己这么在意做什么？只要还清了人情，就2不相欠了。可他的手指却停在书页上，再也读不进下一个字。时间1分1秒过去，挂钟的时针已经指向了1。终于，谢浩然放下书，拿起手机，屏幕上一片安静。他点开微信，聊天记录还停留在上午。他路上出事了，还是改变主意了？谢浩然的指尖悬在屏幕上，可终究没有落下。算了。然而就在他准备放下手机时，屏幕突然亮起，一条新消息来自林岩，内容简单到极致，只有3个字：看窗外。窗外。谢浩然愣住，下意识抬头，目光穿透玻璃望向窗外的草坪，什么都没有。他以为自己会错意，正准备低头回消息，眼角的余光却捕捉到一个正在缓缓上升的黑色东西。那东西紧贴着图书馆外墙，一点一点向上移动。谢浩然的呼吸瞬间停滞。当那个黑色的东西攀升到2楼窗户的高度，他才终于看清，那是一个人的头顶。紧接着，一双扒着窗台的手出现，然后是额头、眼睛、鼻子，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2楼窗外。漆黑的眸子透过玻璃与他对视，是林岩。他就那么扒着窗沿安静地看着他，仿佛从2楼外墙爬上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谢浩然的大脑空白3秒，他甚至左右看了看，确认没有其他人注意到这惊悚的一幕。林岩见他没反应，他
抬手用指关节在玻璃上轻轻敲了敲。扣扣。谢浩然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推开一条窗缝。他刚吐出一个字，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家伙为什么会爬上来？林岩却一脸平静。走楼梯太远了，而且要刷卡。我看到你在这里就直接上来了。谢浩然感觉太阳穴在隐隐作痛。那你也不能爬窗户，这里有监控。谁知林岩一只手已经搭在窗框上，似乎准备直接翻进来。等等，谢浩然下意识按住窗户阻止他。你等我下去。林岩点了点头。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像没有重量的叶子，顺着墙壁悄无声息地滑落，瞬间消失在窗台之下。谢浩然站在窗边停顿几秒，确认他安稳落地才关上窗户。他飞快收拾好书本，抓起外套，快步冲出阅览室。当他从正门出来，绕到草坪时，林岩正抱着2个外卖袋静静站在树荫下。谢浩然走过去，走吧，去那边吃。林岩跟了上去，把其中一个外卖袋递给他。两人在长椅坐下，谢浩然打开外卖袋，一股浓郁的酱汁香气立刻散发，跟林岩昨天展示的图片一模一样。林岩打开他的那份，拿起筷子先夹了一块鸡排放进嘴里，他咀嚼的动作很慢，像在认真品尝。吃了一口后，他正好抬头，二人四目相对，少年率先移开视线。林岩给出结论，这个好吃。紧接着他问他，这个要26块，贵吗？谢浩然拿起筷子，不贵，价格很正常。林岩心里迅速计算，单点26，两份打折44，再用8块优惠券，这顿饭花了36。他将这个数字记下。然而谢浩然才吃到一半，林岩已经将餐盒扫荡一空，连最后一粒米饭都不放过。他放下筷子，喝了一口水，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看着谢浩然吃。谢浩然在他安静的注视下默默加快速度，吃完最后一口饭，他盖好餐盒，谢谢你请我吃。不用谢。就在这时，谢浩然站起身，突然开口，图书馆的单人隔间可以提前预定。他拿出手机点开一个界面给他看，在这里选时间和位置，到时间直接刷卡就能进。他演示着操作流程，这样就不用在公共区域找位置，也更方便，更方便你找我，也不用再爬窗户。后半句他没有说出口。闻言林岩点了点头，他拿出手机学着他的样子操作一遍。做完这一切，他收起手机站起身，紧接着林岩问道，那我们明天还是在这里吃吗？像是在确认一个已经定好的日程。而这个问题却让谢浩然的动作停顿，他看着他认真的黑色眸子，沉默了几秒。明天再说吧。这个回答模棱两可，林岩没有追问，只是嗯了一声。两人并肩往宿舍去走，路上他给他介绍接下来的活动。明天是新生周第5天，社团招新会。林岩跟在他身后，那种地方 F 级去了不会有什么好事。比起这个，林岩更关心能吃到好吃的东西吗？谢浩然似乎叹了口气，斩钉截铁道，不能，就算有也不会轮到我们。他还特地补充，只会让你帮忙发传单搬东西，或者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林岩点了点头，明白了。这个社团招新的性价比是负数。谢浩然接着说，后天统一分班，我到时候拉你进班级群。第7天是选课的时候，你需要看培养计划选择。总之谢浩然说了很多，从课表到选课再到 F 级的资源点，他的声音平稳，却像一本无聊的说明书。可林岩根本听不懂，他只是安静的发呆，直到最后谢浩然终于说完，他推了推眼镜，你都弄清楚了吗？林岩这才勉强归类信息，哲学课等于冷门， F 级的资源就是图书馆、食堂、后勤处那些，至于选课跟着他选就行。下午林岩回到宿舍，房间里空空荡荡，他走到床边拉开自己的衣橱，里面只有2套衣服，一套黑色任务装，一套灰色 F 级制服。林岩脱下制服走进狭小的卫浴间，水流声响起，他开始手洗衣物，很快湿透的布料被拧干挂起。做完这一切他坐回床沿，就在这时任务转账终于到账，区300元竟然花了整整1个下午，这下林岩的余额变成389块，看来还是要找一份正经工作。紧接着他打开加密备忘录，上面罗列着惊人的数字，清洁溶剂预估850毫升起步，各种润滑油至少1530毫升，校准工具更是要2000多，而这些都是保养他那些朋友的必需品。他现有的存货最多再撑2次，而现在的钱远远不够。不仅如此，衣服也不够，总不能穿着任务装备到处跑。于是林岩决定先买衣服。他打开一个叫病西西的网购软件，在搜索框输入卫衣，瞬间无数图片涌出。林岩直接划过这些花里胡哨的款式，他的需求很明确，黑色、耐磨、方便活动。最终他的手指停在一个链接上，工厂清仓基础款纯色卫衣，价格19.9，图片是纯黑色，简洁到极致。他点开评论区扫了一眼，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他没有再看，直接加入购物车。紧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搜索长裤和 T 恤速干长裤14.9，纯棉 T 恤3件装19.9，统统加入购物车，直接结算，3件 T 恤、1条长裤、1件卫衣，最终支付54.7元。操作完成，林岩放下手机，然而下一秒他就鬼使神差的把订单截图发给了谢浩然。我买了衣服，结果谢浩然那边显示正在输入中，过了好一会他才发来消息，这种衣服布料不好。林岩面无表情的回了2个字，便宜。紧接着他又发去一个沮丧的表情，没想到这次的正在输入中维持了更久。谢浩然，你下次买之前可以把链接发给我看看，还发来一个猫咪拍头的表情。林岩看不懂，但反手就把对方所有表情包都加入收藏。对话结束，林岩立刻开始办正事，发布委托赚钱，标题承接各类委托，绝对高效且保密。正文目标清除信息收集障碍移除等服务范围。可帖子发出去却依旧无人问津，于是林岩点开浏览器，开始考虑未来的生活，最适合大学生的工作是什么？屏幕上瞬间弹出各种夸张标题，他面无表情往下滑。半小时后，林岩宛如醍醐灌顶，保安业务轻松，价钱可观，简直是内卷大学生的终极归宿。可林岩毕竟是启穷大学的学生，做普通保安太浪费，所以他未来的目标是去高档别墅区当保安。开学第5天，
社团招新日，林岩吃完7块钱的早餐，照例出门晨跑，结果刚出门就傻眼，校园大道上全是各种摊位和展板。学弟学妹，来看看我们广播站。电竞社考虑一下，有 S 级大佬带飞，喧闹的人潮让他根本跑不起来。就在他准备放弃时，眼角余光却瞥见一处空旷的小广场，那地方属于艺术学院，那里与周围的热闹格格不入，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就去内跑，少女脚步一转，转头跑进那片安静的艺术区，空气里的味道瞬间都变了，嘈杂人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松节油和颜料的气息。他绕着小广场一圈圈慢跑，可就在他跑到第18圈时，脚步猛然一顿，树荫下几个一级学姐正围着一个身影，是王芳。她穿着狼狈的制服，正吃力地搬着半人高的画板，额头全是汗珠。快点，磨磨蹭蹭干什么？为首的粉发学姐一脸不耐烦，旁边的高个子女生更是一脚踢向地上的画箱。还有这个也搬去美术社活动室。王芳嘴唇紧抿，弯腰去抱那个沉重的画箱，她的身体都在发抖。林岩的跑步节奏彻底被打断，他就这么安静地站着一动不动。然而那几个学姐很快就注意到他，看什么看？粉发学姐皱起眉 ，F 级的，没事就滚远点。林岩擦了擦汗，默默挪了一步。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清冷的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你们在这做什么？”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生微微皱眉，手腕上 S 级的暗金色腕带格外醒目。见状，那几个一级女生身体瞬间僵住，粉发学姐脸上的不耐烦秒变讨好。顾学长，他声音都变尖了，而被称为顾学长的男生却看都没看他们，视线直落在地上的画箱上。这些是美术社要用的东西，是我们正准备帮忙搬过去呢。粉发学姐疯狂使眼色，另外2个女生如梦初醒，七手八脚抬起画箱。那你们现在不去？当然。3个女生抬着画箱几乎是落荒而逃，连地上的画板都不要了。方才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烟消云散，原地只剩下狼狈不堪的王芳、林岩和树荫下的 S 级学长顾一舟。他的目光从那几个女生消失的方向收回，落在王芳身上。你是美术社新生，地上这个你一个人拿不了。说着，顾一舟放下手里的东西，似乎准备帮忙。王芳脸颊瞬间涨红，连连摆手，我自己来就好。学长，他再次弯腰，用尽全身力气去抬那个画板。画板刚离地几厘米，他的手臂就开始剧烈颤抖，整个人摇摇欲坠。千钧一发之际，另一只手猛然伸了过来，沉重的画板瞬间被稳住。王芳彻底愣住，他顺着手臂向上看，映入眼帘的竟是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是那个 F 级。林岩不知何时走了过来，一只手就拖住大半重量，另一只手甚至还插在口袋里。他的出现太过突兀，也太过安静。顾一舟准备上前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他的视线越过王芳颤抖的肩膀，第一次清晰地落在了林岩身上。我来吧。林岩声音很平，他没有看王芳，更没有看顾一舟，只是绕到画板正面，双手发力。下一秒，那个半人高的画板竟被他轻而易举的整个抱起。这要送去哪？王芳这才如梦初醒，慌忙指路：3号教学楼2楼美术社。说完，他立刻转头在前面带路。林岩抱着比他上半身还宽的画板，稳稳跟上。画板在他怀里竟没有一丝晃动，而 S 级学长顾一舟竟然一声不吭地跟在最后面。3人瞬间形成一个奇怪的队列，一级新生在前面僵硬带路， F 级新生在中间抱着巨大画板， S 级学长在最后面从容殿后。这神奇组合瞬间引来无数侧目，路人看到顾一舟无不躬身问好，却又带着疑惑扫过前面的2人。王芳的头垂得更低，然而林岩的视线被画板挡住，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反应。很快，3号教学楼到了，一个 C 级学姐看到顾一舟立刻放下画笔站起，顾社长，他竟然是社长。顾一舟点点头，示意林岩把画板放下。搞定一切后，林岩转过身，他伸出手掌心向上。王芳立马会意，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我扫你。可以。林岩掏出收款码，可他下一句话直接让王芳愣在原地，有小费吗？王芳一咬牙，我直接转你100。叮的一声，林岩心满意足离去，紧接着顾一舟也转身离开。偌大的活动室只剩王芳一人，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本以为噩梦终于结束，可当他走出活动室，真正的绝望才刚刚开始。你刚才是不是很得意？一个冰冷的声音猛然响起。刚刚那个粉发学姐周婷竟从拐角走出，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他身后2个跟班一左一右，死死堵住走廊两头。周婷缓缓蹲下身，脸上满是毫不掩饰的恶意。先是有个 S 级的傻子帮你，现在连顾学长都为你说话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机会了？王芳的身体猛地一颤，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另一个跟班更是直接笑出声，一句话戳中他最深的痛处。是啊，他家的厂子好像要倒闭了，估计连学费都交不起了，瞬间退学。父亲每晚醉醺醺的身影，母亲压抑的哭声，银行的催款通知，一幕幕画面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开。王芳握紧拳头，浑身冰冷。然而周婷却笑了，她的声音突然放轻，像毒蛇吐信一般凑到王芳耳边，你看，我们都是关心你，我听说你爸爸最近很辛苦，你作为女儿是不是也该懂事一点？周婷身后的高个子女生冷笑一声，婷婷的意思是你应该多想想怎么帮你爸解决问题，而不是在这里到处勾搭别人的男友，懂吗？原来周婷之所以盯上王芳，竟是因为几天前的新生迎新会。当时迫于家庭压力的王芳尝试攀附高阶层，要到了一个学长的微信，结果那个学长偏偏就是周婷的男友。浩哥本来就有我这个女朋友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招惹他？周婷伸出手，不轻不重地拍着王芳的脸。另一个跟班更是直接补刀，是啊，你故意找的那几个地级学长可都是有女友的。说到底这根本不是争风吃醋，而是王芳这个一级新生触碰到了他们原有的利益链，他们今天就是要让这个不懂规矩的家伙吃尽苦头。下一秒，周婷手上猛然用力，一把扯住王芳的头发，强行将她从冰冷的地砖上拽起。王芳踉跄一步，被迫对上那张精致却恶毒的脸。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周婷的声音很平，抓着头发的手却越来越紧。我以为上次在迎新会上你已经学乖了，看来是他记性不好，要不要我们帮他回忆一下？周婷突然松手，眼神冰冷。李娜，架住他。整整1个小时后，周婷3人才心满意足的离去。走廊里死一般寂静，王芳瘫倒在地，脸上多了几个清晰的巴掌印，身上的衣服也被撕扯得凌乱不堪。更让他绝望的是，手机屏幕碎裂，那是他在争抢时摔的。一个恐怖的念头猛然窜出，周婷他们竟用他的手机给他爸妈发了消息。
息，他挣扎着想去够手机，手腕处却传来一阵刺痛，根本抬不起来。就在此时，走廊另一头突然传来脚步声，王芳浑身一颤，也顾不上疼痛，手忙脚乱地爬起来，不能再丢人了。可下一秒，一个男生愣愣地停在他3步远的地方，他的视线掠过他红肿的脸颊，又扫过他屏幕碎裂的手机，最后停在他那只不自然垂落的手腕上。要帮忙吗？王芳下意识向后一缩，把受伤的手藏到身后，拼命摇头，我没事。然而那个男生没有离开，反而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纸巾递了过来，擦擦吧。王芳愣住，看着眼前干净的纸巾，又抬头看向他，对方的视线有些飘忽，似乎也感到不自然。他沉默几秒，还是接过了纸巾。就在这时，男生突然开口，你是新生吧？因为新生周的事，王芳的动作猛然顿住，缓缓点头。看到他的反应，男生竟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让他瞬间瞳孔地震的话，新生周就是这样的。王芳猛地抬头，死死盯着他，你是？我只是路过。这个回答让王芳心里刚升起的一点猜测瞬间熄灭，他重新低下头，绝望地将脸埋进膝盖，谢谢你，你走吧。金凯本想直接离开，毕竟这与他无关，可王芳现在的样子却让他想起了自己和女友的遭遇。就在这时，他鬼使神差地停住脚步，抛出一个惊天炸雷，喂，你知道雷吗？一个字母能有什么含义？王芳猛然抬起头，满是泪痕的脸一片错愕。金凯却不看他，干巴巴地问，你知道之前学生会印章失窃的事吧？轰！王芳的脑子炸了，就是那件轰动全校的印章失窃案，地级生赵明人赃并获，副会长黎文轩亲自处理，所有人都知道赵明背后有人，可那个人到底是谁至今是个谜。然而下一秒，金凯一句话让走廊的空气瞬间凝固，赵明的事是我让你做的。嗡嗡的空调声此刻被无限放大，王芳的呼吸停滞，他死死盯着眼前这个和自己一样在学院底层挣扎的一级男生，他说的话像天方夜谭。什么？金凯终于和他对视一眼，又迅速移开。穹顶之下论坛有个叫的委托帖，我当初花了100块。他的话卡在喉咙，似乎在回忆什么恐怖的事情。总之，你可以在论坛上找找，他一般晚上会发布委托，一个存在于校园网络暗处的幽灵，一个能实现任何愿望的许愿机。下一秒，王芳声音干涩地发问，他真的什么都能做到吗？金凯的回答却让他浑身巨震，我只知道我出的委托他完成了。说完，金凯不再多留，看了一眼走廊尽头便快步离开。走廊里再次只剩下王芳一个人，他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另一边，下午林岩正要请谢浩然喝饮料，可他刚打开外卖软件就被上面的价格吓傻。这个城市物价太可怕，他那100块巨款在这里简直不值一提，一杯奶茶20、32。他不停滑动屏幕，随口问身边的谢浩然，你喜欢喝什么？谢浩然的视线在那一个个鲜艳的价格上停留一瞬，淡淡开口，我不挑，都可以。林岩的指尖猛然顿住，他抬头刚好和他四目相对，气氛瞬间有点微妙。下一秒，林岩指着一个最便宜的选项，那就蜜冰冰的柠檬水吧。谢浩然点点头，二话不说直接带头朝着地图上的方向走去。他们穿过宏伟的学院大门，走进充满生活气息的旧城区。很快，那个红底白字的廉价招牌就出现在街角，店门口一个巨大的吉祥物傻傻站着。林岩径直走过去，抬头看向价目表，他的目光从上到下缓缓移动，冰鲜柠檬水4块，摇摇奶昔6块，最贵的也不过10几块，跟学院里动辄20-30的价格一比，这简直是白菜价。可就在这时，一个冰凉的东西碰到他的小臂，林岩本能的抬手接过，那是一杯他没见过的果茶。结果谢浩然自己手上却拿着那杯最便宜的柠檬水，他竟然把贵的给了自己。少年问他，你喝甜的吗？林岩却死死盯着他手上的柠檬水，闭眨不眨。谢浩然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瞬间明白。于是10分钟后，林岩舒舒服服的喝着柠檬水，谢浩然却不自然的喝着那杯果茶。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无意识的开口，明天就要分班，如果不在一个班，他们见面的时间就会更少。林岩点点头，直接发问，我会跟你一个班吗？少年的脚步猛然顿住，他有些僵硬的解释，分班是随机的。谁知少女的语气毫无波澜，我想和你在一个班级，你呢？谢浩然彻底卡壳半晌，才艰难开口，分班结果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林岩哦了一声，没再追问，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可就在快到宿舍楼下时，谢浩然再次停下，他声音有些发闷，明天你还来找我吃午饭吗？话音刚落，他就后悔了，自己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然而林岩却吸了一口柠檬水，干脆的点头，得到肯定的答复，谢浩然推了推眼镜，学着他点了点头，那明天见。好。少女转身利落的走进昏暗的门洞，谢浩然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又低头看了看手里那杯甜腻的果茶，他抬手猛灌一口，过分的甜腻瞬间在舌尖炸开。下一秒，少年的耳廓微微泛红。另一边一级生宿舍6号楼，王芳的宿舍里一片漆黑，他坐在冰冷的地板上，背靠床沿，像是过了1个世纪那么久。终于他拿起那部屏幕碎裂的手机，点开那个蓝金色图标，他点了搜索，手指在键盘上犹豫许久，最后输入了那个字母 A。 王芳耐着性子一页页的往下翻，终于在第21页的末尾，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题，承接各类委托，高效且绝对保密，发帖人 A。 见状，王芳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他死死盯着那个没有任何装饰的黑色头像，指尖悬停在私信按钮上。金凯的话在耳边回响，赵明的下场全校皆知，这是一个机会。王芳深吸一口气，猛地按下那个按钮，私信框弹出，他颤抖着手指打字，又删掉再打再删。10分钟后，他终于发出了第一条消息，荔枝小芳，你好 A， 我需要你的帮助。消息发出不到10秒，对面就有了回复，委托内容。冰冷的4个字让王芳浑身一颤，他不再犹豫，飞快打字，荔枝小芳，1级高年级的周婷，还有他的2个朋友，他们一直找我的麻烦，我希望他们能得到教训，让他们再也不敢来烦我。要他们付出什么代价？代价退学还是受伤？王芳一想到周婷那张嚣张的脸，一种狠厉的情绪瞬间压倒恐惧。几秒后，荔枝小芳，退学，我要他们被学校开除。可以，首要目标是谁？荔枝小芳，周婷，一人50万。50万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别说50万，他连5000都拿不出。荔枝小芳，我没有那么多钱。
那就换一个目标。冰冷的文字不带一丝商量的余地。王芳急了，她咬咬牙抛出最后的筹码。等等，我可以分期吗？或者我可以陪你，或者你指定的人。屏幕另一边，林岩眉头紧锁，陪人为什么可以抵钱？他想不明白，干脆直接下了最后通牒：10分钟之内提出你的委托，给出你能接受的代价。王芳彻底绝望，她颤抖着打出最后的请求：那我只想他们在新生周剩下的几天不要再来找我的麻烦，只要新生周结束，他们就不能再对自己怎么样。300。王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立刻回复：好，我付。定金是多少？定金100，任务完成付尾款。提供周婷的宿舍号外貌特征以及她最近的活动规律，越详细越好。王芳不敢耽搁，立刻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部发了过去。粉色头发，常去的奶茶店，每晚11点回宿舍的习惯。收到。对话结束，那个漆黑的头像彻底熄灭。第二天，新生周第6天分班日，这直接决定未来的资源分配。可林岩却像个没事人一样晨跑、吃早餐，甚至开始保养他的武器。就在这时，手机震动一下，是谢浩然。分班结果出来了，我们都在青龙院附3班，上午9点班会开始。林岩走进教室，一眼就看到倒数第2排的谢浩然，他正低头看书，仿佛周围的喧嚣与他无关。林岩径直走过去，拉开他旁边的椅子坐下。谢浩然抬头看到是他，眼神只波动了一下便恢复平静。此时的教室泾渭分明，前排和中间坐满了 B、C 级的学生，高声谈笑迅速抱团，后排和角落则是D、E 级学生的地盘。而像林岩和谢浩然这样坐在 F 级专属隔离区的只有他们2个。就在这时，一个戴眼镜的男老师走上讲台：我是你们的班主任王浩，今天主要是点名。他的视线扫过全班，当看到第1排正中那个身影时，脸上立刻露出客气的笑容。吴越同学。吴越抬头，一件简单的白色 T 恤，外套随意搭在手腕，巧妙遮住那枚 S 级腕带。少年笑嘻嘻的回应：老师好。然而王浩的点名还在继续，他面无表情的念着名字。B 级和 C 级学生中气十足， D 级和 E 级则唯唯诺诺。轮到谢浩然时，他的声音轻的几乎听不见，王浩甚至没抬头，直接划掉他的名字。下一秒，林岩到，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教室后排响起，不大，但异常清晰。闻言正百无聊赖转着笔的吴越，手上动作猛然一顿，他抬起眼镜直朝声音来源看去，竟然是他，那个抱着手机看汉堡的女生。她竟然跟那个谢浩然坐在一起。班会很快结束，谢浩然收拾好书本站起身，走吧。林岩跟着他走出教室，然而就在教学楼门口，谢浩然突然停下脚步，推了推眼镜，语气不自然：我有点事，你中午再来找我吧。林岩点头，没多问一句，原地只剩下他一个人。少女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上午10点半，距离完成委托还有点时间。她眼神一凝，开始研究自己的生涯规划，毕竟明天就要选课。目前失业的林岩非常认真的想要在保安这条路上做出一番大事业。对，你没听错，就是保安。工作休闲时间灵活，工资稳定，甚至还有晋升空间。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他需要了解从业资格证、安保系统差异以及哪些课程能帮到他，甚至他还需要关系。小杀手抱着手机随便走进一间空教室，开始废寝忘食的研究。与此同时 ，S 级大佬吴越却正在教学楼里无所事事的闲逛。他不想回去，因为最近那件印章的事整个圈子都炸了，几大家族势力反复试探，甚至有一级生因此退学。而他这个空降的 S 级还没站队，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吴少，谢副会长晚上有个酒会，阿月，我父亲想请你吃个便饭。吴越揉了揉额角，烦死了。比起这种虚伪的拉拢，他更喜欢直来直往。少年拐进一条走廊，他的脚步却猛然停下。教室门没关严，里面坐着一个人影，黑色卫衣，低马尾，侧脸线条干净利落，竟然是那个 F 级。之前偶遇后，吴越还特意查过他的资料，姓名林岩，背景国 Z 区驻平特困生，因人才培养计划抽签调入启琼学院 ，F 级学费全免。这个所谓的人才培养计划，吴越只觉得是个笑话。虽然嘴上说着是促进阶级流动的大方案，但他只觉得是安抚 Z 区过高犯罪率的一个手段罢了。Z 区的人没有未来，他们也不被允许进入经济发达的区域，更不要说是区的中心。往往吴越只能在一些刑事新闻上看见 Z 区的人。此时现实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他不可谓不好奇。此刻教室里很安静，少女坐姿笔挺，视线完全聚焦在手机上，仿佛在处理什么绝密药物。吴越靠在门框上足足看了1分钟，他竟然连姿势都没换过。少年最终觉得无聊，伸出手推开了门，咔嗒一声，手机落地。下一秒，吴越眼前一花，他整个人被重重撞在门板上，发出一声闷响，紧接着一股窒息感死死扼住他的喉咙，一只手精准卡住他的气管。吴越下意识抬手，手腕却被瞬间抓住，反向一拧，剧痛袭来，他整个人被死死按在门上，对方的大腿甚至抵住他的小腹，彻底锁死他所有反抗的可能。视野里是一张放大的少女毫无情绪的脸，可那双映不出任何光亮的黑色瞳孔，对方的指腹轻轻搭在他的脉搏上，1秒、2秒，心跳很快但平稳有力。他又低头看了一眼，呼吸正常，瞳孔无异常，没有攻击意图，威胁解除。林岩松开手后退一步，拉开安全距离，随后弯腰捡起地上屏幕还亮着的手机，咳，嗨，新鲜空气涌入肺部。吴越扶着门框剧烈咳嗽，脸庞因缺氧泛起薄红，眼角甚至溢出生理性的泪水，几缕额发凌乱的搭在眉前，竟显得有几分可怜。可那个小杀手却还在认真检查自己的手机，确认毫发无损。直到这时，他才将视线移到吴越身上，二人面面相觑。3秒后，林岩才恍然大悟：同学，对不起。吴越瞬间噎住，林岩同学，你的道歉听起来可没什么诚意。他声音沙哑，语调却恢复了散漫，一句对不起就想翻篇。少年猛地逼近一步，知道我这件衣服多少钱吗？被你按在门上，都皱了。他伸出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肩膀，还有我的手腕，现在还疼吗？这些是不是都该算点赔偿？赔偿？林岩歪了歪头，他看了一眼吴越手腕的红印，又看了看他那件昂贵的 T 恤。下一秒，少女默默打开支付软件，他把手机屏幕转向他，语气平静，页面上显示着他全部的身家财产530.30元。我只有这么多。吴越的视线落在那个数字上，整个人都愣住。530块3，连他这件 T 恤的一个边角都买不到。他突然觉得自己不是要他赔偿，只是想试探一下。吴越维持着笑容，话锋一转，好吧，我们不说
说这个，不如我们来谈谈你到底是谁。我是林岩，我知道你的名字。少年扯了扯嘴角，我在问你是谁。林岩只是眨了眨眼，毫无波澜。吴越啧了一声，他不会说也在意料之中。他猛然伸出手，手机给我看看。吴越一把接过手机，指腹在屏幕上飞速滑动。他预想过无数可能，派系暗号、秘密通信，还是什么不可告人的把柄。然而屏幕上赫然只出现一行大字：保安员职业资格证初级报考指南与题库详解。下面密密麻麻全是题目案例分析。一男子声称忘带门禁卡并报出业主姓名，坚持要进入小区。作为保安，你应该如何应对？吴越的手指停在屏幕上，整个人都傻掉。能还给我了吗？林岩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吴越还给他手机，脸上的表情前所未有的精彩。他上下打量着这个 Z 区的怪人。林岩同学，你很缺钱？刚才的身手练过？想当保安？一连串干脆利落的回答，不带丝毫犹豫。噗嗤，吴越彻底绷不住笑出声。他退后一步，掏出自己的手机晃了晃。这样吧，加个微信，我可能还是你未来的班长呢。两人加上好友。下一秒，他收起手机，靠回门框上。同学，你既然缺钱，那我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少年双手插兜，笑着看他，怎么样？周末有空吗？做什么？林岩的关注点永远在任务本身。吴越脸上的笑意更深。我家有个马场，这周末有个派对，缺个人手。他顿了顿，1天3000，3000这个数字让林岩瞬间心动。具体做什么？很简单，待在我身边，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充当我的临时保镖，或者说一个有趣的挂件。保镖这个词他很熟，挂件他就不懂了，但不重要。工作内容是听从指令，报酬3000，这性价比极高，可以。他立刻答应，那就这么说定了。吴越满意点头，似乎心情不错。周五下午放学我来接你。说完，他转身挥手离开。教室里只剩下林岩一个人，他坐回椅子，重新打开那个保安的考试 app。1个小时后，小杀手看着那10%的正确率陷入沉思。错题回顾，题目：夜间值班时你发现小区监控某处画面突然中断，你应……他选了 A， 立即携带棍棒，独自前往探明情况。系统解析却告诉他，保安无权对业主使用暴力。看来当保安比他想的要难。就在这时，手机震动一下，中午12点该去找谢浩然吃饭。小杀手立刻收拾东西，飞快跑去买柠檬水。为了省钱，他特意打开了拼好饭界面，2瓶柠檬水只要5块钱。付款后，在等待取餐的间隙，林岩突然想到什么，他猛地抬头走向隔壁的打印店。想当高端小区的保安，还需要关系，而启琼学院这些未来的天龙人就是最优质的潜在客户。他可以毛遂自荐，主动获得关系。这个念头瞬间在他脑中清晰。下一秒，他就把自己昨晚写的投诚信发给打印店老板，对方看都没看，直接让他去打印机那儿等着。跟谢浩然碰面后，这次换我请你。小杀手学着上次的样子，霸气地点了2碗面，结果1碗肉堆成了山，另一碗却只有几片，而那座肉山赫然堆在谢浩然碗里。少年看着满碗的牛肉，眉头紧锁，他立刻夹起一半的肉就要往林岩碗里送，可下一秒，一双筷子却挡住他的动作。只听林岩一脸认真的宣布，请客的人要让被请的人吃得好。这竟是他在 app 上学的饭局里。谢浩然瞬间语塞，只好低声掩饰，我不喜欢吃太多。谁知林岩眼睛一亮，认真发问，你是小鸟胃吗？咳，嗨嗨，一口柠檬水直接卡在谢浩然喉咙里，他咳得满脸通红，求饶般的看着他，这才让他闭嘴。然而林岩很快就吃完，接着他就双手捧着柠檬水，一言不发，静静地盯着他看，那目光看得谢浩然如坐针毡。他生硬地移开视线，你为什么总看着我？谁知少女的回答石破天惊，你很好看，就像风景一样。他甚至还补充一句，很顺眼，可以舒缓心情。闻言，谢浩然瞬间愣住，本能的反驳，我不好看。19年来，他听到的全是阴沉怪胎谢家的耻辱，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存在就是一道肮脏的划痕。不，你好看。林岩语气坚定，不容置疑，你自己看看就知道。话音刚落，他猛然靠近，单手就摘下他的眼镜，微凉的指尖擦过鼻梁。谢浩然全身僵住，失去了镜片的遮挡，他那双干净的眸子完全暴露，瞳孔是深褐色，长长的睫毛因惊愕而轻轻颤动。你干什么？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林岩却不回答，拿起手机，咔嚓对着谢浩然的脸就是几张，接着才把眼镜还给他。谢浩然不自然地戴上，刚想质问，林岩已经把手机递到他面前，你看看，屏幕上是他自己的脸，没有眼镜，眼神错愕，背景模糊，可那张照片却恰好捕捉到他卸下所有防备的一瞬间。谢浩然的呼吸猛地一滞，下一秒，一层薄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他耳廓瞬间蔓延到脖颈，他猛地推开手机，动作大到差点打翻醋瓶，视线死死盯着桌角，根本不敢看他。删掉？为什么？林岩一脸不解，明明拍得很好，比网上那些明星还顺眼，可这个问题却把谢浩然问住。他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留着他没有用。林岩表示理解，点了点头，选中那几张照片直接删除。见状，谢浩然刚松一口气，可下一秒，林岩的问题又让他心头一紧，你刚刚脸为什么那么红？他只能硬着头皮撒谎，热的。这小杀手居然信了，他甚至开始自我怀疑，难道是自己体质特殊不觉得热？于是他十分贴心的追问，是空调不够大吗？谢浩然的脸更红了，只能埋头猛吃，面有点烫。一顿饭就在这诡异的气氛中结束。林岩付了钱，56块，如今他的全部家当只剩400多。走出面馆，谢浩然主动提出送他回宿舍，他还贴心提醒，明天选课我帮你。两人聊着天，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可就在这时，林岩突然抛出一个炸裂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学校谁是人上人上人？谢浩然脚步一顿，被这奇怪的词问懵。他沉吟片刻，还是决定告诉他学校的生态。A 区的3大家族，黎家、林家、
还有谢家。不过最近学生会换届，3大派系斗得厉害，你可要小心。可林岩根本不关心这个，他眨了眨眼，直击要害。那谁最有钱？谁最有权有势？谢浩然再次沉默，他看着林岩纯粹的没有一丝杂质的眼睛，最终还是回答：明面上是黎家，黎文轩是黎家独子，能调动的资源无人能比。但谢家和林家盘根错节，也很复杂。他其实不是很想提起自己那个姐姐的事情，于是不再说了。他们都很有钱，对我们来说没有区别。林岩听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一回到宿舍，林岩立刻关上门，拿出终端点开论坛，找到一个叫一只小芳的私信界面。原来他问了这么多根本不是好奇，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价值300块的委托。下一秒，林岩在论坛搜索框输入2个字：周婷。瞬间25个帖子弹了出来，发帖人五花八门，却都挨了同一个账号。婷婷酱天下第一。林岩点开主页，满屏都是炫耀，新做的水钻指甲，旁边是奢侈品包包，新收的大牌口红，附上嘴唇特写，甚至还挂出一个想加他微信的 F 级学生。直到一条动态让他指尖停住，某些人读不起，乞穷可以退学啊！翻白眼涂指甲涂指甲。最后他得出结论：周婷极度虚荣，而委托人的要求是让周婷别再去找王芳麻烦。林岩嘴角一勾，让他出不了门简直不要太简单。他放下终端，从工具包里拿出3个小瓶，一瓶强效脱毛剂，一瓶治痒刺激素，最后一瓶是中和气味的基底。只见他熟练地将3种液体混合搅拌，很快一瓶看起来和普通洗发水没区别的粘稠液体就完成了。林岩把它灌进分装瓶，这玩意儿能让周婷至少2天没脸见人。夜幕降临，林岩一身黑衣如幽灵般潜入6号楼，这里安保松懈，监控遍布盲区。他贴着墙根静立3分钟，大脑飞速计算，摄像头转动周期 5.2 秒，盲区12秒，保安1分半抬头一次。2楼洗衣房窗户开着10厘米的缝，计算完成。就在摄像头转到最左侧的瞬间，林岩动了，他像一只黑猫，助跑蹬墙，手指精准扣住2楼窗台，身体借力上瘾，悄无声息挂在墙壁，等待下一个盲区来临。时机一到，他单手撑开窗户，灵巧翻身，潜入洗衣房，闪身进入昏暗的楼道，目标302宿舍。他脚步轻如落叶，来到3楼，302门缝透出微光，里面传来压抑的笑声，正是周婷的声音：婷婷，你那精华液真好用，明天再借我用用呗。再说，周婷的声音带着一丝矜持。下一秒他又炫耀起来：我男朋友给我买了新包，要不要去我宿舍看看？说着，几个女生的脚步声就朝门口走来。林岩瞳孔一缩，面不改色的往旁边挪了一步，咔嗒，门开了，一双粉色毛绒拖鞋映入眼帘，正是周婷。他正跟朋友说笑，脸上满是得意。那个1级的王芳运气真好，居然遇到顾一周，你说我能不能也有那种运气？他们说笑着走出宿舍，与林岩擦肩而过。走廊声控灯熄灭，笑声远去。然而林岩并没有立刻动手，他静静等待30秒，确认无人经过，这才从口袋里取出一套纤薄的金属工具，细长的探针深入锁孔，指尖轻捻，咔嗒一声轻响，门锁解开。他将耳朵贴在门板上，里面一片死寂。林岩这才闪身而入，将门虚掩。宿舍里弥漫着甜腻的香水味，他的目光直接锁定独立卫浴间架子上，那瓶限定版的樱花洗发水格外显眼。林岩动作快如闪电，他先将原装洗发水倒出一些收好，接着他将那瓶特制的青草香液体精准灌入，液面恢复原样。做完这一切，他拿出特制布料擦掉所有痕迹，指纹不存在的。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精准高效。林岩最后扫视一眼，确认万无一失后，悄然退出，翻出窗外，滑下墙壁，消失在夜色中。回到宿舍，林岩打开论坛，任务完成。他给一只小芳发去私信。另一边，王芳猛地从床上坐起，任务完成了，这么快？恐惧和病态的快感瞬间席卷全身，他仿佛已经看见了周婷明天的惨状。一只小芳，好的，我现在就转尾款。他颤抖着手指完成支付。合作愉快，这时的最后一条消息。然而王芳却急匆匆截了几张图。第2天选课日，302宿舍，周婷像往常一样去冲澡。他熟练拿起那瓶樱花洗发水，挤出一大坨往湿漉漉的头发上抹去。可就在他吹干头发准备化妆时，头皮突然传来一阵奇痒，他下意识挠了挠，结果更痒了。那感觉就像无数蚂蚁在头皮下钻，还带着灼热感。怎么回事？周婷烦躁地用力抓挠，下一秒几根粉色头发从指缝飘落，紧接着是10几根几10根，他只是轻轻一抓，一小撮头发就这么掉下来。一声尖叫在卫浴间炸响。怎么了婷婷？门外的李娜被吓了一跳，赶紧拍门。周婷却没回答，她死死盯着镜子，颤抖着手拨开刘海，那里竟露出几块泛红的头皮，上面还冒着细小的疹子，像被虫子啃过的草坪，斑驳又丑陋。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凄厉的尖叫终于冲破喉咙，砰！卫浴间的门被猛地撞开，周婷冲了出来，双手疯狂抓着头皮，像是要把皮肉都撕下来。她冲到梳妆台前，抓起镜子一遍遍确认，那引以为傲的长发正成片的脱落。完了，她这副样子要是被浩哥知道，这几天绝对不能出门。婷婷，你到底怎么了？门外李娜的声音带着不耐烦。选课系统快开了，好课都要被抢光了。我没事。周婷的声音隔着门板，含糊不清。你们先去，我感冒了，今天不出门，你们随便帮我选吧。门外两人面面相觑。周婷身体那么好，怎么突然感冒，还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选课机会？毕竟有不少人都会借机去选那些与高等级学生爱好重合的选修课。婷婷，你开门啊，我们进去看看。别进来。门内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我说了我没事，你们快走，别管我。这反常的激烈反应让门外两人彻底愣住。他们又敲了几下门，里面却再没回应。他怎么了？大小姐脾气又犯了吧？不管他，我们走。
脚步声远去，宿舍重归寂静。那张公主床上被子隆起一个山包，一动不动。上午9点，图书馆，谢浩然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课程列表。你的必修课系统已经自动排好。他滑动触控板为林岩解释，需要自己选的只有一门体育，每学期至少5门课，想多拿学分可以再加1门选修。林岩坐在他旁边，盯着屏幕上那些陌生的名字。突然他开口，有没有业主心理分析或者安保管控的课程？谢浩然的手指瞬间在触控板上停住，他猛地转头透过镜片看他，确认他不是在开玩笑，没有这种课。林岩的视线回到屏幕，那27门选修课在他眼里就像无意义的符号。谢浩然沉默几秒，直接拿回电脑控制权，少年手指翻飞给他选了一门最好过的课，古典音乐流派探源。林岩指着屏幕，这是什么课？少年言简意赅，一半时间都在放音乐。教授年纪很大，不管出勤，期末交一篇报告就行。少女立刻点头，这性价比绝了，就这个。谢浩然又快速浏览体育课列表，体育课我建议你选极限飞盘，场地在学校最偏僻的角落，选的人不多，而且老师只在第1节和最后1节课出现。明白。几分钟后，林岩的选课全部搞定，接着谢浩然开始选自己的课。林岩注意到他的选修课和自己的完全是2个世界，高级程序语言与算法设计，博弈论与社会模型，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每一个都透着一股高深莫测的气息。少年将一门古典哲学逻辑辨析加进课表后停了一下，他一抬头正好对上林岩探过来的目光。林岩瞥了眼他的课表，你的课和我的差好多。谢浩然解释，我重修了1年，但课程不用，他并不需要重新选大一的课。言下之意，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在同一间教室。谁知林岩眉头一皱，那我不在的话，你被人欺负了怎么办？谢浩然操控触控板的手指停了下来，原来他是在担心这个，我已经习惯了，而且你也做不了什么，这里是不是可以随便动手的地方？可下一秒，少女拖着腮认真地抛出一个更离谱的方案，我可以跟你一起被欺负。谢浩然愣住了，随即无奈地笑了一下，他自己都没发现，他居然笑了。欺凌不是数量问题，2个目标比1个目标更显眼，只会增加娱乐效果，并不会分摊伤害。还有，少年顿了顿，语气有些奇怪，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要被别人给骗了。他打量着身侧的少女，怎么看都觉得这姑娘用点吃的就能骗走。听到这话，林岩眨了眨眼，语气认真，没人会骗我，曾经有几个不交尾款的雇主，坟头草都几米高了。好吧。谢浩然无奈点头，不过不要乱跟别人去奇怪的地方，还有马上周末了，就算是也有不安稳的地方。林岩应了一声，忽然想到什么，你周末有什么安排？谢浩然操控鼠标的手指猛地一顿，我有一个校外的兼职。兼职？林岩重复这个词。在城西一个仓库帮忙搬东西整理货架，1天8个小时，120块。林岩听完心里迅速一算，1个小时15块。星期六吗？那我星期六也要去兼职。他话锋一转，那星期天你有安排吗？没有安排，我会在图书馆一个人，像过去无数个周末一样。谁知林岩立刻发出邀请，那你跟我一起去买东西吧，我请你吃饭。可以。得到肯定的答复，林岩满意地点点头。谢浩然选好自己的课，合上电脑，你打算买什么？必需品，衣服裤子。林岩回答，我之前买的那些你说质量不好。谢浩然站起身将电脑放回背包，那周日早上9点我在你宿舍楼下等你。接着他补充一句，不要去商业街，我带你去个地方。选课结束后走出图书馆时天色已暗，竟然还下起雨。谢浩然有事先走，林岩则独自返回。就在这时手机突然震动一下，月探头点 GPG， 月怎么不回消息？林岩看了一眼，是吴月在。月，你为什么没有头像呀？用的也是微信默认名称，拍拍头点 GPG。林岩的微信头像确实是灰色默认人头，名字都没改，这样不好吗？对方几乎秒回，月也不是不好，就是你不觉得这个灰色的头像跟你本人不太搭吗？同学，你明明很可爱，可怜点 GPG。不等林岩回复，一条新消息又弹了出来，月，换个头像和名字吧，不然别人会觉得你很奇怪。吴月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一个200元的转账直接发了过来，而红包封面赫然写着2个字，经费。月，去买个好看的付费头像。月，乖了，摸摸头点 GPG。少女看着那个红色的方块，立马领取200.00元已存入零钱。好，她回答完就真的点开设置准备换头像，可她的相册里除了系统风景图，就只有那杯柠檬水的照片。林岩思考片刻，直接把头像设置成那杯柠檬水，又修改了名字，冰鲜柠檬水。好了，这次那边持续了一会，正在输入中。月，挺适合你的。林岩不太理解适合在哪。冰鲜柠檬水。月，周六下午3点，学院东门我派人来接你，别迟到。冰鲜柠檬水。好。月，有什么想穿的吗？你喜欢什么裙子？思考点 GPG。冰鲜柠檬水，我想穿我的卫衣。月，卫衣很好，但那天不行。月，喜欢穿什么吗？林岩想了想，直接发了一个链接过去，并嘻嘻，20某某新款保安工作服，秋冬装安保物业制服套装，短袖夏季作训服保安服。那边沉默了，紧，这个不行，不过衣服的事情还是我来解决吧，把你的身高体重还有3围发给我。林岩看了一眼，没有丝毫犹豫，将一串数字发了过去。月，收到了，周六之前衣服会给你，不准再穿你的卫衣，也别想着你的保安服。小狗敲头点 GPG。冰鲜柠檬水。好，对话结束。林岩收起手机回到404宿舍，他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他要调查明天的雇主吴越。结果搜索框刚输入2个字，整个论坛直接炸开，关于吴越的帖子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啊！本届 S 级新生吴越也太帅了吧！下面是一张偷拍照，少年穿着 S 级制服含笑侧头，评论区则是清一色我可以，我可以。紧接着另一个帖子更劲爆，标题深度分析 B 区吴家，一个靠娱乐业和奢侈品发家的 No Money。帖子把吴越扒得底朝天，吴氏集团的崛起史，错综复杂的人脉网，甚至吴越从小到大的履历都一清二楚。发帖人是个一级，
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暴发户的不屑。帖子里提到，吴越成绩顶尖，爱好全是赛车、网球这种烧钱运动，而且在地区时就以更换女友频繁而闻名，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模板。发帖人总结道，但他很聪明，手腕也够硬。林岩面无表情继续下滑，光标掠过一张张照片，赛车服、高尔夫球衫、晚宴礼服，每一张的他都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容，游刃有余。然而那些商业布局、家族联姻的分析，他一个字都看不懂，他只精准捕捉到几个关键词：B 区 New Money、出手阔绰、洁癖。信息足够了，他立刻关掉论坛，打开浏览器。第一个词条：马场派对是什么？图片里男男女女穿着华丽礼服在草坪上举着高脚杯，这是一种高端社交活动。他又输入第二个词条：临时保镖女伴的职责，结果瞬间弹出一保持优雅，作为雇主身份的延伸；2确保安全，应对潜在冲突；3过滤骚扰，为雇主挡掉麻烦；4绝对服从听从指令。这些职责在他看来就是4个词：站岗护卫、过滤执行。这和他过去的某些任务性质相似，只不过场景从暗巷废墟换成阳光草坪，他完全可以胜任，搞定明天的委托。现在该办正事，新生周最后一项活动，毛遂自荐。他放下手机，开始整理背包，从夹层里拿出一张A4纸，上面是他精心准备的申请书。接着他将纸仔细对折，和一个神秘东西一起放进口袋，然后换上那套熟悉的黑色作战服，长发利落束好，最后戴上那双黑色手套，准备就绪。夜幕降临 ，S 级宿舍区灯火通明，这里与其说是宿舍，不如说是小型别馆，安保级别堪称地狱。30米一个高清摄像头，3分钟一班巡逻保安，还有覆盖整个区域的红外感应。就在这天罗地网中，一道身影从冬青树林后猛然出现，林岩像一块石头融入阴影，静止不动。他知道这里的红外感应采取的是被动式，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动态温差变化检测器。他看不到完整的图像，他只能感知移动的温差变化，而且工程师还设置了阈值，信号变化又快又强才会触发警报，所以只要移动速度极慢，就会被当成环境噪音直接过滤。更何况刚刚下过雨，空气中的水汽会削弱他身上的热量，所以林岩只要保持龟速移动，再利用植被掩护，就能完美规避红外感应。剩下的只有摄像头和巡逻保安。30秒后，林岩动右脚抬起空中停3秒，缓缓落下，脚尖先着地再落脚掌，一个跨步，他竟用了整整20秒。10几分钟后，他才正式潜入 S 级宿舍区。接着，他死死锁定保安的巡逻路线，2人一组，沿着固定路线巡逻，一圈7分半，中途有3个固定交接点，而他的目标是黎文轩的宿舍，在011栋，那是整个 S 级区域最核心的别墅，安保等级最高，但偏偏离保安亭最近，反而成为巡逻的薄弱环节。当第2轮巡逻的光束消失在拐角，林岩再次移动，他的速度极慢，每一步都经过精确计算，完美避开所有摄像头，利用阴影做掩护。很快下一轮巡逻时间又到，林岩冷静等待光束扫过，2名保安出现，最近管得挺严啊，不然呢？换届的时候都盯着呢。听说这次林家那边动静不小，嘘，少说2句。手电筒的光束渐渐远去，直到声音彻底消失，林岩才从阴影中探出身，万籁俱寂，他像幽灵一样滑出，身体不发出一丝声响，继续维持着那种极度缓慢的步调，朝着011栋别墅移动。这栋别墅是其他 S 级的2倍大，大面积落地玻璃，冷峻的石材外墙，周围没有围墙，只有1人高的灌木篱笆。林岩停在雕塑阴影中，视线快速扫过别墅2楼东南角的一扇窗户亮着灯，那是黎文轩的书房，据说他有深夜阅读的习惯，而这扇窗就是他今晚的目标。可要接近那扇窗，必须穿过一片毫无遮挡的草坪，再向上攀爬，这是整个行动最危险的一环。草坪上每隔10米就有一盏地灯，外墙上更是带有动态捕捉功能的先进摄像头。林岩静静等待，他在等一个机会。凌晨1点整，别墅区所有非必要的景观灯光，包括草坪上的地灯会准时熄灭，这是学院的规定。届时草坪上的光点应声而灭，整个别墅区的亮度瞬间骤降。就在光线熄灭的瞬间，林岩动了，他身体紧贴地面，像蛇一样一寸寸向前蠕动，完美融入风吹草动的夜色。屋檐下的半球形摄像头安静旋转，毫无异常。就这样，足足20分钟，林岩终于抵达别墅外墙之下。可就在这时，咔嗒一声，2楼书房的灯竟然亮了，一个身影出现在窗边，是黎文轩。他似乎刚洗完澡，头发还带着湿气。然而男人走到窗边并没有朝外看，反而伸出手将窗户缝隙推得更大，随后他转身就走。他根本不知道，就在他脚下的窗外，一道漆黑的身影正死死盯着他。书房的灯光是暖黄色的，黎文轩沐浴出来，赫然看到书房桌上竟凭空多出2样东西，一张 A4 纸被工整对折，上面还压着一个深红色的小方盒，那竟然是学生会失窃的专用印泥。瞬间黎文轩的思绪中断，但他没有立刻冲过去，而是先走到窗边向外看去。夜色沉沉，一切正常。紧接着他关窗落锁，摁下一个隐秘按钮，下一秒别墅的最高警报静默封锁瞬间启动，所有门窗全部锁死，热成像扫描覆盖内外，任何多出来的活物都将无所遁形。做完这一切，黎文轩才缓缓走向书桌，他没有直接用手触碰，而是戴上崭新的白手套，甚至还拿出了一把医用级长柄镊子。男人的目光首先落在那个印泥盒上，他用镊子将盒子轻轻翻转，盒子底部一串编号赫然在目 XSHY002，这串编号竟和他在资产清单上标记为失窃印章的那件物品完全一致。他放下印泥盒，视线移向那张被折叠的过分工整的A4纸。黎文轩深吸一口气，用镊子尖端小心翼翼的一层一层将它展开，谁知纸上没有威胁，更没有勒索，而是一行大字：安保服务及危机处理方案提供申请书。您好，黎文轩先生，鉴于您当前面临的复杂安全环境，本人现向您提交服务申请。男人瞳孔骤缩，只见下面的业务范围更是炸裂：1物理清账，可选择永久性或非永久性解决方案；2信息
息壁垒，确保您的公众形象完美无瑕。3、环境渗透，在您指定的任何场所进行物理信息层面的绝对掌控。4、危机预警与干预，不仅如此，申请书下面还有更炸裂的服务优势，绝对高效且保密，定价灵活，甚至最后还备注本次投递即为安保方案实践能力展示的一部分。最后是一个2维码和一个嚣张的落款。黎文轩静静望着这张纸，每个字都认识，但组合起来却像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异语。对方竟突破离家顶级安保，只为递交一份诡异的工作申请。他立刻打开别墅3维监控，将时间轴拉回他进入书房的那一刻。可监控画面里除了保安电器甚至花圃里的小动物，竟没有任何异常。那个潜入者仿佛是个没有温度、不占体积的幽灵，这绝对是个威胁。对方既然能悄无声息放一张纸，那就能轻轻松松对他做任何事。黎文轩强压下脊椎升起的冰冷，这已经超出了他处理过的任何危机，甚至直逼他的生命安危。他重新拿起那份申请书，目光扫过物理清障、永久性解决方案，这些带着血腥味的词语，而落款一个字母嚣张到了极致，内容是威胁，形式却是示好的意思，这让整件事变得更加荒谬和危险。他死死盯着纸上那个平平无奇的2维码，这可能是整封信里最危险的部分。黎文轩当然不会亲自去扫，他果断拿出一个军用加密通讯设备，立刻下达命令。可就在另一边，刚潜入成功的顶级杀手正巴巴地盯着手机屏幕，等待老板的好友申请。林岩自认为自己的申请书写得十分认真，在最后的联络方式上，他思考了很久，最后还是添加上了自己个人微信的2维码。毕竟这是关乎自己未来求职的事情。少女的姿势没有变，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盯着屏幕，像是在执行一项需要极致耐心的监视任务。10分钟后，手机依然安静。林岩将手机屏幕熄灭，正准备放回口袋，屏幕突然亮了起来，一声轻微的叮响打破了404宿舍的死寂。一条新的好友申请通知静静地躺在屏幕顶端，对方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林岩的指尖点开了那条通知，申请人的头像是一枚简约的仿佛用毛笔勾勒出的松柏图案，背景是纯黑色，微信名 Ting， 附加消息栏里同样只有一个字 A。 林岩按下了接受。经过了这么久的互联网学习之旅，小杀手自信地发送消息，冰鲜柠檬水，老板这么晚还没睡啊？黄豆呲牙，黄豆呲牙。屏幕的另一边，黎文轩已经通过那个2维码确认了林岩的身份，一个来自 Z 区的 F 级生，正好是那日他一个留有印象的可疑分子。Z 区的古怪人士，多么好的挡箭牌，他的背后到底站着谁？新的多方势力，还是某个老对手？所谓的又是什么？一个人？一个组织？一切的思绪在看到那条消息时再次停滞。黎文轩的视线在那2个黄豆表情上流连。老板，他这个词和他过去19年里被冠以的任何称谓，长子、文轩、副会长都截然不同，带着一种烟火气和匪夷所思的市井感。他甚至花了2秒钟去回忆黎家是否在某个被遗忘的投资项目里真的收购过一家以冰鲜柠檬水为主营业务的公司。结论是没有。冰鲜柠檬水，玫瑰，玫瑰，玫瑰。黎文轩的手指动了。Ting， 我想我们应该先谈谈你的服务内容与定价。他将对话引向了那张申请书上的条款，试图从中找到对方的逻辑和破绽。对面的回复几乎是秒回。冰鲜柠檬水，好的老板。冰鲜柠檬水，具体价格看任务难度，比如昨晚的服务只送东西不接触目标，一般5万以上。黎文轩的目光在那串数字上停顿，他离家的安保程序就值5万。冰鲜柠檬水，如果要物理清障，看目标等级和防护水平，永久性的价格翻倍。Ting， 是吗？ Ting， 那 A 是冰鲜柠檬水，这个不重要。冰鲜柠檬水，老板，我的名字叫林岩，无名的意思。冰鲜柠檬水，不过我觉得我以后会很有名，特别是在安保界。冰鲜柠檬水，黄豆呲牙，黄豆呲牙。黎文轩看着那几行字，陷入了更深的沉默。对方回避了关于 A 的问题，反而把这个用于遮挡的假身份丢了过来。最重要的是，以他的手段，居然查不出这个假身份下的真实面目，就像是对方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一样。Ting， 你的申请书我看过了，很有趣。黎文轩的手指再次敲击键盘，他决定结束这场试探。Ting， 但我目前不需要你的服务。男人发完这条消息，便将手机放在一边，不再理会。他需要时间来消化今晚获得的信息，并重新部署针对这个 A 的调查方案。然而1秒后，手机又震动了。冰鲜柠檬水，没关系的老板。冰鲜柠檬水，以后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这是我的名片图片。那是一张林岩用手机自带备忘录制作的简易图片名片，白底黑字，金牌安保林岩，联系电话31星号，业务范围人身护卫、危机处理、竞品打击、商业清算，竭诚为您服务。黎文轩拿起手机，盯着那个粗制滥造的名片看了很久，最后默默保存。周5很快过去，周6，新生周结束后的第一个周末，新生周的喧嚣彻底退去，周末的启琼学院显得有些空旷，阳光很好。林岩在晨跑后回到了404宿舍，他刚把早餐解决掉，宿舍的门就被敲响了。同学，有你的快递。门外是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校园快递员。林岩打开门，接过一个不算大的黑色纸盒，盒子上没有任何品牌标识，只有一张手写的收件信息。收件人冰鲜柠檬水。快递员的眼神里带着绷不住的笑意，递过包裹后就迅速离开了。林岩关上门，把盒子放在地上，他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先围着盒子走了一圈，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它。重量很轻，摇晃起来没有声音，包装严密，没有被2次拆封的痕迹。勉强确认安全后，他才蹲下身撕开了封条。
盒子打开，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套叠放整齐的衣物和一张卡片。衣服是一条黑色的、质感很好的吊带长裙，面料光滑，带着一点光泽，款式非常简洁，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在裙子旁边还有一个丝绒首饰盒，以及一双黑色的高跟鞋。林岩拿起那张卡片，卡片上是打印出来的字迹，语气是吴越一贯的风格。惊喜吗？我的临时保镖，把它们穿上，下午3点，东门见，别让我失望。PVP。林岩的视线在那句临时保镖上停顿了一下，然后把卡片放到一边。少女拿起那条裙子，面料是她摸不出来，但很有弹性，也很软。裙长到脚踝，侧面有高开叉，方便活动。不过吊带领口的设计，在进行大幅度格斗动作时可能会有束缚。她又拿起那双高跟鞋，鞋跟目测有10厘米，细长。这东西不能用于奔跑，但尖锐的鞋跟可以在近身时作为攻击武器。打开那个丝绒盒子，里面是一条设计简约的钻石项链。林岩把它拿出来，在手里掂了掂，然后用指甲在钻石表面划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痕。是真的。少女默默地打开手机，开始一件件拍摄实物，看看这次临时装备价值多少。DX 高级定制吊带长裙，市场估价80,000加。周某某传承系列钻石项链，估价120,000加。克里斯提鲁布托 Christian Louboutin 经典款红底高跟鞋，估价6,000加，总计约20.6万。这是他当前身家财产的230多倍。下午2点50分，启琼学院东门，一辆黑色的宾利慕尚安静地停在路边，它流畅的车身线条和昂贵的车漆与周围略显陈旧的街景格格不入，引得路过的学生纷纷侧目。车后座，吴越正靠在真皮座椅里，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手机。人还没到，他问。驾驶座上的司机，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神情严肃的中年男人，恭敬地回答：陈少，时间还没到3点。吴越把手机扔到一边。他今天心情不太好，原本定的简单的周末派对，因为谢大小姐那边的邀请取消了。他父亲特意打来电话，让他借这个机会去接触几个重要人物。烦人的应酬，他需要一点乐子来调剂一下。比如那个叫林岩的 F 级，他很期待当那个来自边缘区的怪人，仿佛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少女，穿着他精心挑选的晚礼服，出现在自己那些眼高于顶的家伙面前时，会是怎样一副场景？他会局促不安，还是会故作镇定？无论哪一种，都很有趣。就在这时，车窗外一个身影由远及近，吴越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目光望了过去。午后的阳光下，一个漆黑的身影正朝着这边走来。少年推开车门，长腿迈出，站定在车边。林岩走到了车前，停下脚步，仰头看他。他指了指他身上那件卫衣。我的快递服务这么差？吴越开口，声音里带着笑意。他上下打量着林岩这一身熟悉的装备，还是说林岩同学觉得我送过去的盒子是空的？林岩摇了摇头，收到了，收到了。然后呢？吴越向前走了一步，稍稍凑近他。然后你就穿着这个来见我。少女语气认真，套在下面了。林岩伸手掀起自己卫衣的下摆一角，露出里面一截光滑的黑色布料，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鞋子在包里，太高了，不方便走路。吴越深吸一口气，然后又缓缓吐出。他伸出手按了按自己的眉心。上车，给你5分钟，把卫衣脱了，鞋子换上，不然我们的合作今天就到此为止。林岩表示收到雇主的话，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门无声的合上，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嘈杂。车内空间宽敞，空气中弥漫着吴越惯用的那股蔷薇，混合着木质的冷香。林岩没有去看坐在对面的吴越，他的目光在车内快速扫过。座椅是顶级小牛皮，手工缝线，车窗玻璃比普通车辆更厚，边缘有夹层结构的痕迹，是防弹材质。前后座之间有可以升降的隐私隔断，内置小型冰箱和酒柜，整体布局像一个移动的安全屋。他很快收回视线，开始脱掉脚上的运动鞋，然后是身上那件印着不知名厂商 logo 的黑色卫衣。卫衣被脱下，折叠的整整齐齐，放在了脚边，露出了里面那条黑色的吊带长裙。简洁的布料完美的贴合着林岩的身形，冷感的黑色衬得他的皮肤更白，清晰的锁骨和平直的肩线完全暴露在空气中。因为长期锻炼，少女的身形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肌肉线条流畅而紧实，是一种充满力量感的美，与林岩那张没什么表情，甚至有点呆的脸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反差。差不多整理好，他弯腰从背包里拿出那双10厘米的黑色高跟鞋，开始往脚上套。吴越靠在座椅里，抱着手臂，静静地看着他。项链，他的声音打破了车内的沉默。林岩抬头看他，然后从卫衣口袋里摸出了那个丝绒盒子。咔嗒，项链的卡扣被扣好，细碎的钻石链条贴着他颈部的皮肤，冰冰凉凉。少年望着他，继续建议：林岩同学很好看吗？把头发散下来呗。少女闻言，伸手将束缚着头发的黑色皮筋利落地扯了下来，随手放进了卫衣口袋里。乌黑的长发像湿了平衣的幕布，瞬间披散下来，垂落在她的肩胛骨上。因为没有经过任何打理，发丝显得有些凌乱。她随便捋了捋，不错，像点样子了。吴越沉吟片刻，开车吧。是，少爷。司机应声，黑色的宾利悄无声息地汇入了车流。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宽阔的马路上，窗外的街景在飞速后退。行程改了地方，待会到了。你什么都不用做，也什么都不用说。吴越的声音响起，你就跟在我身边，距离不要超过1米。如果有人跟我说话，我没有理会，你就把他拦住。怎么拦？你自己看着办，别弄出太大动静。
还有，不要乱吃东西，也不要乱喝东西。林岩安静地听着，把这些指令记下。听懂了？他问。小杀手系好安全带，开始闭目养神。对他来说，这是在任务开始前保存体力的必要环节。吴越没有再说话，只是侧过头，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他。少女就那么安静地坐着，长发垂在一侧，那条价值不菲的钻石项链贴在她的锁骨上，随着车辆轻微的颠簸，偶尔折射出一点细碎的光。她安静、漂亮，却又带着一种诡异的气质，像是人偶。想到这个形容词，少年忍不住笑了一下，真是有意思。大约40分钟后，宾利驶离了主干道，拐进了一条绿树成荫的私家公路。公路的尽头是一座宏伟的庄园，铁艺大门缓缓开启，露出了里面广阔的草坪、白色的马厩和一座主建筑。穿着华丽礼服的宾客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端着香槟，低声交谈。车子在主建筑前的喷泉旁停下，司机下车，恭敬地为吴越拉开了车门。吴越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外套，他正要迈步下车，一个身影更快他一步。林岩不知何时已经下了车，站在司机身旁，半俯身向他伸出手。这是一个标准的邀请女伴下车的绅士动作。司机保持着躬身的姿势，脸上是职业性的平静，但他的眼神就暴露了他的震惊。吴越看着车门外那个穿着黑色长裙、身形笔直的少女，他一手扶着车门，另一只手以一种无可挑剔的姿势伸向他，掌心向上，等待着他的回应。他的眉梢挑了一下，短暂的错愕过后，有点僵硬的笑容重新变得生动起来。我的荣幸。少年将自己的手搭在了林岩的手心上，借着他的力道，优雅地从车里站了出来。他的手指顺势一滑，没有松开，而是反过来与他那只手食指相扣。林岩的手很稳，他能感觉到他掌心传来的温度和力量。那天，这只手掐在他的脖子上。走吧，我的临时保镖。吴越侧过头对他眨了眨眼，然后牵着他步态从容地走向庄园的主建筑。司机在他们身后关上车门，脸上恢复了波澜不惊的表情，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周围的宾客们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视线投了过来。他们看到了陈家的那位小少爷牵着一个从未见过的黑发女伴。那个女伴很高，穿着一条极简的黑色长裙，脸上没什么表情。众人的目光在两人交握的手上停顿了一瞬，随后便带着心照不宣的猜测移开了。那女孩是谁？以前没在圈子里见过，不知道，可能是陈少从 C 区带来的吧，长得倒是不错，气质有点冷。压低的议论声像风中的飞絮飘进林岩的耳朵里，又被他自动过滤掉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周围的环境上。林岩参与过很多类似的场合，不过往往这种时候他会在庄园附近的高楼里架枪，或者在某个不起眼的隔间里等候目标，还是第一次作为安保人员。在来这种社交场合前，小杀手特地去网上做了一番功课，他想要在自己的安保事业上开个好头。哟，岳哥，你可算来了。一个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是李琦。他今天也穿了一身名牌西装，头发梳得油亮，正端着一杯香槟，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对方身后还跟着几个 C、D 级的学生。吴越的脚步没有停，脸上的笑容甚至都没有变一下，仿佛没有听见李琦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这个人。他牵着林岩，目不斜视地继续向主建筑的台阶走去。李琦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他连忙又往前快走了几步，凑到吴越的侧前方，试图再次进入他的视线。岳哥，林少他们都在露台那边，我带你。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一个黑色的身影无声无息地横在了他和吴越之间，是林岩。他不知何时松开了吴越的手，以一种极其自然流畅的动作走到了吴越的左前方，刚好挡住了李琦前进的路线。少女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站在那里，黑色的瞳孔安静地看着李琦，没有任何情绪，就像看着路边的一块石头。但李琦却感觉自己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脚底升起，让他把剩下的话全都咽了回去。吴越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他笑着开口，声音懒洋洋的：李琦，看到我女伴不喜欢你还不让开？周围已经有几道看好戏的目光投了过来。是，对不起，岳哥，我没注意。他结结巴巴地道着歉，几乎是落荒而逃，带着身后的几个跟班灰溜溜地钻进了人群。走吧。吴越重新牵起林岩的手，踏上了通往主建筑大厅的汉白玉台阶。大厅内水晶灯璀璨，衣香并影，轻柔的古典音乐流淌在空气中，与宾客们的低声谈笑交织在一起。吴越一出现，立刻成了全场的焦点。陈少，阿锦，这边几个年轻男女走了过来，他们是这个金字塔尖真正的核心圈层。为首的是一个穿着银灰色西装的青年，他气质沉稳，是林家旁系的子弟，名叫林浩。阿锦，这位是？林浩的目光落在林岩身上，带着审视和好奇。我的女伴。吴越笑了笑，回答的滴水不漏。林岩，他只说了名字，没有提任何背景，这种含糊其辞的态度反而更引人遐想。林岩对着他们点了下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安静地站在吴越身边，视线平视前方，一言不发。林岩，林浩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觉得有些奇怪。哦，跟无名谐音，倒是有点意思。你好。他礼貌性地举了举杯，但注意力很快又回到了吴越身上。黎副会长和我表姐还没来，谢微雪在楼上喝茶，你来的正好。我们刚刚在辽南区那个新赛道项目，是吗？吴越挑了挑眉，那可得好好听听。他们几人很快就走向了露台的方向，话题也迅速切换到了商业、投资和圈内的各种秘闻。林岩被吴越牵着，
安静地跟在其中，像一个沉默而美丽的影子。他不需要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他的任务只是跟随。到了露台，吴越和林浩等人很快被更多的人围住，话题从赛道项目转到了下个月的艺术品拍卖会，又转到了某个新晋议员的政治丑闻。吴越游刃有余地穿梭在这些话题之间，时而插一句玩笑，时而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始终掌控着对话的节奏。在谈话的间隙，他松开了林岩的手，在这里等我，不要乱走。少年对他低声说了一句，然后便跟在林浩身后走向了露台的另一角，那里站着几位家族的长辈。林岩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自由了，他开始执行自己的工作。少女的视线越过人群，落在远处草坪边缘的几个安保人员身上，他们站姿松散，注意力不集中，存在多个安保漏洞。他眯了眯眼，这些家伙的工资是多少？其中一个保安甚至在用手悄悄揉着自己的后腰，他立马对那个揉腰的保安产生了兴趣。这个动作说明他可能在这里工作了很久，或许对薪资待遇和晋升渠道有更深入的了解。比起网上只言片语的资料，切身的询问一下这些在别墅群工作的保安会更真实。林岩端起旁边侍者托盘里的一杯苏打水，朝着那个保安的方向走了过去。他的步伐很稳，穿过人群，绕过喷泉，像一个只是想去透透气的普通宾客。那名保安很快也注意到了他，一个穿着昂贵礼服的少女正笔直地向自己走来。他下意识地站直了身体，揉着后腰的手也迅速放了下来。女士，晚上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他开口，声音带着职业性的客气。林岩在他面前2米处停下。你工资多少？他问。保安看着眼前这位穿着昂贵礼服、气质冷淡的女士，大脑一时间有些空白。这是什么新型的搭讪方式吗？还是某种他无法理解的富人游戏？女士，抱歉，这属于个人隐私，同时也是公司规定，我们不便透露薪资信息。他回答，语气尽可能地保持着恭敬。几秒钟的沉默后，他说，我想当保安。保安脸上的表情更加精彩了，他再次上下打量了一下林岩，从他脖子上那条在灯光下闪着细碎光芒的钻石项链，到他脚上那双看起来就很高级的细高跟鞋。当保安很辛苦的，女士，他善意的提醒，同时不着痕迹的后退了半步，拉开了一点距离。小杀手铩羽而归。他不太明白，明明他的态度很诚恳。最后，少女站回刚刚吴越指的地方，开始发呆。过了一会，庄园门口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原本在草坪上三三两两交谈的宾客们，动作不约而同地停顿了一下，视线纷纷投向入口的方向。一辆黑色的轿车平稳地停下，车牌号是一串大多数人看不懂，但少数人看得懂的特殊编码。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神情严肃的助理，他快步绕到另一侧，恭敬地拉开车门。一个身影从车内走出，黎文轩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没有打领带，衬衫的第一颗纽扣解开，露出一小截颈部。他的视线本是普通的落在前方，直到望到正在不远处发呆的林岩。少女一身礼服，容貌精致，看起来跟那位在新生州把学生会搅得翻天覆地，让多少 A 级 S 级惴惴不安，以及昨天晚上悄无声息闯入他住所的毫无关系。这个极度危险的存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巧合？是挑衅？黎文轩深吸一口气，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步入人群中，而是若无其事地往庄园的花圃那边走，接着拿出手机。男人思考半天，最终发了一个问号过去。听，在大厅发呆的林岩感觉到了手机的震动，他从礼服内衬把它掏了出来。哦，是黎文轩，刚刚看到他了。少女面无表情的回复。冰鲜柠檬水，黄豆滋牙，黄豆滋牙。老板怎么了？玫瑰那边没有再回复了。林岩又顺手发了几个玫瑰过去，跟老板发这个准没错。我的临时保镖，工作时间玩手机，是不是该扣工资了？吴越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懒洋洋的笑意。他已经结束了和长辈们的寒暄，不知何时走到了他身后。林岩收回手机，转过身，面无表情的否定。没有。哦，吴越挑眉，他从他手里拿过那杯他一直端着的没喝过的苏打水，自己抿了一口。那你刚刚低着头是在研究地毯的花纹？他把杯子递还给他，林岩顺手接过。看来你站岗站得很无聊。少年环顾了一下四周，露台上的宾客越来越多，气氛也愈发热络。这样吧，去给我拿杯酒来。吴越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有趣的游戏，他靠在栏杆上，姿态放松。要一杯山崎18年加冰球，谢谢了。林岩点了点头，把手里的苏打水放到旁边的桌上，转身就走。大厅的另一端设有一个长吧台，调酒师穿着整洁的白色制服，正在灯光下擦拭着一个高脚杯。少女穿过人群，她的视线没有在周围宾客华丽的服饰和珠宝上停留，径直走向吧台。一杯山崎18年加冰球。林岩对正在擦拭酒杯的调酒师说。调酒师抬起头，是一位看起来很年轻的男性。他看了林岩一眼，然后点了点头。他的动作很专业，从酒柜里取出那瓶棕色的威士忌，用冰夹取出一块晶莹剔透的圆形冰球，放入杯中，然后将酒液缓缓注入。在等待的间隙，林岩的耳朵捕捉到了旁边几个女人的交谈声，她们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对他来说足够清晰。听说了吗？谢家那位大小姐谢微雪今天也在。当然了，她跟林浩的关系谁不知道？我听说她最近心情很不好。谢家那个私生子。调酒师将装好的酒杯推到林岩面前。女士，您的酒。林岩端起酒杯，转身离开。那几个女人的谈话还在继续，但他已经不再关注。少女端着酒杯原路返回。当他走到一半时，一个身影挡在了他的面前，是林浩。他身边还站着2位穿着相似品牌礼服的女性。林浩脸上带着礼节性的微笑。林岩小姐，是吗？
一个人在这里，不觉得闷吗？他开口，视线在林岩手里的威士忌上停留了1秒。这是给阿锦拿的。林岩点了点头，我们正好要去找他，不如一起。林浩身旁的一位短发女性开了口，她看着林岩的眼神带着毫不掩饰的挑剔。另一位长发女性则捂着嘴笑了笑，林岩小姐，你这双鞋跟很高，路不太好走，还是让我们陪着你吧。林岩看着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让开。吴越的指令是，如果有人找他说话，而他没有理会，就拦住。但现在是这些人来找他，这不在指令范围内。林岩侧身准备绕过他们，但林浩也跟着移动了一步，再次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的脸上依然带着笑，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林岩小姐，看起来不太好接近。不远处的栏杆旁，吴越并没有看向这边，少年正侧着身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交谈，姿态恭敬，但眼角的余光却一直透过玻璃的反射观察着入口处发生的一切。他看到林浩拦住了林岩，看到他身边的女人脸上那种看好戏的表情，他没有动，也没有出声。这个临时保镖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那位老者似乎说了句什么，吴越回过头，笑着应和，仿佛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这场谈话上。就在露台的僵持中，另一个身影从侧面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是黎文轩。他手上端着一杯清水，脚步从容，似乎只是路过。男人走到林岩身边，停下脚步。他本身是打算观察下对方为什么会来这里的，但没想到林浩先出来试探了。试探倒无所谓，居然还带着这么明显的居高临下。这个家伙还不知道这个 F 级是怎样的存在。如果他真的是所谓的 A， 或者只是一个与 A 有关的人，都很危险。一个不属于 A 是目前圈子的危险未知势力。出于考量，黎文轩还是开口了，尽量不想让林浩得罪他。林浩，好久不见，爷爷让我带他向林伯父问好。林浩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他缓缓转过身，看到了黎文轩。文轩，他脸上的表情迅速调整，换上了一种更为熟稔的笑。这要巧，我正想过去拜会黎爷爷。黎文轩点了下头，算是回应。他的目光在林浩身边的2个女人脸上一扫而过，没有停留，然后再次回到林浩身上。走吧，一起过去。这句话不是商量。林浩看了一眼依旧面无表情站在原地的林岩，又看了看黎文轩，立马选择了后者。他对着林岩身边的空气笑了笑，那林岩小姐，我们待会再聊。说完，他便转身和黎文轩一同向露台另一边的长辈区走去。那2个女人也只好有些不甘地跟了上去。转瞬之间，挡在面前的障碍消失了。林岩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少女端着那杯酒，步伐平稳地穿过刚才对峙的地方，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就这样走到了露台的栏杆旁。吴越正靠在那里，他已经结束了和老者的交谈，此时正单手插兜，含笑看着他。林岩走到他面前，将手中的酒杯递了过去。你的酒。少年接过酒杯，冰球在杯壁上发出一声轻响。他没有喝，只是晃了晃。我还以为你会需要一点帮助。少女望着他，陷入思考。刚刚发生了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情吗？不就是出现了几个不认识的人，尝试跟他说话，然后又走了吗？不需要。林岩最后回答。好吧，我还是很期待林岩同学向我寻求帮助的哦。吴越对他眨了眨眼。林岩面无表情，他学着他刚刚的表达开口。你应该向我寻求帮助才对。吴越挑了挑眉。好啊。少年将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把空杯子放回旁边侍者的托盘上。那你帮我个忙。他的目光越过林岩的肩膀，看向大厅入口的方向。看到那个穿粉色裙子的了吗？林岩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一个穿着粉色泡泡袖公主裙、妆容精致的女孩正被几个朋友簇拥着朝着露台的方向走来，目光不住地往吴越这边瞟。A 区的王家，王思思。吴越的语气仍然带着笑意，只是说出的话却很冷漠。他等下会过来找我，我不想跟他说话，帮我拦住他，让他别靠近我3米之内。说完，吴越就不再看他，而是转身背靠着栏杆，从口袋里拿出一枚银色的打火机，在指尖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摆出了一副正在独自欣赏景色的姿态。林岩点了点头，表示收到指令。他没有动，只是站在原地，像一尊静止的雕像，视线锁定在那个正在逼近的粉色身影上。王思思很快就摆脱了朋友，端着一杯果汁，提着裙摆，姿态优雅地走上了露台。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栏杆边的吴越。阿锦，我找了你半天。他开口，声音甜美，人已经走到了距离吴越不到5米的地方。然后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一个黑色的身影无声地横在了他和吴越之间。林岩动了，他的动作并不快，只是往前走了2步，就精准地卡在了王思思前进的必经之路上。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少女只是站在那里，身高170厘米，穿着10厘米的高跟鞋，比王思思高出了整整一个头。王思思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你是谁？你挡着我路了。他皱起眉，语气里带着被冒犯的不悦。这位小姐。林岩观察着对方，沉吟片刻。你的丝袜开线了。王思思脸上的甜美笑容瞬间凝固，她整个人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维持着那个提着裙摆微微屈膝的姿态，大脑一片空白。丝袜开线了。几秒钟后，她猛地反应过来，脸颊涨得通红，那红色迅速从脸颊蔓延到耳根，再到脖子。少女的第一反应不是去看自己的腿，而是去看周围。露台上灯光明亮，已经有几道若有若无的视线因为这里的对峙而投了过来。在这些 A 区顶级名流的注视下，被人当众指出这种细节，你乱讲什么？王思思的声音因为羞愤而拔高，甚至有些变调。她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试图用蓬松的裙摆遮住自己的小腿。噗！一声压抑不住的轻笑声从不远处传来，是吴越。少年原本背对着这边，此刻却转了过来，
他靠在栏杆上，单手拿着那杯威士忌，另一只手随意地搭在栏杆上，嘴角噙着一抹毫不掩饰的笑意。那笑声刺破了王思思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他狠狠地瞪了林岩一眼后，咬紧了下唇，提着裙摆快步走开了。那个粉色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人群中。林岩看似面无表情，实则内心茫然。他还没开始拦人，怎么对方就走了呢？你很擅长这个。吴越走上前，站到林岩身边，比我想象的还要擅长呀。他端着那杯一直没动过的酒，顺势便将杯子递到林岩唇边。喝吗？少年说。林岩看着近在咫尺的酒杯，琥珀色的酒液在灯光下摇晃。他没有动。我不喝酒。他回答，这是他作为杀手时就养成的习惯，酒精会影响反应速度和判断力。吴越的手盾在半空中露出了一个有点可怜的表情。真的不喝吗？林岩的视线从酒杯移到他的脸上，然后又回到了酒杯上。他摇了摇头，真不给面子啊，林岩同学。吴越收回了手，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少年懒洋洋地靠回栏杆上，目光落在远处灯火通明的草坪，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汉白玉的栏杆。我的临时保镖原则性还挺强。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在说给林岩听。片刻后，吴越侧过头来，怎么样，待会晚上去吃饭吗？林岩的视线从他的脸上移开，落在了远处的餐点区。自助餐台上的食物看起来很精致，但他分不清是什么。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吗？他问。当然，他回答，语调上扬。这是安抚雇主情绪的服务，非常关键。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加班，有加班费。加班费这3个字成功的让林岩将这件事纳入了可执行的范畴。好的，他点头同意。少年托腮思考了一下，但也想不出什么答案，于是他开口发问，林岩同学晚上想吃什么？牛肉面。林岩回答。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一般我会多买一杯柠檬水。这是他最近吃过的性价比最高、味道也最稳定的食物组合。吴越眨了眨眼，哇，听起来不错呢，我以为你会比较喜欢吃比较清淡的。此时聚会还没有结束，但跟必须要打招呼的几位寒暄过后，吴越就没了四处社交的心思。这些 A 市的老钱虽然表面上对他十分有礼，但大家内地里事实上都对他这样臭外地的暴发户抱有小觑的心思，即使是拉拢也没什么真切的诚意。所以林浩才敢在他本人在场的情况下试探他的女伴。啊，真是一群傲慢的家伙，守着自己是这1亩3分地，不求心变通，以为自己可以一辈子高枕无忧了吗？吴越同学，林岩还是第一次叫他的名字。这声平静的呼唤将他从思绪中拽了出来。晚上你想吃什么？空旷的露台此时只有他们2人，与里面觥筹交错的场景不同，他们仿佛像是真的普通的18岁大学生一样，讨论着今天的晚饭。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今晚就吃牛肉面吧。吴越语气轻快地下了决定，他转身，没有再看露台上那些浮华的人影，径直向大厅外走去。现在？林岩问。现在。少女跟了上去，两人一前一后穿过人声鼎沸的大厅。吴越熟练地避开了几个试图上前搭话的宾客，步履轻松。他的突然离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陈少这就走了？他身边的女孩是谁啊？怎么跟着一起走了？林家办的场子，说走就走，还是这么不给面子。这些声音没有追上他们。庄园外的空气带着雨后的清冷，混杂着草木的气息。吴越感到一种奇异的放松，他甚至无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司机已经恭敬地等在车边，他拉开车门，动作没有一丝迟疑，仿佛对自家少爷这种随时离场的行为早已习惯。上车，吴越说，自己先一步坐了进去。林岩跟着他上了车。车门关上的瞬间，外界的一切喧嚣都被隔绝。黑色的宾利平稳地驶离庄园，汇入夜色之中。车内只开了几盏氛围灯，光线昏暗，空气里依旧是那股熟悉的蔷薇混合着木质的冷香。吴越靠在真皮座椅里，解开了西装外套的第一颗纽扣。他没有说话，侧过头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夜景。林岩也没有说话，他安静地坐着，然后开始有条不紊地脱掉脚上那双10厘米的高跟鞋，把它放回了背包里。接着少女伸手将脖子上的项链取了下来，放回那个小小的丝绒盒子里。做完这一切，他把那盒子递向吴越，他的视线从窗外收回，落在他递过来的盒子上，有些好奇。做什么？工作结束了。林岩回答。贵重物品归还，这是他从互联网上学到的职业保镖守则之一，任务结束后要及时归还所有雇主提供的装备。吴越看着他那张一本正经的脸，几秒钟后他笑了一声。我送出去的东西没有收回来的道理，还是说林岩同学觉得这东西不值你的加班费？这不符合他一贯的等价交换的原则。之前在组织里，林岩也不会接受任何不符合自己评估定价的任务，价值太高了。少女的语气平静，我不能收。他又补充，你可以换别的支付，按照 A 市服务业临时安保的最高时薪标准即可。好吧好吧，C 区的人真奇怪啊。少年这么想着，就这样接过了那个小盒子，随意地丢在了座位上。司机感觉到后面的交谈结束了，他适时地发出疑问，少爷去哪？吴越懒洋洋地回答，去吃牛肉面。司机沉默了，过了会，他拿出手机地图，在输入牛肉面后，地图上跳出了几百个结果。林岩举手回答，我知道一个好地方。少女报出了一个地址，那是在旧城区的一条小巷里，一个连招牌都有些褪色的地方。司机在导航上输入地址，宾利幕上在宽阔的马路上一个转弯，驶向了与刚才那座庄园截然不同的世界。车子从灯火辉煌的新城区逐渐驶入光线昏暗、
街道狭窄的旧城区，路边的建筑从光鲜亮丽的玻璃幕墙变成了斑驳的红砖楼房，空气中的味道也从精致的绿植芬芳变成了充满了生活气息的食物与市井的混合气味。宾利这样的豪车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引来了路边零星几个行人好奇的目光。最终，车子在一个狭窄的巷口停了下来，再往里车就开不进去了。吴越看着车窗外那条湿漉漉的、光线昏暗的小巷，眉头动了一下。就是这里？他问。林岩已经打开车门，率先下了车。他身上还穿着那条黑色的长裙，换回了运动鞋。吴越也跟着下了车。少年今天穿的是一双价格不菲的定制皮鞋，踩在有些湿滑的地面上，让他感觉有点不适。你在这等。他对司机说了一句，然后跟上了林岩的脚步。小巷很窄，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墙上挂着晾晒的衣服，偶尔有几滴水珠从楼上的空调外机滴落，空气中飘着一股复杂的气味。林岩走在前面，步履很稳。吴越跟在他身后，他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和平时一样从容，但视线却在不停地扫视着周围，避开地上的水洼和不明污渍。吴越同学，少年心不在焉地回应了一句，要我背你吗？在来接受这次委托前，他就知晓自己的这位雇主有洁癖的毛病，所以这点小照顾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林岩默默地评估过对方的体重，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对方举起或者是背起。少年的脚步顿住了，他看着前方少女的背影，巷子里昏暗的灯光勾勒出她笔直的轮廓。吴越脸上的表情出现了一瞬间的空白。林岩同学，把你的想法收回去。他越过他，率先向前走去。我还没到走不动路的年纪。皮鞋踩在湿滑的青石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吴越的步子迈得很大，试图快速走完这条小巷，但地上的积水和不明污渍让他不得不放慢速度，走得有些小心翼翼。林岩跟在他身后，没有再说话。路过一个没有盖好的下水道口时，他伸出手拉了一下吴越的胳膊。这边。他的声音很平。吴越的身体因为这一下接触而僵硬了一瞬，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这才发现自己差一点就踩进一个水坑里。他沉默地调整了方向，没有道谢，只是加快了脚步。几分钟后，小巷的尽头出现了一点温暖的灯光。李记牛肉面馆的招牌很旧，光线昏黄，但在一片黑暗中显得格外醒目。林岩推开那扇有些卡顿的玻璃门，走了进去。店里不大，只摆着6、7张桌子，墙壁被油烟熏得有些发黄。此刻已经过了饭点，店里只有一个穿着工服的大叔在埋头吃面，浓郁的牛肉汤香味扑面而来。吴越跟着走进去，他的视线在店里快速扫了一圈，目光在黏糊糊的桌面和墙角的油渍上短暂停留。林岩的视线落在他身上，接着少女选了一张最干净的桌子，拉开一张椅子，但没有立刻坐下。她从礼服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折叠的方方正正的手帕，仔细地擦拭着椅面和自己面前的一小块桌面。吴越站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没有催促，也没有帮忙。林岩擦得很认真，从左到右，再从上到下，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搞定之后，他开口：“吴越同学，请坐。”少年一言坐下，身体却下意识地与椅背保持着一点距离。你对谁都这样吗？他问。林岩想了想，他只对雇主和重要关系人提供此类服务。不是。哦，吴越拖长了语调。那我属于哪种？雇主。林岩回答。这个回答让吴越再次笑了起来。他伸出手，用指尖点了点同样被擦拭得干干净净的桌面。林岩同学的服务真周到。柜台后的赵叔早就注意到了这对奇怪的组合，一个穿着高级西装的贵公子，一个穿着晚礼服的少女，出现在他这个只做街坊生意的小店里。当看到林岩熟悉的脸时，他才松了口气。客人想吃什么？吴越没有回答，他看向对面的少女。你来点。林岩点了点头，站起身走到柜台前。他看着墙上那块手写的菜单，和那碗一样，只有几种选择：2碗牛肉面，1碗加1份肉，1份牛筋，还有1份卤蛋，另一碗什么都不要加。好嘞。赵叔麻利的应下。林岩点完单，又从旁边的小冰箱里拿了2瓶玻璃瓶装的汽水，拧开，插上吸管，这才端着回到座位。他将其中一瓶放到吴越面前。这个也不错，可以试试。吴越看着面前那瓶冒着气泡的橘子味汽水，包装很复古，他没有动。林岩自己拿起另一瓶，喝了一口。赵叔的动作很快，不一会儿，2碗热气腾腾的面就端了上来。一碗是豪华版，肉、牛筋和卤蛋堆得像小山，几乎看不到下面的面条。另一碗则是最朴素的版本，只有几片牛肉和一点葱花。豪华版被放在了吴越面前。吴越看着自己碗里那座肉山，又看了看林岩碗里的清汤寡水，眉梢挑了一下。这就是你的请客之道。林岩思考了一下，他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讨好雇主，但从互联网中学到的社交知识得知，绝不可以直接说我要讨好你。于是少女开口：你正在长身体，应该吃好点。吴越看着林岩那双过分认真的眼睛，几秒的安静过后，他点了点头。你说的很有道理，林岩同学，为了不辜负你的期望，我一定多吃点。少年拿起筷子，夹起一大块牛筋放进嘴里，味道出乎意料的好，浓郁的肉香和香料的味道在口腔里弥漫开，没有他想象中那种廉价调味品的感觉。他吃东西的样子很斯文，即使是在这样的小店里也保持着良好的教养。哟，小林又带朋友来了。赵叔收拾完旁边桌子的碗筷，笑呵呵地凑了过来。他的目光在吴越那身昂贵的西装上溜了一圈，又落回林岩身上。这位小哥长得可真倔，小谢今天没来。吴越咀嚼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他抬起眼看向赵叔。林岩摇了摇头，他周末有兼职。哦，那孩子也是不容易。
赵叔感慨了一句，然后又笑了起来。那你今天这位朋友也是你们学校的？吴越没有等林岩回答，他主动看向赵叔，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老板，你这手艺不去大酒店可惜了。赵叔被他夸得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什么大酒店？我这都是老主顾赏脸。他没再多问，乐呵呵的回柜台后面忙活去了。店里又恢复了安静，只剩下两人吃面的声音和老旧风扇的嗡嗡声。林岩很快就吃完了他的那碗面，然后就端着汽水安静的喝着。过了会，吴越咽下最后一口面，用餐巾纸擦了擦嘴角。他放下筷子，端起那瓶橘子汽水，喝了一口。这面馆你常来？林岩点头，他脸上的笑容没有变，只是视线移到了林岩的脸上。跟那个姓谢的？谢浩然是我的朋友。林岩的回答直接而坦白。朋友啊？吴越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少年没有再追问下去，只是将那瓶汽水喝完了，味道不错。吃完饭，吴越站起身，林岩也跟着站了起来。吴越同学，加班费。少女伸出手，掌心向上。吴越看着她伸出的手和那张一本正经的脸，随即懒洋洋的开口：等一下哦，老板，结账。赵叔探出头，2碗面，1份加肉加筋加蛋，2瓶汽水，一共70块。吴越从西装内袋里掏出手机，调出付款码。赵叔拿着扫码枪，滴了一声，叮的一声，林岩的手机也响了。他低头看去，仅向你转账5000.00元，仅向你转账3000.00元，你的加班费还有工作费。少女点了收款，下周的武器保养可以继续了，还可以补充一些新的素材。二人正准备离开面馆，外面却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雨势不大，但密集，在昏黄的路灯下连成一片斜斜的雨幕。巷子里的青石板路很快就变得湿滑反光。吴越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雨，眉头动了一下。林岩也停下脚步，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没带伞，他说。吴越拿出手机，直接拨了一个号码，带把伞过来。电话那头的人应了一声，通话便结束了。店里的赵书正在收拾碗筷，听到动静探出头。哎呀，下雨了，你们没带伞吧？我这里有把旧的，可以先拿着。他说着，就从柜台下面翻找出一把黑色的长柄伞。不用了。吴越和林岩几乎同时开口。吴越说完，看了林岩一眼，林岩则是因为不想接受非交易之外的事情。赵叔拿着伞的手盾在半空中有些尴尬的笑了笑。行吧，那你们等等。他说完便低头继续忙自己的事去了。面馆门口陷入了一种短暂的沉默，雨声、风扇声还有远处隐约的车辆鸣笛声交织在一起。林岩站在原地开始发呆。吴越靠在门框上，掏出那枚银色打火机，在指尖有一搭没一搭的转动着。几分钟后，一个穿着黑西装的身影打着一把巨大的黑伞，快步走到了巷口，正是之前的司机。他看到店门口的两人，立刻走了过来，将伞举过吴越的头顶。少爷。吴越点了下头，站直身体，率先走进了雨幕。少女跟在他身边，两人共处于一把大伞之下，伞面足够宽大，将他们两人完全罩住，隔绝了冰冷的雨丝。吴越的视线落在林岩还穿着的黑色长裙上，雨水溅湿了她的裙摆。你宿舍在哪栋？他问。7号楼。哦 ，F 级住的地方。少年的语气没什么起伏。那地方的条件应该不太好吧？林岩想了想404宿舍的整体模样，是很正常的大学宿舍1人间，还可以。吴越看着他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忽然觉得有些好笑。给你换个住处怎么样？他停下脚步，转头看着他。学校附近的高级公寓，安保很好，家具齐全，离学校也近。林岩的脚步也停了下来，他看着吴越，对方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很亮，带着一种他看不懂的笑意。不用了，我付不起。是谁说要让你付钱了？少年往前走了一步，巨大的黑伞也随之向前倾斜，就当是预支给你的未来薪水，或者一个优秀的员工应得的福利。他的声音压低了一些。一个好的安保人员也需要一个好的休息环境，不是吗？这有利于你更好的为雇主服务。少年说的每一个字都听起来合情合理，像是在真心为他考虑。林岩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他在脑中快速计算，高级公寓的月租在 A 市至少是5位数，他目前的所有身家财产加起来不够付1个月的。如果作为预支薪水，意味着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绑定在这一个雇主身上，这不符合他对自由职业的理解。按照市场价，这种福利已经超出了临时安保服务的范畴。少女的回答依旧平静有条理。你的需求是临时护卫，我提供相应服务，等价交换，我不接受溢价。吴越定定地看了他几秒，然后收回了视线，转过身继续向前走。好吧。他的语气听起来没有任何变化，仿佛刚才的提议只是随口一说。到了那辆黑色的宾利附近，少女比司机更先一步地替他拉开车门。吴越顿了一下，坐进了车里。林岩从车上拿出自己的卫衣和背包，对他点了点头。吴越同学，再见，衣服我回去会洗干净还给你。他关好车门，返回雨中，利落地转身离开了。司机回头等待指令。吴越盯着车窗外看了一会，才收回视线。开车吧。林岩其实是准备去取自己提前预定好的物品了。这个世界的地下网络在之前就被他找到了，当然先前的组织和自己的身份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好在市场运作的模式差不多，他还是找到后勤搭上了线。这次他是提前交了约莫800的定金，购买了一批护养产品和校准工具，算起来总价是4300。回到404宿舍，林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那身束缚的行头。黑色长裙被他整齐地叠好，
准备明天送去干洗。做完这一切，他换回了自己最熟悉的那套黑色卫衣和长裤，从背包里掏出手机，屏幕上显示着2条转账记录，总计8000元。他点开那个加密的备忘录，手指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尾款3500，地点 A38区铁锈巷7号仓储，密码8E3A9D，时间今晚23点，明早5点，现在是晚上10点半，时间充裕。林岩将手机和一小叠现金放进卫衣口袋，背上那个看起来空空荡荡的背包，戴上兜帽，再次融入了夜色。学院外是一条寂静的马路，林岩沿着路边走了约10分钟，来到一个24小时运营的公交车站。他在一张冰冷的长椅上坐下，安静地等待着末班车的到来。半小时后，一辆几乎空无一人的公交车晃晃悠悠地驶来。少女上了车，投币，走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车辆一路向西，驶离了 A 市繁华的核心区，窗外的景象逐渐变得荒凉，高楼大厦变成了低矮的厂房，光鲜的广告牌被生锈的铁皮和涂鸦取代。这里是 A 市的老工业区，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铁锈和化学品混合的味道。公交车在终点站停下，林岩下车，语势小了一些，变成了绵密的细语。他拉了拉兜帽，去附近的提款机取了现金后，拐进一条名为铁锈巷的街道。这里比旧城区还要破败，路灯坏了一半，地面坑坑洼洼，到处是积水，两侧是高大的墙皮剥落的仓库，巷子的尽头是一片24小时营业的自助仓储区。林岩走到7号仓储区，找到了编号为 C7 的柜子，他在密码锁上输入了那串数字和字母，咔嗒，柜门弹开，里面放着一个半旧的金属工具箱。林岩没有立刻去拿，而是先将准备好的3500元现金放进了一个柜门内侧粘好的信封里。做完这一切，他才拎起那个有些沉重的工具箱，关上柜门，密码锁自动重置，搞定。凌晨1点，林岩在距离启琼学院东门还有一个街区的地方下了车，他付了现金，背起背包，提着工具箱，像一个晚归的普通学生走进了校园。7号楼的走廊一片死寂，声控灯在少女脚下亮起，404宿舍的门被打开又被关上。他将工具箱放在房间中央，正准备开始工作，手机震动了一下，仅探头探脑点 JPG， 屏幕的光照亮了少女没什么表情的脸。他看了一眼那个表情包，然后将手机放在了桌上，打开了带回来的金属工具箱。冰鲜柠檬水，晚上好，玫瑰。冰鲜柠檬水，同学还没睡吗？熬夜对身体不好。景，睡不着，有点无聊。景，可怜兮兮。景，你的宿舍怎么样？没有漏雨吧？我看外面下的挺大的。林岩看了一眼天花板，那里很干燥，没有任何水渍。冰鲜柠檬水，不漏雨，我的房间很好。景，那就好，要是被子湿了，可就不好睡觉了。景，对了，你回宿舍后在做什么？咔嗒，箱子打开，里面是分门别类放置好的各种工具和瓶瓶罐罐，擦枪布、不同型号的通条、小刷子、保养油、校准器，一应俱全。他从背包最底部的夹层里取出了用特殊材料包裹的手枪，将它拆解开，枪管、炮筒、附近簧、激发机，一个个零件被他熟练地摆放在一块铺开的绒布上，然后他才拿起手机，冰鲜柠檬水，再做手工。吴越看着那行字，愣了一下，手工 F 级学生的生活真是朴实无华。金，手真巧啊。林岩同学，金，做的什么啊？探头点 JPG。 少女的视线从拆解开的枪械零件上移开，落回手机屏幕。她拿起其中一根最小的泛着金属冷光的附近簧，用2根手指捏着，另一只手拿起手机对着它拍了一张照片。冰鲜柠檬水，金属零件组装。吴越看着屏幕上那张图片，还有下面那行字，一根弹簧和他想象中的串珠编织相去甚远，这看起来更像是什么精密仪器的内部零件。金，看起来很复杂。金，林岩同学，后天要上学了哦，我看了你的课表，你的必修课跟我一个班哎。金，烟花。看到那个消息，林岩顿了顿。启琼学院的课程都相当有难度，这也是那么多企业无条件招收启琼学生的原因之一。而小杀手很明显的没有上过学，有熟人的话可以问一下吧。冰鲜柠檬水，呲牙呲牙，真好。手机屏幕按了下去，吴越没有再回复，大概是睡了。林岩将手机放到一边，戴上一次性手套，开始处理面前的零件。房间里很安静，只有金属零件之间偶尔发出的轻微碰撞声和窗外雨点击打玻璃的声音。1个小时后，所有零件都保养完毕，少女开始组装。附近簧被准确地套在导杆上，枪管卡入套筒，然后是激发机组件，咔嗒，最后一声轻响，手枪恢复了它原本的模样，静静地躺在绒布上，一切完美。周日早上9点，林岩准时下楼，碰见了正等待他的谢浩然。少年的嘴角贴了一块创口贴，在望见他时本能地向前了一步，然后又停下，对他挥了挥手。林岩看着他，不是说要去买东西吗？走吧。少年转身率先向楼外走去，少女面无表情地跟了上去。谢浩然的步子比平时快一些，他边走边说，旧城区有很多卖衣服的小摊，质量比网上的好，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店，你都可以考虑下。周日的旧城区比工作日更热闹一些，路边多了许多零食的摊位，卖什么的都有，五颜六色的廉价衣物，叮当作响的小饰品，还有散发着香气的街头小吃。林岩的视线落在谢浩然嘴角那块白色的创可贴上，你这里怎么了？他伸出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嘴角，试一试同样的位置。谢浩然的脚步顿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抬手碰了碰创可贴的位置，走路没看路，撞到墙了。哦，林岩应了一声，
他从背包侧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急救包，从里面拿出一片新的创可贴，这个防水比你那个好。少女把创可贴递到他面前，谢浩然看着那片创可贴，又看了看他，没有接。不用，我这个还能用，我的更好，这个很贵。林岩没有开玩笑，这个急救包是组织特供的，每一次更新都需要他不少贡献点。谢浩然停下脚步，他沉默地从他手里拿过那片创可贴，撕下自己嘴角的旧的，换上了新的。少年的动作有些生硬，似乎不太习惯。这里有一家店，衣服还不错。他指着不远处一个挂满了衣服的摊位，加快了脚步，像是在逃离刚才的话题。摊主是个中年女人，看到有客人来，热情地站了起来。小帅哥，带女朋友来买衣服啊？随便看，这里的款式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我们不是。谢浩然下意识的就想反驳，林岩已经走到了衣架前，他的手在一排排衣服上快速扫过，手指时不时停下来感受一下布料的质感。少女拿起一件灰色的 T 恤，拉了拉，这个面料是纯棉的吗？他问摊主。当然是啦，小姑娘你真有眼光，这可是我们这卖的最好的款。林岩又看了看缝线处，针脚均匀。多少钱？35一件，3件100。林岩放下那件 T 恤，又拿起旁边一件黑色的。谢浩然站在一旁看着他的动作，最后还是走了过去。他从衣架上拿起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这件是速干面料，夏天穿不容易出汗。林岩看了一眼那条裙子，又看了看谢浩然，他走过去接过裙子，在自己身前比了比，摇了摇头，太薄了，不耐磨。少女重新把注意力放回了那些 T 恤和工装裤上，她很快挑好了3件黑色或灰色的 T 恤和2条深色的工装长裤，都是最基础的款式。接着把衣服递给摊主，这些一共多少钱？摊主麻利地把衣服装进一个袋子里，姑娘你真会挑 ，T 恤3件算你100，裤子2条150，一共250。林岩从背包里拿出钱包，开始数钱。谢浩然看着他递过去的零零散散的钞票，皱了皱眉。少年上前一步，语气有些生硬，老板，再便宜点吧。摊主看了看谢浩然，又看了看林岩，笑了，行吧行吧，看在小帅哥你这么疼女朋友的份上，算你230，不能再少了。谢浩然还想说什么，林岩已经把钱递了过去。不用了。他接过装衣服的袋子，对谢浩然说，这是市场价。买完衣服，时间也快到中午了。林岩日常刷新拼好饭，居然发现了一杯1.9的柠檬水，于是小杀手立马启程，带着谢浩然去买。密冰冰的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的学生，喧闹声混在一起。谢浩然看着那条几乎拐弯的队伍，停住了脚步。林岩的关注点则完全在1.9元冰鲜柠檬水上，他确认了一下手机上的订单，就准备往队伍里走。人很多，谢浩然说，我付过钱了。林岩回答，然后拉了一下他的袖子，走吧。少年没有动，他的身体有片刻的僵硬，目光落在队伍中段几个穿着外校高中校服的男生身上，其中一个人染着黄色的头发，正在大声说笑。他收回视线，不着痕迹地侧过身，用自己的后背对着那个方向。还是下次再来吧。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林岩不解地看着他，但是已经付钱了，不拿会作废。他掏出手机，把那个显示着待取餐的订单页面展示给他看，看着少女脸上那种规定就是规定的认真神情，谢浩然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他默默地往旁边站了一点，让自己更不起眼一些。林岩将他的反应理解为同意。林岩松开他的袖子，自己一个人走向队伍，但他没有去队尾排着。少女的视线在人群中快速扫描，她看准一个店员出来收走垃圾桶的瞬间，那时人群出现了短暂的空隙。迈开步子，林岩的身体微微侧着，脚步不大，精准地避开了每一个人的手肘和背包，没有一句借过，也没有任何推挤，就像一滴水汇入河流。3秒后，他出现在了取餐台的侧面，刚好是一个无人注意的死角。你好。店员被这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回头看见一个黑发少女正直勾勾地看着自己。订单40。林岩把手机屏幕伸了过去，店员愣愣地看了一眼订单号，又看了看他，最后还是从旁边制作好的饮品区找到了那杯柠檬水递给他。好了，谢谢。林岩接过一杯冰凉的饮料，转身用同样的方式悄无声息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但等他出来的时候，谢浩然已经不见了。少女眨了眨眼，人呢？他回忆了一下，3分钟前，谢浩然的视线落点在队伍中段偏右的位置，身体有轻微的侧转回避动作。目标区域有5个人，4男1女，其中1人的发色为黄色。现在那个5人团体已经不在队伍里了。林岩走到刚才谢浩然站立的位置，低头看向地面，旧城区的地面铺着不规整的石板，缝隙里有尘土和落叶。他看到了一个非常浅的鞋底边缘的拖拽痕迹，指向旁边的岔路小巷，痕迹很新。少女将吸管插进柠檬水里，喝了一口，然后走向那条小巷。走了约莫20米，前方传来压抑的说话声：装什么死啊，谢少，看到我们就跑，真给你脸了是吧？林岩停下脚步，侧身贴在墙壁的阴影里，只探出半个头。巷子尽头是一片堆放着废弃纸箱的空地。谢浩然被堵在墙角，那个染着黄发的男生站在他面前，一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拍了拍谢浩然的脸颊。上周让你办的事办妥了吗？少年低着头没有说话。问你话呢？哑巴了。黄毛旁边一个穿着篮球背心的男生推了一下谢浩然的肩膀，谢浩然的身体晃了一下，撞在身后的墙上，发出一声闷响。他依旧沉默着，眼镜后的眼睛看着地面。跟他费什么话，勇哥？另一个瘦高个说，直接搜他身，看他这个月的生活费到账了没。黄毛，也就是勇哥，笑了一声，
有道理。他伸出手就准备去掏谢浩然的口袋。同学，5个人同时回头，当他们看到是一个面无表情的漂亮女生时，都愣了一下。勇哥脸上的凶狠变成了混杂着惊艳和疑惑的表情。林岩的视线越过他们，落在被他们挡住的谢浩然身上，然后又一回来，最后停留在勇哥身上。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哪来的？我们跟谢少联络感情呢，你也要加入吗？勇哥开口，语气调侃。他身边的2个跟班也笑了起来，其中一个吹了声口哨。小杀手思考片刻，他回答：我要加入。这句话让巷子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古怪。一直沉默的谢浩然却开口了。少年瞥了一眼这几人，伸手抓住了少女的胳膊。林岩，我没什么事。他很清楚他的力量和手段，要是自己没有拦住他的话，别动，我们。但勇哥却打断了他的话。哟，还护上了。勇哥咧开嘴笑了，他的目光在林岩身上肆无忌惮的打量，从他没什么表情的脸，再到他简单的 T 恤和长裤。行啊，想怎么个加入法？是想替他还钱，还是想陪哥哥们聊聊人生啊？谢浩然抓着林岩胳膊的手收紧了。这里没你的事，你先走。然而林岩并没有动，他看了一眼谢浩然抓着自己胳膊的手，又看回那几个把路堵死的混混。我没钱。少女开口，所以我选第2个。这话一出，勇哥和他身后的几个人都愣住了，然后爆发出哄堂大笑。哈哈哈哈，听见没？他说他要陪我们聊聊。介绍，你这麻子可以啊，比你有种多了。那个篮球背心男笑得最夸张，他伸手就想去揽林岩的肩膀。妹妹，哥哥带你去旁边聊，保证让你舒舒服服的。他的手还没碰到林岩，甚至周围的人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只听见咔嗒一声脆响，伴随着一声短促的惨叫。谢浩然叹了口气，还是他往旁边挪了一步，推了推眼镜，一语不发。约莫10分钟过后，他们带来的那个女孩子跑掉了，剩下4个人姿态扭曲的倒在地上。林岩的手上拿着一把匕首，这是刚刚从那个黄毛手中缴来的。再怎么说也是治安良好的 A 市的混混，甚至只是辍学的高中生，当唯一的武器被卸走后，就毫无战斗力，很容易就解决掉了。此时几个人面色惊恐。啊，别杀我，我错了，我不该逃课的，我的手动不了了，怎么办？谁去报警？勇哥叔弟注意到一旁一动不动的谢浩然，像是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谢少，谢哥，救命啊！谢浩然瞥了他们一眼，没有回答，而是转向了林岩。有受伤吗？少女看着手里的匕首，好劣质。没有。他上前一步，伸出手，把刀给我。少女将匕首倒转，把刀柄朝向他递了过去。谢浩然接过刀，他没有去看地上哀嚎的几人，而是转身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少年抽出一张，仔细反复地擦拭着刀柄和刀身上可能存在的指纹，林岩的，还有他自己的。差不多清理干净后，他将刀丢到了那几个动弹不得的人身旁。别再来找我了。地上的人身体都缩了一下。少年没有再看那些人，转身看向林岩。我们走。他说完，直接抓住了林岩的手腕。林岩捡起地上放着的柠檬水和背包，被他拉着跟上了他的脚步。一天差不多就这样过去了，差不多花300把生活用品全部买齐。林岩发出了想要吃牛肉面的声音。李记牛肉面馆还是老样子，昏黄的灯光，有点黏腻的桌面，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肉汤香气。现在不是饭点，店里只有2-3桌客人。2人选了靠墙的位置坐下。这次谢浩然站起身，走到了柜台前。老板，2碗牛肉面。他停顿了一下，指了指林岩，他那碗加1份肉，加1个卤蛋。赵叔望着正在座位上盯着天花板看的少女，他还记得昨天林岩才跟一位看起来很有钱的小帅哥一起来吃面。顿时赵叔好像明白了什么，但还是笑呵呵地应了一声。回到座位上，少女开口了，那些人是谁？以前的同学。他回答，没有抬头。他们为什么要找你？林岩继续问。一些小事，我看他们想从你身上拿钱。谢浩然终于抬起头，他的目光越过林岩的肩膀，看向墙上那张泛黄的菜单。林岩，吃完饭我送你回宿舍。他说，这相当于单方面终止了这个话题。如果是一个情商正常的人，都会不再追问了。但林岩很明显不是，他歪了歪头。好，所以为什么他们要问你要钱？谢浩然的身体僵了一下，他随口道，因为我欠他们钱。林岩思考了一下，你看起来不像会欠钱的人。谢浩然不知道这算是一种夸奖，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诘问。以前的事，他只是这么说，家里的一些麻烦。家庭这个词，林岩是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这个词有些陌生又熟悉，在他过去的认知里，组织就是他的家。麻烦很大吗？少女问。谢浩然深吸一口气，你应该离我远点的。那双总是低垂着的，藏在镜片后的眼睛，此刻终于抬了起来，直直地看着林岩。跟我扯上关系，对你没好处。林岩思考了几秒钟，从跟谢浩然社交至今，他没有得到好处吗？我明明得到了很多好处。你叫我用手机，带我吃饭，告诉我学校里的事。少女开始认真的罗列，跟你在一起，我学到了很多重要的生存知识。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还喝到了柠檬水和多加肉的牛肉面。这不一样，这只是一些很普通的帮助。谢浩然很少有这么说话的时候，他看起来有点激动，但被卷进那些事情的话会有危险的。这和平时的小打小闹不一样，你明白吗？已经有人来找过我了，他让我去。他的话突然停住，像是被什么东西扼住了喉咙。那句未说完的话悬在2人之间。少年猛地站了起来，又因不知道该做什么而僵在原地，最后重新坐下。椅子摩擦地面，发出了刺耳的声音。林岩安静地看着他，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离我远点。谢浩然的声音有些干涩。好，林岩回答。听到那一声干脆的答应，
少年浑身一僵，他放在桌上的手下意识地收了回去。镜片后的眼睛垂得更低了，视线落在桌面那块被酱油溅到的小点上，一动不动。1秒2秒，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被赵叔端了上来，香味更加浓郁。你们的面慢用啊！那碗堆着肉和卤蛋的面被放在了林岩面前，那碗简单的牛肉面被摆在了谢浩然面前。他无意识地拿起筷子，机械地夹起面条。自己刚刚到底说了些什么？不对，那些本来早就该说的。谢浩然被谢家针对，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无论是无知的幼年，还是到了如今的启穷，出身仿佛永远是他无法摆脱的原罪。谢浩然不想成为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也不想与那所谓的姐姐争夺什么，他也不想失去母亲，他有时也不想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总之，之前跟他交际，也只是自己太贪心了，自己本就不该与别人有交流的。我吃完了。少年猛地抬起头，林岩已经放下了筷子，正端坐在他对面，安静地看着他。他的眼神和平时一样，没有探究，没有怜悯，也没有不耐烦，只是单纯地看着，就像在看一棵树或是一块石头。林岩的碗已经空了，谢浩然碗里的面才动了不到一半。少女问他：“我现在应该走了吗？”他看到林岩似乎真的在等他的一个准许，然后就会起身离开，消失在他好不容易有点变化的生活里。谢浩然发出一个音节，于是他背起背包，转身走了。叮铃，门上的风铃因为少女的离开而发出一声轻响。面馆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有赵叔在后厨忙碌的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谢浩然愣了一会，低头继续吃面，这样才是对的。马上就要到换届的时候了。谢家的定海神针最近病危，底下也越来越不稳定，少年的动作却越来越快，汤汁溅到手背上，有些烫。吃完后，他拿出自己的手机，扫描了桌上的付款码。赵叔，结账。接着，谢浩然猛地冲了出去。赵叔从后厨探出头，看到空荡荡的店铺，愣了愣，就城区的街道人来人往，充满了周末午后的嘈杂。谢浩然冲出面馆，他环顾四周，人呢？他走得那么快，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停留。他说好，然后就真的走了。人群拥挤，他穿行其间，好几次撞到别人的肩膀，也只是低声说一句抱歉，脚步不停。他不应该说那些话的，不，他应该说的，他早就该把一切都挑明，让他离自己这个麻烦远远的。那碗面是怎么吃完的？谢浩然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牛肉很柴，面条有点硬，汤是热的。就这样跑过了2个街区，终于在一个街角的转角处，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林岩没有走远，甚至没有再走。少女站在一根老旧的路灯杆下，她仰着头，似乎在认真研究着什么。谢浩然跑过去，停下脚步。林岩，还没等他喘气，一股力道就猛地传了过来。少女把他摁在了旁边的墙上，林岩的手精准地压在对方的肩胛骨上，膝盖抵住他的腿弯，将他整个人牢牢地固定住。这是一个标准的控制姿势，高效省力。谢浩然瞪大眼睛，少年的额发被汗水浸湿，几缕粘在前额，脸色因缺氧和奔跑而泛起一层薄红，就连眼镜都有一点歪。他的视线穿过略微歪斜的镜片，对上了那双平静无波的黑色瞳孔。你不应该从我背后这样跑过来。林岩松开了手，往后退了一步，他的动作干脆，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瞬间便与他拉开了超过1米的安全距离。你跑过来做什么？谢浩然暂时没有回答，他靠着粗糙的墙壁，低着头，肩膀还在因为急促的呼吸而轻微的颤动。他刚刚跑得太急了，冷空气灌进肺里，火辣辣的疼。少女偏过头，不再看他，继续看旁边路灯杆上贴着的东西。那是一张打印出来的 A4 纸，已经被风雨侵蚀的有些卷边，上面有一只黑猫的照片，黑猫端正的坐着，下面写着寻猫启事，悬赏500元。对不起，他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还有点沙哑。林岩回过头看他，眨了眨眼。为什么要道歉？我不该让你走。谢浩然说。他只起身，抬手将那副歪掉的眼镜扶正。你让我走，我走了。现在你不让我走，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谢浩然移开了视线，声音低了下去。反正就是我错了。林岩沉默地看着他，小杀手完全没搞懂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谢浩然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了而已。还吃了一碗他请的牛肉面。最后，少女点了点头。好。谢浩然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他看了眼他身后的寻猫启事，这个是2年前的了。哦，林岩应了一声，收回了视线，不再关注那张纸。巷口的风吹过，卷起地上的几片落叶，他们最终一起走出了巷子，往学校的方向走。谢浩然瞥了眼少女平静的侧脸，等到冷静过来，他才缓缓地感到一阵不自然，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没话找话。你喜欢猫吗？不清楚。林岩回答，没养过。他补充了一句，他看起来很干净。干净，这算是一个评判标准吗？谢浩然想，也许对他来说是的。是挺干净的。他附和了一句，感觉气氛比刚才好了一些。那你喜欢猫吗？林岩重复他的问题。谢浩然也没有养过猫，在之前他连养活自己都困难，不过有时候他会喂救城区的流浪猫。少年沉吟片刻，回答喜欢。林岩像是被触发了某个关键词，在他学到的社交准则上，宠物是很容易跟人拉近距离的话题。他决定试试水。那你喜欢什么猫？小杀手期待地问。他瞥了他一眼，黑色的吧。他们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很快就看到了启琼的校门。两人并肩走在启琼学院宽阔的大道上，路灯依次亮起。关于宠物的话题才刚刚结束，林岩还在思考猫和狗到底哪个更适合自己的事情。毕竟在失业后，他要正式的融入社会，选择养个宠物是个不错的选择。谢浩然却突然开口：“你还记得你之前问我的话吗？”
我之前问的话。林岩重复了一遍，他开始快速检索近期的对话记录。他问过他很多问题，关于拼好饭怎么用，关于 F 级的课程，关于学院里谁是人上人上人。哪一句？他问。跟朋友有关的事。少女立马回忆起来了，好像是他之前说想要跟谢浩然做朋友，但是被对方拒绝了。谢浩然的脚步放缓了一些。之前很抱歉，我这个人。他咽下了即将出口的贬低自我的话。少年直直地望着他。不过我们是朋友吧？是的，他回答。我们是朋友。谢浩然推了推自己的眼镜，他的声音有些小。我之后会有点忙，你还会来找我吗？多忙？林岩问。他将这个问题理解为一项日程变更通知，会影响一起吃饭吗？这个问题让谢浩然准备好的带着些许严肃的副稿卡在了喉咙里。他看着少女过分认真的眼睛，看情况。林岩将这个信息记入脑子里，这意味着他有时不能吃到谢浩然请的免费牛肉面了。看到他似乎陷入了沉思，谢浩然感觉心口又被那种无形的丝线缠绕起来。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有些急促的解释，是很重要的事，我必须去做。什么事？谢浩然沉默了。见到他不回答，林岩也没有过多在意，他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如果你不打算跟我一起去吃饭，记得跟我发一条消息。我会的。镜片后的眼睛里是他看不懂的某种郑重的情绪。只要我不去找你吃饭，我一定会提前发消息给你。得到承诺，林岩点了点头，这符合他对计划和效率的理解。好了，我们回去吧。他率先迈开了步子，周围喧闹的人声仿佛成了遥远的背景音，路灯将他们的影子拉长，又在下一盏路灯下缩短，如此反复。他们很快就走到了7号楼下。在林岩即将转身离开时，谢浩然拉住了他。少年一开始的话还有些吞吞吐吐，不要随便相信别人。他微微仰头看着他。谢浩然的字句变得流畅起来，他继续说，尤其是那些主动接近你的人，也不要别人说什么都信，不要乱吃别人给的东西。少女眨了眨眼。你呢？谢浩然的身体僵硬了一瞬。我不算。哦。嘱托完，少年松开了拉着他衣袖的手，像是被那块布料烫到了一样。他转身率先迈开了步子，把后背留给了他。走了，回宿舍，明天上课了。独留小杀手一人站在原地，与一团空气面面相觑。夜色渐深，周末的喧嚣终于彻底沉寂下去。启琼学院正式进入了开学的第一个教学周，课程周篇之一，群聊篇开片。课程周第一天早上7点，即使提前了1个小时，也有零零散散的学生来了。他们大多都是1级的学生，还有一个 F 级的女生。林岩带着高等数学1的课本坐在了教室里，他随便挑了一个靠中的位置。第一次上学，小杀手打开课本，书页是白色的，上面印着黑色的符号，有数字，有字母，还有一些他不认识的弯弯曲曲的线条，它们被排列组合成一行行的东西。lim x 无穷1加 1x x 等于 e。林岩看着那一行字，这是字吧？在少女几乎要把脑袋埋进书里时，那个 F 级的女生注意到了她。在启琼，抱团是很常见的事情，尤其是同一等级的学生。于是那个女生犹豫了一下，搬着东西坐到了林岩的左边。那是一个看起来很文静的女孩，头发梳成整齐的马尾，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校服外套。她的动作很轻，把自己的书本在桌上摆好，然后小心翼翼地转向林岩。你好，我叫林小雅。林岩从书本里抬起头看向她。林小雅被她看得有些紧张，她支支吾吾地说，你是在复习吗？复习？林岩思考了一下，回答，我在预习。你没提前学过吗？我看不懂。林小雅脸上的表情停顿了一下，她原本以为林岩只是在开玩笑，或者是某种学霸式的谦虚。除了其他地区或者国际的特招生， F 级的学生一般都是靠着特别计划与极高的高考分数进入的。一点都看不懂吗？林岩指了指书上那个弯曲的符号，这个是装饰用的花纹吗？那个不是花纹，是积分符号。小杀手的表情呆滞了一下，于是他把头埋进书里去看什么是积分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7点45分，教室里的人多了起来。C 级和 D 级的学生三三两两的走进来，他们谈笑着，声音不大不小，却自然而然地占据了整个空间的声场。早来的几个1级不约而同的把头埋得更低了。林小雅的身体下意识地坐直了些，双手规矩地放在桌上。就在这时，教室的后门被推开，一个身影走了进来，是吴越。他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连帽卫衣，下面是浅灰色的运动裤，看起来清爽又随意。少年单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拎着一个背包，脸上带着懒洋洋的笑意。林岩正全神贯注地研究天书，直到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紧猫猫探头点 GIF。少女瞥了一眼那个动图，一只小猫从墙角探出脑袋，左右张望。她没有理解这个图的意思，于是顺手发了几个玫瑰过去。有人坐在了他身侧，少年的声音带着笑意，你怎么老是发那个？像年纪很大的中年人。林岩偏过头看他，吴越从背包里随便拿出几张卷子和笔后，就托腮看他了。不可以发吗？当然可以啦。不过你在干什么呢？预习。没学过吗？吴越的表情有些意外，随后他好似突然想到了什么，补充了一句，毕竟是 Z 区的嘛。他们周围的所有人几乎都听到了那句 Z 区，面露厌恶或者是恐慌。原本就因为吴越坐在身旁而紧张的林小雅本能的往旁边又缩了缩，连看都不敢看林岩一眼。他几乎想立刻收拾东西
换到教室的另一个角落。Z 区，全国最混乱的区域，他们往往会出现在一些报复社会的形式新闻上，或者又是哪次有组织的袭击偷渡，那里出来的人都是疯子。而此刻，全学院等级最高的新生正和一个来自 Z 区的疯子坐在一起。吴越仿佛没有察觉到周围气氛的诡异变化。让我看看，你哪里不会？少年凑了过来，很自然地将视线投向他摊开的课本，他的目光在那些他完全无法理解的符号上扫过，然后落在了他刚刚指给林小雅看的那个上。这个，吴越伸出手指，指尖隔着空气点了点那个符号，这个是求积分，意思是把很多无限小的东西加起来。林岩看着他，比如他说想知道这条曲线下面有多大地方，就用这个把它框起来，算一下。少年随手抽出一支钢笔，在林岩书本的空白处写下一行简单的推导过程，动作流畅。From A to B, F, X, dx 等于 F, B, F, A。林岩的视线跟着他的笔尖移动，他看懂了那些字母和数字，但它们组合在一起依然是天书。按照这个可以简单计算，懂了吗？没有，林岩回答。吴越的眉梢动了一下，好吧，那我换个说法，先不说计算，来说定义。少年很有耐心的靠得更近了些，他拿过林岩手边的另一支笔，开始在草稿纸上画图。你看，这是一个面包，吴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椭圆形。现在我想知道这个面包有多重，但手边没有秤，只有一把刀，所以我就把面包切成非常多的小片，每一片都小到我可以忽略不计。他一边说，一边在那个椭圆形上画了很多条竖线，然后我把每一小片的重量加起来，最后得到的总和就是整个面包的重量。他抬起眼看向他，这次呢？林岩思考了一下，这个比喻他听懂了，面包懂了。吴越撑着下巴看着他那张一本正经的脸，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他这一笑让周围好几个偷偷观察这边的学生都僵住了，纷纷低下头假装看书。林岩不明白他为什么笑，但他也没有问。8点整，上课铃响，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看起来50多岁的中年男人抱着教案走进了教室。他就是这门高等数学1的教授周明。周教授在启琼是出了名的严格，他从不看学生的等级，只看分数。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上课，周教授将教案放在讲台上，推了推眼镜，犀利的目光扫过全场。今天我们讲这部分是一开始的基础，你们高中应该都差不多都懂，我把定义讲深一些。他转身在巨大的电子白板上写下了板书，流畅的公式和符号一个个出现，伴随着他清晰而快速的讲解。我们来看介质定理，设函数 f(x) 在 B 区间 A 到 B 的 B 区间上连续，且在这区间。林岩坐在座位上，他看着白板，很认真的在听，每一个字他都能听懂，但他们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无法解析的噪音。他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吴越，少年靠在椅背上，姿态懒散，手里转着笔，低头写着东西。他又看了一眼另一边的林小雅，女孩正听着课，时不时会在笔记本上记点什么。教室里大部分学生都是这样的状态，只有林岩的面前，课本和笔记本都还是崭新的，一个字都没有写。少女又把头转了回去，继续盯着白板。20分钟后，她放弃了，这些东西和她过去接触过的任何知识都没有关联，怪不得自己从小都没有上过学，学习真是可怕。林岩面无表情地合上了那本天书，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既然听不懂，那就没必要浪费能量去听，这是他过去在冗长无聊的任务简报上总结出的经验。保存体力永远是第一要务。他身边的林小雅注意到了他的动作，身体僵了一下，然后往旁边挪了挪，试图离这个上课睡觉的 F 级更远一些。吴越则是侧过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少女就那么靠着，睫毛垂着，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吴越用笔尖轻轻戳了戳他的胳膊，睡着了。林岩睁开眼，转头看他，没有，在冥想。噗！吴越没忍住，又笑了一声。那要不要写题啊？我这里有往年半期的题目。说着，少年点了点自己桌上的试卷，写这个有什么用？听到他的疑问，吴越笑了笑，开始跟他小声的解释。在启琼，毕业需要修够一定的学分，如果挂科，不过需要重修。幸好启琼的毕业证含金量极高，市面上大半的工作都可以任选，包括安保部门。当然，启琼的考试难度也相当之高。总之，林岩为了这张毕业证，要学习一大堆自己以后这辈子估计都用不到的高深知识。小沙手瞥了眼吴越桌子上的试卷，这些真的是人类创造的文字吗？这是去年的期中卷，我们学院内部的教授出的，外面的练习册可找不到。林岩的视线从试卷上那串他完全不认识的 X 移开，看向他，做这个就能毕业？光做这个当然不行。吴越很有耐心的解释，半期考试的分数占了你这门课总成绩的 30%， 期末占 70%。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林岩的表情。小杀手还在巴巴地看着试卷上的天书。哎呀，真是，他没忍住发出了一声短笑。周围有几个同学将目光投了过来，发现是吴越后又收回。林岩眨了眨眼，他的视线从试卷上移开，落在了吴越的脸上。二人四目相对，澄澈平静的眸子中倒映着少年此刻含着笑的模样。他咳了咳，林岩同学，想让我教你吗？少女思考了一下，虽然都不怎么听得懂，但吴越讲的至少比这些天书好。你的服务怎么收费？林岩问。学费吗？当然要收。少年拖长了音调，不过我不收钱。他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他的课本。这学期你就是我的专属学习搭子了，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怎么样，成交吗？这个条件听起来很模糊，但对林岩来说，可以量化为在学习时间内
听从指令。这和他之前接受的委托性质类似，只是服务内容变成了学习。可以，少女点头同意，交易成立。很好，吴越满意的靠回椅背，正好，我们的必修课基本都在一个班，以后都要跟我一起做哦。大学的课程和高中的不同，自学的人很多，尤其是在周明这种只看考试成绩的老师班上，你来不来上课都无所谓。交易达成，这节课剩下的时间变成了两人奇异的教学时光。吴越饶有兴致地把自己的试卷推到两人中间，那上面的题目对林岩来说像是外星文字。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他用笔点了点第一道选择题，这4个选项，你觉得哪个长得最顺眼？林岩认真地审视着 A、B、C 第4个选项，它们都是由数字和符号组成的，在他看来长得都差不多。B 吧，他随便选了一个，因为 B 的长度比其他几个都长一些。不错，有直觉。吴越笑了笑，那下一题，你看这个公式，再看看题目里的数字，有没有感觉它们可以拼在一起？林岩摇头，行吧。吴越用笔尖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方框，又画了一个圆圈，把这个数字放进这个框里，再把那个数字放进圆圈里，然后他讲得不快，像是在分享什么秘密。周围的学生早就对这诡异的一幕见怪不怪，只是没人敢往这边多看一眼。一节课的时间很快就在这种看图说话式的教学中过去了。下一节课是学术英语，林岩很快就收拾好了东西，小杀手的面无表情地背着背包，准备到下一个班。喂，林岩同学不等等我吗？少女停下脚步，转过身，吴越跟了上来，将背包随意地甩到另一边肩膀上。他故作可怜地看着他，刚刚不是已经约定好了吗？林岩同学是骗我的。视线像被磁石吸引的铁屑，短暂地聚焦在他们身上，又迅速带着惊恐或好奇移开。没有骗你。他应了一声，那我们就是搭子。少年与他并肩，语气轻松。搭子就是要一起走吗？通往另一栋教学楼的路上，他们成了最显眼的存在。一个 S 级新生和一个来路不明的 S 级并肩走在一起，这个画面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吴越注意到了不少人的眼神，尤其是那些 B 级与 A 级眼里闪过的不满和诧异。真有趣，他本来就不是来融入这些 A 市原本的圈子中的。这些一辈子都顺着父母规划走，在家族产业兜兜转转的贵族们，在开学的前几天他就看腻了，怪不得那个 C 区的顾一周会找上门。他思绪戛然而止，一股力道将少年往旁边拉了拉。吴越眨了眨眼的瞬间，他就被林岩护在了身后。前方是一名捧着很多冰镇饮料的一级生，他的动作很急，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有2瓶从最上面掉了下来，砸在地上，发出啪的2声脆响。透明的液体和冰块溅了一地，也溅湿了林岩的裤脚。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女生看清被林岩护在身后的人是吴越后，脸唰的一下就白了，声音里带着哭腔。她顾不上去捡地上的瓶子，只是一个劲的鞠躬道歉。你弄湿的是她的裤子，不是我的。吴越的声音懒洋洋的响起。他瞥了一眼地上狼藉的饮料瓶和还在发抖的女生，然后视线落回林岩湿了一片的裤脚上。那女生也就是王芳愣了愣，转头看向面无表情的林岩。他对这个行径奇怪的 F 级生有一点淡淡的印象。少女看了一眼自己湿掉的裤脚，然后对王芳说，没事，我要去上课了。真的没事吗？王芳小声问。林岩摇了摇头，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吴越淡淡的瞥了一眼手足无措的王芳后，就那样跟了上去。王芳在原地站了一会，才狼狈的离开。当他返回教室，面对那几个等待他拿饮料的女生时，结结巴巴的。这是他打算融入一级圈子的努力。因为他的家庭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在一级中约等于空气。尤其是他之前还得罪了周婷的小圈子，更是引得大部分人避之不及。现在周婷不知出了什么事，请假回家了，王芳才能抓住这个机会重新融入圈子。但仅仅只是一个跑腿的任务，他就王芳，你刚刚不是说要去买吗？小卖部卖光了。王芳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卖光了？你怎么去了那么久？从这里走到小卖部再回来需要半个小时吗？王芳的双手在身侧紧紧攥住，她能感觉到周围其他几个女生投来的看好戏的目光。我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所以耽误了点时间。这个谎言蹩脚又无力。一个女生笑了一声，摔了一跤。王芳，你不会是把我们的钱给弄丢了吧？没有，钱在这里。王芳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那几张被汗浸的有些湿的纸币，递了过去。对方没有接，只是用眼角瞥了一眼。算了，没心情喝了。他说，你自己留着吧。距离课程开始还有一段时间，几个女生就又自己聊起了天。她们讨论着最新的包包，讨论着周末的派对，讨论着哪个地级学长更帅。王芳被隔绝在他们的谈笑风生之外，像一座孤岛。这个时候，他们聊到了周婷的话题。你们听说了吗？周婷请了长假，好像是得了什么怪病。一个女生压低了声音，脸上是藏不住的兴奋。我听说了，我表姐在宿管处兼职，说她宿舍那几天半夜总传来抓闹的声音，跟疯了似的。孙蕊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不止呢，我听说她去看医生，医生也查不出是什么毛病，就说是过敏。但是哪有过敏能把头发大把掉光的？听说她现在头上跟狗啃过一样，一块一块的，还痒得不行，自己说是得了什么传染性皮肤病，谁都不敢靠近。天哪，真的假的？那她那个 C 级的男朋友早分了。孙蕊撇了撇嘴，人家一听她得了怪病，当天就把她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现在圈子里都在传，说周婷是不是在外面乱搞，得罪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这些话一字不落地钻进王芳的耳朵里，她的身体轻轻颤抖了一下，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冰冷的快感从脊椎升起。狗啃过一样，男朋友也分了，
比他想象中还要彻底。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屏幕亮起，他点开了聊天截图，那里有一段对话记录。A 任务完成，一只小倩。好的，我现在就转尾款给您。A 合作愉快。王芳盯着那4个字，手指在冰冷的屏幕上无意识地划过。如果你们知道 A 吗？女生们的谈话停了下来，几双眼睛同时看向他。孙蕊停下了补涂口红的动作。A 什么意思啊？新出的牌子？王芳摇了摇头，不是牌子，是一个人，一个可以解决所有麻烦的人。这句话让空气安静了片刻。解决麻烦？另一个女生重复了一遍。什么麻烦？能让教授不点名吗？她说完自己先笑了。王芳没有笑，她把手机举起展示给他们看，她的手有点发抖。周婷就解决了。那几个刚刚还在叽叽喳喳的女生瞬间安静了下来，她们看着王芳手里的手机屏幕，那上面是一张简单的聊天截图，黑色的背景，白色的对话框，内容简单到近乎粗暴，但任务完成这4个字和下面紧跟着的尾款支付组合在一起，却产生了一种令人心悸的魔力。周婷解决了。孙蕊的视线从手机屏幕移到王芳的脸上，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怀疑。你的意思是周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这个人干的？王芳默默地点了点头。就凭这个？孙蕊指了指那张截图，这什么都说明不了，随便2个人都能 P 出这种图。另一个女生也附和道，对啊，王芳，你别是被骗了吧？说不定周婷就是自己不小心染上什么病了。王芳知道他们不信，在启琼学院没有家世背景的人说的话总是很难让人相信，于是他将从头到尾的截图全都展示给了他们看，包括他一开始的讨价还价，还有他跟对方说的关于周婷的各种详细信息。你们看，王芳的声音不大，这是我一开始联系的时候他是怎么做到的？孙蕊压低了声音，前进女生宿舍，这不可能，宿管和监控还有安保，我不知道。王芳诚实地回答，我只负责提供信息和付钱。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300块，让一个平时耀武扬威的1级高年级生变成现在这副鬼样子，只需要300块。这个数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某个潘多拉魔盒。对他们来说，300块什么都不是，但他却能买到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孙蕊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凑近王芳，压低了声音，语气里带着一种全新的热切的情绪。这个什么委托都接吗？王芳看着孙蕊凑过来的脸，闻到了她身上昂贵的香水味。曾几何时，就是这张脸在这几天居高临下的无所谓的看着他，现在这张脸上却写满了他从未见过的热切。王芳没有立刻回答，他默默地收回了手机。这个动作让孙蕊的热情稍微冷却了一下，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我的意思是，孙蕊清了清嗓子，往后坐了一点，重新摆出那种慵懒的姿态，这听起来挺有意思的。是啊，旁边的女生也反应过来，连忙附和。如果真的有这么个人，那也太酷了吧。王芳的声音平稳了下来，其实此刻他胸腔里的心脏跳个不停。所以你们也想委托吗？孙蕊没有立刻回答是，他拿起桌上的小镜子理了理自己的刘海，谁的家里都有点麻烦吧，在启琼大家都不容易嘛。此话立马引起了其他女生的共鸣。是啊，我们1级目前就只能这样了。所以这个 A 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的话，他在哪接单啊？论坛怎么才能找到？我看着有点意思。王芳能感觉到自己握着的仿佛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聊天记录，曾经他是被俯视被无视的存在，现在这些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目光都带着探寻和热切聚焦在他身上。芳，孙蕊的声音放得更柔了，他甚至主动坐得离王芳更近了一些。我们以后就是一个圈子的姐妹了，有什么事当然要互相帮助嘛。另一个女生也立刻反应过来，搭腔道，是啊，你看我们下午正说要去新开的那家甜品店打卡，你也一起来吧，联系方式不能直接给你们，这是 A 的规矩。他临时编造了一条规矩。王芳看着孙蕊他们略显失望的表情，又补充了一句， A 只接受1对1的联络，不过我可以在论坛开一个匿名群组。匿名群组？孙蕊的眼睛亮了一下，他立刻理解了王芳的意思，一个只有他们知道入口由王芳掌控的通往那个神秘 A 的渠道，这样既安全又把主动权握在了手里。群组是匿名的，我会设置权限，只有我邀请的人才能进来，所有委托都通过我来转达给 A。 我没问题，这个主意不错。孙蕊第一个表态，他拿出手机，群名叫什么？我现在就搜。许愿池。王芳吐出3个字。几分钟后，启琼论坛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一个名为许愿池的匿名加密群组被创建，群主是王芳，群成员在短短30秒内从1变成了5。孙蕊和他的2个跟班都加入了进来，还有一个是之前没怎么说话的女生。上课铃声就在这时响了起来，打断了他们的热情。几人悻悻地坐回原位，王芳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上，他浑身都还有些发软，刚刚强撑起的气势终于彻底泄去，冷汗自额角流下，但他不能回头了，他也不能回头。另一边，课堂已经开始了。学术英语的老师是一个来自 C 国的外国人，金发碧眼，戴着眼镜，简单的用英语自我介绍后，他将一块自己带的小黑板摆在讲台前，用粉笔写下几个单词。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林岩的英语是完全是实用性的，
流利、通用，他甚至可以模仿一些不同地区的腔调与口音，这是他曾经在国际活动的基础。但是此时此刻，他明白这上面的每个单词，却搞不懂这句话的意思。这就是大学吗？小杀手神情恍惚，看不懂吗？这是很有名的哦，来自莎士比亚的14行诗，背景音是外教快速流利的介绍。少年笑着问他，少女摇了摇头。吴越指着第一句，简单的翻译，他说：“我能把你比作夏天吗？”然后指着第二句，又说：“不行，你比夏天还好看，还温柔。”林岩盯着那两句话，夏天不是季节吗？为什么会好看或温柔？这个问题，吴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问得很好。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你可以把夏天当成一个人，一个脾气火爆，动不动就让人流汗的人。他用笔尖点了点课本上的 temperate， 但你呢？你脾气比他好，所以你更温和。你长得也比他顺眼，所以你更可爱。林岩盯着那两行诗，又看了看吴越，他好像懂了，就是把东西当成人来形容。来，林岩同学，实践一下。吴越把一支笔塞到他手里，指了指教室窗外的一棵大树，形容一下它。林岩的视线转向窗外，那是一棵很普通的樟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他思考了几秒钟，然后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 ：That tree is like a security guard who has been standing for a long time, green and silent。那棵树像一个站了很久的保安，又绿又沉默。他把本子推给吴越看，吴越低头看着那行字，少年的肩膀开始轻微的抖动。最后，他终于没忍住，轻轻笑了一下。周围几个学生被他的动静惊动，投来疑惑的目光，又在接触到他抬起的眼神时，迅速收了回去。啊，你基础很好吗？吴越正要把本子推回去，他望着少女平静的眸子，倏地升起了某种心思。是这样的，比如我们来写你。他拿出自己的钢笔，一行行英文被书写在了纸张上。少年的字迹清秀又有利落的笔锋。Shall I compare it to a winter's day？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冬日呢？ Thou art more chilling and more starkly bright。 你却更凛冽，更刺眼明亮。Winter， 冬天。Chilling， 寒冷的。Starkly bright， 刺眼的明亮。这些词语在他过去的知识库里，通常与恶劣环境、任务失败的可能性以及需要更高热量消耗挂钩。它们不是好词。他抬起头看向吴越，凛冽和刺眼是在形容缺点吗？林岩问。吴越脸上的笑意加深了。你觉得呢？少年凑近了一些，压低了声音。你不觉得这比夏天那种黏糊糊的季节更像你吗？林岩思考了一下，他确实更喜欢凉爽的环境，有利于保持冷静的头脑。少女表示认可。吴越靠回椅背，看着他脸上那种原来如此的表情，正要开口，就见对方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开始写东西。少女抬头望着那块小黑板，于是写下 The blackboard is like a silent tombstone。 黑板像一块沉默的墓碑。他又盯着外教放在桌子上的粉笔，于是写下 The chalk is like a bone about to burn out。 粉笔像一根即将燃尽的骨头。林岩瞥了一眼旁边笑眯眯的少年，二人四目相对，于是写下 You are like the midday sun in summer。 你像夏日正午的太阳。吴越脸上的表情停顿了一下，像夏日正午的太阳。几秒钟后，少年像是终于理解了其中的逻辑，他凑过来，林岩同学，你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像什么吗？像在骂人。林岩的笔停住了，他抬起头，黑色的瞳孔里是纯粹的疑惑，他看着他，等待一个解释。吴越伸出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又晒又热，让人头晕，大家都不想靠近。他看着林岩的眼睛，所以这是在说我讨人厌。林岩思考了一下，但是你确实很亮。他回答。吴越顿了顿，过了一会，他才反应过来，真是奇怪。好吗？我亮，你亮。少年嘟囔着，垂眸望着那几个简单的单词 You are like the midday sun in summer。 不知为何，接下来整节课吴越都没有再来找他聊天说话了。他单手托着下巴，有一搭没一搭地转住笔，视线落在窗外那棵被林岩形容为保安的樟树上，不知道在想什么。林岩也没有听课，他在看着学期的课本，除了一些诗歌理解，大部分的内容他其实都看得懂。英语比数学简单多了。叮铃铃，下周我需要每个人都写一首14行诗，主题不限，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好了，下课。铃声响起，外教拿着包和他的小黑板离开了。学生们开始收拾东西，椅子摩擦地面的声音，书本合上的声音，小声交谈的声音，瞬间填满了整个空间。林岩把课本和笔记本放进背包，他拿出自己的手机，面无表情地给谢浩然发消息：冰鲜柠檬水，猫猫探头点 GIF。 手机屏幕亮着，几乎是秒回。谢浩然，估计要等一会。冰鲜柠檬水，好，冰鲜柠檬水，呲牙呲牙。你想吃什么？我请你。林岩现在自认已经济富足，全身4048.4，可以吃很多的牛肉面和拼好饭。谢浩然，我来请吧。谢浩然，待会去外面的餐馆，我带一个朋友。少女眨了眨眼，一旁另一个脑袋凑了过来，跟谁聊天呢？我看看。吴越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他伸长了脖子，视线直接落在林岩的手机屏幕上。林岩没有动，也没有收起手机。他的屏幕上，谢浩然的头像是 A 式的风景照，聊天背景也是默认的。谢浩然，林岩回答。哦，你的 F 级朋友。吴越拖长了语调，他收回脑袋，靠回椅背上。中午要跟他吃饭。他问。那我呢？少年指了指自己，巴巴地看着他。你的学习搭子，午饭怎么办？林岩思考了一下，你可以自己去吃。他还补充了一句，没钱的话，我可以借你。虽然他觉得不大可能，但按照一般的社交来说，展现自己的慷慨是很重要的。
吴越的表情出现了一瞬间的空白，随后他笑了，哈，林岩同学，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少年凑近了一些，一双含笑的眼睛看着他。不过我暂时还没到需要向我的学习搭子借钱的地步。他顿了顿，话锋一转，所以你中午就要抛弃我，跟别的男人去吃饭了？少女歪了歪头，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朋友啊？吴越拉长了音调，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开始收拾东西的学生，然后视线又落回林岩身上。我不是你的朋友吗？少年说着，用指尖轻轻点了点谢浩然发来的消息。他也会带他的朋友，你也带我过去吗？林岩看着吴越指尖点着的那行子，我带一个朋友。他又看了看吴越，他的逻辑是谢浩然带一个朋友，他也可以带一个。吴越跟他是朋友吗？小杀手回忆了一下，他雇佣他，给了他钱和小费，他也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和照顾，并且他们还在一起上课，应该是朋友吧。好，林岩答应了，他低头打字，冰鲜柠檬水，我也带一个朋友，玫瑰。这次微信上显示了很久的正在输入中。谢浩然，启琼学院外一家装修简洁的中餐厅，不同于旧城区的小巷面馆，这里窗明几净，木质的桌椅擦得光亮，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茶香和饭菜香气。当林岩和吴越推门进入时，谢浩然和另一位男生已经坐在了靠窗的4人位上。那个人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一截清瘦的手腕。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微卷，衬得皮肤很白，正低着头，用手指慢慢地摩挲着白瓷茶杯的边缘，姿态安静。顾一周，谢浩然坐在他对面，背脊挺得笔直，放在桌下的手无意识地交握在一起。他先看到了林岩，然后视线落在了他身后那个穿着白色卫衣，脸上挂着懒洋洋笑容的少年身上。怎么会是吴越？林岩走到桌边，没有立刻坐下，他的目光在4张空着的椅子和2个人之间扫过，一个位置在谢浩然身边，另一个在顾一周身边。少女最后拉开了谢浩然身边的椅子，他和谢浩然是朋友，坐在一起符合逻辑。吴越的目光则根本没有在谢浩然身上停留，他直接看向了顾一周，2个 S 级的视线在空中交汇了一瞬。顾一周抬起头，灰绿色的眸子里映出吴越的身影，他脸上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顾同学啊。吴越先开了口，他拉开林岩对面的椅子，也就是顾一周旁边的位置，坐了下来。真巧，陈同学，真没想到。顾一周点了下头，算是回应。他的视线在林岩身上停留了1秒，然后转向桌子中央的扫码点餐牌。还没点餐，看看想吃什么。桌上的气氛有些凝固，吴越笑着拿起手机扫码，另一只手的手指在桌上有一搭没一搭的敲着。林岩则在研究菜单上的图片。这里的中餐他几乎都没有吃过，少女之前接触的大多都是组织里的营养餐，只有谢浩然，他坐在那里像一尊即将被挤压碎裂的雕像。少年拿起桌上的茶壶，先给林岩面前空着的茶杯倒满了茶水，然后又依次给吴越和顾一周续上。茶水溅出几滴，落在他微颤的手背上。林岩感觉到身边的谢浩然有些僵硬，他看了一眼他的手，然后伸出自己的手指戳了戳他的胳膊。你冷吗？他问。他感觉他像是在发抖。不冷。谢浩然迅速收回了手，声音有点干涩。他拿起茶壶，又给自己的空杯倒满，动作比刚才稳了一些。吴越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嘴里念出几个菜名：松鼠桂鱼、蟹粉狮子头，再来一份佛跳墙。就这些吧，再加4碗米饭。他抬头看向服务员，补充了一句：佛跳墙要味上的。点完菜，吴越放下手机，他端起茶杯，目光状似无意地扫过顾一周和谢浩然。没想到顾同学跟谢浩然也认识，你们是一个院的。顾一周的视线从茶杯上抬起，望向谢浩然。不是，我和浩然同学最近在合作一个课题，关于古籍数字化修复的，就是我先前与陈同学你说过的啊，那个呀。少年眨了眨眼，随后笑了一声，他玩着手里的白瓷茶杯，语气却忽然冷了下来。我不是说过我对学生会的事情不感兴趣吗？餐桌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顾一周脸上的微笑没有丝毫变化。他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漂浮在水面上的茶叶，灰绿色的眼眸垂下，看着杯中漾开的涟漪。林岩看了看吴越，又看了看顾一周，没看懂。少女的视线于是落在了桌子中央那个空转盘上。饭还没来。吴越没有放过这个话题，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瞥了眼垂下脑袋的谢浩然。所以你就选这个家伙当挡箭牌，他有什么用？对面的男人抬起眼，语气温和的回答：每颗螺丝钉都有它的用处，不是吗？谢同学也有他自己的擅长之处。吴越笑了一下，哦，确实，毕竟是谢家的私生子。谢浩然的身体在那一瞬间彻底僵住，他低垂着头，额前的碎发遮住了眼睛。私生子是什么？林岩突然插话，他抬起头发问。少女最近在网上看了很多东西，她知道了什么是私生饭，却不知道什么是私生子。吴越挑了挑眉，换上了一副更有耐心的表情。哎呀，大概就是不走正门，从窗户爬进来的那种人。小杀手思考了一下这个比喻，他就经常爬人窗户。哦，少女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他又转头看向谢浩然，你也会爬窗？他问，语气是一种发现同类的点点惊讶。这一次是顾一周没忍住，发出了一声极轻的笑音。男人迅速用茶杯掩饰住，垂下眼，肩膀微微耸动。而始终僵硬着的谢浩然，身体在那一刻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猛地松弛下来。少年抬起头，隔着镜片，用一种极其复杂又无奈的眼神看着林岩。吴越看着这诡异的场景，最终叹了口气，朝顾一周伸出了手。好啦好啦，我当然加入。他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看来你准备得很到位嘛。
男人浅浅笑了一下，半起身与对方相握。那就合作愉快了，吴越同学。这场无形的交锋就这么奇怪的消失了。服务员正好在这时端着托盘走了过来。您好，您的菜来了。精致的白瓷盘被一一摆上桌，松鼠桂鱼昂着头，浇满了橙红色的酱汁，蟹粉狮子头卧在清澈的汤中，顶上点缀着蟹黄，四中小巧的佛跳墙盖子揭开，浓郁的香气伴着热气一起蒸腾而出。林岩的注意力立马被那些食物吸引了，他先看了一眼那条鱼，然后又看了一眼旁边的谢浩然。少年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没有动筷子的意思。林岩拿起桌上的公筷，夹起一块鱼腹上没有刺的肉，放进了谢浩然面前的碗里。这个没有刺。他说完，又给自己夹了一块。吴越脸上的笑意没有变化，他看着这一幕，林岩同学真会照顾人，我还不知道谢同学喜欢吃鱼呢。说完，他拿起另一只公勺，从那盘蟹粉狮子头上精准地舀起一整个圆润的狮子头，稳稳地放进林岩面前的碗里。这个也好吃，你尝尝。林岩看了一眼碗里那个比他拳头还大的肉丸，又看了一眼吴越，他没有多想，拿起自己的勺子，从狮子头上咬下一块，放进嘴里，肉质松软，汤汁鲜美，好吃。他评价道。餐桌上陷入了一种短暂的安静，只有餐具偶尔碰撞的轻响。谢浩然终于动了。少年拿起桌上的公筷，动作有些生涩，夹起一筷子翠绿的炒时蔬，放进了林岩的碗里，刚好放在那个巨大的狮子头旁边，补充维生素。他说完就垂下了头，开始小口的吃自己碗里的那块鱼肉。一顿饭在诡异的和谐与暗流涌动中吃完了，主要是林岩吃的很多，他把那碗巨大的蟹粉狮子头、谢浩然家的青菜，还有吴越后来又给他添的几样点心，都吃得干干净净。期间，吴越和顾一舟聊了一些林岩听不懂的话题，比如谢家最近怎么样，离家的安排怎么样。其中出现最多的名字是谢微雪。谢浩然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的喝汤，偶尔会给林岩的杯子里续上茶水，但每当那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他的眼神都会闪躲一下。终于，当桌上最后一道甜品桂花糖藕的盘子也空了的时候，吴越放下了筷子。少年用餐巾擦了擦嘴角，朝着不远处的服务员抬了抬下巴，买单。服务员立刻快步走了过来，手里拿着账单。先生，一共是3260元。吃饱的小杀手陷入思考，他居然吃了约莫3260元的菜，这些钱都可以续一周的保养套餐了。不过味道很好。另一边的谢浩然站了起来，他还没伸出手，吴越的手机就叮的一声支付完成了。吴越见到他那副紧绷的模样，轻轻笑了笑，仿佛刚刚指出对方是私生子的不是他。哎呀，谢少，就让我请你嘛，毕竟我们大家之后都要合作呢，不是吗？谢浩然抿紧了嘴唇，重新坐了回去。顾一舟从始至终都没有去看账单，他喝完了最后一口茶，然后将茶杯稳稳地放回桌上。吴越同学还是一如既往的客气。林岩看着他们，所以合作是什么？其余三人的视线以3种不同的方式都落在了他的身上。顾一舟语气如常，意思是在一些关于学生会换届和部分家族产业的事情上，我们会共享信息，统一行动。谢浩然的嘴唇蠕动了一下，吴越俯下身，背起自己的背包，随意的开口了，就是我们要支持谢浩然同学竞选下一届的学生会会长呀。下午的课是世界史纲要和政治思想导论，林岩一节都没听懂。他坐在吴越旁边，对方给他圈出了这2门课所有可能会考到的重点，让他死记硬背。回到宿舍已经是傍晚6点，雨还在下，天色阴沉。林岩站在窗边，看着外面被雨水冲刷得模模糊糊的校园，脑子里还在回想着中午餐桌上的对话。学生会会长谢浩然要去竞选这个职位，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洗完澡，头发还湿漉漉的，用毛巾包着。少女盘腿坐在冰凉的地面上，拿过自己的手机，点开了那个熟悉的校园论坛。穹顶之下，学生会会长职责。搜索结果的第一条是一个加精置顶的热帖，标题：粉色预警，微微小姐今日份下午茶穿搭美图合集，甜度超标。发帖人：微微公主的骑士。内容是9张高清照片，照片里一个蜜糖棕色长卷发的女孩坐在花园里，面前摆着精致的甜点，她穿着粉色的蕾丝连衣裙，对着镜头露出甜美的笑容。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回复：1L 沙发，公主殿下今天也美貌营业了。2L 这套裙子是香奈儿今年的高定吧，太配我们微微了。3L 想成为公主桌上的那块马卡龙，流口水。林岩面无表情地关掉帖子，修改了搜索词：学生会会长薪资待遇。搜索结果依旧。标题：盘点谢微雪副会长入学以来背过的30只爱马仕，持续更新中。发帖人：时尚达人 CC。内容是一张张的街拍图，每一张都用红圈圈出了女孩身上不同款式的昂贵手袋，旁边还附上了市场估价和购买难度分析。林岩继续修改学生会会长能力要求。标题：投票，你认为谢微雪副会长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发帖人：学生会外联部。选项 A： 无与伦比的亲和力 89%， 选项 B： 卓越的时尚品味 7%， 选项 C： 领导大家的能力 3%， 选项 D： 其他 1%。林岩看着屏幕陷入了沉思。根据现有情报分析，学生会会长这个职位好像不需要什么额外的技能，他的主要工作内容似乎是穿着漂亮的衣服，搭配昂贵的包，坐在花园里喝下午茶，然后接受很多人的拍照和称赞。竞争这个职位意味着要和照片里这个叫谢微雪的人比谁更会喝下午茶吗？这么一想，小杀手感觉谢浩然已经输掉了，他今天喝汤都一卡一卡的，更不要说喝茶。而谢微雪
看起来已经从业多年，经验丰富。林岩在房间里踱了2步，按理而言，作为朋友，他应该伸以援手。少女重新拿起手机，点开与谢浩然的聊天框，她看着对方那个风景照头像，开始在输入框里组织语言。冰鲜柠檬水，你确定要竞选学生会会长吗？手机很快震动了一下。谢浩然，怎么了？冰鲜柠檬水，我研究过了，冰鲜柠檬水成为学生会会长，你需要掌握2项核心技能。冰鲜柠檬水：1. 优雅的喝东西；2. 穿好看的衣服。冰鲜柠檬水，你做不到。这一次，屏幕顶端的对方正在输入中，持续了很长时间。谢浩然，谢浩然，猫咪爆头。谢浩然，你在说什么？林岩顺手把他的表情包收藏，接着他将自己刚刚在论坛上看到的帖子截图一张张的发了过去。冰鲜柠檬水截图1，谢微雪下午茶美图。冰鲜柠檬水截图2，谢微雪爱马仕盘点。冰鲜柠檬水截图3，谢微雪优点投票。冰鲜柠檬水根据网络公开数据，竞争对手谢微雪在上述2项核心技能中表现突出。冰鲜柠檬水，我建议你放弃竞选，或者从现在开始练习。冰鲜柠檬水，我可以为你购买一个与他同款的下午茶套餐，并监督你练习，直到你的动作符合标准。消息发送出去后，对面久久没有回复。林岩以为对方可能已经睡着了，便将手机放在一边，准备去专心擦头发。刚站起身，手机就震动起来，不是消息，是语音通话请求，来自谢浩然。林岩划开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电流的杂音，接着是少年有些失真却又带着明显无奈的声音：当学生会会长怎么会需要这种东西呢？你看到的那些只是表象，我姐姐她比较特殊，论坛上那些帖子不能作为参考。林岩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无意识地揪着包头发的毛巾。数据表明，他在学生群体中拥有很高的关注度和正面评价。少女列举出数据， 89% 的人认为他有亲和力。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总之，竞选学生会会长需要做的不是那些，那需要做什么？林岩问。这个问题似乎又让谢浩然沉默了。过了几秒，他的声音才再次响起，这次带上了一种不同的语气：我会自己处理好的，你不要管这种事。少年叫了他的名字：林岩，你要保护好自己。好的。少女干脆地挂断了电话，专心擦头发。既然谢浩然这么说，就听他的吧。约莫过了5分钟，将头发擦干，林岩考虑着接新的委托的事情。对于黎文轩，他目前好像还没有联系他的打算。作为目前接触到的最大老板，林岩的职业未来，他自认为与对方息息相关。按照网上的说法和对方的背景，他或许还可以混个体制内的铁饭碗。对待这种老板要有耐心，那么可以试着继续去论坛上接取委托。林岩记得自己这张银行卡的规律，当金额在200元左右，周庭的委托时是立马到账，但300元的印章委托就花了约莫1个下午的时间来提现。这次可以试试1000元需要多少时间，之后再一步步尝试更大的数额。标题：承接各类委托，高效保密。正文：业务范围：目标清除、信息收集、物品获取、障碍移除等。价格是难度而定。支付方式：1000元限定网络转账。联系方式：私信。1级女生宿舍楼307室。孙蕊正敷着一张昂贵的蕾丝面膜，靠在床上刷着手机。他的2个朋友也在旁边的椅子上小声地聊着天。听说了吗？艺术社那边那个地级的张雅玲，今年社团招新表演要压轴独奏呢。他不是去年才转专业的吗？基本功都不扎实，谁让人家有个在世交响乐团当首席的叔叔呢？乐器都是定制的，听说那把小提琴就值6位数。啧，这就是地级啊！我上次问我爸妈拿个这么多，他们都反反复复质问我。孙蕊的手指顿了一下，他也是艺术社的成员，主修钢琴。张雅玲他当然认识，他一直很讨厌对方那种故作清高的姿态，明明只是刚进社团，就因为等级的原因多了不少资源。而且艺术社下学期去海外交流演出的最后一个额外名额，很可能就在他和张雅玲之间产生。孙蕊点开王芳拉的那个许愿池群组，里面冷冷清清，只有下午那几个女生进来时发的大家好表情包。王芳那个胆小鬼，现在80%正把自己当成什么人物，等着他们去求他，通过他去联系那个所谓的那起步是把把柄送到了王芳手上。孙蕊撇了撇嘴，退出了群组，随手在穹顶之下的互助区翻了翻。他本来是想找个便宜的代步，帮他去排队买新出的限量版奶茶，然后那个帖子就跳进了他的视线。承接各类委托，高效保密。发帖人 A， 内容和王芳给他们看的截图里一模一样，只是价格那里多了一行，1000元限定网络转账。1000块能做什么呢？孙蕊眯了眯眼，又开始怀疑起王芳的说辞起来。就在此时，群组的消息动了，是王芳。许愿池群主全体成员，许愿池群主 A 发帖子了，有想法的找我私聊。孙蕊看着屏幕，手指在输入框上悬停，他没有回复，而是直接点开了 A 的头像，发去了私信。用户13745，在吗？ A 在。用户13745，想委托你解决一个人。与此同时，另一边看着终端屏幕上同时弹出的2条私信红点，林岩眨了眨眼。一只小倩，您这次给了金额限制，是要筛选委托吗？一只小倩，您需要什么类型的？小杀手思考了一下，
在先前，除了个别组织内部直接下达的委托，往日里的任务都是他们自主接取。对于有组织的专业人士而言，系统性挑选任务才是常态。显然，后面的信息更符合林岩习惯的业务流程。少女调出自己的课表，对比了一下，她要找个不满课的日子。A. 目标人物或事件在周一、周三、周五，其余细节再沟通。一只小倩，委托点 XLS。一只小倩，您对哪个感兴趣呢？林岩点开表格，虽然比起组织的任务安排减弱了不知多少，但有模有样，将每一个委托人要求的时间和任务目标的基本信息都提供了。对方有备而来，少女又再次瞥了眼一只小倩的 ID， 确认了这确实是上次那个跟她结结巴巴发消息的委托人。另一边，1级女生宿舍楼307室，孙蕊盯着自己发出的那条私信，她还静静地躺在对话框里，没有被回复。她刷新了一下，还是没反应。搞什么？装高手？孙蕊的眉毛不悦地蹙起，一个论坛上接单的还装上了。就在这时，许愿池群组的提示音响了。许愿池群主全体成员 A 上线了，我正在与他沟通档期，有需求的同学把整理好的信息发我，我统一提交。几秒后，王芳又发了一条，许愿池群主 A 回复了，他说周一、周三、周五可执行。孙蕊的表情僵在脸上，他再切回私信页面，他发给 A 的那条消息依然石沉大海。原来如此，这个 A 难道只通过王芳的渠道？孙蕊咬了咬下唇，他最讨厌这种被人拿捏的感觉，尤其对方还是王芳。但现在他没得选，他将早就编辑好的关于张雅玲的信息从备忘录里复制出来，发给了王芳。另一边，一只小倩，不好意思，有委托人补充了信息。一只小倩，委托点 XLS。林岩点开新表格，视线从上到下扫过。1号委托人 ID 用户13745，目标张雅玲，1级任务简述，使其无法参加本周五艺术社的独奏表演，方式不限，时限周五下午6点前。附加信息，目标每日下午2至5点在第3音乐教室练习，使用一把价值昂贵的小提琴。2号委托人 ID 用户55821，目标李浩，D级班长，任务简述，让其在周三的世界史纲要公开课上出丑，无法完成小组展示，时限周三上午10点。附加信息，目标的展示 PPT 存放在其个人终端，有3重密码，为人谨慎。3号委托人 ID 用户09277，目标体育部某干事，任务简述，获取其与校外某健身教练的不正当关系证据，时限本周内。附加信息，目标每周三、周五晚上会离开学校。他看着1号委托，目标一件物品，地点固定，时间明确，与人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低，变数少，这是最简单、最符合他技能偏好的任务类型。他切换回与王芳的对话框 ，1号消息发送出去，几乎是立刻，对面就有了回复。一只小倩，好的，我现在就通知委托人，合作愉快。后面还跟了一个兔子鞠躬的表情包。林岩关闭了对话框，然后看了一眼用户13745发来的那条在码，他没有回复。渠道的系统性是确保流程效率和信息安全的基础，不知为何，有个人愿意作为中间人，承担了信息筛选和整理的工作，这为他节省了时间。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个更高效的渠道，就没有必要再开设另一个。少女帖子删除以及处理掉私信后，关掉了论坛，结束了。1级女生宿舍，王芳的房间，她关闭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屏幕按下的瞬间，后台运行的几十个聊天窗口和数据表格一同消失，终于结束了。王芳靠在椅背上，身体有些发软，额头渗出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有点凉。幸好他提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也幸好 A 真的回复了他，并且接受了他建立的这个渠道。对方是看到他的诚意了吗？还是说对方只是单纯觉得这样更方便？王芳拿起手机，在许愿池群组里开始逐个回复那些焦急等待着的人。他的手指在屏幕上点选，动作比之前平稳不少。许愿池群主，你的委托 A 接受了，请把1000转给我。消息发出去不到3秒，孙蕊的私信就弹了出来。用户13745，真的假的？就1000？用户13745，还有为什么不让我直接联系？王芳看着那几句质问，手指悬停在屏幕上，他深吸一口气，打字回复。一只小倩 A 的规矩，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一只小倩，至于联络，这是为了保护委托人和 A 双方。如果你不接受，我可以帮你取消委托。看着后台立马转入的1000元，王芳的思维发散。A 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用脑子想想就知道，绝不可能是赚钱。以对方能够拿到学生会印章的能力，怎么可能会缺钱？就算真的缺钱，也不可能会在校园论坛上发委托，甚至是在他们这些低等级学生经常活动的板块发帖。这样的人物到底有什么目标呢？为什么愿意以这样低廉的价格为他们这些1级生做事？越深想，王芳越觉得这一切可怕至极。林岩背了一晚上的世界史就睡了。第二天上午10点，体育课极限飞盘。据谢浩然当时帮他选课时所说，这极限飞盘的老师只会在第1节和最后1节出现。启琼学院北区的操场很大，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林岩是第一个到的，他找了个最偏僻的位置，在草坪的边缘坐下，背靠着一棵树，开始发呆。他穿着最普通的衬衫，黑色的长裤，鞋子还是最近买的黑色运动鞋。阳光很好，但照不到他这里。
过了大概10分钟，另一个人影出现在了操场的入口，对方似乎也偏爱安静的角落，视线在空旷的操场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林岩所在的那棵树附近。他没有立刻靠近，而是在距离少女大概5米远的地方停下，也学着她的样子靠着树干坐了下来。两人之间隔着一段恰到好处、互不打扰的距离，沉默在他们之间蔓延，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林岩同学，顾一舟笑着开口了。林岩抬起头看向对方，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在男人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今天他穿了一件薄款的灰色运动衫，深绿色的头发用一条白色的发带束在脑后，露出了光洁的额头和清晰的下颌线。好巧啊，你会选这个课？他开口，声音很轻。少女点了点头，应了一声，我叫顾一舟。他又补充了一句，尽管他猜他已经知道了。林岩，他报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两人之间又恢复了沉默。林岩继续发呆，他看着操场另一端，几个穿着篮球服的男生正在打球，传来模糊的喊叫声和篮球拍击地面的声音。很远，像另一个世界。顾一舟也没有再说话，他从随身的布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速写本和一支炭笔，低着头，不知道在画些什么。笔尖在纸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和风声混在一起。时间就这样过着，你看起来和他们都不太一样。他的视线依然落在速写本上，没有抬头。哪里不一样？少女问。你很安静。顾一舟说，就算在人群里也像一个人呆着。他停顿了一下，抬起眼，灰绿色的眸子看向他。昨天中午你也是这样。午休快结束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涌入操场，他们三三两两的聚集在一起，聊着天，打闹着。C 级和 D 级的学生自然地占据了操场中央最开阔的位置， E 级的学生则分散在周边，没有人靠近林岩和顾一舟所在的这棵树下。一个是因为顾一舟这个 S 级的存在感太强，另一个是因为林岩的 F 级身份太碍眼。你和吴越同学也是朋友吗？顾一舟看似不经意地问，手里的笔没有停。是，林岩回答。他回忆了一下，补充道，他还是我的雇主，也是我的学习搭子。这个回答让顾一舟的笔尖停顿了一瞬。朋友、雇主、学习搭子，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显得有些奇怪。这样，男人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下去。那谢浩然同学呢？你们看起来是很好的朋友。是，林岩这次回答得很快。顾一舟语气如常，谢浩然同学确实是个很好的人，只是运气不太好。男人的视线从速写本上移开，望向操场上那些喧闹的学生。学生会会长的竞选对他来说会很困难，谢家那边，尤其是他的姐姐，不会轻易让他得偿所愿的。困难。林岩想起了昨天晚上谢浩然在电话里疲惫的声音，又想起了论坛上那个叫谢微雪的女孩被众人追捧的照片。喝下午茶和穿漂亮衣服，对谢浩然来说确实是困难的。他需要帮助吗？少女平静地问。你有办法帮助他？顾一舟转过头望着面无表情的他。我可以解决他的姐姐，价格可以商量，既然是朋友，可以打折。空气仿佛凝固了，风吹过，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盖过了操场远处传来的喧闹。顾一舟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看着他那双灰绿色的眼睛里，第一次没有了那种温和的疏离的薄雾，里面是很深的东西，像一口古井。解决，他重复着这个词，让他无法参加竞选。林岩认真的补充，即使往日里他只负责执行，但任务说明也看过不少，方式有很多种，可以让他生病，或者让他出意外，也可以制造丑闻，让他名誉受损，或者直接杀了他。气氛安静了一瞬，二人对视，顾一舟望着少女平静的面容，仿佛他刚刚什么都没说似的。原来这就是谢浩然的底气吗？林岩同学，他叫了他的名字，语气又恢复了平时的温和。我们暂时不需要这个。林岩眨了眨眼。好的，不过顾一舟话锋一转，我对你的能力很感兴趣，也许在别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合作。他拿出手机，调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加个好友吧，林岩同学。林岩拿出手机，他的头像是一幅油画的局部，灰暗的背景上，一只苍白的手握着一支枯萎的玫瑰。微信名叫 Yan。 上课了，都过来集合。操场中央，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吹响了哨子，他应该就是这门课的老师。学生们懒懒散散地聚拢过去。顾一舟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屑，走吧，林岩同学。林岩跟着他走了过去。老师简单讲了几句规则，然后宣布自由分组，3个人一组，练习传接盘。话音刚落，周围的学生立刻熟稔地找到了自己的同伴。 C 级找 C 级， D 级找 D 级。操场上很快就分成了泾渭分明的几个小圈子，只有3个人被剩了下来。林岩、顾一舟，还有一个看起来有些胖、神情怯懦的 E 级男生。 S 级和 F 级没有人敢主动靠近。那个 E 级男生在原地手足无措，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最后几乎要把头埋进胸口里。同学，我们一组吧。顾一舟笑着对对方开口。林岩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漆黑的眸子落在了他身上。E 级男生的身体僵住了，他几乎是立刻就认出了顾一舟。 S 级的艺术特长生，美术社的社长，在之前的开学典礼上作为新生代表上过台。至于另一个那个 F 级的女生，她也有些印象。这几天关于她和 S 级新生吴越走得很近的传闻已经在低年级里传开了，甚至有人说她是来自 Z 区的危险分子。现在这2个处在学院顶端和底端的人正看着他。好，那个我叫胡海。那个男生小声说，声音紧张的有些发抖。他的视线落在草地上，不敢与任何人对视。3人站成一个简单的3角阵型，操场上已经充满了各种传接飞盘的呼喊声，只有他们这一角格外安静。
胡海深吸一口气，用尽全力将飞盘朝着顾一舟的方向扔了出去。飞盘在空中划出一道歪歪扭扭的弧线，还没飞到一半就失去了力道，软绵绵的掉在了草地上，距离顾一舟还有一段距离。对不起，没事的，同学。顾一舟温和的笑了笑，他走过去，弯腰捡起飞盘，然后男人转过身，面对林岩，我扔了。他手腕一抖，动作轻巧，白色的飞盘平稳的旋转着，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直线，精准的飞向林岩。少女伸出双手，稳稳的接住了他，飞盘边缘带着旋转的力道，在他的掌心摩擦了一下。林岩看了一眼手里的飞盘，又看了一眼顾一舟，丢出去，很简单。然后他模仿着他刚才的动作，手腕发力，将飞盘扔了回去。顾一舟的眼睛微微睁大，他甚至没有旋转，而是笔直地像刀一样切开空气，像一颗白色的子弹。男人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才伸出手，啪一声脆响，飞盘重重地砸在他的手上，巨大的力道让他手腕一麻。胡海听到飞盘砸在顾一舟手上发出的那声闷响，脸都吓白了。他想道歉，却又觉得这事和自己没关系，一时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另一边，顾一舟稳住了身形，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被砸得有些发红的手背。你力气很大。他抬起头，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林岩点了下头，小杀手觉得这个运动很简单，就是一个目标投掷游戏。再来，顾一舟说。男人再次将飞盘扔向胡海，这一次对方紧张地接住了，然后又是一个软绵绵的抛线扔回来。顾一舟接住，然后毫不犹豫地将飞盘传给林岩。这一次他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但下一刻白色的飞盘呼啸而来，啪，又是一声闷响，如此往复。操场上他们这一组的画风与其他人截然不同，没有笑声，没有交谈，只有胡海一次次充满歉意的无力的投掷，和林岩与顾一舟之间一次次仿佛带着杀气的高速的传接。几分钟后，胡海捡飞盘跑得气喘吁吁，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顾学长，还有这位同学，你们是练过的吗？顾一舟的目光从自己越来越红的手背上移开，我没有，但他好像是。没有，林岩回答，他只是选择了最优的发力方式。胡海张了张嘴，脸上的表情更茫然了，都没练过能把飞盘扔出这种效果，那他这种练了也没用的人算什么？顾一舟再次将飞盘扔向林岩，这一次他用的力气比之前更大，时间就在这种沉默又诡异的传接中流逝，直到老师的哨声响起。好了，都过来，我们抽2个队打个简单的分组对抗赛，输的队伍下午负责把器材室打扫干净。学生们发出一阵哀嚎，但还是聚拢了过去。老师很快就指定了队伍，作为 S 级的顾一舟毫不意外的被选中了。巧合的是，和他们对抗的正是隔壁那组由3个D级学生组成的队伍。为首的男生李哲打量了一下顾一舟发红的手背，他的视线又在林岩没什么表情的脸上停了1秒，最后落在一旁快要缩成一团的胡海身上。一个 S 级，一个 F 级，一个凑数的1级，这组合怎么看都很奇怪，但李哲还是点了点头。那我们开始了，顾学长。比赛开始，李哲他们3人展现出了不错的水准，传接流畅，跑位积极。哨声吹响的第1分钟，他们就轻松地绕过了防守漏洞胡海，在得分区接盘拿下了第1分。好球，可以啊，李哲。胡海的脸涨得通红，他低着头小声的道歉，对不起，我没拦住。攻守交换，顾一舟拿到飞盘，他没有传给胡海，而是直接一个长传，飞盘越过大半个场地，精准的落向在得分区边缘等待的林岩。林岩跳起来稳稳接住，1比1平。李哲的表情严肃了些，他没想到这个 F 级的女生弹跳和反应速度这么好。比赛继续，李哲他们调整了策略，不再从胡海这边突破，而是2个人合作，试图夹击顾一舟。但顾一舟的站位很巧妙，总能找到空隙将飞盘传出去，可光靠他和林岩2个人终究是吃力的，大部分时间球权都在对方手里。很快比分变成了3比1，李哲他们又进了1球。这次得分的男生经过胡海身边时，还故意用肩膀撞了他一下，喂，胖子，你是来散步的吗？胡海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什么话都没说，把头埋得更低了。顾一舟看着这一幕，他走到林岩身边，林岩同学。林岩转头看他，男人语气温和，这次我们可以等待时机。少女平静地打断了他，我不是很会合作，但把飞盘丢给我就行。他补充了一句，能赢。顾一舟的视线在林岩脸上停顿了2秒，然后转向胡海，同学，尽量把飞盘给他。胡海愣愣地点了点头，他完全没搞懂对话的走向。比赛重新开始，对方发盘，飞盘像一只白色的鸟越过中场，飞向李哲的队友。顾一舟没有动，林岩动了。少女几乎在对方出手的瞬间就判断出了落点，几步助跑，林岩高高跃起，他的指尖在最高点精准地触碰到了飞盘的边缘，轻轻向下一拨，飞盘的飞行轨迹被瞬间改变，旋转着向地面落去。而几乎是同一时间，林岩落地，他的身体没有丝毫停顿，向前跨出一步，在飞盘即将触碰到草地的前一刻，单手将它捞起。操场上嘈杂的声音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静音键。李哲和他的队友们都停下了脚步，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少女没有给他们任何反应时间，她握着飞盘，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队友的位置，手臂向后一甩，飞盘脱手而出。这一次她没有旋转，像一把白色的利刃贴着草皮，笔直地射向对方的得分区，速度快到只留下一道残影。得分区内没有人，李哲下意识地喊了一声，拦住他，但来不及了。飞盘在空中飞行了近30米，
力道没有丝毫衰减，在越过的分线的瞬间，才因为与空气的摩擦而微微上扬。啪！飞盘撞在了得分区后方的铁丝护栏上，掉落在地。2-3，攻守交换，无人说话。短暂的死寂过后，是周围其他场地传来的不明所以的惊呼。我操！刚刚那是什么？飞盘能扔那么快？顾一舟浅浅地笑了一下，他走过去捡起地上的飞盘。胡海站在原地，张着嘴，像是灵魂出窍了。顾学长，他的声音有些干涩。我们相信林岩同学就好了。男人温和地回答。比赛继续。这一次，李哲的队伍变得异常谨慎。他们从胡海手里抢到盘后，不再轻易长传，而是通过短传慢慢向前推进。同时，李哲的一个队友几乎是贴身跟着林岩，试图用身体阻挡他的跑动路线。胡海跟着跑，紧张地看着这一切。此时，对方的传球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飞盘的高度略低了一些。就是这个瞬间，林岩冲了出去。那个负责防守他的地级男生只觉得身边一阵风刮过，还没来得及伸手，林岩已经越过了他。少女再次起跳，这一次她的动作更加舒展，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单手将那个传丢了的飞盘稳稳地截了下来。落地，转身，投掷，动作一气呵成。白色的飞盘再次呼啸着穿过球场，李哲不停地向着落点跑去。他在最后关头跃起，指尖甚至碰到了飞盘的边缘，但那股巨大的旋转力道将他的手弹开了，飞盘擦过他的指尖，飞进了得分区。3-3，平局。如果说第一次是巧合，是运气，那这第二次就是无法辩驳的实力。那个 F 级的女生拥有和她外表完全不符的怪物一样的运动能力。短暂的死寂之后，比赛继续。3-3，赛点，攻防交换，发球权回到李哲他们手上。李哲接过顾一舟递来的飞盘，手心有些出汗。他看了一眼自己的两个队友，他们脸上的表情如出一辙，紧张，还有被碾压后的不可置信。再也没有人敢用言语挑衅。那个负责防守林岩的地级男生甚至不敢靠他太近，只是在他周围几米远的地方游移。哨声响起，李哲深吸一口气，将飞盘传给了侧面的队友。这是一个安全保守的短传，队友接住了，立刻又传了回来。他们开始用这种方式一点一点的消耗时间，试图慢慢向前推进。操场上，其他结束了比赛的学生都围了过来，看着这片场地上诡异的对峙。所有人的视线都有意无意的聚焦在那个 F 级女生身上。她简单的在草地上慢跑着，没有多余的动作，却像一个黑洞吸走了所有的关注。对方传了5-6次球，终于推进到了中场。李哲看着不远处的得分区，咬了咬牙，他决定冒一次险。他朝着得分区的方向用力将飞盘掷出，目标是早已等在那里的队友。飞盘在空中划出一道高高的弧线，那是一记几乎完美的传球，高度和弧度都计算得很好。就在飞盘即将越过最高点开始下落的瞬间，两道身影同时从草地上弹起。林岩动了，顾一舟也动了，他们的目标是同一个，飞盘的落点。砰！一声闷响，在周围人下意识的惊呼声中，顾一舟只觉得自己的胸口撞上了一个异常坚实却又带着一丝柔软的障碍物，巨大的冲力让他瞬间失去了平衡，视野天旋地转。他下意识闭上眼，不对，预想中的疼痛没有传来，一只手环住了他的腰，带着稳定的力量将他下坠的势头稳住。接着他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中，是林岩近在咫尺的脸，那对漆黑的眸子里没有他，只有那片被草地和天空分割开的世界。少女的另一只手猛地伸出，在身体与他相撞的混乱中，手臂甚至没有一点颤抖，就这样将飞盘稳稳地攥在了手里。然后他的手腕猛地一抖，没有助跑，没有蓄力，只是纯粹的腕力。白色的飞盘脱手而出，旋转着飞向了分区。下一秒，两人重重地摔在草地上，顾一舟压在了林岩的身上，他往下靠，自然地成了他的人肉缓充电。操场上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看着那只飞盘，它在空中划过一道平稳的弧线，啪嗒一声轻响，精准地落在了得分区内。4-3，比赛结束。操场上风吹过，卷起几片草屑。我操！人群中有人爆出了一声粗口，像是烧开水的水壶终于发出了尖叫。天哪，那个姿势是认真的吗？刚刚那是什么？电影特效吗？他是怎么做到的？能捞个人还能把飞盘扔出去这么远？那个 F 级有这种爆发力，可以去体育社团了。人群的欢呼仿佛淡去，草地的微扬，风的轻拂，一切都褪成了模糊的背景。世界被压缩到只剩下他与身下少女之间那几厘米的距离。顾一舟看见他左眼下方的那颗泪痣，看见他长长的睫毛，看见他因为刚才的撞击而微微泛红的脸颊，和那双映不出他身影的漆黑的瞳孔。心脏在胸腔里撞击着，一声又一声，沉重而清晰，盖过了所有的声音。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像电流一样从身体接触的地方窜遍全身。顾一舟的大脑一片空白，这是什么？礼仪、策略、伪装，他从小被教导的东西，仿佛全部分崩离析。对不起，你还好吗？男人急忙撑起身体，动作因为慌乱而显得有些笨拙。他站起来后，耳畔处的粉红已经蔓延到了脸颊。顾一舟不得不半转过身，抬手掩住自己的脸。林岩也坐了起来，他点点头表示自己没事。少女拍了拍自己衣服上沾到的草屑，检查起自己的衣服。过了会，小杀手很满意衬衫的质量，如果穿的是19.93件的，估计会破。胡海站在一旁，张大了嘴，他看看林岩，又看看顾一舟，最后看看地上的飞盘，整个人像卡带的机器。李哲他们都围了过来。顾学长，你没事吧？李哲的声音带着后怕，他的视线在顾一舟泛红的脸
和面无表情的林岩之间来回移动。顾一舟摇了摇头，没事。他没有看林岩，而是转向李哲。你们输了。李哲的脸垮了下来。是的，学长。体育老师的哨声再次响起，他大步走了过来，脸上是压抑不住的兴奋。林岩是吧？刚才那一球怎么扔的？他看着林岩，像在看着什么稀世珍宝，用力扔出去。少女的注意力从衣角移开，抬头回答。老师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他拍了拍林岩的肩膀。总之，比赛结束。李哲，你们队器材室知道该做什么吧？李哲和他的2个队友点了点头，转身朝着器材室的方向走去。人群也渐渐散开，讨论声不绝于耳，大部分都围绕着 F 级怪物那一摔这些关键词。操场上很快又恢复了空旷，只剩下3人还站在原地。胡海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还是小声的开口：“那个，我先走了。”说完，他就抱着自己的东西飞快的跑掉了。原地只剩下林岩和顾一舟。风吹过，气氛有些安静。顾一舟慢慢放下了捂着脸的手，脸上的红色褪去了一些，他看起来恢复了平时的镇定。他们要去打扫器材室了，我们赢了。林岩点头，他抬头看他，2人四目相对。男人开口：“你的膝盖好像擦破了。”林岩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子，黑色的运动裤膝盖处确实沾上了点泥土，布料被磨得有些粗糙，但没有破。他拍了拍上面的草线，没有。得到否定的回答，顾一舟的身体才像是放松了一点，他的脸上又挂上了那种温和的、恰到好处的微笑。那就好。林岩眨了眨眼，他好像有些奇怪。少女观察了一下对方，那张精致的脸上红晕还未完全消散，特别是耳廓的位置依旧是浅粉色。难道被自己弄伤了吗？但他刚刚已经尽可能的替他抵挡冲击了。小杀手思考过后，干脆的开口了：“我没钱赔给你。”顾一舟愣了一下，才理解了这句话里的逻辑。他低低的笑了一声，用手背抵住自己的嘴唇，肩膀微微颤动。我不需要赔偿的。林岩看着他，他不理解他为什么笑。他的衣服可能磨损了，他的脸看起来很红。你看起来不舒服。少女说。他放下手，脸上那抹未来得及完全褪去的薄红又加深了几分。是吗？男人移开视线，望向操场远处空无一人的看台。大概是太阳有点晒吧。林岩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因为接近正午，确实有些热。到饭点了。于是少女点点头后，就不再跟顾一舟沟通，小跑到一旁的树荫下盯着手机。冰鲜柠檬水，猫猫探头点 GIF， 手机屏幕亮着，几乎是秒回。谢浩然，猫猫拍头点 JPG。谢浩然，想吃什么？林岩的手指在屏幕上点了点。冰鲜柠檬水，牛肉面。他抱着手机，安静的等待回复。树荫外，阳光明晃晃的，操场上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三三两两的身影朝着食堂或宿舍的方向走去。顾一舟还站在原地没有动，他的视线落在那个蹲在树荫里的背影上。少女的姿态很放松，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刚才发生的一切对她而言，仿佛只是一场普通的运动，不值得留下任何情绪。手机又震动了一下。谢浩然，今天不去就成区了。第2食堂2楼，可以吗？我要之后去一趟图书馆。谢浩然，2食堂的牛肉面也不错，我请你。第2食堂和第4食堂不一样，是一级生常在的地方。林岩在脑海里的地图上找到了那个位置，距离这里不算远。他回复：冰鲜柠檬水。好。收起手机，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一转身就对上了顾一舟的视线。他还站在那里，像一棵安静的树。到午饭时间了。顾一舟开口，语气温和。林岩点头：是的，我要去第2食堂。男人眨了眨眼，很巧，我也正打算去那边。林岩点了点头，没有对此发表任何意见，转身朝着第2食堂的方向走去。顾一舟迈开长腿，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侧，两人之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林岩，他突然开口。林是林子的林，岩是那个岩。是。男人偏过头，念起来有点像无名，他像在自言自语。林岩看对方，黑色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顾一舟笑了笑，一个有点奇怪的说法，指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厉害人物，不过很适合林岩同学。少女哦了一声，收回视线，继续往前走。这个话题就此结束。顾一舟好似不经意地问，刚刚林岩同学是在跟谁发消息呢？是一起吃饭的朋友吗？和朋友。是谢浩然。是。男人没有再就这个问题说什么，而是转而道，这样啊，有些冒昧，不过我可以问一下吗？少女眨了眨眼。林岩同学和谢浩然同学有在一起吗？毕竟在合作前，谢浩然反反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甚至给出要求让他不要接触他。顾一舟自然是答应了，一个随时会粉身碎骨的挡箭牌的小小提议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之后探查了林岩的身份，得知对方来自 Z 区，顾一舟就自然而然的将对方视为谢浩然的底牌了。至于现在，他也没有故意接触他，不是吗？只是恰好在同一堂课，又恰好顺路去食堂罢了。林岩停下脚步，少女望了望四周，然后给出答案。他不在这里。顾一舟愣了一才反应过来，他真的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了他的问题。他压抑着笑意，声音有些模糊。是这样，是我问的不对，不过也知道答案了。第2食堂比旧城区的面馆要大得多，也嘈杂得多。这里比林岩去过的第4食堂要大一些，更加热闹，来往的大多是D级和1级的学生。一进门，林岩就看到了坐在2楼窗边的谢浩然，他已经站好了位置，面前摆着一杯水，
正低头看着手机，他直接走了过去，顾一舟跟在后面。少年听到脚步声，抬起头，在看到林岩时，他的嘴角刚刚浮现出一丝笑意，但在看到他身后那个身影时，那丝笑意瞬间就凝固了。谢浩然的身体下意识的绷紧，放在桌上的手也收了回去。你们，我和林岩同学上了同一节体育课，正好顺路。顾一舟笑着解释，他很自然地拉开了谢浩然对面的椅子，示意林岩坐下，然后他自己坐在了林岩的旁边，形成了一个奇特的三角座位。林岩坐下后，拿出手机看了一眼，然后抬头问谢浩然：“我去买饭，我跟你一起去。”谢浩然立刻站了起来：“你想吃哪家的？1楼还是2楼？”顾一舟也站了起来，语气温和：“我正好也饿了，一起吧。”食堂的点餐窗口前排着队，谢浩然熟练地带着林岩走到了最里面的那个牛肉面窗口，2碗牛肉面，1碗多加肉加卤蛋。他对窗口里的师傅说，然后指了指林岩，他那碗。林岩站在他旁边，视线越过人群，看向菜单上的其他东西，比如麻辣香锅、铁板烧、石锅饭，这些东西他都没吃过，他们看起来都很好吃。那些你想吃的话，下次我们可以来尝尝。谢浩然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他好像总是能知道他在想什么。林岩摇了摇头，这里的东西都太贵了，就连刚刚的牛肉面都要54块。顾一舟排在他们身后，没有点餐，只是安静地看着。等谢浩然付完款，他才拿出自己的手机，在另一个窗口扫码点了一份最简单的套餐。3人端着餐盘回到了座位上。林岩的面前是那碗堆着肉山和卤蛋的牛肉面，谢浩然的面前是一碗只有几片肉的普通牛肉面，顾一舟的面前则是一份简单的套餐，1荤1素配1碗米饭。少女的手机震动了一下，紧，吃午饭吗？紧。小狗冲出点 JPG。 林岩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只从门框后冲出来的动画小狗动图，没什么表情的把它也收藏了。冰鲜柠檬水，在吃饭。紧，哪里啊？冰鲜柠檬水，第2食堂2楼。5分钟后，一个1级的女生端着餐盘路过，她和同伴小声的聊着天，视线不经意的扫过窗边，她的脚步顿住了。你看，她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同伴，同伴顺着她的目光望去，也愣住了。窗边的那张4人桌坐了3个人，不对，是4个人。第4个刚刚走来，拉开了椅子，2个是 F 级的，这点毫无疑问。谢浩然那张常年在论坛名人录上挂着的脸，和他旁边那个最近声名鹊起的来自 C 区的黑发女生林岩，他们就像灰色的背景板，出现在这里很正常。另外2个则完全不正常，一个是顾一舟，艺术学院的 S 级特招生， C 区顾家的继承人，他今天穿的甚至不像个 S 级，只是一件普通的灰色运动衫，但那张脸那种气质骗不了人。另一个是吴越，刚入学就轰动全院的新 S 级 B 区陈氏集团的公子哥，他今天穿的也很随意，但手腕上那块表认识的人都知道。而现在 S 级和 F 级坐在一张桌子上， F 级的谢浩然低着头， F 级的林岩面无表情的吃着面， S 级的顾一舟慢条斯理的吃着简单的套餐，而刚刚坐下的 S 级吴越正笑嘻嘻的对3人说话。你们有想喝的吗？林岩思考了一下，他现在其实有些想喝柠檬水，但刚刚顺便在手机里看了一下拼好饭，没有刷出1.9一杯的。于是少女摇了摇头，哎，真的假的？那你俩呢？吴越的视线转向谢浩然和顾一舟，少年的身体很僵硬，不用了，谢谢。顾一舟则抬起眼，他指了指自己身侧的玻璃杯，我喝这个就够了。吴越摊了摊手，真没劲，你们都不喝，那我一个人喝多没意思。谢浩然低着头，沉默地挑着自己碗里的面。林岩的面已经吃了一半了，注意到那颗卤蛋，他拿起筷子将其放进了谢浩然的碗里。我最近不能吃太多鸡蛋，他平静地解释，这是他在某个健康 APP 上看到的文章，说一周最好不要超过7个鸡蛋。他仔细数过，这周已经吃了6个了。之前他的饮食都是有人严格安排的，现在失业了，也要自己搭配均衡才好。谢浩然愣了一下，他看着自己碗里那颗圆滚滚的卤蛋，又看了看林岩。一旁的少年放下了筷子，他看着这一幕，语气顿时可怜起来。林岩同学，光给他加，不给我加。林岩的视线移到了吴越身上，只有1颗蛋已经给他了。吴越撑着下巴看他，正要说些什么，就听到前方的顾一舟放下手机，温和的开口，吴越同学，我帮你点了1颗白煮蛋，我加了配送服务，马上就到了。吴越呵呵笑了几声，啊，真是谢谢顾同学了。很快，一个阿姨端着一个小碟子走了过来，上面放着1颗还冒着热气的白煮蛋。吴越接过来，手指捏着那颗蛋，在桌沿上轻轻敲了敲，清脆的破裂声。少年慢条斯理地剥着蛋壳，白色的蛋壳碎片落入面前的空碟子里，一个光滑完整的蛋出现在他手中，但他没有吃。本来这次温馨的午饭是可以和平的到达尾声的，在他们就这样闲聊时，一个端着餐盘的男生从邻桌站起，朝着餐具回收处的方向走去。他路过林岩他们这桌时，脚步顿了一下，身体像是被什么绊倒，猛地向前倾倒，餐盘上的汤碗飞了出去，哗啦，滚烫的味增汤一滴不剩，全都泼在了谢浩然的手臂和衬衫上。嘶！谢浩然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呼，猛地站了起来，他的左边袖子湿透了，紧贴着皮肤，热气蒸腾，手臂上迅速泛起了一片吓人的红色。林岩放下了筷子，他迅速站起身，抽了几张桌上的餐巾纸，伸手去擦谢浩然手臂上的汤渍。谢浩然的身体因为疼痛而微微颤抖，他躲了一下，但没有躲开。我没事，少年低声说。吴越靠在椅背上，环抱着双臂，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顾一舟则皱起了眉，
他放下筷子，拿起了自己的手机。啊，是谢学长，不好意思啊。那个地级男生站起来，瞥了谢浩然一眼，毫无诚意的哈哈笑了一下。林岩盯着谢浩然手臂上的伤口，起了一点泡，但不是特别严重。附近有医务室，他对谢浩然说：“我带你去。”那个地级男生又把目光转向了桌上的2位 S 级。哎呀，这 F 级的谢同学也太金贵了，泼点汤就这么大反应。他笑着，目光在吴越和顾一舟之间游移。陈少、顾少，你们说是不是？周围的视线都若有若无的聚集过来，整个2楼的空气都安静了些许。吴越将那颗包好了的白煮蛋放在林岩位置的空碟子里，然后他才懒洋洋的抬起眼看向对方。少年笑着开口：“你长了张嘴就是为了说这种话的？”那个地级男生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没想到吴越会直接开口，而且语气这么不客气。男生的视线在吴越那张带笑的脸上转了一圈，又看了看旁边沉默不语的顾一舟，最终还是把矛头对准了最软的柿子。哎呀，陈少教训的是：“谢同学，你没事吧？你看你这手都红成这样了。”他装模作样的往前凑了凑，少女伸手拦在了他和谢浩然之间。他的动作很简单，只是伸出一条手臂，掌心向上，一个清晰的停止手势。男生的脚步顿住了，他看着眼前这个面无表情的 F 级女生，嗤笑一声：“怎么想替她出头？你算个什么东西？”林岩没有说话，他抬眸平静地望着对方。那个地级男生的脸上还挂着挑衅的笑，但那笑意在对上那对眸子时，像是被冰冻住了。那是一片虚无的、令人心悸的平静。他感觉自己不是在被一个人注视，而是在被一个镜头、一个冰冷的非人物体锁定。时间仿佛被拉长，1秒、2秒，男生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的桌角，发出一声闷响。这是什么？那边是怎么回事啊？有人不是应该好好去角落里待着吗？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蜜糖棕色长卷发的女人正款步走来。她穿着一身粉色的吊带裙，妆容精致的像橱窗里的娃娃，在其身后还跟着2、3个同样打扮时髦的女生，众星捧月般将她簇拥在中央。对方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了谢浩然身上，那双漂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厌恶。那个泼汤的地级男生看到他，像是找到了主心骨，立刻挺直了腰板。微雪学姐，我就是看不惯有些人明明是个 F 级，还来食堂这种地方碍眼。谢微雪掩着嘴，发出一声轻笑。哎呀，这不是我那个见不得光的弟弟吗？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像条被开水烫了的流浪狗？在收到谢浩然来到食堂消息的那一瞬，谢微雪就在群聊里叫人去找对方麻烦了。真是的，不是早就约法3章好了，他只会自己一个人找个阴暗的角落待一辈子吗？怎么还敢来第2食堂露脸的？难道他是知道自己想让他在启琼留级一辈子了？谢微雪身后的一个女生跟着笑了起来。微雪，别这么说嘛，狗都比他干净。微雪学姐说的没错。那个泼汤的地级男生很快回过神，开口继续奉承。我看有些人就该被拴起来，免得出来乱跑，污了大家的眼睛。周围的学生发出一阵压抑的低笑声。这是谁身上的香水味啊？吴越的声音懒洋洋地响了起来，一股廉价甜腻的味道，闻起来像是刚从3无糖果工厂里逃出来。他顿了一下，呛得人头疼。谢微雪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她的品味和家世，被人这么一说，她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女人一下认出了吴越，她往前走了一步，高傲地抬着下巴。B 区来的都这么没教养吗？哎呀，A 市的谢学姐当然比我有教养的多。少年瞥了一眼那位泼汤的男生，视线又落在了谢微雪身上。他笑着，就是有些没管好自己家的狗，在食堂都到处咬人，有些吓人。这句话彻底点燃了谢微雪的怒火。不过是个 B 区来的暴发户，不仅跟谢浩然在一起，和谢家公然作对，还敢这么跟他说话。他环顾四周，视线落在旁边一桌人刚喝完的水杯上。女人走过去，端起那杯剩下的半杯冰水，快步走回。没有人阻止他，所有人都在看戏。在谢微雪举起杯子，手腕即将倾斜的那一刻，一只手从侧面伸出，稳稳地握住了她的手腕。是林岩。少女的动作不快，却十分精确。她的手指搭在谢微雪的手腕上，让对方的手腕无法再移动分毫。杯中的冰块撞击着杯壁，发出清脆的响声，水面晃动，但没有一滴溅出。谢微雪愣住了，女人低头看着那只握住自己的手，然后她抬起头，对上了一双漆黑的、毫无情绪的眼睛。你……谢微雪试图将手抽回来，但那只手像铁钳一样纹丝不动。林岩没有看他，他的视线落在那个玻璃杯上，接着松开手，接过杯子。然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林岩走到旁边一盆绿植前，将杯子里剩下的水连同冰块一起倒进了花盆里，水渗入干涸的土壤。少女做完这一切，将空杯子放回了她原来的桌子上。整个过程安静流畅，谢微雪的手腕还停在半空中，脸上的表情从愤怒转为不可思议。她被一个 F 级当着所有人的面，像教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缴械了。就在这时，另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了：“微雪同学。”顾一舟站了起来，作为学生会的副会长，你的形象很重要，刚才的行为不太得体。那双漂亮的眼睛转向了顾一舟。顾同学，谢微雪说，你也要掺和进来吗？他身后的学生们交换了一个眼神。顾一舟在学院里是出了名的不问世事，今天是怎么了？谢微雪同学，这不叫掺和。男人语气温和，我只是不想因一场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小意外，破坏了同学们的用餐心情和环境。你身为学生会副会长，应该比我更懂这个道理吧？吴越在这时又补了一句，哇，谢微雪学姐这么关心食堂秩序吗？真是辛苦你了。
谢副会长，原来你突然出现在这里是为了维护秩序的。那句谢副会长被他咬得格外清晰。谢微雪来这里当然不是为了维护秩序，他来这里是为了好好羞辱那个废物一番的。为什么吴越和顾一舟会和他待在一起？还有那个古怪的 S 级，所以你们3个是一起的？他质问。吴越笑了一下，谢学姐，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啊，在一起吃个饭而已。你几人的话语仍然在继续。谢浩然僵硬地站在原地，作为一个沉默的背景。他手臂上的红肿越来越明显，细看之下已经起了几个透明的小水泡。小杀手和他一起恪尽职守地当着背景板，一边盯着少年手臂上的伤。虽然网上的社交指南上有写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最好不要打扰，但他的伤要尽快处理。少女思考片刻，动了。他拉过谢浩然没有受伤的右臂，绕过桌子，朝着楼梯口的方向走去，动作很稳，没有丝毫犹豫，无视了这场由 S 级主导的闹剧，无视了谢微雪的脸色，也无视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窃窃私语像潮水般涌来，又被他稳定的背影隔绝在外，所有的一切都被他们抛之脑后。谢浩然瞪大了眼，他下意识地跟着他的步伐，穿过一张张餐桌，走向楼梯口。在2人身后，谢微雪的脸色涨红，真是丢脸丢到家了。果然母亲说的没错，这个废物就是扫把星。哎呀，这就把我丢下了呀！吴越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响起，他才像是想起了什么，对着那个地级男生挥了挥手。戏都演完了，这位同学，你不去送你的主角吗？那个地级男生站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谢微雪猛地转过头，盯着吴越。吴越，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妈妈要是知道你今天这么对我说话，你们陈家在 A 市的新项目就别想再拿到一块地。吴越差点就忍不住笑出声了，搞得好像他不说，陈家就能从这些看不起外来者的老钱手上拿到 A 市的项目一样。这个谢家的大小姐真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少年从椅子上站起身，拿起自己的背包甩在肩上。好，我等着。吴越转身朝着楼梯口走去，路过餐桌时顺手拿走了那个0年没来得及吃的白水蛋。看来今天这顿饭是吃不完了。顾一舟看向气急败坏的谢微雪，语气温和，谢微雪同学，我很期待你在竞选时期的表现。说完他也转身离开了。整个食堂2楼陷入了寂静之中。几分钟后，谢微雪猛地转身，高跟鞋在地板上踩出用力的声响，带着他的跟班们快步离开。那个地级男生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看着满地的狼藉和周围人投来的混杂着幸灾乐祸与怜悯的目光。他知道自己完了。启琼学院的医务室里很安静，只有消毒水和药品的味道。此时是午饭时间，校医不在，在桌子上有留号码。林岩拉着谢浩然径直走到一间空着的处理室，让他坐在椅子上。少年低着头，一言不发。林岩转身，熟练地在旁边的药柜里翻找，生理盐水、棉签、烧伤膏、无菌纱布、医用胶带。他将东西一一摆在托盘上，端了回来。小杀手拉过一张椅子，坐在谢浩然对面，然后拿起医用剪刀，准备剪开他湿透的袖子。会有点疼，他说。谢浩然抬起头看着他，少女的脸离他很近，他能看清她垂下的睫毛和那颗泪痣。我自己来。林岩看了他一眼，把剪刀对给了他。谢浩然接过剪刀，用没有受伤的右手一点一点小心地剪开自己左臂的袖管。布料被剪开，露出底下更多的红肿，好几个地方已经起了亮晶晶的水泡。林岩等他剪完，就拿过了托盘。他拧开生理盐水的瓶盖，用棉签沾湿，开始清理他伤口周围的皮肤。少女的动作很轻很稳，像是在处理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谢浩然的身体紧绷着，他能感觉到棉签划过皮肤时带来的冰凉又刺痛的感觉，但他没有动，只是看着他。清理完伤口，林岩又拧开烧伤膏，用棉签挑出一点透明的药膏，均匀地涂抹在烫伤处。药膏带着凉意，缓解了一部分灼痛感。最后，他用无菌纱布轻轻盖住伤口，再用医用胶带固定好。做完这一切，少女把用过的棉签和废料都扔进了旁边的医疗垃圾桶里。好了，谢浩然活动了一下自己被包扎好的手臂，动作有些僵硬。你好像很熟悉这些。他开口，学过。这个回答终结了对话。林岩站起身，开始收拾托盘上的东西，把它们放回原处。谢浩然坐在椅子上，看着对方的背影。对不起。他将东西归位，动作不带一丝声响。为什么？少年抬起眼，嘴唇动了动。对不起，让你看到这些。对不起，把你拉进我的麻烦里。对不起，我这么没用，是我的问题。他最后只说了这一句，声音很低。林岩眨了眨眼，他将所有医疗用品归位，把垃圾扔掉，然后拿起自己的背包，走吧。医务室里恢复了原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剩下空气中还未散尽的消毒水味。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出医务室。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教学楼前的广场上空无一人，之前的喧闹好像一场幻觉。你饿吗？谢浩然突然开口。林岩停下脚步，回头看他。还好，虽然那碗面他只吃了一半。比起这个，少女想起了别的什么。我要去一趟艺术社。谢浩然脱口而出。是去做什么？问完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些奇怪，就补充了一句，你下午应该还有课。我下午3点有课。林岩回答，现在才1点半，时间足够。你不是艺术生，去那里做什么？解决一个问题。解决问题？是有人找你麻烦吗？他问。林岩摇了摇头，我找别人。这句话让谢浩然彻底沉默了。他看着少女平静无波的脸，脑海里瞬间闪过小巷里倒了一地的混混，以及杂物间里被捆起来的一级学生。我和你一起去。少年干巴巴地说。林岩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多一个人，多一个目击者，但他是朋友，问题不大。
两人并肩朝着艺术学院的方向走去。谢浩然刻意走在左边，让自己的伤臂处在外侧，避免被人碰到。林岩则走在他右侧，脚步不紧不慢。艺术学院区位于校园的西北角，由几栋风格各异的建筑组成，与主教学区的严肃规整截然不同。第3音乐教室就在其中一栋红砖小楼的3楼。午后的阳光穿过高大的梧桐树，在地面上投下摇晃的光斑。楼里很安静，偶尔能从紧闭的门后听到断断续续的乐声。他们来到3楼，走廊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墙上挂着历届优秀学生的表演照片。林岩的脚步停在了一间教室门口的公告栏前，那上面有一块电子屏幕，是教室使用排班表。少女的视线扫过走廊尽头的监控摄像头，又在走廊中段的室内消防栓上停顿了2秒。她的目光最后回到那张排班表上，仔细地寻找着张雅玲这个名字。第3音乐教室，周1、周2、周3、周4、周5下午2点至5点，信息和委托人给的一致。林岩的目光从排班表移开，落在了教室那扇厚重的隔音门上。门锁是普通的机械锁。信息收集完毕了，现在是下午1点50分，距离张雅玲2点的练习时间还有10分钟。正当林岩准备转身离开时，他和谢浩然就正面撞上了一位女生。对方穿着一条优雅的淡蓝色连衣裙，怀里抱着一个看起来就很贵的小提琴琴盒，她的头发盘成一个精致的发髻，脸上化着淡妆。在看到走廊上站着的2个人时，张雅玲停下了脚步。她也是谢微雪的大群里的一员，刚刚在第2食堂发生的闹剧，她很快就知道了，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张雅玲的动作很快，她几乎是立刻就举起了手机，闪光灯亮了2次。你……谢浩然往前站了一步，挡在林岩身前，但已经来不及了。他深吸一口气，把照片删掉。张雅玲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我为什么要删？他反问，指尖在屏幕上滑动，似乎在预览刚刚的照片。谢少，你姐姐很关心你呢，她可想知道你现在在哪了。刚刚谢微雪才在群里发疯过了一次，正好她可以在谢大小姐那里刷一波存在感。你至少要把她截掉，她只是路过。张雅玲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她甚至将手机举得更高了一点，对着谢浩然又拍了一张。我爱做什么做什么？怎么 F 级还想威胁我？你拿什么威胁我？用你那可怜的助学金吗？还是说要让你身边的这位朋友来帮帮你？对方的视线转向完全搞不清状况的林岩，小杀手还在思考为什么要拍照。一个 F 级找了另一个 F 级当套衫，真是绝配。谢浩然的动作没有任何预兆，他的身体前倾，速度很快，手精准地抓住了张雅玲握着手机的那只手，不是抓手腕，而是直接扣住了他的手掌和手机。少年的力气很大，张雅玲的手指被迫松开，于是手机落入了他的另一只手中。对方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当张雅玲意识到自己的手机被抢走时，他的脸瞬间涨红了。你做什么？谢浩然没有回答，他垂着眼，用没受伤的右手在屏幕上快速操作，点开相册，找到了刚才那几张照片，毫不犹豫地点击了删除，然后又进入最近删除相簿，将它们彻底清除。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做完这一切，他才抬起眼，照片我删了。他将那部手机塞回他手里，现在你可以进去了。谢浩然说完，便退后一步，重新站回了林岩的身边，低下了头。他整个人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沉默温顺的样子，仿佛刚才那个行动果决的人只是一个幻觉。张雅玲抱着自己的手机，手腕上还残留着被他捏过的痛感和红印。他瞪大了眼睛，像是第一次认识眼前这个在群里人人嘲讽的废物 F 级。他想说什么，想骂他，但看着少年那副重新变得低眉顺眼的样子，又看着旁边那个从头到尾都面无表情的女生，一股寒意莫名的从心底升起。2个神经病！他最后骂了一句，就抱着自己的琴盒，快步刷卡走进了教室。厚重的隔音门砰的一声关上，将一切隔绝。林岩眨了眨眼，他其实没太搞懂刚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拍照，又为什么要删掉，还有为什么他要说他们2个是神经病。谢浩然站在他身边，呼吸还有些急促。你要上课吧？走了。2人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走廊很长，只有他们2个人的脚步声。他们并肩走着，一个低着头看地面，一个看着前方，谁也没有说话，直到走出艺术学院区的红砖小楼，重新回到阳光下。教学楼前的广场上空空荡荡，大部分学生都在午休或者准备下午的课程。我去图书馆，你要回宿舍还是直接去教室？谢浩然的声音响起，打破了沉默。教室，林岩回答。他们走到一个岔路口，一条通往图书馆，一条通往主教学楼。谢浩然停下脚步，他看了看林岩，又很快移开视线，落在自己包扎好的手臂上。那你路上小心。少女点头，她又补充了一句，你的手记得不要碰水。好。谢浩然深吸一口气，如果有人找你麻烦的话，来找我。不，他又能做什么呢？去找顾一周。你有他的微信吗？有。你是什么时候加上的？谢浩然有些紧张地问。少女歪了歪头，上午的体育课。少年沉默了一下，我就问一下，你们都聊了什么？没聊什么。小杀手回忆了一下，他问了我叫什么名字，我问了他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们玩了飞盘。他点了点头，声音很轻。下午的课要好好学习。谢浩然没有再问下去，也没有再看他。他转身朝着图书馆的方向走去，脚步比平时快了一些。林岩看着他走远，然后也转过身走向主教学楼。下午2点50分，高等数学的教室，距离上课还有10分钟。教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林岩坐在老位子，面前摊着那本
他依旧看不懂的天书。他正在用手机认真浏览保安社区 app 里的一个帖子，标题是吐槽一下，今天又有个傻 X 把整杯奶茶到我们小区门口了，搞了我半天，为什么我还要干这个？下面的回复五花八门。1L 摸摸楼主就当锻炼身体了。2L 下次直接让他自己舔干净。3L 我们这高级都是直接抓人罚款的，而且可以立马叫保洁。林岩看到第3条，认真的回复，请问在哪个小区任职？薪资待遇如何？在看什么呢？这么认真？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林岩转过头，吴越拉开他旁边的椅子坐下，将背包随意的扔在桌上。少年单手撑着下巴，侧过头看他，中午那顿饭吃的不是很开心吧？林岩收回手机，还好，我吃饱了。噗，吴越笑了一声，你就只想着吃饱啊？他凑近了些，话说回来，你跟谢浩然走了之后，我可是被他姐姐狠狠威胁了一顿呢。少年说着，脸上却没什么被威胁的表情，反而带着点兴味。他说要让我们陈家在 A 市拿不到地，吓死我了。林岩看着他，你害怕吗？怕，当然怕。吴越懒洋洋地说，怕得我午觉都少睡了10分钟。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崭新的没有封皮的册子，推到林岩面前，喏，给你的。林岩低头看，册子是 A4 纸打印后装订的，第一页的标题是笨蛋都能看懂的高等数学入门图形版，下面画着一个笑脸。他翻开一页，里面没有复杂的公式和文字，全都是用各种卡通图形和箭头标注的解题步骤，比如极限的定义被画成一个小人无限接近一堵墙，但永远碰不到。求导则被画成在过山车的某一点上切出一根轨道，比他之前说的切面包还要简单。我昨天晚上让家里的补习老师专门给你做的。吴越用手指点了点那个册子，你应该都能看得懂了吧？林岩把册子拿起来，一页一页的翻看着，他看得非常认真。怎么样？吴越期待的看着他，画得很好。林岩评价道。吴越的表情空白了一瞬，我不是让你评价图画。少年用手指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然后又指着书上的图，重点是这个箭头，还有这个小人。小杀手凑了过来，盯着他指的地方点点头。光看画没用，你得把这些画跟你课本上那些看不懂的符号联系起来。吴越把那本卡通教材推到他面前，又把那本天书一样的高数课本打开，并排放在一起。你看，这个小人跑向墙的图，对应的就是课本里这个 lim 下面写着 x 无穷的符号，他们说的是一回事。林岩的视线在两本书之间来回移动，一边是生动的卡通画，另一边是密密麻麻的他无法理解的抽象符号，所以他指着那个符号，他的意思是跑得很快，但永远也到不了。吴越点了点头，拿过笔，在那本卡通教材的空白处写了几个字，无限接近，永不触及。可以这么理解，以后你看到这个符号就想这个图。他敲了敲桌子，继续翻到下一页，这个切面包的就是这个像长串一样的符号。林岩跟着他的节奏一页一页的看下去，脑海里那些原本毫无意义的符号开始慢慢的和这些滑稽又直白的图画对应起来。吴越继续翻动着那本卡通教材，然后你看，这个切一刀的就是这个。他用笔尖点了点课本上对应的符号，意思是我想知道在面包的这个点，他变胖的速度有多快，切得越陡说明他胖得越快。林岩的视线从那张画着一把刀切向一个椭圆形的图，移到课本上那个由字母 D 和 X 组成的符号上，他看着那个符号点了点头。他好像又懂了一点。叮铃铃，尖锐的上课铃声响起，周明教授抱着他的教案准时地走进了教室。上课，吴越没有停下他的教学，他把那本卡通教材翻到新的一页，用手指点了点上面的一幅画，画上一个开着小车的人在一段弯曲的山路上行驶，图旁边标注着你总有一个瞬间的速度，和你全程的平均速度是一样的。他用气音在林岩耳边说，这个是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林岩的视线从那辆卡通小车移到白板，上周教授刚写下的一长串他完全无法理解的公式 F B F A 等于 F psi B A。 就这样，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下课铃声响起，周教授合上教案宣布下课，学生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林岩也合上了那两本书，放进自己的背包里。他刚刚在吴越的带领下还写了几道简单的题，感觉不错。二人一起走出了教室，在教学楼的走廊，一个林岩有过一面之缘的男生忽然叫住了吴越，哟，陈少，是林浩。对方快步走了过来，他直接无视了旁边的林岩，熟忍的伸手搭上吴越的肩膀。少年立马展露了熟忍的笑容，啊呀，是林同学啊。林浩拍了拍对方的肩，我姐有事找你了。林会长。吴越挑了挑眉，脸上那副懒洋洋的笑容没有变，只是眼底多了点什么。他很自然的把搭在自己肩上的手拿了下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少年的语气听起来像是随口一问。林浩的脸上堆着笑，我姐就是说想请陈少喝杯茶聊一聊。他说话时视线又不受控制的瞥了一眼旁边背着书包的少女，对方面无表情。吴越注意到了林浩的眼神，少年侧过身，伸出手臂，很自然的轻轻拍了拍林岩的肩膀，做出一副熟忍的姿态。行啊，吴越说，不过我得带着我的学习搭子，我们下午还有约呢。林浩的表情僵了一下，带着这个 Z 区的 F 级去见学生会会长。吴越是故意的吗？这个我姐可能只是想跟陈少你单独聊聊，是吗？吴越收回了手，他的语气十分可惜。那就算了，我这搭子胆子小，一个人待着会害怕的。他说着就做出要带正在发呆的林岩离开的样子。别，陈少。林浩赶紧拦住他，
一起去吧。那就一起去。1号教学楼学生会办公室，这个地方林岩很熟悉，但他们并不往办公区走。林浩领着他们穿过一条安静的走廊，停在一扇厚重的双开木门前。他在门边的识别器上刷了自己的卡，又输入一串密码，滴的一声轻响，门锁解开了。他推开其中一扇门，侧身让开。陈少，请。一股混合着木香和清冷茶香的空气扑面而来。里面不是办公室，而是一个宽敞的会客厅。巨大的落地窗占据了整面墙，窗外是启琼学院一览无余的景色。地上铺着暗红色的地毯，一套深色的真皮沙发和几个单人椅围着一张矮几。一个穿着启琼学院制服的女人正坐在主位那张单人沙发上，她坐姿笔直，双腿并拢，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一头乌黑的长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是精致得体的淡妆。在他们进门时，她站了起来。吴越同学，你好，我是林舒雅。林舒雅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她朝吴越伸出手。林会长，久仰。吴越也伸出手，与他轻轻一握，随即松开。林舒雅的目光在吴越脸上停留了1秒，然后落在了他身后的林岩身上。这位是林岩，我的朋友。少年语气故作无奈，他胆子太小了，去哪都要跟着我。林舒雅的视线在林岩那身朴素的黑色卫衣上扫过，然后又回到了吴越脸上。是吗？那请坐吧。吴越点点头，但没有走向林舒雅对面的主客位沙发。少年是径直拉过一张离他稍远的单人椅，转了个方向，面向他。他搞定座位后，拍了拍自己旁边的另一只椅子，望向林岩。你坐这里吧。小杀手走过去，一言坐下。他至始至终都没有看对面的林舒雅，也没有看旁边的吴越。少女的视线快速扫过整个房间。房间的东北角有一个隐藏式摄像头，镜头对着正中央。窗户是双层防弹玻璃，从外面很难破开。唯一的出入口就是刚才那扇门，门轴坚固，锁是定制的识别电子锁，整体安保水平很高。林舒雅笑着开口，想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冰美式，双份浓缩，谢谢。吴越说。女人点了点头，然后看向林岩。林岩的视线从那个摄像头上收了回来。柠檬水，他说。林舒雅的眉梢动了一下，很少有人会在这种场合要求这种饮品。很快，一个穿着学生会制服的干事端着托盘走了进来，将2杯咖啡和1杯柠檬水放在他们面前，然后安静地退了出去。林岩捧起那杯柠檬水，杯壁有些冷，还有水汽。他从背包里抽出一张干净的纸巾，仔细地擦了擦杯口，然后才小口地喝了起来。和蜜冰冰的不大一样，还加了一点汽水，格外的爽口。吴越同学，林舒雅开口打破了沉默。想必你也知道，学生会马上就要换届了。吴越抿了一口咖啡，发出一个表示继续的声音。微雪他对会长的位置没什么兴趣。林舒雅的声音平稳，他更喜欢时尚和艺术，学生会这些繁琐的事物会耽误他享受生活，那真是太可惜了。吴越说，我以为凭谢学姐在同学里的人气，当选是板上钉钉的事。林舒雅笑了笑，仿佛没听出他话里的刺。我听说吴越同学入学后和顾一舟同学走得很近。哎呀，顾学常人比较好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吴越笑嘻嘻地回答。林舒雅端起自己面前那杯冒着热气的红茶，轻轻吹了吹。吴越同学，今天和微雪在食堂吵架了。这个啊，是我还有些不明白启琼的规矩。他摊了摊手，脸上是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在 B 区，大家吃饭都很安静，没想到 A 市的同学这么热情，我有点被吓到了。女人将手中的红茶杯轻轻放回古瓷碟中，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看来吴越同学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他说，毕竟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矩，启琼学院也是一样。不过既然你提到了规矩，那我们就来谈谈规矩。林舒雅的视线转向吴越。学生会会长的竞选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和资格审查标准，其中一条要求候选人必须在学生会内要有一个部门的提名。学生会一共分为5个部门，分别是组织部、外联部、纪检部、学术部和媒体部。组织部偏离家，外联部偏谢家，纪检部偏邻家。另外2个部门保持着表面的中立。原来是这样，这些我都不知道呢。吴越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笑着开口了。那就祝下一任学生会会长好运了。竞选学生会会长确实是一件很耗费心神的事，不仅需要得到提名，后续的宣传、拉票，每一步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他突然换了一个话题，我们林家在 A 市有些商业项目，和陈氏集团正在接触的新能源领域或许可以互补。如果合作愉快，我想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对我们双方都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是在开条件，一个用校外商业利益换取校内立场的交易。吴越将那杯冰美式推远了一些，他其实不喜欢咖啡。林会长真是高瞻远瞩，生意都谈到学生会来了。少年靠在椅背上，不过我对这些不太懂，我们家都是其他人在管，我就是个游手好闲的败家子，你跟我谈这些算是找错人了。林舒雅看着他这副样子，脸上的微笑没有丝毫变化。是吗？我倒觉得吴越同学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看得清楚。他将视线转向了一直在安静喝柠檬水的林岩。想必你的这位朋友也是因为这一点才愿意一直跟着你吧。问题被抛给了林岩。少女刚刚喝完了杯子里的最后一口柠檬水，她抬起头迎上林舒雅的目光。吴越正要开口说些什么，就听见身旁的少女说话了，我的水喝完了。空气安静了片刻，几秒后，林舒雅重新挂上那副公式化的微笑，对着门口的林浩点了点头。小浩，去给这位同学再拿一杯柠檬水。好的，姐。林浩转身快步走了出去。看来我这里的招待还挺合林岩同学的口味。林舒雅说，
林岩点头，比蜜冰冰的好喝，气泡很足。吴越终于没忍住，用手掩着嘴，发出了一声压抑的笑。他清了清嗓子，重新坐直身体。林会长，你看，我朋友很喜欢你的柠檬水，但他胆子小，不喜欢在陌生的地方待太久。我们下午还有约，要一起去图书馆学习高数，再待下去，他就要焦虑了。林舒雅看着他，又看了看旁边一脸平静的等待新一杯柠檬水的林岩。焦虑？是啊。吴越一本正经的点头。他一焦虑就想研究保安招聘信息，我拦不住。林浩正好在这时端着新一杯柠檬水走了进来。听到这句话，他的手抖了一下，差点把杯子摔了。林舒雅看着那杯被稳稳放在林岩面前的柠檬水，他沉默了几秒。既然吴越同学还有约，那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他站起身，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制服下摆，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能聊一些更愉快的话题。这是一个明确的送客信号。吴越也站了起来，他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拿起自己的背包，那就借林会长吉言了。他看了一眼正准备开喝的林岩，走了，搭子。小杀手可惜地放下玻璃杯。林浩为他们打开了门，看着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了出去，消失在走廊的拐角。门被重新关上，会客厅里又恢复了安静。林舒雅独自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渺小如同蚂蚁的人群。姐，林浩小心翼翼地开口，那个吴越也太不给面子了。他不是不给面子。林舒雅转过身，端起桌上已经有些凉了的红茶，他是在告诉我，他和我不是一类人，我的规则在他那里行不通。那个 F 级呢？林浩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一直带着他？那女的看起来呆呆的，怪得很，还是 Z 区来的？林舒雅抿了一口红茶，茶水已经冷了，入口有些苦涩。看不懂的东西才是最麻烦的。他说，注意一下它的走向。启琼学院的中央图书馆是一栋宏伟的白色建筑，内部空间巨大，穹顶很高，周围安静的只能听到中央空调系统运转的微弱嗡鸣声和偶尔响起的书页翻动的声音。吴越带着林岩径直上了3楼的独立研习区，他刷了自己的 S 级学生卡，预约了一个半封闭的私人隔间。隔间里有舒适的沙发椅和一张宽大的书桌。他将背包扔在桌上，拿出了那本卡通教材和高数课本。来，林岩同学，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学习进度。他把那本卡通教材翻开，指着上面的一道例题，这题你做做看。林岩坐了下来，拿起笔，他看着那道题，一个皮球从100米高的地方掉下来，每次弹起的高度是原来的一半，请问他最后会停在地面上吗？下面画着一个不断弹跳，高度越来越低的皮球。他思考了一下，在旁边的草稿纸上写下答案。会。吴越凑过来看了一眼，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不是问你这个，是让你用极限的符号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他拿起笔在旁边写下 lim n 无穷1/2 n 等于0。你看这个1/2，就是弹跳的高度，是次数，次数越来越多，这个高度就越来越接近0，懂了吗？林岩看着他写的那个式子，又看了看自己写的那个会字，他点了点头，懂了。吴越叹了口气，觉得自己的教学之路任重而道远。少年很有耐心的从最基础的符号开始，一点一点的把卡通画和课本上的公式对应起来。时间就在这种安静的1对1教学中流逝。林岩学得不算快，但他很专注，他不会问为什么，也不会质疑。吴越教什么他就记什么，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不加选择的吸收着灌进来的所有水分。夕阳的光从巨大的玻璃窗外斜斜的照进来，为桌角镀上了一层金色。吴越讲得有些口干舌燥，他停下来，靠在椅背上喝了口水。他看着对面那个正低着头，认真的用笔在草稿纸上描摹着一个符号的少女。她的侧脸线条很干净，握着笔的姿势很标准，也很用力，仿佛不是在写字，而是在执行一项需要绝对精准的任务。此时，好几个弯弯曲曲的符号被他一笔一画的描摹着。林岩写了一整排，他们像一对排着队准备过河的虫子。吴越喝完最后一口水，将空瓶子放在一边。你喜欢这个符号？他问。林岩的笔停了下来，他抬起头，不清楚。他回答，我写的和书上的不大一样。少年语气无奈，书上的是打印的，当然会不一样了。林岩抬头看着他，黑色的瞳孔里倒映着少年和其身后那片金色的窗景。吴越移开视线，他若无其事地清了清嗓子，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看你写的头都大了，再学下去就要变成真的笨蛋了。少女闻言点了点头，她看了一眼自己草稿纸上那一排歪歪扭扭的积分符号，然后认真地把卡通教材和高数课本都收进了背包。对了，搭子，你之前在 Z 区是怎么生活的呀？小杀手陷入沉思，他好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也没有去过所谓的 Z 区，网络上也没有什么与 Z 区生活相关的信息。最后林岩回答，训练、吃饭、工作，这是他之前在组织里的日常。少年思考了一下，笑了出来，哇哦，听起来和公司的管培生计划差不多吗？他说，就是听起来伙食不怎么样的感觉。虽然组织的伙食还不错，但确实都没什么味道。已经吃过山珍海味、牛肉面的小杀手赞同的点了点头。那身手怎么这么好啊？这是吴越最好奇的点。之前他有参观过 B 区自家公司的安保部门，里面不乏一些退伍的士兵和自幼培养的专业人士。他莫名的觉得林岩跟他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为了活下去，林岩平静的回答，哇，你别吓我啊，搭子，搞得好像 Z 区是什么末日废土一样。你们那边上学还要打架抢地盘的吗？少女思考了一下，在组织以前的某些考核中确实需要抢地盘，于是她点了点头。吴越笑了出来，行了行了，不问你了。他挥了挥手，把桌上的书都收了起来，
塞进林岩的背包里。再问下去，我怕你就要告诉我，你其实是 Z 区派来卧底启琼的秘密兵器了。在少年收拾东西的时候，林岩的手机震动了一下。谢浩然，图片。谢浩然，药膏很管用，已经不怎么疼了，谢谢。图片上是一只被纱布妥善包扎好的手臂，背景是图书馆一角的书架。林岩点开图片，放大，仔细看了看纱布边缘，确认没有渗血或者奇怪的液体。他回复：冰鲜柠檬水。好，谢浩然，你现在在哪？我还在图书馆。冰鲜柠檬水，我也在图书馆。谢浩然，一个人。吴越很自然地靠了过来，视线扫过他的手机屏幕。少年拖长了声音：啊，他怎么老是找你啊？林岩的视线从对方的脸上移开，落回手机屏幕。冰鲜柠檬水，不是，正在输入中。谢浩然，跟谁在一起？冰鲜柠檬水，吴越，信息发送成功。对面的正在输入中闪烁了几下，然后又消失了。几秒后，他再次出现。谢浩然，早点休息。星期二的夜晚，林岩回到了404宿舍。宿舍里一如既往，少女拉上了窗帘，拧开了桌上一盏最便宜的充电台灯，冷白色的光照亮了桌面上铺开的一块黑色绒布，绒布上静静地躺着一把狙击枪的零件、枪管、机匣、枪托、弹匣、附近簧以及那枚精密的瞄准镜，它们被拆分得十分彻底，每一个细小的螺丝和销钉都被分门别类地放置着。林岩戴上一双薄薄的黑色手套，拿起一小瓶保养油和一根通条，油的味道很淡，在安静的空气里几乎闻不到。他将沾了油的棉布穿过通条，缓慢地擦拭着冰冷的枪管内壁。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伴随震动，跳出了一条微信消息的预览。Team 图片。林岩停下了手中的动作。Team 黎文轩，大老板。少女放下通条，摘掉手套，她拿起手机，点开了那张图片。那是一张表格，上面罗列着各种课程名称和对应的数字。林岩看不懂那些英文缩写代表什么课，但他认得谢浩然这3个字，也认得那些数字。每一项后面都有一个分数，大部分是 A 或 A 加。最后一行用加粗的字题写着 GPA 3.97 4.0。他盯着那个 3.97 看了几秒，差 0.03 就满了。所以呢 ，Team 明天下午有空吗？有工作。林岩思考了一下，明天下午2点，他要去处理论坛的那个委托，目标是张雅玲，一个地级艺术生，任务地点在第3音乐教室，预计1小时可以完成，并测试那张匿名银行卡接收1000元以上金额的到账速度。不过那是兼职。冰鲜柠檬水，明天下午3点后有空。玫瑰，玫瑰。少女的手指在屏幕上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冰鲜柠檬水，什么任务？龇牙。这是默认对方已经理解了他接单的意愿。Team 面议，地点你选。地点你选，这4个字停留在屏幕上。他需要一个地方，公共场所，人多，方便伪装和撤离，但也要有足够安静的角落，方便谈话。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冰鲜柠檬水，分享地点，赵叔牛肉面。冰鲜柠檬水，龇牙，呲牙。那里显示着正在输入中，闪烁，停止，又再次闪烁。大约过了半分钟，一条新消息才跳了出来。Team 好，冰鲜柠檬水，玫瑰，玫瑰。林岩心满意足地放下手机，继续日常维护自己的枪械。星期3下午1点半，艺术学院区的红砖小楼安静得像一幅静物画。林岩站在3楼走廊的中段，身体隐藏在消防栓和一盆大型绿植构成的阴影里。这里是走廊尽头那个广角监控的绝对死角。他的视线落在不远处的第3音乐教室，距离委托人给出的目标出现时间还有30分钟。少女从背包里拿出一瓶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小口，然后又重新放了回去。时间1分1秒的过去，走廊里没有人经过。下午1点55分，楼梯口传来了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清脆脚步声，由远及近。林岩的视线移动过去，张雅玲出现了。她和那天一样，穿着优雅的连衣裙，怀里抱着她那个昂贵的小提琴盒。对方没有注意到阴影里的任何人，径直走到第3音乐教室门口，刷了卡。滴的一声，门锁打开，厚重的隔音门被推开，然后关上。走廊恢复了寂静。林岩从阴影里走了出来，他没有靠近那扇门，而是走到了走廊中段墙壁上的那个室内消防栓前。约莫半分钟后，哔哔哔，红色的警报灯在走廊里闪烁。怎么回事？着火了吗？快走！门一扇扇地被推开，惊慌失措的学生们从各个教室里涌了出来，脚步声和询问声混在一起。第3音乐教室那扇厚重的隔音门也被猛地推开。张雅玲脸上带着惊慌，她甚至没来得及拿起自己的琴盒，就跟着人流一起冲向楼梯口。人群像受惊的鱼群，混乱的挤向唯一的出口。走廊上很快就空无一人，只剩下刺耳的警报声和闪烁的红灯。林岩从消防栓后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他没有跟着人群跑，而是逆着方向走到了第3音乐教室门口。门还没有来得及锁，他侧着身子透过门口的缝隙寻找着教室里的监控，在最里侧有一个。林岩推门走了进去，他没有直接走向房间中央那个被遗弃的小提琴盒，而是绕着墙边走到了监控的正下方。这里是他的视野盲区。少女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类似充电宝的东西，从上面拉出一根细长的带着粘性胶头的探针。她将探针举起，精准地贴在了监控摄像头的侧面外壳上。一个微小的蓝色指示灯闪烁了2次，然后变成了稳定的绿色。正在循环15秒前录像，搞定。
林岩这才转身走向房间中央，他打开那个黑色的琴盒，里面躺着一把漂亮的小提琴。林岩没有去碰琴身，他从背包的侧袋里拿出一根极细的钢针，少女手指捏着钢针，在小提琴琴颈与琴头连接处那块最脆弱的木头上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施力点，他稳定地将钢针刺入，咔嚓，木材纤维断裂的轻响，一把昂贵的乐器就此报废。林岩收回钢针，将它放回原处，然后合上了琴盒的盖子。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走回墙角的盲区，取下了那个小小的干扰装置，收进背包。监控摄像头的录像恢复了正常，在他眼中，这间教室在这几分钟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林岩走出教室，重新将门带上，只留下一道缝隙，和他进来时一模一样。警报声依旧刺耳。过了大概5分钟，楼梯口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中年男人跑了上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像是学院行政人员的老师。就是这里，3楼的警报！老师指着闪烁的红灯喊道。保安跑到那个被林岩动过的报警器前，用钥匙打开了保护盖，然后按下了里面的复位按钮。哔！刺耳的警报声戛然而止，走廊里的红灯也停止了闪烁，恢复了正常的照明，世界瞬间安静了下来，没有烟，也没有火。保安皱着眉，在走廊里来回看了看，估计是哪个学生误触了吧。这帮孩子就知道添乱。那个老师抱怨了一句。人群开始陆陆续续的返回，张雅玲也在其中，她脸上还带着惊魂未定的表情，快步跑回自己的教室门口，看到自己的琴盒安然无恙的放在里面，才松了口气。她没有进去，而是和其他人一样站在走廊上议论着刚才的意外。没有人注意到走廊阴影里那个安静的身影。林岩看了一眼手机，下午2点07分 A 委托完成，下午2点半就城区赵叔牛肉面。店里人不多，只有零星几个食客。风扇在头顶慢悠悠地转着，墙上的电视机播放着午间新闻。林岩找了个里面的位置坐下，对着桌面和他刚买的2杯柠檬水拍了张照。冰鲜柠檬水，老板我到了。呲牙呲牙，冰鲜柠檬水，老板你喝3分糖的还是无糖的？冰鲜柠檬水，玫瑰玫瑰。地点是林岩挑的，那么出于网上常说的待客之道，他准备了饮品。为了享受2次拼好饭 1.9 元的单瓶优惠，小杀手还特地跑到了2家不同的蜜冰冰。一连3条消息发过去，对面没有任何回应。林岩把手机放下，拿起其中一杯柠檬水，插上吸管，喝了一口，酸甜的，冰块撞击着杯壁，发出清脆的响声。他又拿出背包里的卡通高数教材，翻到昨天吴越画了重点的那一页，开始发呆。时间过去了5分钟，面馆的门帘被掀开，一个戴着口罩的身影走了进来。他的个子很高，穿着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深灰色 T 恤和黑色长裤，鸭舌帽的帽檐压得很低。男人没有在门口停留，视线在店里快速扫过一圈，最后落在了角落里独自坐着的林岩身上。他径直走了过来，拉开了林岩对面的椅子。林岩同学，李文轩的声音隔着口罩有些闷，但吐字清晰。林岩抬起头，把手里的卡通教材合上放好，然后将桌上那杯没开封的柠檬水推了过去。无糖的，他说。李文轩的目光落在面前那杯印着雪人 logo 的塑料杯上，他没有伸手去拿。男人摘下口罩，露出那张林岩有过一面之缘的脸。我不渴，他开口。林岩点了点头，把那杯柠檬水又拉了回来，放在自己手边。好的，他想等会儿可以一起带走。面馆里的空气有些沉闷，只有风扇转动的声音和电视里新闻播报员毫无起伏的声线。林岩觉得面对老板，自己应该主动一些。老板，这次的工作是什么？他问。老板这个称呼让黎文轩的眼界动了一下，他端起桌上那杯免费的不知道放了多久的凉茶，并没有喝，只是用手指摩擦着杯壁。我们是同学，他说，在学院里你可以叫我黎副会长。林岩思考了一下，好的，黎副会长。他从善如流的改了口。就在此时，赵叔走了过来，他注意到这次林岩又带了一个帅哥来吃面，内心不由得为谢浩然捏了把汗。小林，这次吃点啥啊？黎文轩的目光从林岩脸上移开，落在了墙上那张油腻的菜单上，上面用红色粗体字写着各种面食的价格，旁边还配着早已褪色的图片。我不吃。赵叔的视线在两人之间转了一圈，林岩点了点头，一碗牛肉面，多加肉。他对赵叔说，好嘞。赵叔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后厨。黎文轩将那杯没有碰过的凉茶往旁边推了推。我发给你的那张成绩单，你看懂了吗？男人看着他，似乎在等待回答。看懂了，林岩回答。他的分数很高。空气安静了一瞬，黎文轩眯了眯眼，他是在装傻吗？还是以退为进？果然，这个所谓的有其他的。小杀手抱着柠檬水喝了一口，他安静地抬头看他。关键不是分数，男人说，关键是这个分数满足了成为学生会会长候选人的基本学业要求之一。他停顿了一下，按照启琼学院的规则，有了这个前提且没有重大处分，只要再获得任何一个学生会部门的提名，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竞选。林岩眨了眨眼，消化着这个信息。候选人、提名、竞选。他想起了谢浩然在电话里疲惫的声音和关于喝下午茶与穿搭的讨论。面来了。赵叔的大嗓门打断了对话。一碗热气腾腾堆着肉山的牛肉面被重重地放在桌上，汤汁都溅出来几滴，浓郁的肉香瞬间驱散了空气里凝重的气息。林岩的视线立刻被吸引了过去，他其实还没有吃午饭。他拿起筷子对黎文轩说了一声，我开吃了，然后他就真的旁若无人地挑起一大筷子面，吹了吹，塞进嘴里。黎文轩坐在对面看着他，少女吃东西的样子很认真，甚至带着一种虔诚。
他的脸颊被热气熏得微微泛红，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面前那碗食物上。男人放在桌下的手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膝盖。1分钟，2分钟，林岩吃得很快，但不粗鲁。他吃完几口面，又夹起一块炖得软烂的牛肉。黎文轩始终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直到林岩解决掉小半碗面，喝了一口汤，他才抬起头。牛肉面味道很好。黎文轩问。林岩点头，又喝了一口柠檬水，比上次好吃，肉炖得更烂了。黎文轩继续刚刚的话题。谢微雪是目前最热门的会长候选人，她得到了林舒雅的默许，也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她什么都不会做，所以什么都不会改变。男人的身体微微前倾，将声音压低了一些，但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所以你要给他制造麻烦。林岩说，这是他自己很熟悉的业务。不完全是，他回答，我需要一个机会，一个打破现有平衡的机会。黎文轩看着对方那双漆黑的看不出任何想法的眼睛，谢微雪的背景以及他背后林家的支持，让他在竞选中几乎没有对手，他只要什么都不做就能赢。他的支持者们也不希望他做任何事，维持现状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林岩哦了一声，既然对所有人都有好处，那为什么黎文轩要插手这件事呢？但他没有问，只是继续静静地听着。有人会对谢浩然的成绩动手，黎文轩知道机会在谁手上。不得不说，顾一周选了一个最佳的挡箭牌。那位谢家的大小姐虽然算不上精明，但平时她也会听手下或附近人的话。而谢微雪周围的聪明人不计其数，但一旦事情涉及那个私生子，她就会变得不管不顾，歇斯底里了。男人的视线落在林岩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上，他正盯着那碗热腾腾的牛肉面，肉吃了一半，面吃完了，汤还没喝。林岩放下筷子，拿起旁边的纸巾擦了擦嘴，他开口，所以我的任务是什么？他们会入侵学院的教务系统，将他的某几门课的成绩改成不及格，以此来废除他作为候选人的资格。我的委托是找到动手的人，阻止他们，但不能让他们知道是谁阻止的。男人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让他们以为自己只是技术不佳，触发了最高级别的安全警报，然后被系统自动锁死了。IP。 林岩消化着这段话，听起来比解决一个人要复杂，这属于网络安全攻防的范畴了。小杀手回忆了一下，这种事通常是组织的另一个部门负责，动手的人大概率是林家安排的技术人员，时间就在这周五的晚上7点到10点之间，那是教务系统每周维护前的最后窗口期。你有对应的处理方法吗？林岩喝了一口柠檬水，我可以把这些人员解决掉。这还是黎文轩第一次接近到如此地下的方式，他甚至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我暂时不考虑这样的解决。哦，老板不愿采取他最擅长的方案。少女思考了一下，她这几天确实在这个世界的暗网找到了几个合适的网络后勤，就是那些人根本不愿意与他这样的小人物合作。他之前尝试联系，还被嘲讽了一通。林岩抬眸与对面的他对视，你的家族应该也有相应的技术人员吧？这是我的私人委托。黎文轩说，他放在桌上的手指没有动，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放松的姿态，但这只是表象。今年的学生会竞选看似是林家、谢家、黎家三足鼎立，事实上高层都默认了下一任的会长。支持谢微雪是家族的意志，是各方利益妥协后的最优解。一个无能的、只懂享乐的会长，能最大程度的维持现状，保证旧有的权力结构不被触动。黎家的长辈们也是这个现状的受益者。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任何没有足够利益驱动的行为都是愚蠢的。他的每一步都被精确规划，通往家族为他铺设的最光明的未来。在黎文轩遇到之前，他也默认了这一切的发生。某种程度上，这是他的第一次叛逆。林岩完全不清楚对方的心理路程，点了点头，表示理解。私人委托意味着雇主不想动用自己的背景资源，这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很常见。这个任务要花很多钱。林岩说，我需要找人帮忙，开个价。他说50万。林岩报出一个数字，这是他在暗网上看到的雇佣一个顶级白帽黑客团队执行一次高难度网络攻防任务的平均报价，他觉得很合理。50万对黎家来说甚至算不上一笔开销，但黎文轩自然不可能会动用家里的资金，他会从他自己的个人账号转出。可以，明天我会给你一张新的储蓄卡。小杀手继续开口，我还需要一张前往 C 区的车票，以及我明天一天课程的请假条。黎文轩的眉毛动了一下。C 区，全国最大的工业与资源区之一，以军火制造和错综复杂的地下势力闻名。一个 F 级的学生为什么要特地请假去那里？而且是在任务执行的前一天。C 区，可以，他回答，没有追问原因。请假条我会处理好，理由是校外学术交流。交易完成。晚上，林岩正在校园内游荡，晚饭是麻婆豆腐盖饭，12块9，米饭给的很多。现在他在消食，维持体能和消化系统的良好状态是林岩日常的一部分。即使现在失业了，习惯依旧保留着。少女走得很慢，像一个普通学生那样漫无目的的闲逛。经过篮球场时，还能听到零星的拍球声。不远处的角落能看到一对依偎在一起的模糊身影。林岩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他拿出来，屏幕上是一条微信消息：仅图片点 JPG， 仅听说你明天请假了。图片是一张截图，上面是教务系统里林岩明天所有课程后面都跟着的红色请假标识。林岩停下脚步，敲击键盘，冰鲜柠檬水，是，几乎是秒回。今准备翘课去哪玩啊？今小狗眼睛冒光，他平静地回复，冰鲜柠檬水，有事。今
小狗沮丧看着那条湿漉漉的动画小狗，小杀手思考了一会。冰鲜柠檬水，猫咪拍拍头，紧。烟花，紧。喝奶茶吗？冰鲜柠檬水，不喝。他在网上看过，奶茶属于垃圾食品。对面的聊天框安静了下去，那只沮丧的小狗动图孤零零地停留在屏幕上。林岩以为对话结束了，正准备把手机揣回兜里。抓到你了，阿紫。小杀手转过身，少年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外套，拉链随意地拉到胸口，露出里面白色的 T 恤。他单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另一只手挂着2杯奶茶，脸上是那副招牌式的懒洋洋的笑容。这杯给你。吴越把其中一杯递到他面前，刚买的。林岩的视线从奶茶移到他的脸上，然后摇了摇头，我不喝奶茶。他脸上的笑容不变，挑了挑眉，为什么啊？不健康。林岩回答。这个答案让吴越愣了一下，随即他笑出了声。林岩同学，你活得好像个老大爷。少年没有收回手，反而又往前递了递。这家不一样，用的是鲜奶和最好的茶叶，很健康的。少女摇了摇头，吴越终于还是收回了手。他看着自己手里2杯一模一样的黑糖波波脏脏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好吧，算我失策。哎，你发消息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点了。少年晃了晃另一只手上那杯没送出去的奶茶，说，那这杯只能浪费了咯。林岩看着那杯奶茶，此时杯壁上的 logo 露了出来，根据网上的价格，这一杯至少要30块，浪费30块是不对的。他伸出手，给我吧。吴越把那杯奶茶放进了少女的手里，这就对了吗？尝尝呀。林岩学着他的样子，用吸管戳开奶茶的封口薄膜，一股浓郁的黑糖甜味飘了出来。他吸了一口，很甜，口感很复杂，里面有圆圆的很有嚼劲的东西，好喝吗？吴越凑过来，太甜了。林岩说，但里面的东西很好吃。他又吸了一口，认真的去吸那些被称为珍珠的东西。二人就这样在校园大道上走，路过的学生有不少都不敢把视线落在他们身上，因为那天谢微雪的事情已经在论坛彻底传开了。林岩同学，明天请假去哪啊？少年不经意地问。校外学术交流。他回答，用的是黎文轩为他准备好的理由。学术交流？吴越上下打量着他。林岩同学，你去学术交流？交流什么？论保安亭的最佳朝向与日照时长的关系。他说着，自己先笑了起来。林岩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那个课题，这个课题需要实地勘察，1天时间不够。吴越的笑声卡在了喉咙里，他看着少女那双一本正经的漆黑的眼睛，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居然真的在认真考虑这个课题的可行性。行，算你厉害。少年揉了揉自己的头发，跟上他的脚步。那你总得告诉我是去哪里交流吧。 C 区。 C 区那里骗子和小偷遍地走，一不小心就会被拆掉零件按斤卖掉。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啊。少年嘟囔着，喝了口奶茶。要不要我这个万能的搭子陪你一起去？我可以给你当保镖，价格好商量哦。林岩看向他。 C 区很危险。当然了。吴越夸张的比划了一下，那里的黑帮比便利店还多，晚上出门你都不知道是先遇到鬼还是先遇到抢劫的。林岩闻言思考了一下，他之前查过资料， C 区确实是 A 国最大的军火交易和地下势力聚集地，对普通人来说是危险的，对他来说不是。不用。他摇头，你的脸太显眼了，容易被当成目标。小杀手又补充了一句，而且我打不过的时候可以跑，带着你我可能跑不掉。所以在林岩眼里，他不仅是个容易吸引火力的靶子，还是个关键时刻会拖后腿的累赘。几秒后，少年半俯下身，换了一副可怜巴巴的神情。林岩同学到时候遇到危险了，要丢下我吗？林岩认真的思考了片刻，他能活很久。不会。吴越的嘴角上扬了些许，真可靠啊，我的搭子。他说，少女发出一个表示肯定的声音。那说好了，以后要是我在 C 区被人追杀，你可得拉我一把。林岩想了想那个画面，可以。他应答后低头喝了一口奶茶，吸管终于又成功捕获了一颗珍珠。少女认真的咀嚼着，口感不错，很有嚼劲。吴越偏过头看他，路灯的光线不太明亮，勾勒出对方低垂的侧脸轮廓，腮帮子微微鼓动着。啊，说真的。他用手肘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既然是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你得做好准备。林岩抬起头望着他，等着他的下文。首先，钱不能外露。吴越一本正经地说，你得把现金分成好几份，藏在鞋底、内衣口袋这种地方。手机最好也用个破旧点的。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林岩，你这身倒是很合格，看起来就像个穷学生，没什么油水可捞。林岩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确实是个穷学生。其次，晚上绝对不能出门，天黑了就待在酒店里。还有，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说话，尤其是那些看起来特别热情的，十有八九是骗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看到街边那种装修很华丽的发廊，千万不要进去。林岩安静地听完他的 C 区生存指南，然后点了点头。他觉得这些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确实很有用。吴越一路说着，不知不觉他们就走到了7号楼宿舍楼下。他还在兴致勃勃地介绍着 C 区几个有名的帮派堂口，以及他们各自的地盘和主要业务，说的像是在介绍旅游景点。你看到身上有火焰蝎子纹身的，离远点，那是刚验的人。不过真遇到麻烦的话，可以给顾一周发消息，他家在那里，可以说是一手遮天。就在这时，吴越的眼角余光瞥见了一个奇怪的身影，一人穿着一身黑，站在7号楼的阴影中，帽檐和口罩把整张脸都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
正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们这个方向。少年话音一顿，他像是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现场教学案例，立刻压低声音，用胳膊肘又碰了碰林岩，抬起下巴朝那个方向示意。你看，说曹操道，那种鬼鬼祟祟的，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可疑分子，在 C 区遇到这种，扭头就走，别多看一眼，典型的踩点小毛贼，或者准备堵谁的变态。林岩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眨了眨眼，是黎文轩，那是黎文轩。林岩说。吴越脸上的笑容凝固了，这个穿得像个抢劫犯的人，是那个乞穷人尽皆知的黎家继承人。什么？少年的视线在林岩平静的脸和那个从阴影中走出的高大身影之间来回移动。黎文轩摘下了口罩和帽子，露出了那张无可挑剔的脸。他身上那件普通的黑色 T 恤和长裤，因为他的身材和气质，看起来像是某个奢侈品牌的限量款。黎副会长，你怎么会在这里？吴越很快反应过来，语气里是几分故作的惊讶。男人的目光越过吴越，直接落在了少女的身上。我来处理一些学生会的事务，正好路过。他说着，朝着他的方向走近了2步。吴越不着痕迹地移动了一下身体，正好挡在了林岩和对方之间。学生会的事务需要找一个 F 级新生吗？少年的嘴角重新挂上笑容。我的搭子，他现在很累了，可能帮不上什么忙。林岩眨了眨眼，从吴越的身后探出头。他还记得黎文轩说晚上他要来送银行卡的事。老板，少女喊了一声，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板，吴越重复着这个词。他看向黎文轩，又看看林岩，眼神里充满了审视。黎文轩的目光在林岩摊开的手掌上停留了片刻，他没有立刻动作，而是看了一眼旁边脸色不善的吴越。之前林岩同学帮学生会搬运过一批资料，这是答应给他的报酬。男人说的不紧不慢，听起来像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理由。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没有任何标识的信封，放在了林岩的手里。林岩捏了捏信封的厚度，能感觉到里面有一张卡片状的硬物。他收回手，直接把信封塞进了自己的卫衣口袋里，整个过程干脆利落。吴越在一旁看着，没有说话。黎文轩的任务已经完成，我的事处理完了，就不打扰2位了。他说完，转身就要离开。黎副会长，吴越突然开口。黎文轩的脚步停下，他回过头，帮学生会搬资料的报酬，需要你这个副会长亲自在晚上10点送到 F 级宿舍楼下吗？少年笑着问，学生会的人手什么时候这么紧张了？还是说林岩同学搬的是什么需要高度保密的东西？这只是我个人的工作习惯。他回答，语气听不出任何情绪，确保每一笔支出都落到实处，是我的职责。职责？吴越夸赞道，黎副会长的职责范围还真广。就在2人之间气氛微妙的时候，林岩再次开口，密码。他看着黎文轩，黎文轩的视线从吴越身上移开，重新落回他身上。他沉默了2秒，初始密码是卡片后6位，建议你有空就去更改。说完，他不再停留，转身大步离开，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里。7号宿舍楼下又只剩下吴越和林岩2个人，那杯没喝完的奶茶还被林岩拿在手里，冰块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吴越一直看着黎文轩离开的方向，没有说话。过了很久，他才收回视线。他看向林岩，表情是他从未在他面前展露过的一种陌生的严肃。大子，你什么时候背着我找了新老板？他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林岩看着他，我没有背着你。他回答，这是另一份工作。工作？吴越挑了挑眉，什么工作？时薪多少？比我给的高吗？林岩想了想，黎文轩给了50万，让他阻止一次网络攻击。任务时间是从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一共3小时，时薪166666，比吴越给的3000一天要高。高？小杀手诚实的回答。吴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空白，他大概是没想到会得到这么直接的回答。几秒后，他像是被气笑了。可以啊，林岩同学，出息了。少年伸手捏了捏自己的鼻梁。那你和我说说，黎文轩给你开了多高的价？林岩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客户的隐私。他低头吸了一口奶茶，里面的珍珠已经被他吃完了。不说。吴越凑近了一步，弯下腰平视着他。林岩同学，你知不知道黎文轩这个人很危险，他不是什么好人，你跟他扯上关系不会有好下场的。林岩抬起眼，你也不是好人。他说。吴越再次愣住了。你自己说的。小杀手记得很清楚，他说自己是游手好闲的败家子。吴越只起身，用手抹了一把脸，他感觉自己跟林岩说话，总有一天会被气出内伤。我那是算了，他放弃了解释。总之，你离他远点。少年换了一种语气，有点像命令，又带着点无奈。他给你多少钱，我给你2倍，不3倍，以后不许再接他的活儿。林岩认真的摇了摇头，跟着他有前途，是铁饭碗。少女在网上看过了，现在是经济上行的时代，公务员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考公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对方被他这句话噎得半天没说出话。铁饭碗？行。少年向后退了一步，举起双手，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是我错了，我不该耽误林岩同学追求编制，奔向美好未来。他的话语里带着一种古怪的酸味。黎副会长位高权重，是大人物，跟着他确实比跟着我这个败家子有前途多了。林岩听完他的话，点了点头，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吴越看着他点头，感觉一口气堵在胸口，不上不下。少年深吸一口气，最后看了一眼他手里的奶茶杯，喝完了就早点回去休息。他转身，头也不回的朝着自己宿舍楼的方向走去。明天不是还要去 C 区学术交流吗？别迟到了。小杀手在原地站着，看着对方好像有些闹脾气的背影。他低头喝掉最后一口奶茶，甜味有点腻。6点
前往 C 区的高铁准时发车。林岩启从学生的身份几乎不会引起怀疑，在特制的材料下，她的装备也没有被查出来。少女上了车，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她将背包放在腿上，车厢里很空，大部分乘客还在沉睡。林岩拿出自己的终端，上面显示着3天前的聊天记录，那是在暗网的一个加密频道。他找到了 C 区最负盛名的几个网络幽灵之一，爱好 Ghost。A. I need a partner. Long-term cooperation. You handle the net. I handle the physical. A. 我需要一个搭档，长期合作，你负责网络，我负责物理层面。当时的林岩考虑着自己已经没有了组织的一切后勤，他需要在这个世界寻找新的后勤。对方3个小时才有回复，只有一张图片，那是一张极尽嘲讽的表情包，一只卡通青蛙对着屏幕竖起中指，下面配着一行字 Get lost, loser. 滚开，废物。当时的他盯着那个青蛙看了一会，才认真的回复 A. I've reviewed your public portfolio. Your skills in network penetration and data encryption are top tier. My skills in physical infiltra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are also top tier. Together, we can take on any contract. 我看过你公开的作品集，你的网络渗透和数据加密技术是一流的，我的物理渗透和问题解决能力也是一流的，我们可以合作接任何合同。这一次，对方回复了 Ghost, physical. This isn't a movie, kid. Your physical means nothing here. 物理层面，这不是电影，小鬼，你的物理在这里一文不值。A. It does. 不，它有价值。Ghost, LMAO. 笑死我了。Ghost, another wannabe script kiddie who just watched too much anime. 又一个看了太多动漫的装逼脚本小子。Ghost, get the fuck out of my channel. Don't waste my bandwidth with your cringe fantasies. I only deal with real players, not LARPers. 滚出我的频道，别用你那大到不行的幻想浪费我的宽带。我只跟真正的玩家交易，不跟角色扮演的弱智玩。A. I am real. 我是 A. 我是真实的。Ghost, and I'm the fucking tooth fairy. Have fun playing in your sandbox. A. 那我还是牙仙呢，在你的沙盒里好好玩吧。A. 对方的头像那时变成了灰色。3天后，也就是此时此刻，林岩点开了终端后台的某个插件，这是他终端常有的功能，可以查到网上几乎所有人的真实 IP， 这样他们接私单的时候，顾客也不敢反悔，是组织的福利之一。在这个世界，它仍然生效。小杀手复制了一段地址，再次点开聊天界面。A. Block 17, Salvation Alley, Note 4, Apartment 302, 17号街区，旧属小巷4号，公寓302室。A. Are you free? I'm coming to see you. 你有空吗？我来找你了。为了表示友好，小杀手思考片刻，又加了一个表情符号。A. 消息发送出去，如石沉大海，他好像被拉黑了。林岩盯着屏幕思考片刻，他最后还是关闭了终端。C 区17号街区，夜晚9点，些微酒吧的霓虹招牌闪烁着紫光，空气里混合着廉价酒精、杂物油烟和汗液的味道。重金属音乐从劣质的音响里冲撞出来，敲击着每个人的耳膜。一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女孩坐在吧台最角落的位置，她染着一头褪色成灰蓝色的短发，耳朵上戴着好几个银色耳钉，正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的酒杯，杯子里的威士忌已经见底，只剩下一块即将融化的冰球。她叫贝拉，在网上她叫 Ghost。再来一杯。女人的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吧台后面那个擦着杯子的酒保听到。酒保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贝拉，你今晚喝得够多了，你管那么多做什么？贝拉将一张皱巴巴的纸币拍在黏糊糊的吧台上，酒保耸了耸肩，拿过他的杯子，重新倒了酒。一个满身酒气的醉汉摇摇晃晃地凑了过来，一屁股坐在女人旁边的空位上，带着酒嗝的呼吸喷在她的侧脸。嘿，美女，一个人。贝拉没有理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辛辣的液体浊烧着喉咙。别这么冷淡嘛。醉汉的手搭上了他的肩膀，交个朋友。贝拉放下了酒杯，杯底和吧台碰撞，发出砰的一声闷响。他侧过头，灰蓝色的眼睛盯着对方。滚！醉汉的动作僵住了，他大概是没想到这个看起来瘦弱的女人会这么直接。醉汉嘟囔了一句什么，悻悻地收回了手，转向了另一个目标。C 区的人员大多都由帮派庇护管理，某种程度上维持着一个不错的秩序。酒吧里的音乐声更大了，鼓点像锤子一样砸在心口。贝拉揉了揉太阳穴，将杯子里剩下的酒一饮而尽。喝完酒后，他站起身，把钱扔在吧台上，推开人群，朝着门口走去。他需要一点新鲜空气，或者说不那么污浊的空气。酒吧侧面是一条狭窄潮湿的小巷，没有灯，只有从主街透过来的暗淡光线。墙壁上画满了潦草的涂鸦，几个垃圾桶堆在巷子深处，散发着酸腐的气味。贝拉靠在冰冷的砖墙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燃。红色的火星在黑暗中明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吐出白色的烟雾。烟雾在空气里盘旋，然后消散。世界终于安静下来了。这里没有音乐，没有酒鬼，只有他自己。在网络世界里，他是无所不能的幽灵，是规则的制定者。在这里，他只是贝拉。女人忽然想起了3天前那个叫 A 的蠢货。物理层面真是可笑。在这个时代，数据就是一切，代码就是上帝。所谓的物理不过是落后时代的遗物。一个连基本行规都不懂的菜鸟，还妄想跟他合作，自己动动手指就能让对方的现实生活彻底崩溃，但他懒得那么做。拉黑是他能给予的最大仁慈。贝拉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
他靠着墙，闭上眼睛，享受着这难得的寂静。风从巷口吹过，带着一丝凉意。1秒2秒，他睁开眼，准备回家。就在这时，后脑勺突然传来一阵冰冷的坚硬触感，一个金属质感的东西正抵着他的头骨。贝拉的身体瞬间僵住了，他不敢回头。透过那点模糊的光影，女人能看到地上落下的自己的影子，以及另外一个模糊不清的黑影。他咽了口水，过了半天才从喉咙里憋出颤抖的几个字：“这位，你是？”平静的声音：“我从物理层面来找你了。”贝拉反应了半天，才把自己身后这个不明人士跟自己刚刚还在心里嘲笑的小学生联系在一起。那个在网上被他随意辱骂的 LARPer， 现在用一把真枪指着他的头。“你想要什么？”贝拉的声音干涩，但没有抖得太厉害。他在 C 区见过足够多的场面，知道恐慌是死的最快的方式。“我的钱包在后面口袋里，里面的现金都给你。如果你想要更多，我可以带你去取。”对方直接无视了他的话语。“我缺个搭档，你答应吗？”贝拉简直要气笑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疯子用枪指着他的头，问他愿不愿意当搭档。他的沉默换来了更清晰的回应。枪口在他后脑的皮肤上轻轻地碾了一下，冰冷的触感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好。”贝拉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答应。”枪口终于从他的后脑勺移开了，女人松了一口气，紧绷的后背渗出冷汗。她下意识地想转身。“别动，你的终端。”贝拉没有立刻照做，他的脑子在飞速运转。对方是怎么找到这里的？通过 IP 地址？不可能，他用了7层代理和动态混淆，就算是官方也别想在短时间内定位他。难道是自己最近接的哪单活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我没有终端。贝拉试探着说，那种东西只有干集体活的才用。他感觉到抵着他背心的枪口又往下压了压。口袋里，林岩说。贝拉认命了。他缓慢地从自己皮夹克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看起来像是老式游戏机的东西，外壳上贴着各种动漫贴纸。这是他改装过的便携式工作站。扔到地上，贝拉把游戏机扔在了身后的地面上，发出啪嗒一声轻响。他听到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那个叫 A 的人似乎弯腰捡起了他，然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贝拉只听到自己肋骨般的心跳和远处酒吧传来的模糊音乐。解锁。林岩的声音再次响起。我的密码一直是动态的，需要花几分钟破解。贝拉撒了个谎。指纹这个词让贝拉彻底放弃了抵抗。对方显然了解过他的设备，知道这是指纹解锁。一种完全被看透的感觉让他的脊背发凉。林岩绕到了他的侧面，但依然保持着一个绝对安全的距离，枪口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要害。少女将那个游戏机递到贝拉面前，贝拉看到了对方的脸，很年轻，看起来甚至比自己还小，黑发黑眼，左眼下面有一颗泪痣，表情是一种空白的平静，像人偶。贝拉认命地伸出拇指按在了侧面的感应器上，屏幕亮了起来，显示出他眼熟无比的界面。林岩拿回终端，单手在上面操作。贝拉看着对方，试图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但什么都没有。没有贪婪，没有兴奋，没有紧张，就好像他不是在用枪指着一个人，而是在便利店买一瓶水。几秒后，林岩把终端扔了回来。我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了。贝拉下意识地接住，他低头看了一眼屏幕，以后用这个联系。林岩说，网络层面归你，物理层面归我。贝拉握着自己的终端，恐惧感正在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荒谬的混杂着屈辱和好奇的情绪。他抬起头审视着眼前的少女。你到底是谁？女人的声音不再发抖。为谁工作？林岩看着她。我是 A， 为自己工作。这个回答等于什么都没说。贝拉嗤笑了一声，她评估着对方的衣着，一身黑色的卫衣长裤，看起来就像个穷学生，脚上的运动鞋也很普通，不过确实有一定的能力，能够人肉出他的 IP， 还能悄无声息地带着把枪。女人低头盯着自己的终端屏幕，她随便翻了翻，就翻到了林岩发的那个微笑符号。她勉强把升起的那一层寒意暂且压下。这就是你的物理层面，找到我，用枪威胁我，然后呢？林岩思考片刻，他回答，然后我们合作。贝拉的嘴角动了一下，这家伙脑子是不是不正常？看起来明明就是个大学生。合作可以，但你得让我看到你的价值。除了会用枪指着我的后脑勺，你还会什么？他这是在争取一点点主动权。对方歪了歪头，我会的很多。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这个 A 的口气真大啊。贝拉嗤了一声，随口道，这样吧，你让我当个帮派首领玩玩。1个小时后，贝拉抱着他的终端，他在某个巷子外站着，腿都在发抖。夜风吹过，卷起地上的烟头，带来一丝凉意。他甚至不敢去细想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个是怎么把那几个人抓出来的。他手里的终端界面闪烁了一下，搞定了，进来吧。贝拉盯着那个微笑符号，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凉了半截。他深吸一口气，迈着僵硬的步子走进了那条他熟悉的小巷。巷子深处就是毒牙的地盘，一个盘踞在这里收了他大半年保护费的小帮派。这里没有灯，只有月光和远处霓虹的杂色光晕，但足够他看清里面的景象。没有枪声，没有血迹，
甚至没有一点打斗的痕迹。5个人以各种奇怪的姿势安静地躺在地上。毒牙的头目，一个以凶狠出名的壮汉，此刻正以一个标准的土下座姿势跪在地上，额头紧紧贴着满是污渍的水泥地，身体一动不动。他的2个手下被用他们自己的皮带反绑着双手，吊在生锈的消防梯上，像2块晾晒的腊肉。另外2个人则被以一种扭曲的姿势塞进了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桶里，只露出2条腿在外面无意识地抽动着。林岩站在巷子中央，脚边放着他的背包，手里正拿着那个壮汉的手机，似乎在操作着什么。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他们以后不会再找你麻烦，林岩说，然后把手机扔回壮汉的后背上。从下个月开始，保护费照收，要继续维持秩序。他走到壮汉面前，蹲下身，声音不大，金额不变，给我转到这个账户。林岩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放在壮汉颤抖的手边。纸条上有一个2维码，他刚刚和贝拉一起去打印的，由你负责收齐这个街区所有店铺的费用，统一转账，迟1天断1根手指，钱不对断1只手，明白吗？壮汉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像一座石雕。巷口的风吹过来，卷起贝拉灰蓝色的发梢。他看着眼前这幅超现实的画面，又看了看旁边那个平静的像是在等公交车的少女。女人的大脑还在处理刚刚接收到的信息。毒牙帮派，这个街区的地头蛇，平日里凶神恶煞，现在成了他的下属，而他成了他们的首领。他听懂了。林岩对贝拉说。少女站起身，拍了拍手，他们以后就是你的物理层面了，如果有问题通知我，4个小时内我会回来解决掉他们。贝拉看着地上的壮汉，又看看吊在消防梯上的2个人，还有垃圾桶里那2条还在抽搐的腿。物理层面，原来是这个意思。女人的视线最终落回林岩身上。你是怎么做到的？她干巴巴地问。没有用枪。林岩看了看自己的手，卸掉了他们的关节，然后进行了一些神经压迫，他们现在动不了，也喊不出来，过几个小时就能恢复。小杀手思考片刻，补充了一句，不会留下永久性损伤，不影响以后收保护费。哈哈。贝拉大笑一下，抱紧了自己的小终端，真贴心。半个小时后，歇尾酒吧，少女十分端正地坐在吧台前，捧着一杯贝拉给她点的柠檬汽水。林岩喝了一口，没有上次在学生会那的好喝。对面的贝拉还有些恍惚，她端起吧台上的威士忌，杯中的冰块早已融化，一饮而尽，辛辣感顺着喉咙滑下，酒精把她从愣怔中强行拉回。好吧，这一切都是真的。她在一个晚上被一个从 A 市来的大学生顺着网线单杀了，又成为了一个小帮派的首领。喂，林岩转过头看他，嘴里还咬着吸管，说说吧，搭档。贝拉用指节敲了敲吧台，合作总得有个规矩，利润怎么分？5-5开，还是你拿大头？林岩松开吸管，思考了一下，自己之前的任务都是组织派发，薪水是固定的，有时还会包含组织内部的贡献点，没有分成的概念，按劳分配。他回答，这个回答让贝拉挑了一下眉。按劳分配，说得好听，我的劳动可不便宜。女人敲了敲桌面，技术活有价码，你呢？你的物理层面怎么算钱？看情况。少女想了想，打断一条腿和解决一个人价格不一样。女人深吸一口气，决定换一个更实际的话题。行，价格问题以后再说。那么我们合作的目标是什么？随便接活，有钱就赚。林岩点头，赚钱。就和每个普通的大学生一样，林岩在毕业前不打算找长期工作，目前为止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他和他的收藏赚生活费。当然，如果金额差不多了，小杀手还打算在 A 市买房。他看了新闻，大家都说这个时候买房准没错，房价绝对不会跌。这个目标朴实的让贝拉觉得有些可笑，能悄无声息的潜入 C 区找到他，还能单枪匹马把帮派首领和干部抓出来的人，目标只是赚钱。我有一个活。林岩放下手里的杯子，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贝拉面前，需要一个网络专家。贝拉的视线落在那个没有任何标识的普通牛皮纸信封上。第一个任务，他问。是。贝拉没有立刻去拿，说说看，什么样的活需要动用我？阻止一次网络入侵。林岩言简意赅，目标是启琼学院的教务系统。启琼学院，听到这个名字，贝拉的眼角抽动了一下。那是 A 国最顶级的私立学府，一个现实中的象牙塔，或者说一个镀金的笼子。他当然知道那里。C 区的很多人做梦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哪怕只是当个 F 级。时间是这周五晚上7点到10点，要求保住一位学生的成绩。动手的人是林家安排的技术员，委托要求不能让他们知道被阻止了，要让他们以为是自己技术不行，触发了最高警报，被系统自动锁了 IP。 贝拉听完终于忍不住嗤笑了一声，听起来像是什么电影情节。启琼的防火墙是军用级别的变体，实时更新漏洞库，还有物理隔绝的备份服务器。林家，如果是那个林家，他们能请到的技术员水平不会低，想在不惊动对方和系统管理员的情况下伪造一次技术失误，这比直接黑掉整个系统要难得多。酬劳呢？50万。林岩报出数字，贝拉喝酒的动作停住了。50万，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他平时接私活的范畴。谁的委托？贝拉放下酒杯，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花50万，只为了保住一个学生的成绩。林岩思考了一下，如果是长期合作的队友，对于长期雇主的信息也应该有所了解。黎文轩，贝拉差点没把酒喷出来。他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第一次跟官方的大人物接触是这种场景。金氏离家，未来的继承人，启琼学院学生会副会长，是他本人。林岩喝着柠檬水，点了点头。
贝拉沉默了，他盯着少女那张过于年轻和平静的脸，试图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疯子、怪物，还是某个大人物暗中培养的秘密武器？50万对黎家来说连零头都算不上，但这笔钱从黎文轩的私人委托里流出来，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意味着黎家的继承人在做一件不想让家族知道的事，这背后牵扯的是他这种在阴沟里打滚的人无法想象的博弈，风险巨大，但回报同样巨大，能和黎家未来的掌舵人搭上线，哪怕只是一次性的交易。这张牌打好了，他下半辈子都不用再待在这个该死的 C 区。女人纤长的手指在冰冷的玻璃杯壁上停住，她抬起眼，那双灰蓝色的眸子里，恐惧和震惊的残余正在被一种更锐利的东西所取代。这活我接了。小杀手点了点头，他喝掉最后一口柠檬水，之后的信息往上联络。说着，林岩跳下吧台，准备离开。你就这么走了？不是，贝拉本能的就想伸手拽住对方，但想到他的伸手，又悻悻的收回。这种大事，你不好好跟我商一下？林岩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他，少女语气认真。我明天早上有早八，7点45分。林岩准时踏入高等数学 I 的教室，他依旧坐在靠窗的老位置，从背包里拿出那本卡通教材和高数课本，摊在桌上。因为赶高铁，小杀手并没有来得及吃早餐，肚子空空的，有点饿。教室里人还不多，三三两两都在低头看手机或补觉。林岩翻开高数课本，开始看之前吴越画了重点的题目。搭子，早啊！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少女抬头，吴越拉开她旁边的椅子坐下，语气懒洋洋的。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连帽卫衣，黑色的运动裤，看起来干净又清爽。少年将自己的背包随手一放，然后从里面拿出一个纸袋，放在了林岩的桌上。给你的。林岩的视线从书本移到那个印着高级烘焙坊 logo 的纸袋上，一股混合着黄油和烤面包的香气飘了出来。是不是不适应 C 区的伙食？看你脸都饿瘦了。吴越单手撑着下巴，笑嘻嘻地看着他。林岩闻言，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并没有瘦。他打开纸袋，里面是一个用油纸包着的，看起来很高级的三明治，还有一盒温热的牛奶。小杀手思考了一下，他拿起手机扫描实物，哈尔玛火腿芝士佛卡夏附赠有机全脂温牛奶，售价115元。林岩默默地把袋子推了回去，这个不收钱的。吴越说，我买咖啡送的，不吃就浪费了。林岩的视线在纸袋和他的脸之间移动了一下，他又看了一眼手机上的价格，会员积分快过期了，不用白不用。他又换了个说法，快吃，冷了就不好吃了，浪费食物是不对的。林岩思考了一下，觉得这个逻辑可以接受。基于此，下次的委托他会给吴越提供增值服务。少女重新把纸袋拉了回来，拿出里面的三明治，面包是温热的，带着韧劲，里面的火腿很香，芝士拉出了长长的丝。他小口的吃着，姿态很认真。吴越就那么看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催促。林岩吃得很快，几分钟就解决掉了那个三明治。他又拧开牛奶的盖子，一口气喝完了。做完这一切，小杀手将包装纸和空牛奶盒仔细的叠好，放回纸袋里，准备下课后扔掉。少年看着他这一系列流畅的动作，开口了 ：“C 区好玩吗？”没完。林岩回答。他把垃圾袋放在桌角，然后将那本卡通教材推到桌子中央。高铁很快，3个小时就到了。这个回答让吴越笑了一声。我问你好不好玩，你告诉我高铁很快。他凑过去翻开那本卡通教材，上次布置的作业做了吗？林岩把自己的草稿纸递了过去，纸张上是几道关于极限的练习题，字迹工整，每一个符号都写得像刻上去一样，只是答案对错参半。吴越拿过作业本，又拿出红笔，这里你看，题目问的是 X 趋近于0的时候，不是等于0。他在一道错题旁边画了个圈，小人无限接近那堵墙，但没有撞上去，所以你不能直接把0带进去算。他把卡通教材翻到对应的那一页，指着上面的图画，你看这里应该用这个方法。他的声音压得很低，正好能让他听清。教室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周围开始响起各种嘈杂的交谈声。他们这一角像一个安静的孤岛。所以黎文轩给你那张卡，你查了有多少钱吗？吴越批改完作业，看似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能让你放弃我这个搭子，转投他的铁饭碗，报酬应该很可观吧？林岩正在收拾草稿本，保密。他回答。吴越把红笔帽盖上，他换了个话题，没遇到什么麻烦吧？有没有人看你长得可爱，想跟你交个朋友呢？林岩想了想，贝拉算吗？有。少年明显顿了一下。哦，吴越拖长了语调，朋友，男的女的，帅不帅？比我帅吗？女的。林岩回答。他回忆了一下贝拉那张因为长期熬夜而显得有些苍白的脸和那头灰蓝色的短发，有点帅。听到是女的，吴越的身体明显放松了一点，他重新靠回椅背上。可以啊，搭子，这才去了1天就交到新姐妹了。你们怎么玩到一起的啊？一起逛街还是去吃饭？没有。少女摇头，在巷子里认识的。巷子里？少年挑了挑眉，他想起了自己昨天说过的那些 C 区生存指南。不会吧？你们难道是被打劫了？他很快就脑补出了什么。你帮他解围了。林岩想了想那个画面，我制服了他。你制服了他？林岩点头，然后他就成了我的朋友。这个交友逻辑过于清奇，以至于吴越一时没能处理过来。他看着林岩那张一本正经的脸，沉默了几秒。行啊，林岩同学，你这是准备在 C 区发展一个自己的安保团队？叮铃铃，上课铃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周明教授抱着教案走上讲台，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上节课我们讲到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今天我们来看它的应用。白板上很快又写满了那些复杂的符号和公式。林岩看着白板，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卡通教材。教材上，一辆卡通小汽车正在一段弯曲的山路上行驶。你总有一个瞬间的速度，和你全程的平均速度是一样的。他好像有点理解了。少女拿起笔，开始在笔记本上抄写白板上的公式。虽然还是看不懂它们每一个的确切含义，但它们看起来不再像之前那么陌生了。旁边，吴越用手撑着脸，假装在认真听课，实际上大部分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他看到他第一次没有在数学课上发呆，而是真的在尝试跟上进度。少年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了些许，他还真的在认真学习啊！看来我教的还不错嘛。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吴越意识到了什么，他回过神，有些不自然地偏过头。真是怪了。为了转移注意力，少年拿出手机。惊爆 ！F 级支持，谢浩然成绩全面告急，孔英多门挂科被取消下届学生会会长竞选资格。主楼的内容很简短，只有一句话。据可靠消息，谢某人上学期多门主修课成绩堪忧，教务处将于今晚10点后对所有学生的成绩进行最终复核并锁定。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个小丑怎么作秀。下面的回复已经盖了上百楼。1L 无语了，你不发这条帖子，谁知道这个垃圾会参选？你收了多少钱？2L 笑死我了，这刚参选就要死了。3L 匿名，别尬黑，谢浩然的成绩单我看过 ，GPA 很高的。4L 回复 3L， 楼上的水军滚吧，最终成绩没出来前，一切都是虚的，坐等今晚10点后的打脸现场。5L 微雪公主才是众望所归，支持微雪。吴越快速的翻阅着，脸上神情不变。哎呀，没想到谢家那边动手这么快。少年切换到微信，给顾一周发消息，仅截图点 JPG， 仅看了吗？谢家大小姐的手段还是这么着急，仅不过我觉得是林家那边做的。意料之中。我们选他不就是因为这个吗？你别动，有人会处理。吴越挑了挑眉，仅谁？我自有安排。信息很短，没有解释。吴越看着屏幕上那行字，撇了撇嘴，不说就算了。他把手机屏幕一扣，扔在桌上，然后侧过身，用笔的末端轻轻敲了敲林岩的桌子。少女正在抄笔记的手停了下来，抬起头看他。吴越提醒道：“你的朋友要出事喽。”林岩眨了眨眼，上下打量他。过了会，少女得出结论：“你没有出事。”噗！少年没忍住，笑出了声，引得前排几个同学回头看他。他赶紧摆了摆手，压低了声音：“不是啦，是谢浩然。”吴越把手机屏幕转向他：“你看看这个。”林岩的视线落在手机屏幕上，他看到了那个加红加粗的标题，原来是这个。小杀手没什么表情的移开视线，继续听课。吴越眨了眨眼，他就这种反应，就好像他给对方看的是今天的天气预报，而不是一份足以葬送谢浩然人生的公开处刑。少年身体前倾，凑得更近了些。喂，大子，你懂这个的意思吗？林岩转过头，漆黑的眼睛看着他。那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呀？小杀手思考了一下，他回答：有人会解决的。吴越，今天是怎么了？顾一周说谜语是日常，但老老实实的林岩也进化了。少年又戳了戳林岩的胳膊，别装傻。林岩的视线从笔记本上移开，落在他那根戳着自己的手指上。他没有说话。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吴越追问。跟顾一周有关，还是你那个新老板给你透露了什么？少女摇了摇头，她只是个执行者，不参与计划的制定，所以她不知道任何内幕。吴越看着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只觉得有些郁闷。他把视线从他脸上移开，不再说话。少年身体向后靠，陷进椅子里，手臂环在胸前，整个人摆出一种防御性的姿态。他不再去看林岩，而是盯着讲台上周明教授的背影，眼神有些发散。叮铃铃，下课铃声终于响起。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周明教授合上教案，下节课我们讲导数，记得预习。学生们发出解脱的声音，开始收拾东西。吴越几乎是在铃声响起的第1秒就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抓起自己的背包甩在肩上，看也没看旁边的林岩，径直朝着教室后门走去。走到门外，某人却又停了下来，他靠在门框上，拿出手机，装作在看什么重要的消息，眼角的余光却不住地往教室里瞟。待会他要是来找他的话，他就说。教室里的人陆续离开，林岩不紧不慢地将卡通教材、高数课本和笔记本都收好，拉上拉链，然后他站起身，背上书包。少年看到他站起来了，身体下意识地站直了一些，手机也不紧不慢地收了起来，是一副恰好的我正好也要走的样子。下一刻，吴越眼睁睁地看着林岩朝着与他完全相反的方向走了出去，没有丝毫停留，没有一个多余的眼神。少年靠在后门门框上，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空白。走廊上，几个路过的学生看到他，小声地交谈着走远。他就这么走了，就这么走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涌了上来，又酸又胀，堵得他胸口发闷。几秒后，吴越回过神，低低地骂了自己一声。林岩走出教学楼，阳光很好，广场上的鸽子在悠闲地吃地上的面包。他走到一个长椅前，坐了下来，然后少女拿出手机和教材，她需要消化一下上午学到的东西。林岩刚打算打开教材，手机震动了一下。金，小狗沮丧。金，你去哪了？怎么不等我？林岩看着那只在屏幕上耷拉着耳朵的小狗，它看起来很可怜。少女思考了一下，回复：冰鲜柠檬水。我以为你有事。她指的是她刚刚提前走的事。消息发送出去，对面立刻显示了正在输入中。她闪烁了很久，然后停下。过了几秒，
又开始闪烁。金，好吧，我确实有事，刚刚忙完了。金，明天周末有空吗？金，炸毛。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只炸了毛的小狗和那句听起来像是在找不的话。林岩打出2个字，没有。然后小杀手又想起了自己的计划，他想要在 A 市买房，最近需要钱。林岩删掉了那2个字，重新输入冰鲜柠檬水。周末有工作吗？消息发出去，对面几乎是立刻就有了反应。金，有。烟花。金，星期六1天2万，来吗？金，黄豆期待冰鲜柠檬水。好。玫瑰。金，烟花。金，那明天早上9点校门口等我。金，我来接你。对话结束。林岩收起手机，把那本高数教材拿了出来，翻到导数那一页，他开始尝试着写题目。少女在广场的长椅上一直坐到了中午。期间，谢浩然发来消息说他中午有事，不能一起吃饭了，但是晚上可以。林岩回了一个好，然后就近在第4食堂打包了一份最便宜的套餐，回到空无一人的404宿舍解决。吃完饭，他打开了终端，加密频道里 Ghost 的头像亮着。准备好了吗？ Ghost 肯定好了。我给你的 U 盘插了吗？没有。Ghost 你刚刚干嘛去了？刷题。吃饭。Ghost 我可是忙了一个上午，可恶啊，饭还没来得及吃。截图 25W 转账。Ghost Ors Ghost 祝您吃好。Ghost 对了，到时候我想整点大的，你懂我意思吧？大的。委托要求是伪装成技术失误，不能被发现。Ghost 我知道，放心，专业的。Ghost 我说的大是在不暴露我们的前提下，给对面一点小小的震撼。好。星期五晚上7点，赵叔牛肉面馆里，老旧的风扇在天花板上吱呀作响，墙上的电视机正播放着一档嘈杂的综艺节目，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肉汤香气和若有若无的油烟味。林岩选了最里面的那个老位置，桌上只有他的终端。小杀手边等人边发呆。7点05分，门帘被一只手掀开了，谢浩然走了进来。他看起来和之前不太一样，少年换下了一身校服，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灰色连帽衫，黑色的长裤。他没有戴那副总是用来遮掩视线的黑框眼镜，这让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和清秀的五官完全暴露在灯光下。谢浩然的脸色比平时更苍白，嘴唇没什么血色，头发也有些凌乱，像是随意抓了几下就出了门。他走了过来，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等很久了吗？林岩摇了摇头，没有。谢浩然没有再打招呼，他拿起桌上那本有点油腻的菜单，看了很久。7点10分，赵叔从后厨探出头，小谢也来了，今天吃点什么？2碗牛肉面。谢浩然回答，他的目光没有离开菜单，他那碗多加双份牛肉，加卤蛋，加牛肚。赵叔愣了一下，这么多？对。少年把菜单放下，再来一份凉拌黄瓜，一份炸鸡排，一份红油猪耳。他一口气点完了菜，像是要把菜单上所有他觉得好吃的东西都点一遍。赵叔看着他，又看看林岩，没再说什么，转身进了后厨。桌上陷入了沉默。谢浩然坐在对面，他低着头，视线落在桌面那块被油渍浸染的发黑的木纹上，不知道在想什么。少年放在桌下的手指尖无意识地抠着裤子的缝线。Ghost 已就位。Ghost 对方有3个人， IP 地址分别在 A 区的7区、8区和启琼外的一家咖啡馆。Ghost 你说我是先陪他们玩捉迷藏，还是直接把他们踹下线？林岩看到消息，他拿起终端，手指在屏幕上敲击。按计划。这时面和菜都上来了，少女的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海碗，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牛肉、牛肚和一颗卤蛋，旁边还摆着炸得金黄的鸡排和2碟凉菜。谢浩然的面前则是一碗普普通通的清汤面，里面只有几片孤零零的牛肉。快吃吧。他拿起筷子，却没有动自己的面，而是将那份炸鸡排推了推。这家店的鸡排味道不错。林岩点了点头，拿起筷子开始专心对付面前的食物。他吃东西的样子很认真，一口面一口肉，腮帮子微微鼓动。谢浩然就那么看着对方，他的面一口没动，热气慢慢散去。林岩吃掉了半碗面，然后夹起了那颗卤蛋。这个给你。他把卤蛋放进了他的碗里。我这粥吃够了蛋。少年看着碗里那颗孤零零的卤蛋，没有说话。7点25分，林岩喝了一口桌上的免费茶水，继续吃面。7点30分，林岩。谢浩然突然开口，你觉得？少年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当保安真的很好吗？对。林岩点头，他认真的回答，网上说少走30年弯路。少年无奈的笑了一下，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像是蒙上了一层灰。不要老是看网上的东西，那里的东西很多都夸张化了。8点整，二人走出了牛肉面馆。夜晚的空气微凉，林岩捧着一杯冰柠檬水，没有立刻喝。谢浩然和他并肩走着，脚步很慢，视线落在前方空无一人的马路上。他们沉默地走了一段路。林岩。少年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信封，递给他。那是一个很普通的牛皮纸信封，看起来有些旧了。这是什么？少女问。你之前请我吃饭的钱。谢浩然说，还有一些剩下的。他把信封塞进对方的手里。密码是你的生日。林岩捏了捏信封，里面有一张卡。这个身份的生日是组织分配的一个随机的日期。对方继续叙说着什么，以后要按时吃饭，不要总吃最便宜的套餐，营养跟不上。还有，天气冷了要加衣服。你那件卫衣太薄了，不要随便相信别人，尤其是那些主动接近你的人，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目的。谢浩然说的都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有些甚至他之前就说过好几遍了。林岩捧着柠檬水，
安静的听着。等他终于说完，少女点了点头。看到他点头，对方似乎松了口气。你答应我，好吗？好，林岩回答。他看着手里的信封，又看了看他。少女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新业务。你缺钱吗？我可以给你介绍兼职。谢浩然的身体僵了一下。介绍工作？林岩点头。在 C 区收保护费，每个月有固定薪水，工作时间自由，食宿自理，但收入不错。在 C 区收保护费，谢浩然一时没能理解这几个字组合在一起的含义。他知道林岩昨天去了 C 区，但那里在他认知里是一个混乱危险的地方。谢浩然的脸上显露出几分急切。林岩，那些不是好人，你不要和他们混在一起，那不是正经工作，会被警察抓走的。林岩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小帮派的稳定性很差，人员流动性大，收入也不固定，收保护费这个行为本身在法律上就站不住脚，这只能是短期兼职，用来解决燃眉之急。他的未来规划依旧清晰，毕业后去 A 区的高端小区当保安。看见少女点了头，似乎听进去了自己的话，对方稍微松了口气。8点20分 Ghost 第一波攻击被我搞定了，对方发现系统有异常，正在尝试绕过防火墙，技术还行，但不够看。Ghost，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在系统日志里伪造了几个假的警报出发点，看起来就像他们自己踩了陷阱。不错，你在看什么？小杀手默默放下终端，他将最后一口柠檬水喝掉。二人于是来到街角的垃圾桶，少女将喝完的柠檬水杯子扔了进去。谢浩然在他身侧望着他的背影。林岩，他叫他的名字，但语气有些不一样了。小杀手抬起头，以后可能就见不到了，我大概要退学了，我不会留在 A 市，可能会回我母亲以前住的老家，那个地方很远，外卖或者去工地上搬砖，总能活下去的。谢浩然的嘴角扯出一个弧度，像是在笑，但更像是哭。到了这种时候，过于早熟的少年才勉强表露出一些压抑不住的情绪。所以对不起，我以后可能不能跟你一起了，抱歉。谢浩然与那对漆黑的眸子对视一瞬后，就立马移开视线，转向远处昏黄的路灯。不过很谢谢你，我很开心遇到你，真的。林岩感觉到了他的声音在颤抖。谢浩然是在难过吗？他第一次见他难过。退学是因为成绩会被修改？他问。谢浩然的身体僵了一下，少年垂下眼，点了点头，算是承认了。那张卡里没多少钱，你先用着，以后。少女打断了他，如果成绩没问题，你就不退学了。是，如果成绩没有问题，他就不用退学，他就可以继续留在启琼，继续他那份在阴沟里挣扎的计划，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狼狈的放弃一切，仓皇逃离，回到 F 区，跟他母亲一样艰难的生活着，然后或许哪一天也会因为一场不知是不是人造的意外消失在人世间。不会没问题的。Ghost， 这帮人还挺执着，他们换了个入口，开始尝试用暴力破解一个陈旧的教师端口，速度很快，应该是用了什么超算资源。Ghost， 不过没用，我已经把那个端口的访问日志嫁接到一个无关的后勤采购系统上了，他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是上个月食堂采购了多少土豆。Ghost， 他们可能以为自己黑进了学校的财务系统，正高兴呢。Ghost， 彩虹猫奔跑。8点30分，喵呜！一声微弱又沙哑的叫声从巷子深处传来，很轻，像小猫的叫声。两人的对话停止了，同时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那是一条窄巷，没有路灯，只有远处店铺招牌的杂色光线漏进来一点。谢浩然的视线在那片黑暗中停留了几秒。林岩先动了，他朝着巷子里走去。少年犹豫了一下，也跟了上去。巷子里堆着几个垃圾桶，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食物腐败的气味。那只猫就在垃圾桶旁边蜷缩成一团，它很小，毛色是黑色的，瘦的能看见骨头的轮廓，一只眼睛紧闭着，周围的毛被什么黏糊糊的东西糊住了，身体在微微发抖。小猫看到有人靠近，挣扎着想躲，却没什么力气，只能发出一声更微弱的叫声。谢浩然的视线没有移开他的眼睛。林岩蹲了下来，离那只小猫1米远，没有贸然靠近。他仔细观察着小猫的后腿，看起来不大对劲，大概率是骨折，而且有开放性伤口，可能已经感染了。如果不及时处理，这条腿会废掉，甚至可能因为感染而死。他有伤口。谢浩然眼中的灰暗似乎被这个小小的生命驱散了一点，他走上前也跟着蹲了下来。我们得带他去看看。林岩抬起头看他，去哪？宠物医院。谢浩然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我查一下附近有没有24小时营业的。找到了，就在2个街区外有一家。他看着地上的小猫，又看看他，神情有些为难。但是我们怎么把它带过去？林岩动了，他脱下自己身上的黑色卫衣，露出里面那件19.93件的白色 T 恤，然后小杀手走上前，用那件卫衣非常轻柔地将那只发抖的小猫整个包裹起来，只露出一个小小的头。猫咪在他怀里挣扎了一下，但很快就因为温暖或不再接触冰冷的地面而安静了下来，只是喉咙里还发着微弱的呼噜声。好了，9点整，宠物医院。值班的医生是个年轻的男人，他接过林岩怀里的猫，检查了一下伤口，后腿胫骨骨折，还有撕裂伤，需要马上做手术。医生皱着眉说，你们是他的主人？谢浩然摇头，不是，我们在路边发现的。流浪猫啊！医生叹了口气，手术费加上后续的住院和药物，费用不低，大概要5000左右。你们？他的目光在两人身上打量了一下。2个穷学生，我来。林岩的动作打断了谢浩然的话，他将那个纸包里的卡递了过去，他的手还停留在掏出手机的动作上，僵住了。医生的视线在两人之间转了一圈，最后伸手接过了卡。行，
那你们先去那边填一下信息和办理手续，我准备手术。说完，他便抱着猫走向了亮着灯的手术室。医院前台，一个年轻的护士递过来一张表格和一支笔，在这里签个字，留个联系方式。小杀手接过笔和表格，在姓名一栏他写下了林岩，然后在联系方式一栏他写下了谢浩然的手机号码。写完，少女把表格递了回去，护士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开始在电脑上操作。卡里余额够，我先帮你们扣除5300块的手术和预交住院费，多退少补。手术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你们可以在那边的休息区等。前台的机器吐出一张长长的消费凭条，林岩接了过来，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然后把它塞进了自己的口袋。他拉了拉旁边一动不动的少年，去那边等。休息区有几排塑料椅子，空无一人，空气是淡淡的消毒水味。林岩找了个位置坐下，谢浩然隔着一个空位在他旁边坐了下来，两人都没有说话。墙上的时钟滴答作响，他放在膝盖上的手几次握紧又松开。为什么用那张卡？那个几乎被他当作遗言和补偿的。林岩转过头看他，眨了眨眼，似乎有些疑惑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少女伸出手将那张卡递了过去。你的。谢浩然明显的愣了一下，他很快反应过来，用指尖将那张卡又推了回去。我用不到了，你用得到。那只猫你来养。林岩自己从未养过宠物，他认为自己照顾不好它，而且他还记得你喜欢黑猫。少女又将卡递给他，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只剩墙上时钟的秒针在一下一下的敲击着寂静。他不再推回那张卡。9点半，林岩放下终端，看向一旁的谢浩然。少年还维持着那个姿势，低着头，像一尊安静的雕塑。他所有的情绪又收敛回了那副清瘦的沉默的躯壳里。小杀手歪了歪头，你还难过吗？可能吧，反正已经不重要了。谢浩然的声音很轻。林岩其实不太懂有关情绪的事，但他想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你打算怎么叫这只猫？给它取个名字吗？少女点头。那只猫我们要给它起一个代号。代号这个词让少年又是一愣，在他还在思考的时候，小杀手已经给出了自己的方案，叫1号，因为这是第一只猫，一个非常符合林岩逻辑的命名方式。谢浩然看着他，半晌他摇了摇头，不叫这个，叫他阿信吧。幸存的幸也是幸运的幸。林岩点了点头。阿信，猫的名字。这时手术室的灯灭了，穿着手术服的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手术很成功，他说小家伙的生命力很顽强，接下来需要住院观察几天，你们可以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他。两人站了起来，透过玻璃窗，他们可以看到那只叫阿信的小猫正躺在一个恒温箱里，它身上盖着小小的毯子，后腿被白色纱布包扎固定着，正在安静的睡觉。谢浩然隔着玻璃看了很久，直到护士过来提醒他们探视时间结束了。走出宠物医院已经快10点了，夜晚的街道很安静。林岩走在前，谢浩然走在后。他又问出了那个问题，你还难过吗？9点50分 A 是某高档咖啡馆的包厢内，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屏幕上数据流正在飞速滚动，但他想要的那个入口始终没有出现。怎么回事？防火墙的结构和我们拿到的资料不一样。他对着耳麦低吼。别急。耳麦里传来另一个沉稳的声音，我这边也一样。启琼的系统每年都在升级，有出入是正常的，我已经找到了备用路径，把坐标发你了。金丝眼镜男操作了几下，屏幕上的画面一转，进来了。他松了口气，现在开始检索目标学号。谢浩然。5分钟后找到了，高等数学 I， 学术英语，政治经济学，无敌了。这小子成绩怎么这么好？别废话，按计划把这3门的期末成绩改成59。服了，居然是卡点才攻进来，这启琼的系统果然有点东西。正在修改，正在提交成功。金丝眼镜男长出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搞定，收工。他端起桌上已经冷掉的咖啡，喝了一口。然而就在下一秒，他的电脑屏幕突然卡了一下。Warning, unauthorized access detected. Level 1 security lockdown initiated. 警告，未经授权的访问已被检测到，1级安全封锁已启动。血红色的英文单词铺满了整个屏幕，占据了所有的视野。操！金丝眼镜男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咖啡洒了一裤子。怎么回事？他猛地扑向键盘，手指因为颤抖而几次按错键，但屏幕上的红色警告框纹丝不动，下面开始飞速滚动，一行行乱码，所有指令都石沉大海，键盘和鼠标像是变成了摆设。时间要结束了，这怎么回事？我去，这还爬到我们的服务器里了。断开物理连接，把网线电源。男人的手毫不犹豫地摸向主机，啪的一声，屏幕彻底黑屏，包厢内陷入死寂，耳麦里也只剩下电流的滋滋声。3人的网络连接在同一时刻被从根源上彻底切断了，他们错过了指令行里的最后几行代码。Violation recorded, IP banned permanently. 违规记录已存档，该 IP 地址将被永久封禁。Have a nice day, AGE。10点整，你还难过吗？谢浩然顿了顿，他正要回答，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那是一条短信，来自启琼学生会。谢同学，你本学期所有课程成绩已复核并最终锁定 GPA 3.97， 请于下周一前往学生会办公室正式提交会长竞选申请表。教务处提交会长竞选申请表。他屏住了呼吸，少年几乎是机械的将那条短信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第3遍，第4遍。谢浩然猛地将手机屏幕扣下，然后抬起头看向面前的林岩，那双黑色的眼睛依旧平静无波，
像两潭深不见底的古井，倒映着他此刻慌乱、错愕、不知所措的脸。林岩语气如常：“你不会退学了，谢浩然，不要难过了。245L，10点过了，所以打脸现场呢。我裤子都脱了，就给我看这个。246L， 我刚去教务系统查了，谢浩然的成绩单出来了，全 A，GPA 3.97。楼主人呢？出来挨打。247L， 楼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得到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248L， 笑死，小丑竟是你自己。249L 回复楼主，快把论坛账号注销跑路吧，不然明天学生会纪检部就要请你喝茶了，造谣是吧？250L， 所以这波是反向炒作，谢浩然团队有点东西啊，我开始对他感兴趣了。251L， 这一切肯定都有人在暗中搞小动作，一个 F 级真的要竞选？开什么玩笑？ 252L， 这不可能啊，我去。253L 回复 252L， 不可能的事情多了去了，最近荒谬的东西一个接一个，你知不知道最近一级那帮人搞了个群组，他们还直接在里面许愿了，狗头。254L， 什么群组？黄豆吃瓜，该帖子已被管理员删除，群组篇完。一周的时间转瞬即逝，星期五下午，林岩正在启琼的门口看终端，一边等人。他这周又轮流测试了这张银行卡的具体转账时间，1000的委托24小时就可以提现，3000则要72小时。至于1万，现在还没到账。以上的信息都是通过这周他解决掉的3个委托得到的。总之，如果是作为兼职的话，林岩觉得价格在1000到3000以内合适。一只小倩，任务表点 XLS， 点开表格。比起一开始只有3到5人的数据，现在甚至在一定价格和时间限制过滤后，还有20多人。不是林岩的错觉，任务数量确实增加了。不过这是好事，他可以选更省事的。委托人匿名1级，报酬2000，要求在下周日前让主唱 B 级生王子涵的电吉他效果器失灵。委托人匿名1级，报酬2000，要求让 D 级学生赵宇航归还摄影社的高速摄像机，并且以后再也不借。委托人匿名1级，报酬3000，要求找到经常在3号训练馆霸占器材的体育特长生刘哲，给他一个物理上的教训，让他至少1周不能进行高强度训练。林岩的手指在屏幕上划过，这些委托看起来都不难。吉他效果器只需要更换一个特制的连接线，第二个只需要给予适当的警告就好，比如在他的宿舍里留些什么。至于物理教训是最简单的，他挑了这3个看起来完成地点顺路、时间上不冲突的，用红圈标记出来，然后将文件发回给王芳。这3个，一只小倩，好的，这就去联系。一只小倩，玫瑰。林岩戳着屏幕的少女抬头，是谢浩然，他好像是跑过来的，呼吸还有些不稳，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了几缕，贴在皮肤上。自从上周后，少年就不再戴眼镜了。抱歉，我来晚了。他平复着呼吸，接着在对方安静的注视下，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杯柠檬水，很显然是刚刚才买的，塑料的杯壁上还有凝结的水珠。林岩接过那杯柠檬水，然后插上吸管，喝了一口，是他熟悉的那种恰到好处的酸甜。谢浩然的呼吸已经平复下来，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看着他，我们走吧，去接阿信。阿信，林岩在脑海里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他点了下头，将终端放回背包，边喝着柠檬水，边和他并肩朝宠物医院的方向走去。两人一言不发地走着。此刻接近夜晚，昏黄的阳光映出2人的影子，差不多，但一高一矮。谢浩然好像比之前高了一点，不过林岩对自己的身高很满意，170厘米，无论是战斗还是潜伏，各种方面都很均衡。这周高数课听得懂吗？少年先开了口。还可以，林岩回答。他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5月的教得很好。谢浩然嘴角的笑意淡了一些，但很快又恢复了原样。那上周末呢？你去了哪里？5月开跑车带我去了环山公路比赛，风很大。林岩补充，他赢了，听起来很刺激。谢浩然的脚步慢了半拍，他开车技术很厉害。少年脸上的神情没有变化，只是眼神垂了下去，落在2人被阳光拉长的影子上。那你呢？你觉得开心吗？林岩回忆了一下，他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副驾驶发呆，然后赚到了2万块，很不错。小杀手点头，得到肯定的回答。谢浩然的影子似乎晃了一下，他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两人沉默地走着，路过了几家贩卖廉价衣物的店铺和散发着油炸气味的小吃摊。真奇怪，谢浩然忽然说。林岩转头看他，上周这个时候我还以为。少年停住了，他摇摇头，像是在自嘲。没什么，总之谢谢你，林岩。谢什么？谢谢你陪我一起去救阿信。他看着前方，如果没有你，我一个人大概什么都做不了。林岩喝了一口柠檬水，没有说话。半小时后，宠物医院前台，那个年轻的护士还记得他们，来接猫了，跟我来吧。护士带着他们走到住院区，在一间透明的恒温箱前停下。阿信正趴在一个柔软的小垫子上睡觉，他身上的毛已经被打理干净，乌黑发亮，后腿的石膏被拆掉了，换成了更轻便的支架，伤口恢复得很好。听到动静，他睁开了眼睛，看到谢浩然和林岩时，猫咪试探着发出了一声细细的喵呜。谢浩然不自觉地浅笑着，他蹲下身，隔着玻璃看着他。护士打开了恒温箱的门，小家伙恢复得特别快，生命力很顽强。护士笑着说，可以出院了，这是剩下的费用清单和出院后的注意事项，你们看一下。
谢浩然接过那张单子，林岩则上前将阿信从箱子里抱了出来。他很轻，蜷缩在少女怀里，小脑袋好奇地蹭了蹭她的手臂。动物，猫，软的。小沙手面无表情。这些是处方粮和营养膏，那边架子上可以买到。护士指了指墙边的一排货架，他现在还小，肠胃比较脆弱，最好先吃这些。谢浩然的视线从单子上移开。好的，我知道了。他把清单折好，小心地放进口袋里，然后转向林岩。我们去买东西，然后送他回去。阿信可以住我的宿舍，宿管从来不会管我。林岩点了点头。他们在货架上拿了医生推荐的幼猫粮和营养膏，又买了一个小小的猫砂盆和一袋猫砂。谢浩然主动提着所有的东西，少年一手拎着装满用品的袋子，另一只手空着，时不时会伸过来，用指尖非常轻柔地碰一下阿信的背。猫咪没有躲，只是耳朵动了动。走出宠物医院，夜色已经完全降临，街边的路灯亮着，投下昏黄的光晕。他好像很喜欢你。谢浩然看着少女怀里的猫，开口说。林岩低头看了一眼那只黑色的小生物，他眨巴眨巴着眼。他作为一只幼崽，没有驱邪避祸的能力。如果他长大了，就不会喜欢我了。不会的，谢浩然说，他长大了也一样会喜欢你。少年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猫喜欢一个人和他会不会驱邪避祸没有关系。林岩的视线从怀里的黑猫身上移到了谢浩然的脸上，他在等待他的下文。少年看着他，深吸了一口气。我会养好他，所以他会一直喜欢你。我也。谢浩然的整张脸突然红了，他没能说出后面的话。少女眨了眨眼，怀里的阿信用爪子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我们去给他多买点其他的什么零食之类的吧。谢浩然说完了这句，就立刻转过身，快步朝着街角一家还亮着灯的24小时便利店走去。他的背影看起来有些仓促。小杀手站在原地，抱着怀里温热的小猫，歪了歪头。约莫过了10分钟，谢浩然提着一个塑料袋快步走了出来，里面是几包猫条和一小袋幼猫磨牙饼干。少年脸上的绯红褪去了一些，他指了指林岩怀里的阿信，走吧，先回宿舍。林岩抱着猫，谢浩然提着装着猫粮和零食的袋子，二人往回走。去往 F 级宿舍区的路上，必然会经过启琼学院的正门广场。时间接近晚上9点，广场上依然有不少学生，三三两两的人群，或散步，或坐在长椅上聊天。就在他们快要穿过广场时，迎面走来了一群说说笑笑的女生。所以说啊，那个老师就是看人下菜碟。为首的正是王芳，她穿着一条新买的裙子，化着淡妆，周围几个地级和一级的女生簇拥着她，正热烈地讨论着周末的安排。如今的她看起来自信多了，俨然是这个小团体的中心。一个留着短发的女生眼尖，一眼就看到了抱着猫的林岩和旁边的谢浩然。她的脚步慢了下来，用手肘碰了碰身边的同伴。你看，那不是谢浩然吗？那个女生撇了撇嘴，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周围的人听到。真是什么人都敢在学校里养宠物啊！周围的空气安静了一瞬，另一个女生跟着附和，就是说啊，自己都快养不活了，还弄只畜生回来，也不嫌脏。谢浩然的脚步顿住了，他下意识地往前多走了半步，挡在了林岩和那群女生之间。怎么，竞选会长的申请表写好了吗？你这种……闭嘴！王芳突然开口。之前那个总是带着讨好笑容的女孩，此刻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转头望向谢浩然与林岩，语气很轻，抱歉，以后不会了。短发女生愣住了。芳芳，我走了。王芳移开视线，没有再看她，她径直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脚步很快。她身后的几个女生面面相觑，最后还是闭上嘴，快步跟了上去，不敢再多看一眼。那场小小的风波就这么被强行掐断了。谢浩然看着王芳他们远去的背影，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解。他转过头看向林岩，少女正低头看着怀里的猫，用手指拨开猫咪的爪子，仿佛刚刚的一切都与她无关。F 级宿舍区7号楼，林岩将怀里的阿信递给谢浩然。小猫在他怀里待久了，沾染了他的体温，此刻换了个怀抱，不安地动了动。谢浩然笨拙地调整着姿势，才把猫抱稳。他抱着猫，视线却落在林岩身上，看起来有些不自在。说到周末，明天你还要跟吴越出去吗？少女摇了摇头，吴越这周没有找他。谢浩然却继续说着什么。吴越，他人挺好的，就是爱开玩笑。他带你去的地方可能人比较多，以后去的话注意安全。林岩注视着他，有我在，他很安全。谢浩然被他这句话噎了一下，他想说的不是这个。少年看起来更不自在了，脸上甚至浮现出一点红晕。我不是那个意思，他小声说，像是在解释给自己听。吴越他这个人很复杂，喜欢去很乱的地方，总之他不是什么正经人。说完这些，他又觉得自己好像说的太多，太过刻意。于是谢浩然立刻找拨，不过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找顾一周。顾同学人就很稳重，我和他关系还不错，他会帮忙的。顾一周在与他合作之前就已经有了约定，不会对谢浩然身边的人，其实只有林岩造成影响。林岩看着他，半晌他点了点头，好。谢浩然的神情像是放松了一些，他抱着阿信对他挥了挥手，那我先上去了，你早点休息。对方转身快步走进了宿舍楼。林岩在楼下站了一会，然后也转身上楼。404宿舍依旧空旷，他把背包放下，坐在床板上打开了终端。加密频道里 Ghost 的头像正亮着，不停闪烁。 Ghost 救命，搭档 Ghost 管理帮派比24小时高强度攻防还累，我今天处理了3起斗殴，一个收不上钱的，还有人问我下个月的团建搞不搞。 Ghost 这群肌肉笨蛋的大脑是直连括约肌的吗？什么事都要问我。 Ghost 绿色悲伤青蛙
林岩看着那一连串刷屏的感叹号。团建是什么 ？Ghost， 你不知道 ？Ghost 就是大家一起吃饭、喝酒、唱歌什么的。Ghost， 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不想跟那群家伙一起吃饭。那就取消。Ghost， 我说了，他们说这是毒牙的传统，能增进兄弟感情，还问我是不是看不起他们。一排哭泣的表情包紧随其后。林岩的视线扫过屏幕，他轻车熟路且自信的回应。猫猫拍头点 JPG Ghost， 见鬼了，你居然会发表情包，还是这种。少女陷入沉思，在普遍的社交中，这种时候不应该发这种表情包吗？ Ghost， 算了，当我没说。Ghost， 说起来，你什么时候再来 C 区？这边新开了一家赛博朋克主题的射击馆，来玩玩。Ghost， 苍蝇搓手点 GIF。林岩低头在终端上打字，正要发送，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手机屏幕上亮着一条新消息，来自 Yan。林岩同学，周末有时间吗？周末有时间。少女的手指在屏幕上点了点。冰鲜柠檬水，有工作吗？ Yan， 是 Yan。周日下午，学校北区操场有一个音乐节活动，我需要一位安保顾问，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音乐会、安保这两个词林岩都能理解，顾问就是提供建议的人。冰鲜柠檬水具体做什么？冰鲜柠檬水报酬。对面又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像是在组织语言。Yan， 周日下午6点到晚上10点，确保活动期间场内外无暴力冲突，并协助处理紧急情况。Yan， 酬劳5万，4个小时的安保5万，很值。冰鲜柠檬水可以。林岩答应后，照例面无表情的戳了几个表情符号上去。冰鲜柠檬水，呲牙，玫瑰。消息发出去后，对方又发来一条 Yan， 明天晚上我要去操场确认一些设备细节，如果你有时间，可以一同进行场地勘察。冰鲜柠檬水，好。沟通结束，少女将视线投到刚刚的终端上，贝拉还在发消息。Ghost， 来不来？人呢？ Ghost， 黄豆疑惑。工作。周日，启琼北区操场音乐会，委托人顾一周，酬劳2万5。简报点 TXT。调查活动的网络宣传渠道、票务系统，如果有嘉宾背景以及所有已知与会者的关联信息，评估潜在的网络攻击风险。消息发出去不到30秒 ，Ghost 的头像疯狂闪烁起来。Ghost， 我去。顾一周 ，Ghost。这可是 C 区头子的大少啊！说真的，他们家可凶名赫赫了。你还认识他 ？Ghost， 不行了，作为 C 区人，我一定要问问 Ghost， 他在学校是不是经常打人啊？或者有没有弄死谁？林岩的指尖悬在终端屏幕上方，他回忆了一下和对方的几次接触。体育课，他扔飞盘的动作很标准，但力量不大，被自己砸到10手会红。食堂，他吃饭很安静，仪态很好。为了精确，少女又去论坛上搜索顾一周的信息，在公开的板块里有基本的介绍。顾一周 S 级，艺术学院特长生，艺术社社长。下面附着几张他在画展或开学典礼上的照片，无一例外都是温和安静的侧脸或背影。评论区是一面倒的赞美，好温柔，好帅，想在哥哥的鼻梁上滑滑梯，不愧是艺术生 F， 这气质绝了。听说他家世也很好，但本人超级低调，从不参与那些乱七八糟的纷争。林岩的手指划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信息，点进了匿名的板块。在这里，关于顾一周的讨论画风截然不同。标题：理性讨论，顾一周真的是 C 区来的吗？那个地方不是很乱吗？楼主是 A 是本地人，没去过 C 区，有些好奇。1L 千真万确，他入学资料上写的籍贯就是 C 区。2L 我听我爸说 C 区的顾家是搞军火的，黑白两道通吃的那种。3L 楼上别乱说，小心被查水表。4L 匿名是真的，而且听说顾一周的母亲是 F 国人，当年是被他爸强娶豪夺来的，现在还被关着呢。5L 我操，这么刺激，那顾一周不就是黑道太子爷加豪门求爱文学男主？6L 别歪歪了，这种人离远点好。C 区来的，手上能干净到哪去？林岩的视线在那句搞军火的上停顿了一下，他默默地退出了论坛，切回与 Ghost 的聊天界面。公开信息显示他是艺术生，非公开信息显示他家族背景涉足军火。他在校期间没有暴力记录。消息刚发出去，贝拉的回复就弹了出来，比刚才还要激动。Ghost 军火，何止是军火，那可是 C 区的土皇帝。Ghost 跟他们家作对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尸体都找不到的那种。Ghost你离他远点，那种人吃的肉骨头渣子都能噎死我们。林岩盯着那行字想了想，他看起来不吃肉，像吃素的。Ghost 谁跟你说这个了？ Ghost 绿色青蛙大叫 Ghost 我的意思是这不重要，我怀疑他手上的人命比你喝过的柠檬水还多。林岩其实没有喝过多少杯柠檬水，他的指尖停留在屏幕上。好我去睡觉了。 Ghost 喂25000转账截图点 JPG Ghost 老大晚安飞吻玫瑰 Ghost 玫瑰。第二天周六晚上6点，操场上很热闹。为了明天的音乐节，靠近主席台的一大片区域已经被围了起来，工作人员正在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和音响。巨大的射灯在夜空中划出几道光柱。林岩的视线扫过入口处的临时安检门，以及远处几栋教学楼的楼顶，然后
他看到了那个站在树下的人影，是顾一周。男人今天穿了一件米白色的薄款针织衫，领口微微敞开，深棕色微卷的头发没有竖起，柔软的垂落在额前，让那张本就精致的脸显得更加柔和。或许是察觉到了视线，对方抬起头，朝林岩的方向看了过来，灰绿色的眸子在对上他视线的一瞬间，像是被什么烫到一般，迅速的垂了下去。他抬手用指尖不自然地碰了碰自己的耳垂，然后才重新抬起眼，脸上挂起一个温和的笑。你来了。林岩愣了愣，才走过去，在他面前站定。小杀手刚刚背了2个小时的学术英语单词，现在还有点恍惚。除了考试，大多人现实生活里真的会用到它们吗？我们先绕场走一圈。他说着便转过身，沿着操场边缘的跑道向前走去。少女跟在他身后，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1步左右的距离。周围很嘈杂，工作人员的喊叫声、器械的碰撞声，音响里传出的试音鼓点混成一片。舞台在东侧，正对主席台，一共设置了3个主入口，都在南面，北面是后台区域，用围栏隔开了。顾一周指着那些被荧光胶带标记出的通道。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入口处的安检效率，如果人流过多，可能会造成拥堵，容易发生意外。林岩的视线扫过那几扇简易的安检门，又看了看远处熙熙攘攘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会有多少安保人员？他问。学生会自己招募了20名志愿者，另外学校的安保处会增派10人，30个人。林岩在脑海里快速计算了一下，操场面积大约1万平方米，即使只开放一半区域，30个人分散开来，也只是杯水车薪，不够。他说。顾一周的脚步停了一下，那你有什么建议？让志愿者负责引导和维持秩序，专业安保人员负责关键节点和机动。林岩的视线扫过全场，增加人手，至少再加20个，到时候我会在场调部的。顾一周点了点头，我会向安保处提申请。他带着他继续往前走，来到了舞台的侧面，这里堆放着大量的音响设备和线缆，几个穿着工作服的学生正在调试。第二个问题是后台，男人指着那片被围栏隔开的区域，参演嘉宾和工作人员都在里面，情况会比较复杂。林岩看着那些缠绕在地上的电线和随意堆放的设备箱，火灾隐患。他说，还有围栏太矮了，一个成年男性可以轻易翻越。两人绕着场地继续走着，林岩的目光没有在绚丽的舞台灯光上停留，而是扫过周围那些看似无关的建筑。你主要担心的是外部危险还是内部冲突？他突然问。顾一周沉默了一下，都有，他回答，但主要是外部。比如？男人思考片刻，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突然换了一个话题。这场音乐节是以艺术社的名义举办的，谢浩然会作为其中之一的合伙人。林岩停下脚步，看着他。学生会会长的竞选，候选人需要拿到500个支持联署，联署者必须覆盖至少3个等级的学生，数量比例不得差别过大。而以他的处境，很难拿到 C 级以上学生的联署，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场合，一个足够公开、安全，不会被人抓住把柄的场合。音乐节就是这个场合。说完了基本的介绍，顾一周才回到林岩原先的问题上。所以到时候会有很多我们的人在其中来回走，也会有别人。别人？少女眨了眨眼。就在这时，旁边来了一个工作人员，他带着一个橙色的袖章，跟顾一周说着什么，是在交代安排和工作。于是小杀手在原地发了会呆，待那个工作人员离开，顾一周手上就多了一个袖章。他把那个金色的袖章递给他，这是给你的，当天晚上会给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发对应颜色的袖章，但工作人员的袖章是独一无二的。来人语气温和，只有我和吴越以及谢浩然，还有你的是金色的。林岩接过那个金色的袖章，布料的质感很好，金色的丝线在灯光下反着光，他把它收进了口袋里。小杀手又绕回了原先的话题，他语气认真，别人是哪一类人？他们擅长什么？会携带什么武器呢？会有狙击手吗？这样的话，他自己在宿舍里一直堆着的伙伴就可以派上用场了。顾一周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他无奈的低笑一声，当然不会 ，A 是很安全，我想想，估计会有人弄出些骚乱吧，或者会有人尝试攻击工作人员的后台数据。林岩听到骚乱和数据攻击后点了点头，骚乱是人的问题，我会解决。少女停顿了一下，数据交给我的朋友。顾一周看着对方，他点了点头，可以，我相信你的专业判断。他拿出手机操作了几下，这里的详细平面图包括供电和网络布线图，我已经发到你的微信上了。二人又聊了一会，今夜的审查才结束。林岩站在北区操场外站着，盯着自己的手机看。他还没有吃晚饭。小杀手先是日常的审查了一遍拼好饭，寻找1.9元的柠檬水，没有。其实现在他并不太需要省钱了，可以考虑买2.8一杯的柠檬水自取，但不知道为什么林岩总觉得1.9元的更好喝。林岩同学，你还没回去？他收起手机，转过身。顾一周正好从操场走出来，他刚刚交代完了最后的问题。米白色的针织衫让他看起来像融进了夜色里。男人脸上挂着温和的笑，灰绿色的眼睛看着他。工作结束了。少女回答，时间不早了，你应该也还没吃饭。林岩点头。顾一周的视线移向远处商业街的灯火，然后又落回他脸上。我知道附近有一家餐厅，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请你吃晚饭吗？他说完，像是不经意地补充了一句，算是工作的餐补。林岩的关注点落在了餐补2个字上，工作餐是合理的。好，他回答。得到肯定的答复，顾一周浅浅笑了一下。那我们走吧，离这里不远。他选的餐厅在学院外的一条安静街道上，是一家法式私厨。餐厅不大，
灯光昏黄，装潢雅致。他们被侍者引到一个靠窗的位置，菜单是手写的，很漂亮。林岩对法语一知半解，他凝视菜单凝视了很久，价格很贵。少女在看菜单，顾一舟在看他。林岩的相貌在启琼算不上特别出彩，但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是什么呢？顾一舟会想起自己儿时教导自己的教练，又会想起老家里那些被自幼培养的专业人士。老练又稚嫩，你在看什么？林岩眨了眨眼，抬头，他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看他，被对方直接点破，顾一舟明显的僵了一下，些许淡粉从他的耳廓蔓延。没什么。糟糕了！男人飞快地移开视线，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这里的招牌是惠灵顿牛排，还有低温慢煮的三文鱼，你喜欢哪一种？牛排。小杀手毫不犹豫。林岩还记得菜单上的价格，这个更贵，更贵的东西一般更好。好。顾一舟对一旁的侍者点了点头，用流利的法语点好了餐。除了牛排和三文鱼，还加了一份沙拉，一份奶油蘑菇汤，以及2杯无酒精的特调果饮。侍者离开后，桌上恢复了安静，只有远处传来的刀叉碰撞声和低语。工作的事，我已经让吴越去申请额外的安保了。顾一舟主动开口，打破沉默，他可能会问你一些细节。少女的回答很简短，她现在有点饿，在等吃的。顾一舟看着对方，想要再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从未和异性这样单独出来吃过饭，以往那些主动接近他的，他都以各种理由避开了。但面对林岩，他却无法克制这股想要靠近的冲动。他想了解他，但他答应过谢浩然的。顾一舟作为 C 区来到 A 市的话事人，需要一个机会，一个搅动浑水的契机。而谢浩然主动作为那块投入湖中的石头，对他提了个无伤大雅的小要求，不要主动接触林岩。当时的他随口就答应了。男人的手指在冰凉的玻璃杯壁上无意识地摩挲着，他重新调整了一下坐姿。很快，侍者端上了奶油蘑菇汤和沙拉。这家店的汤是用新鲜口蘑打的，他介绍道。林岩舀了一勺汤，尝了一口，很浓，很香。他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喝汤，没有对此发表评价。关于酬劳，少女喝完最后一口汤，放下勺子。是活动结束后结算吗？对，活动结束确认没有问题后，我会直接转给你。顾一舟温和的回答，支付方式按你方便的来。林岩点了点头，小杀手开始吃面前的沙拉，很认真地咀嚼着每一片生菜叶。顾一舟又喝了口水，借着这个动作，看似不经意地看了他一眼，真可爱。男人感觉自己的耳廓又开始发烫。林岩同学，少女咽下一口西红柿，抬起头，你的家在哪里？他问。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社交问题，用来开启对话。林岩的咀嚼却停顿了一下。家，组织算吗？但他现在已经回不去了。现在住的404宿舍算吗？最多只是临时居所吧。没有。思考片刻，少女补充，我想在 A 市买房。男人愣了一下，随后失笑，现在才大一，林岩同学就考虑了这么多吗？林岩严肃地点了点头。现在是经济上行期，最近的房价一直在涨，时间不多了，他要尽快赚钱，快点买房。要买房的话，需要攒一段时间吧。A 市的首付很贵。林岩说，所以我需要很多工作。他看着顾一舟，以后有安保工作可以继续找我。为了体现专业性，少女又补充了一句，各类委托都可以，价格面议。好，不过你需要钱，我可以。话说到一半，顾一舟停住了。他想起了自己对谢浩然的承诺，直接的金钱资助显然越界了。平时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些更轻松的兼职。他改口道，比如在美术社帮忙整理画材，或者当模特。林岩眨了眨眼，当模特要坐着不动很久吗？1个下午或者更久。不行。他摇头，会耽误我接别的单。侍者在这时端上了主菜，巨大的白色瓷盘中央是一块烤得色泽金黄、酥皮层次分明的惠灵顿牛排，旁边是顾一舟的低温慢煮三文鱼，鱼肉呈现出诱人的半透明粉色。林岩的视线立刻被那块牛排吸引了，他拿起刀叉，快速地切下了一小块。酥皮、蘑菇酱、火腿和粉色的牛里脊层次分明。少女将其送入口中，仔细咀嚼。顾一舟没有吃，他对自己的异常还有些苦恼。平时的自己会这么热心吗？男人看着他认真品尝的侧脸，不自觉地又问出口。说起来，林岩同学与吴越同学的关系很好吗？林岩咽下口中的牛排，是朋友和学习搭子。顾一舟脸上的那一丝不自然立马消失了，他低头用手背抵住嘴唇，肩膀机不可察地颤动了一下。过了一会，他才放下手，那双灰绿色的眼睛里含着一点清亮的笑意。原来是这样。男人说，我还以为。他没有把话说完。林岩看着他，不明白他以为的是什么。不过牛排很好吃。小杀手继续低头切牛排。顾一舟也没有再追问，他拿起刀叉，开始慢条斯理地切自己盘中的三文鱼，鱼肉很嫩，几乎不需要用力。餐厅里流淌着轻柔的爵士乐，气氛很好。一顿饭就这样结束了。走出餐厅，夜晚的凉风吹散了室内的暖意。我送你回学校。顾一舟说。林岩点了点头，跟在他身侧。林岩同学是 Z 区人吧？我可以问一下 Z 区是什么样的吗？男人温和地发问。林岩陷入沉思，他根本不是所谓的 Z 区人，甚至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该怎么回答呢？另一边，顾一舟见他不回答，心里浮现出一股罕见的混乱。是他问错问题了吗？有可能。Z 区十分混乱，他的过去一定也很艰难，不然也不会有如此灵巧的身手。男人停下脚步，他语气内疚，抱歉，是我唐突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小杀手点了点头，发出了一个认同的音节。
空气陷入沉默。顾一舟望着对方平静的侧脸，那对漆黑的眸子像没有星光的夜空，看不出任何情绪。男人越发肯定是自己的问题，让他想起了不好的回忆，一股混杂着懊悔、自责和心疼的情绪在胸口蔓延开来。该怎么补救？顾一舟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能再谈论过去了，不能再涉及任何可能敏感的话题。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安全的，是中立的，是他擅长的，是不会冒犯到任何人的。那个，你对画画或者艺术之类的东西会感兴趣吗？艺术，林岩回忆了一下，这大多是一些雇主的爱好，而且很烧钱，不感兴趣。糟糕了，顾一舟尽量不让自己表现出慌乱，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失败的一次谈话。对象还是三文鱼，好吃吗？林岩突然开口，他其实并没有吃过三文鱼，有点好奇它的味道。男人明显的松了一口气，味道很好。他说，那家店的厨师对火候的掌控很精准。望着少女平静的侧脸，顾一舟又开口补充，口感很软，基本不用嚼，比牛排还好吃。网上总说没有得到的东西总是更好。林岩现在明白大家的意思了，比如他现在就在想，刚刚的免费工作餐或许应该选三文鱼，即使牛排也很不错。这个口味不同。顾一舟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温和，牛排的风味更复杂，是肉质、酱汁和酥皮的组合，三文鱼更纯粹，主要是品尝鱼肉本身的质感。鱼肉本身的质感是什么？这主要是一种鲜味。什么是鲜味？二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主要是林岩在问，顾一舟答。很快就到了 F 级宿舍的楼下，昏黄的路灯照着空无一人的小路。到了。顾一舟停下脚步，今天谢谢你，林岩同学。林岩终于从对方描述的各种 C 区美食中脱离出来，下周可以考虑再去一次 C 区。少女转过身，准备回宿舍。等一下，他叫住了她。林岩回过头，顾一舟垂眸，正在操作自己的手机。下一秒，他的手机叮的响了一声，是一条微信消息。他抬起头，面上是一如既往的温和笑容，却浮着淡淡的红晕。那个，送给你。对方说完，像是怕他会拒绝一样，很快的补充了一句晚安。然后顾一舟转身快步离开了，背影有些仓促，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里。林岩站在原地，打开了手机。Yan 给他发来了一张图片，那是一张速写，描绘的是林岩第一次上体育课前在树下发呆的场景。画面经过了精细的处理，光影和细节都十分完善，甚至连少女脸上那种放空的没什么情绪的神态都捕捉得惟妙惟肖。图片的下面还有一行很小的字，记录一个瞬间。小杀手歪了歪头。周日下午5点30分，启琼学院北区操场，音乐节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巨大的舞台上，灯光设备全部就位，背景的 LED 屏幕上正播放着循环的动画，音响里放着暖场的轻音乐。工作人员在各个岗位上做着最后的检查。操场入口处已经开始有学生排队等待入场，他们在围着外场的活动打卡领周边。林岩站在后台入口处的一块高地上，他穿着那身黑色的卫衣，口袋里放着顾一舟给的金色袖章，但他没有带。少女的视线像扫描仪一样缓缓扫过整个场地，入口的人流密度，安保人员的站位，舞台侧面的消防设备，远处教学楼顶的可疑反光点。没有狙击手。哟，搭子。他回过头，吴越双手插在裤袋里，懒洋洋地走了过来。少年今天穿了一件潮牌的黑色冲锋衣，拉链拉到一半，露出里面一件白色的 T 恤，他的右臂带着那款金色的袖章。今晚有没有你感兴趣的明星啊？学校外面可围了不少粉丝呢。少女摇了摇头，某人语气故作沮丧。真的没有吗？他可是从 B 区的公司拉了好几个有名的歌手和网红。林岩思考片刻，有社会人老王吗？这是小杀手为数不多的认识的有名人，在他经常看的安保论坛上，这位博主经常发帖。吴越的表情空白了一瞬，哪个老王？一个保安。林岩面无表情的补充，在论坛上很有名。噗，少年被他逗笑了。好吧，这个我们还真没请，他也不会唱歌呀。我们请的是星辰乐队，还有歌手许家威，你应该在广告牌上见过吧？林岩摇了摇头，他不看广告牌。吴越对此好像已经习惯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黑色盒子，打开，里面是一个黑色的造型简约的无线耳麦。喏，给你的。他把耳麦递过去，工作人员专用，可以直接和我、顾一舟还有谢浩然通话，有问题的可以直接找你。林岩接了过来，把它戴在了左耳上，耳麦很轻，贴合着耳廓，没有什么不适感。注意不要弄丢了，要赔哦。他的动作一顿，这个多少钱？钱吗？弄坏了的话就把自己卖了，赔给我吧。吴越笑嘻嘻的，他看着林岩。少女眨了眨眼，开玩笑的。对方补充道，不过要小心点，这个是定制的，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活动也能用到。林岩点了点头，停止思考自己的器官价格，他伸手碰了碰耳朵上的设备，冰凉的，触感很光滑。一阵轻微的电流声后，耳麦里传来了清晰的声音。能听到吗？林岩同学，是顾一舟的声音。可以，林岩，是我。谢浩然的声音也插了进来，有一点杂音。你那边怎么样？很好。少女回应。我马上过来。不一会，另一个身影出现在了后台入口，是谢浩然。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衬衫，黑色的长裤，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一些，右手臂也戴上了那件金色的袖章。对方看到林岩和吴越，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才走了过来。抱歉，我刚刚有些事，所以来晚了。然后少年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柠檬水，递给他。少女接了过来，一旁的吴越挑了下眉。可以啊，
谢同学，都知道给我打子带饮料了。谢浩然没有理会他的话，只是看着林岩。顾一舟说，让你先熟悉一下场地。三人站在一起，气氛有些微妙，一个是张扬的主动的，一个是沉默的内敛的。少女在他们中间喝着柠檬水，看着远处正在调试的灯光。林岩，谢浩然轻声呼唤她。少女抬起头看向他，这个少年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张折叠的整整齐齐的表格，递了过来。这是学生会会长的竞选联署表。林岩的视线从他的脸上移到那张表格上，上面印着启琼学院的校徽，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格子。联署？他问。对，谢浩然点了点头。按照规定，每个候选人必须集齐500个签名，才能获得正式的参选资格。500个。一旁的吴越凑过来看了一眼，工程量不小吗？所以你要让他签第一个？谢浩然没有理会对方的调侃，他的目光依旧落在林岩身上。他是他迄今为止唯一的朋友，也是在这个学校里最在乎的人。他想让他作为第一个，可以吗？林岩接过那张表格和一支笔，他看了一眼第一行的空格，上面需要填写姓名、学号和等级。可以。少女的回答很简单，她找到一块相对平整的设备箱，将表格铺在上面，然后一笔一画地用一种近乎刻印的工整字迹填上了自己的信息。2xxxx304F 级林岩联署篇开片。写完，他把表格和笔递还给谢浩然。少年接过表格，他低头看着那个名字。许久过后，谢浩然才小心翼翼地将表格重新折好，放回了背包最里层的口袋里。这个我先收好了。吴越在一旁暴毙看着，撇了撇嘴，这家伙怎么一副这种表情？至于吗？就在这时，三人耳朵里的耳麦同时响起一阵轻微的电流声。各位，西南方向天空2号教学楼楼顶出现一架未经报备的无人机，事故一周，正在向场地中心靠近。吴越和谢浩然同时抬头朝着那个方向看去，夜空中一个闪烁着红色光点的小东西正在盘旋。粉丝偷拍？吴越挑了挑眉，胆子不小，需要让安保人员直接处理掉吗？谢浩然问。等等，林岩开口了。少女的视线锁定着那个移动的光点，大脑飞速运转，高度约50米，风速3级，机型是消费级的4轴无人机，操作者在附近。他说信号源在300米范围内。他的目光从无人机转向地面，快速回忆周围的环境。2号教学楼和操场之间隔着一片小树林和一条马路，信号最佳的控制点是2号教学楼对应的校外的公交站台后面，那里有长椅，还有广告牌可以遮挡视线。收到。少年笑了一声，他活动了一下手腕，我去叫人把他请下来。少年说完便转身熟门熟路地朝着后台的另一个出口走去。耳麦里顾一舟的声音再次响起，谢浩然，你去协调一下入口的安保，让他们注意周围有没有其他可疑人员。好。谢浩然应了一声，快步走向了前台的方向。后台入口处又只剩下林岩一个人，他没有动，依旧站在那块高地上，像一尊沉默的雕像，俯瞰着整个场地。小杀手抱着柠檬水在发呆。几分钟后，吴越懒洋洋的声音从耳麦里传来，人找到了，设备已没收，存储卡格式化了。他说自己是星辰乐队的粉丝。不错。顾一舟回答。林岩。谢浩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回来，人手不够，出口太多，围栏的固定装不稳。林岩回过神，他观察了一下入口的围栏，有一处有明显的变形，如果有人想冲进来，这里是突破口。少年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神情变得认真起来。我会让志愿者加固这里，再多派2个人过来。少女点了点头，回忆起启琼的监控布局，那里的监控有3个死角，他指着舞台后方和2排临时厕所之间的区域，需要增加移动哨。好，我记下了。谢浩然拿出手机，快速的记录着。今晚对我很重要。少年一边记录一边轻声说。顾一舟说，如果活动能顺利进行，联署签名应该能收集到大半。他顿了一下，这是一次展示的机会，展示给那些 C 级、D 级的学生看，他谢浩然并不是一个只能任人欺凌的废物，他能与 S 级合作，也能办成这样大型的活动。展示吗？林岩思考片刻，所以你要上去唱歌。谢浩然刚准备把手机收起，听见他的话，差点将那块电子设备甩出去。少年的面色是有些窘迫的微红。当然不是唱歌的展示，而且我唱歌也不好听，如果我上去会把场子搞砸的。哦。小杀手歪了歪头。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小小的骚动，2个穿着 D 级制服的学生正试图从一个工作人员专用通道溜进后台，被守在那里的志愿者拦住了。同学，这里不能进。凭什么？我们是学生会外联部的。其中一个高个子男生不耐烦地嚷道，另一个女生就冷静很多，她拦住了那个男生，拿出手机里的学生会内部群聊界面展示给志愿者。同学，我们马上就有下来的文件了，你先让我俩进去。那个志愿者看起来有些为难，他只是个1级的新生，不敢得罪学生会的人，可是没有工作人员的袖章，规定是不能进的，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那个高个子男生推了志愿者一把，别挡路。林岩的耳麦里传来顾一舟的声音，林岩同学，那2个人是谢微雪的人，拦住他们。好。少女应了一声，她把喝了一半的柠檬水递给旁边的谢浩然，帮我拿一下。说完，林岩就从高地上跳了下来，稳稳地落在草地上，朝着骚乱的方向走去。谢浩然下意识地接过那杯柠檬水，还没反应过来，那个高个子 D 级男生正要在推搡志愿者，一只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他不耐烦地回头，谁啊？他看到了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和一双漆黑的
看不出情绪的眼睛，是那个 F 级的林岩。你这里不能进啊！男生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你一个 F 级的也敢来管我？他说着伸手就要把林岩推开，但还没碰到他就被对方抓住了手腕。那只手不大，皮肤看起来很细腻，力气却大得惊人，像一把铁钳，让他动弹不得。放手！男生涨红了脸，林岩没有放手，他抬起另一只手，指了指自己耳朵上的黑色耳麦，然后又指了指他。你的行为已被记录，3秒内离开，否则按扰乱活动秩序处理。男生的同伴，那个女生，在看到林岩的那一刻，脸色就变了。她拉了拉男生的衣服，算了，我们走吧。她认得林岩，那个在食堂让谢微雪下不来台，还直接拉走谢浩然的 F 级。走什么走？高个子男生还在嘴硬，我就不信他敢。话音未落，他感觉手腕上传来一阵剧痛，仿佛骨头要被捏碎了。啊！男生发出一声痛呼，身体不受控制地弯了下去。林岩松开了手，他看着他，重复了一遍：离开。这一次，男生不敢再有任何反抗，他捂着自己的手腕，在同伴的拉扯下，灰溜溜地跑远了。周围恢复了安静。晚上6点半，音乐节正式开始，绚烂的灯光亮起，重低音的鼓点敲击着所有人的心脏。第一个上场的是一个在网络上小有名气的网红乐队，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气氛。学生们跟随着音乐的节奏挥舞荧光棒，操场上人头攒动，形成一片彩色的海洋。谢浩然站在后台入口的阴影里，手里拿着一叠连鼠标和笔，以及林岩的那瓶柠檬水。少年看着场下那些和他一样穿着启琼校服的学生，他们或兴奋或漠然，但都属于这个他格格不入的世界。我回来了。少女走过来，从他手中拿走那杯柠檬水。谢浩然如梦初醒，他不自觉地捏紧了手里的连鼠表。林岩。少年轻声念出他的名字，好像这2个普通的字眼能给予他什么似的。场地前的音乐声很大，即使他们在后台也能听见若有若无的欢呼声和背景音乐，但林岩听见了他的呼唤。我在。小杀手应了一声，捧着柠檬水喝了一口。谢浩然的视线落在他的侧脸上，少女神色平静。是啊，他在这里，只要他在的话。林岩，我去收集签名了。他说完，没等对方回答，就从后台的出口绕了出去，汇入人流。少年先来到了D级学生的聚集之处，很快就有人注意到了戴着金色袖套的他。对方调笑着，这不是谢少吗？有事。谢浩然停在他们面前，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低头，而是直视着他们。学长你好。他将手里的连鼠表递了过去。我在参与学生会会长的竞选，需要你们的支持。在最前方的 C 级男生愣了一下，他接过那张表格，看到了上面第一个签名林岩。他身旁的几个人也凑过来看，他居然真的要选，跟 S 级混就是不一样啊，胆子都大了。D 级男生看着谢浩然那双不再躲闪的眼睛，又看了看远处后台入口处顾一周若隐若现的身影，沉默了几秒。行啊。对方拿起笔，在第2个格子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祝你好运，谢同学。昵称改变了，有了第1个就有第2个。谢浩然拿着表格穿梭在人群中，走向一个又一个他曾经不敢直视的面孔。有人拒绝，有人嘲讽，但也有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时间流逝，场上的气氛越来越热烈。舞台上的网红乐队正好结束了他们的表演，主唱正说着感谢启琼的客套话。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请出今晚的重量级嘉宾。舞台灯光暗下，只留几束追光在场地中扫射。下一秒，啪一声轻响，所有的追光打到舞台中央。星辰乐队。人群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尖叫声。林岩站在舞台左侧的备用通道处，主唱有些嘶哑的嗓音随着电吉他的轰鸣响起，伴随着架子鼓渐快的鼓点。少女的视线越过狂欢的人群，落在场地的每一个角落。入口处平稳入场，没有拥堵。谢浩然正带着几个志愿者拿着连鼠表在人群中穿梭，不时有人停下来签名。顾一周站在后台的控制台前，正和工作人员说着什么，神情专注。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只是他的柠檬水喝完了。搭子看出什么门道没？吴越的声音突然在耳麦里响起，含着笑意。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溜达到了后台，正靠在一个巨大的备用音响后，远远地看着他。没有。林岩回答，这才刚开始呢。少年说，好戏都在后头。他像是在跟他闲聊。说起来，你喜欢听这种音乐吗？林岩看了一眼舞台上声嘶力竭的乐队主唱，太吵了。那你喜欢听什么？小杀手想了想，他没有特别喜欢的音乐，组织里只有功能性的声音，比如警报声、指令声。安静的。他回答。哦，好吧，安静的。吴越没有走过来，依旧隔着那个巨大的音响，字句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他的耳朵里。我会弹吉他了，这个够不够安静？林岩想了想，吉他，他在一些短视频里见过，通常出现在篝火晚会或者一些古怪的场景，告白、求爱中。不插电的时候，好像声音不大。够。耳麦里传来一声明显的轻笑。那行，吉他在你这儿算是通过审核了，下次有机会，吴越来控制台这边一趟。顾一周的声音突然插入，吴越深吸一口气，结束了和林岩的私人通话，切换到公共频道。行，来了。顾一周，你最好真有什么10万火急的事情。控制台这边，几个工作人员围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神情严肃。顾一周指着屏幕上的波形图，脸上是专注的神情。西区灯光组的备用电源电压不稳，主电源正常，但如果主电源出问题，备用电源撑不过3分钟。怎么回事？早上不是都检查过了吗？吴越走过来，皱着眉问。不清楚，可能是线路老化，也可能是。顾一周没有把话说完，林岩没有等待，
备用电源的线路图。他对着耳麦说。下一秒，少女的手机屏幕亮起，顾一舟已经将一张详细的电子图纸发了过来。林岩放大图纸，视线快速扫过那些复杂的线路，红色是主线，蓝色是备用线。他的目光最终停在了一个位于舞台后方、靠近临时厕所区域的接线盒上。那是一个不起眼的灰色铁盒，图纸上标记着 B3， 这个位置正好是他之前标记出的监控死角之一。我去看一下。林岩说完便转身，身影很快没入后台昏暗的灯光和杂乱的设备之中。他没有走常规的通道，而是直接从2个大型设备箱的缝隙中穿过，没有发出一丝声响。穿过喧闹的后台，一股淡淡的异味传来，是临时厕所。林岩绕到厕所后方，找到了那个挂在墙上的灰色铁盒，锁被撬开了，盒盖虚掩着。他拿出背包里的小型多功能工具钳，打开了盒盖，里面一根蓝色的电线被人为的剪断了一半，断口处用黑色的绝缘胶带粗糙的缠绕着，只要电流稍微增大，这里就会彻底断开，甚至可能引发短路。手法很业余，但位置选得很刁钻。小杀手利落地剪掉那段被破坏的线缆，重新包出线头，快速而稳固地接好，再用备用胶带仔细地缠绕了几圈。整个过程不超过1分钟，解决了。他在耳麦里说。控制台那边，顾一舟看着恢复平稳的电压波形图，点了点头，收到，辛苦了。林岩没有立刻离开，他蹲下身，视线从那个被修复的接线盒移动到下方的地面，地面是潮湿的泥土，混着一些踩踏过的草屑，几个模糊的脚印留在上面。少女用手指轻轻拂去表面的杂草，一个相对清晰的鞋印轮廓显现出来。运动鞋，鞋底花纹磨损严重，尺码大约在42，往右走了，大概前往 B1 号的方位。方向确认，小杀手将身体引入阴影中，像一滴汇入黑暗的水。B1 区域位于舞台后方50米，是一排临时搭建的供电箱，被1人多高的设备箱和防水布遮挡着，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视觉死角。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男人正半蹲在一个打开的供电箱前，他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手里拿着一把螺丝刀，正在费力地撬着什么。重金属的音乐是最好的掩护。3步并作2步，林岩已经绕到了那人身后，在距离男人还有3步远的时候，他停了下来，身体微微下沉，右脚向前踏出半步，重心压低，然后他动了，没有声音，没有预兆，只是一瞬间，男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身体猛地一僵，正要回头，林岩的手指已经精准地落在了他脖颈的侧面，指尖发力，轻轻一按，啊！对方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短促的闷哼，身体就像被抽掉了所有骨头一样，软软地向前倒去。螺丝刀掉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轻响，他也瘫倒在地，失去了意识。林岩蹲下身，先是快速检查了一下供电箱，里面的线路被人为的剪断了几根，但还没有造成短路。他从口袋里拿出备用的绝缘胶带，熟练地将断开的线路重新接好，固定稳妥。然后他的视线落在了那个昏倒的男人身上，少女没有停顿，单手拖住对方的衣领，像拖一个麻袋一样，将他拽进了更深的阴影里。整个过程不超过3分钟。B1 已解决。控制室10几块屏幕显示着场地各处的监控画面和设备数据，几个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忙碌。吴越靠在一张折叠椅上，长腿伸着，手里拿着一杯刚叫人送来的珍珠奶茶，吸管咬在嘴里。顾一舟的视线依旧停留在屏幕上，上面是刚刚恢复正常的电压曲线图。解决了？这么快？他指的是林岩刚刚那句 B1 已解决，那里的电压也刚刚恢复正常，但报告上来的方式未免太简单了些。吴越咬着吸管，含糊不清的开口，当然啦，他效率很高的。话音刚落，砰！集装箱的金属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林岩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还拖着一个什么东西，那东西穿着灰色夹克，戴着鸭舌帽，四肢瘫软，被他抓着衣领，双脚在地上拖出2道无力的痕迹。吴越刚喝下一口奶茶，瞪大了眼，下一刻他剧烈的咳嗽起来。嗨，林岩的手一松，咚，那个人像一袋垃圾一样被扔在了控制室的地板中央。B1的人，小杀手报告，言简意赅。气氛寂静了一瞬，其余那几个工作人员连头都不敢抬，恨不得把脑袋埋进电脑屏幕里。少年总算顺过了气，他擦了擦嘴角，放下奶茶，站了起来。行啊，搭子，出去一趟，还带了个土特产回来。林岩看了看地上的人，他是破坏者，看出来了。吴越踢了踢那人的小腿，对方毫无反应。他蹲下身，掀开那人的鸭舌帽，是一张陌生的脸，看起来30岁左右，还活着。喂，顾一舟！吴越头也不回地喊道，别愣着了，叫你的人过来处理一下。顾一舟回过神，他走过来，视线在昏迷的男人和林岩之间扫了一下，然后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控制室有东西要处理。他说完就挂了电话。林岩同学。男人看着站在原地的少女，神情忧虑。你没有受伤吧？林岩摇了摇头。得到否定的答案，顾一舟似乎松了口气，他脸上的神情恢复了平时的镇定，转而关注起别的问题。看来我们之前的猜测是对的，林舒雅还是谢微雪？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大概率是冲动的谢微雪。吴越回答，站起身。没办法，谢大小姐看到她弟弟就着急得不得了了呀。你可不知道，这家伙还给我发了威胁短信。随口嘟囔了几句后，少年走到林岩身边，用手肘轻轻碰了碰他。搭子，干得不错。这个人你是怎么发现的？他留了脚印。林岩简单的描述着，42码运动鞋，鞋底花纹磨损严重，不是工作人员的统一配备。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
他撬锁的手法也很业余，专业。吴越冲他比了个大拇指。几分钟后，两个穿着黑西装、戴着耳麦的男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控制室门口。他们一言不发，熟练地将地上那个昏迷的男人架起来，带了出去，动作干净利落。控制室里很快又恢复了原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好了，小麻烦解决了。吴越重新坐回沙发上，但没有再喝那杯奶茶。顾一舟的视线回到监控屏幕上，他通过耳麦有条不紊地向各个位置的负责人下达了新的指令，加强了几个关键区域的巡逻。就在这时，耳麦里传来了谢浩然的声音：我这边已经收集到100个签名了，有部分 D 级和 E 级的同学签了，还有几个 C 级的学长。很好，顾一舟回答，语气平静，继续注意安全。耳麦里的通话结束了，控制室里吴越露出一个笑容，鱼儿撒下去了，鱼也开始咬钩了。他看向顾一舟，下一步呢？等谢伟雪他发现自己派的人失踪了，然后狗急跳墙。顾一舟摇了摇头，还不到时候，他不会发现的。那个人你打算怎么处理？就这样送回去？少年指了指自己旁边的沙发，示意正在发呆的林岩可以坐这里，他会忘记一些事情，然后原封不动的回去。吴越挑了挑眉，催眠还是别的什么 C 区的特产。男人转过头望着沙发上的林岩，语气温和，今天辛苦你了，林岩同学，刚刚那种情况以后可能还会有。小杀手发出一个音节。就在这时，吴越却凑了过来，明明这个沙发很大，少年却这样往林岩的角落挤，他不得不往里面再挪了挪。大子，你有什么想喝的吗？你好像爱喝蜜冰冰家的柠檬水，要不要呀？林岩陷入沉思，他今天其实已经喝了2杯柠檬水了，一杯是中午午饭10点的，一杯是谢浩然刚刚送的。虽然喝的是无糖，但太多好像不好。于是少女摇了摇头，吴越露出一个沮丧的表情，眨巴眼，真的不要吗？林岩面无表情，好吧。少年拖长了语调，转身从旁边的一个冷藏箱里拿出了一瓶未开封的进口矿泉水，瓶身是深蓝色的玻璃，设计简约。他拧开瓶盖，递到林岩面前，这个总可以了吧？就是水。林岩看着那瓶水，他确实有点渴了。少女伸手接了过来，喝了一口，水是冰的，有点甜，很解渴。吴越望着他喝水的侧脸，嘴角重新勾起一个弧度。对了，大子，你还记得我刚刚说的？吴越同学，顾一舟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你这样挤着林岩，他会不舒服的。吴越的身体僵了一下，他转过头，脸上那副懒洋洋的笑容不变。顾同学，你怎么知道他会不舒服？你问他了吗？他说着，还真的侧过头，一本正经地问林岩：大子，你不舒服吗？他有不舒服吗？林岩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摇摇头，水不错。得到回答，吴越立马转向顾一舟，摊了摊手，你看，他说没有。顾一舟的脸上依旧是温和的微笑，这里还有很多空位。男人指了指旁边另一张空着的折叠椅，你可以坐那里。吴越啧了一声，行。他举起双手做投降状，顾大队长发话了，我听着就是。少年嘴上这么说，人却没有立刻起身，他慢悠悠的又拿了一瓶水，然后才不情不愿的站起来，拉过旁边那张折叠椅，拖出一道刺耳的摩擦声，在距离林岩一个身位的地方坐下。顾一舟对此不置可否，他的视线重新回到监控屏幕上。吴越，南侧主入口的实时人流数据有些波动，你去看一下。他顿了顿，又转向林岩。林岩同学，7号屏幕西侧围栏那里光线最暗。收到。林岩应了一声，视线转向墙上分割成16格的巨大监控屏幕，找到了左下角的7号画面。画面里是一段被临时射灯照亮的铁丝围栏，后面是漆黑的树林，偶尔有人影从镜头前晃过，很快又消失不见。他捧着那瓶冰凉的矿泉水，安静地看着。吴越则是不爽地离开了。控制室里一时间只剩下设备运行的嗡嗡声和工作人员敲击键盘的轻响，舞台上传来的音乐被厚重的墙壁隔绝，只剩下模糊的鼓点像沉闷的心跳。几秒后，林岩左耳的耳麦里传来一阵极轻的电流声。喂，大子，你有没有觉得顾一舟不大对劲？是吴越的声音，他切换到了私人频道。林岩的视线没有离开屏幕，他是客户。耳麦那头沉默了2秒，然后传来一声轻笑，你就不能顺着我说句话吗？真没劲。少女没有回答，她看到7号屏幕的画面边缘，一道黑影快速闪过，钻进了围栏后的树林里。几乎是同一时间，报告 A2 区有人打架， C4 区的灯光组控制器报错。喂，东侧入口的对讲机信号被干扰了。控制室里此起彼伏的报告声突然响起，几个工作人员立刻紧张地操作起来。顾一舟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走到主控台前，开始快速地调取各个区域的数据。不要慌，按预案处理。他的声音依旧镇定。A2 区派2个安保过去， C4 区切换备用线路，通讯组检查干扰源。林岩依旧坐在椅子上，他没有看那些混乱的警报，而是将总览地图调了出来。A2 C4 东侧入口，几个出事的地点在地图上被标记出来，像几个无意义的散点。他的目光扫过那些点，然后落在了地图东北角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安静区域。突然，舞台上震耳欲聋的音乐戛然而止。控制室里最大的一块主监控屏幕，那张新晨乐队主唱放大的正在道谢的脸瞬间被一片纯粹的黑暗吞噬。黑屏了！一个工作人员喊道。操场上传来阵阵惊呼和骚动，谢浩然的声音在公共频道里响起：屏幕黑了，现场很乱，怎么回事？吴越也切换回了公共频道，主控系统被攻击了。顾一舟的视线扫过一片混乱的数据流，
数据方向。男人沉吟片刻，语气平稳，灵岩的人会处理好。他转向旁边的舞台导演，安排继续，让许家伟准备10分钟后上场。在所有人都被外部的混乱吸引时，灵岩的终端屏幕亮起 Ghost 来人了 Ghost 给我5分钟。灵岩站了起来，顾一舟动作一顿，他转头看向他，现在外面有些乱，灵岩你要去哪？少女的手指碰了碰左耳的耳麦，切换到公共频道，他语气平静，我去解决，给我5分钟。灵岩丢下这句话，转身拉开控制室的金属门，消失在门外嘈杂的夜色里。门在他身后合上，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小杀手没有选择常规的路径，身体压低，双脚发力，身形便如一道黑色的箭矢，射向后台区域的边缘。前方是一排堆叠起来的巡演设备箱，足有2人高。灵岩左脚踩上一个废弃的轮胎，借力登上旁边矮一些的木箱，接着手臂伸展，手指扣住设备箱顶部的金属边缘，腰腹发力，身体轻盈地向上翻去，落地无声，脚下是冰冷坚硬的箱顶，视野豁然开朗。他半蹲着身子，目光快速扫过下方如同迷宫般的临时通道和设备堆。东北角，灵岩调整方向，在相连的几个设备箱顶上快速奔跑。前方出现一道2米宽的断口，他反而加速，在跑到边缘的瞬间，右脚猛地发力，少女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精准地落在对面一个大型防水布覆盖的脚手架上，接着顺势翻滚，减小冲击力。站稳后，脚尖又一点地，身体再次弹出，穿过临时灯架的缝隙，绕过缠绕如蛇的线缆。灵岩的动作没有任何多余，每一个落点，每一次发力都是最短的路线，最有效率的选择，像一台在预设轨道上高速运行的精密机器。终于，少女抵达了地图上那个寂静的东北角，这里是备用器材的堆放区，被高大的防水布和废弃的舞台背景板围成一个半封闭的空间，光线昏暗，几个骚乱点像烟雾弹一样，成功吸引了绝大多数安保人员的注意力，让这里变成了一片无人看管的真空地带。灵岩放慢脚步，从一堆叠起的空设备箱后探出头，那片区域里有3个人影，他们没有穿工作人员的制服。一个戴着眼镜的瘦高男人蹲在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另外2个男人站在他身后，一人拿着对讲机，另一人警惕地望着外面的方向。主舞台的视频信号切断了，干得漂亮！拿着对讲机的男人压低声音，语气兴奋。操作电脑的男人推了推眼镜，再给我3分钟，视频马上挂上去。还要3分钟？我们这次对的可是顾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望风的男人啧了一声，语气烦躁。拿着对讲机的人皱了皱眉，不过是 C 区的土皇帝，这里是 A 区，你们这些 C 区人就是容易大惊小怪。那个望风的男人还在和拿着对讲机的人争论，你懂什么？顾家的人做事什么时候讲过规矩？我听说。话语戛然而止，一只手突然从他的背后伸出，五指张开，精准地覆盖在他的口鼻上，另一只手则化作手刀，干脆利落地砍在他的后颈。男人连一声完整的惊呼都发不出来，眼睛一翻，身体就软了下去。几乎是同一时间，林岩的左脚向后一扫，勾住另一人的脚踝。什么？那个拿着对讲机的男人只觉得脚下一空，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后倒去。在他倒地的过程中，林岩已经前冲一步，手肘下沉，重重的击打在他胸口的山中穴上。剧痛和窒息感同时涌上，男人捂着胸口，两眼一翻，像一只离水的鱼一样蜷缩在地上，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只剩下那个操作电脑的人。他听到身后的动静，惊恐的回头，刚好对上一双毫无情绪的漆黑的眼睛。男人下意识的想合上笔记本，晚了。林岩的手已经按在了笔记本的屏幕上，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腕，用力一扭，一声惨叫，笔记本电脑脱手飞出，在空中翻转着，被林岩的另一只手稳稳接住。接着，少女用小腿轻车熟路地踢向那人的后脑勺，咚一声闷响，第三个男人也倒在了地上，彻底失去意识。三人解决，一切发生在1分钟之内。林岩松开手，将那台还温热的笔记本电脑放在一个干净的设备箱上，周围瞬间恢复了寂静，只有远处舞台方向传来的模糊骚动声。他没有去看那3个昏倒在地的人，而是弯腰解下了其中一人的皮带，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少女动作熟练地将3人的手脚用他们自己的皮带反绑在身后，打的是一种结构复杂、越挣扎越紧的特殊绳结。接着，另一只手拿出手机，对着地上3个失去行动能力的人拍了一张照片，将其发到了顾一周那。东北角解决，搞定这几人后，林岩的视线落在一旁的笔记本电脑上，屏幕上的画面本身是一堆代码的滚动界面，但就在下一刻，无数个彩虹猫奔跑的 GIF 动图弹窗像病毒一样铺满了整个桌面。一个巨大的对话框置顶在屏幕中央，上面用鲜红色的像数字体写着一行大字 You lose。 对话框下方，一个进度条正在飞速加载，系统底层格式化进度 98%、99%、100%。 Ghost has cleaned this mess. Have a nice day. AGE。 屏幕闪烁了一下，接着彻底黑了下去。几乎就在笔记本黑屏的瞬间，嗡一阵电流声后，音乐节现场那块巨大的陷入黑暗的主舞台屏幕重新亮了起来，但出现的不是星辰乐队的 logo， 也不是下一位歌手的海报，而是一片色彩鲜艳的草地。一个椭圆头的米黄色头上长着3个小脚的生物正在草地上快乐地蹦跳。阿卡巴卡、阿卡、哇卡、米卡、马卡、木、阿卡巴卡、阿巴、雅卡、伊卡、阿卡。欢快低幼的童谣通过巨大的音响
响彻整个操场，现场陷入了长达3秒的寂静。然后人群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我操，什么情况？花园宝宝，这是什么新的行为艺术吗？我看不懂，但我大为震撼。哈哈哈哈哈！谁干的？太有才了！后台控制室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愣住了。吴越一口水喷了出来，呛得惊天动地。顾一舟看着屏幕上那个蹦蹦跳跳的米黄色生物，他抬手用指关节抵住嘴唇，肩膀微微颤动。舞台下的阴影里，谢浩然也愣住了。他看着那块巨大的屏幕，又看了看周围笑得前仰后合的学生，脸上的紧张和不安被一种哭笑不得的茫然所取代。几个原本对他爱答不理的 C 级学生一边笑一边拍着他的肩膀。谢同学，你们这节目安排有点东西啊。主舞台的屏幕在播放了30秒的花园宝宝后，终于切换回了正常的歌手宣传海报。主持人用开玩笑的语气圆了场，宣布下一位歌手许家威登台。一场可能酿成重大演出事故的危机就这么变成了一个离奇又搞笑的插曲。人群的气氛比之前更加热烈。阴影处，林岩盯着远处的花园宝宝，歪了歪头，回忆片刻，小杀手确定了，他没见过这个东西。很好，林岩，事情解决了，我的人很快就会过去处理好的。男人温和的嗓音从耳麦处响起，还含着些许残留的笑意。小杀手应了一声，没有再看花园宝宝了。他拿出自己的终端，加密频道里已经有了新消息。Ghost 搞定，顺便把他们的 IP 地址打包送给了 A 市网络安全中心匿名举报邮箱。Ghost 这几个人是谢微雪从校外雇的专业团队，我在他们其中一人的手机上找到了联系记录。Ghost， 然后他们原来想切换的视频，哦，好吧，有些恶趣味了，你要吗？林岩的手指在终端上敲击。A 发我 Ghost， 你确定？会脏了你纯洁的眼睛哦，狗头。Ghost video 点 MP4， 林岩点开了那个文件。视频的画质一般，像是很多年前的手机拍摄的，画面晃动的厉害。地点是一个看起来很拥挤的男生宿舍，一个比现在更瘦弱的谢浩然，看起来是高中生，被几个穿着同样校服的男生围在中间。砰！一人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少年蜷缩起来，撞在身后的铁架床，疼得闷哼一声。怎么不说话？哑巴了！把他拍下来发到论坛上。视频里充斥着不堪入耳的辱骂和哄笑声。镜头前的谢浩然没有反抗，他用手臂护住自己的头，身体因为疼痛和屈辱而微微颤抖。私生子就是私生子，跟你妈一样贱。一人笑着开口，那种当女仆勾引有钱人的婊子，几年前就死了，真是太好了。这句话像一个开关。视频里那个一直蜷缩着人人打骂的少年，身体猛地一震，他抬起了头，里面没有泪水，只有一片烧红的几乎要将人吞噬的火焰。他动了，速度快得惊人。少年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猛地从地上弹起，扑向了刚刚说话的那个男生。他的拳头没有任何章法，只是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砸在了对方的鼻梁上。咔嚓一声清晰的骨裂声，那个男生发出一声惨叫，鼻血瞬间喷涌而出。周围的人愣了一秒，然后更加凶狠地围了上来，拳头就像雨点一样落在他身上。视频的最后，镜头剧烈晃动，然后结束，屏幕按了下去。林岩的手指停在屏幕上，没有动。他安静地站了一会，然后将那个视频文件彻底删除。接着，他把地上的3个人又检查了一遍，确认绳结足够牢固，不会在中途松脱。做完这一切，少女转身，重新融入了后台的阴影里。晚上10点，音乐节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落下帷幕，学生们开始有序退场，工作人员也开始了忙碌的拆台工作。林岩站在启琼大门的阴影里，他刚刚把耳麦还给了吴越，那瓶水也喝完了。林岩，谢浩然的声音传来，少年快步朝他跑了过来，脸上是压抑不住的疲惫和兴奋。他手里拿着那叠已经写满了名字的连署表，签了383个。他说，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一点点沙哑。C 级的签了100个，D 级100个，剩下的都是 E 级，比例也符合要求。林岩看着他，谢浩然小心翼翼地把那叠连署表放进背包里。今天谢谢你，真的。少年眼底有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亮光，一种从长久的黑暗中第一次看到微弱天光时的亮光。少女摇了摇头，她是拿钱办事，不用。滴滴，一声清脆的汽车喇叭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一辆黑色的跑车悄无声息地滑到了他们旁边的马路边上，车窗缓缓降下。吴越单手搭在方向盘上，侧过头冲他们挑了挑眉。走了，阿紫，去吃宵夜。谢浩然的身体僵了一下，他下意识地往前站了一步，挡在了林岩和那辆跑车之间。吴越看着他的动作，笑了一声，怎么，你也来？林岩从谢浩然身后探出头，他先是看了一眼那辆在夜色中也依旧扎眼的黑色跑车，又看了一眼驾驶座上那个笑得有些散漫的少年。一般小杀手没有吃夜宵的习惯，所以他准备开口拒绝。是要吃夜宵吗？一个温和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顾一舟也走了过来，他脱掉了那件米白色的针织衫，只穿着一件薄款的白衬衫，袖口随意地挽到手肘。他站定在谢浩然身旁，目光落在林岩身上。辛苦了一晚上，是该吃点东西。3个人3道目光此刻都聚焦在林岩身上。谢浩然是紧张又带着一丝期盼的保护姿态，吴越是靠在车窗上，一副志在必得的慵懒模样。顾一舟则是温和地站在一旁，给予选项，对他微笑。林岩的视线在3人脸上扫过，他思考了一下，这就是传说中的团建吗？吴越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他用指节敲了敲方向盘。那正好，一起热闹热闹，走吧。现在我就叫人订座位，现在去私房菜馆可能需要等。顾一舟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响起，
我知道附近有家24小时营业的粥铺，环境很安静，味道也不错。2个 S 级各自抛出了自己的方案，一个昂贵，彰显地位；一个体贴，考虑周全。林岩思考片刻，报出一个地名。10分钟后，赵叔牛肉面馆。店面不大，10几张油腻的桌子挤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牛肉汤底香气，混杂着煮面的水汽和食客的交谈声。谢浩然熟门熟路地找到一张靠墙的4人座，先用自己的纸巾擦了擦凳子，才示意林岩坐下。林岩坐下，把背包放在旁边的空位上。吴越是第2次来这里，但他脸上是明显的无语表情，而顾一舟大多被他们这一行人吸引目光的时刻都在看他。有这样混血的特征的人很少会出现在旧城区。吴越没有立刻坐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便携湿巾，抽出一张，慢条斯理地将自己面前的桌面、凳子边缘，甚至墙壁都擦拭了一遍。陈同学好像很爱干净。男人看着他的动作，开口说。少年将用过的湿巾精准地扔进远处的垃圾桶，语气随意，没办法，有点小毛病。他终于坐下，但身体和椅背之间还隔着微妙的距离。顾一舟敏锐地注意到了，他语气温和，如果不太习惯的话，下次再来一起吃吧。看起来十分善解人意。吴越瞥了一眼正捧着小手机的林岩，笑了一声，没事，我搭子带我来过一次了，就是还需要点时间习惯。一旁的谢浩然听到这话愣了一下，林岩带吴越来吃过牛肉面吗？什么时候？上周末吗？还是更早？他低着头，手指在桌子下收紧。顾一舟端起桌上那杯店家自备的飘着几根茶叶末的大麦茶，轻轻吹了吹热气。原来林岩同学还是老顾客了。少女点了点头，继续戳着终端。 Ghost 就 Ghost A 是网络安全中心给我发感谢信了。 Ghost 说我匿名举报有功，为维护网络环境做出了突出贡献，要给我线下发个锦旗。 Ghost 我是 C 区的黑客啊。 Ghost 绿色青蛙大叫。小杀手思考片刻。 A 锦旗值钱吗？ Ghost 就在这时，赵叔拿着单子走了过来，他的目光在吴越那张过分精致的脸上停留了片刻，又扫过旁边气质温润的顾一舟，最后落在了低着头的谢浩然身上，表情愈发古怪。赵叔犹豫了一下，还是对着林岩开口，同学，今天还是老样子，这几位是？吴越抢在少女之前开了口，他单手撑着下巴，冲赵叔笑了一下。老板，他平时爱吃什么呢？赵叔抓了抓后脑勺，看了一眼林岩，又看了一眼旁边的谢浩然。他吃的，你问这小伙子最清楚。赵叔用下巴指了指谢浩然，一般都是他点好，没错过。谢浩然愣了愣，耳根泛起一点红色。吴越拖长了语调，哦，这样可以啊，谢同学，那你帮我们都点了吧。少年用指关节轻轻敲了敲桌面，既然你最清楚，就按林岩同学的口味来，我们都跟他一样。谢浩然正要起身去拿菜单，顾一舟放下了茶杯，杯底与桌面接触，发出一声轻响。谢同学刚刚很累了，还是我来吧。他笑着说。男人站起身，拿过墙上挂着的菜单，走到赵叔面前，4碗牛肉面，1碗多加肉和卤蛋，给林岩同学。他指了指林岩，1碗正常，给那位戴眼镜的同学。另外2碗把面换成米粉，汤底清淡一些，不要香菜和葱花。他的目光扫过吴越和自己，再加4份小菜，拍黄瓜、凉拌木耳、卤豆干和花生米。谢谢。顾一舟的安排滴水不漏，既照顾了吴越可能的挑剔，也给了谢浩然台阶下，同时也自然地将自己融入了他们的餐桌。赵叔点了点头，记下单子，深深地看了这个不像会来这里的年轻人一眼，转身进了后厨。谢浩然的视线落在桌面的木纹上，为什么这些人要跟过来呢？明明一开始只有他和他的。林岩对这一切毫无所觉，他终于回复完了贝拉。 A 来 A 区领，可以挂在二手网站上卖掉。 Ghost 你真是个天才。 A 谢谢。黄豆龇牙，黄豆龇牙。 Ghost 少女抬起了头，望向桌子上的其余3人。团建的时候一般说什么好呢？就在这时，4碗热气腾腾的面和几碟小菜被端了上来。林岩停止了思考，他面前那碗是堆得冒尖的牛肉和1颗卤蛋。谢浩然的面很普通，而吴越和顾一舟面前是清汤米粉，汤色清澈，上面飘着几片烫熟的青菜。吴越用筷子拨了拨碗里的米粉，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看向林岩碗里的那座肉山，又看了看自己的清汤寡水。老板，来瓶辣椒油。赵叔很快拿来一瓶自家做的红油辣子。吴越接过来，拧开盖子，往自己的米粉碗里倒了小半瓶，清澈的汤底瞬间被染得通红。他搅了搅，然后挑起一筷子米粉，吹了吹，送进嘴里。少年嚼了2下，他抬起头看向桌上的另外3个人，你们能吃辣吗？谢浩然摇了摇头。顾一舟笑了笑，我不太能。吴越的目光最终落在林岩身上。少女正准备吃面，闻言抬起头，可以。哦。吴越把那瓶辣椒油推到他面前，那试试。林岩没有犹豫，拿过瓶子往自己的面碗里也倒了一些，但远没有吴越倒的多。牛肉汤的表面立刻浮起一层红油，他拌了拌，夹起一块沾满辣油的牛肉放进嘴里，辣味在舌尖炸开，带着一种刺激的香气。不错，他评价道。是吧？吴越笑了起来，仿佛赢得了什么。少年低头继续吃自己的那碗地狱辣米粉，速度很快，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嘴唇也越来越红，但他一声不吭。顾一舟则安静地吃着自己的清汤米粉，动作优雅，偶尔会抬眼，视线在林岩和吴越之间掠过。而谢浩然只是沉默地慢慢地吃着自己的那碗面。一顿宵夜，4个人吃出了3种不同的氛围。吃完面，吴越抽了张纸巾擦了擦嘴。少年的皮肤本就白，此刻被蜡意一蒸，透出一种薄薄的粉色。
那双总是含着玩味笑意的眼睛，此刻被水汽熏得有些湿润。大子，你好能吃辣啊，比我好多了。一边说着，吴越巴巴地望着他，像只求安慰的大型犬。林岩从埋头苦吃的状态脱离，抬起头。少女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关于团建的评论，团建往往很考验一个人的社交能力，有时老板或者同事会在这个场合故意说些什么来探测你的情商，所以吴越被辣到了不去喝水，却跟他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小杀手陷入沉思。谢浩然突然开口，吴越同学，你可以去喝水。少年挑了挑眉，正要说些什么，一旁的顾一舟十分体贴地从旁边的冰柜里拿了瓶冰水，摆到对方面前。吴越同学，喝这个吧。林岩立马选择跟风，随大流绝对不会出错，多喝水。吴越，行，你们说的都对，多谢大家关心。吴越拿过那瓶冰水，拧开，直接灌下去了半瓶，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压下了那股火辣的灼烧感。他把瓶子重重地放在桌上，吃完宵夜，店里的客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赵叔在后厨哼着小曲收拾东西，吴越掏出手机，在屏幕上划了几下，时间还早。他抬头，视线扫过众人，最后落在林岩身上。附近新开了一家清吧，环境不错，我们去坐坐。顾一舟放下了筷子，用餐精致，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嘴角。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尤其是林岩同学。他开口，声音温和，去清吧可能有些闹，不如我们就在附近走走，就城区的夜景也别有风味。这个提议既化解了吴越的方案可能带来的尴尬，又显得体贴周到，还把所有人都捐了进来。谢浩然叫赵叔过来收拾了碗筷，他望向林岩，林岩，你想看看阿信吗？阿信是？顾一舟的声音是恰到好处的疑问。一只猫，黑色的，后腿受过伤，现在住在我的宿舍。谢浩然回答，声音很低。他没有看顾一舟，视线落在林岩身上。原来是这样，男人脸上的笑容更深了一些，听起来是个很可爱的小家伙。3个问题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酒吧、散步还是看猫？林岩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11点15分，我要回宿舍。空气安静了一瞬，行吧。吴越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站起身，勾着车钥匙，拉住搭子早点睡喽，我去跑几圈。顾一舟也站了起来，他看着林岩，时间确实不早了，明天就是课程周了，大家好好休息吧。于是4人一起走出了牛肉面馆。吴越走在最前面，去开他那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跑车，轮胎在地面上划出一道短暂而尖锐的摩擦声，很快消失不见。夜风吹过，卷起路边的几片落叶，剩下3人就这样走着。顾一舟与林岩并肩走着，两人之间隔着一个礼貌的距离。谢浩然跟在林岩的另一侧，身体微微落后半步，像一道沉默的影子。今天的音乐节很顺利，已经收集了300多个连署了。顾一舟接着说，辛苦了，谢同学。谢浩然发出一个音节。顾一舟的目光又转向林岩，他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也要感谢林岩同学的帮助。他说，酬劳会在明天上午转到你的账户上，有多2万的奖金。林岩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他对酬劳很满意。3人走到一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往 F 级宿舍区，另一条通往学院中心，可以去往更高等级的宿舍区。我该回去了。顾一舟停下脚步，他看着林岩，脸上是平静的微笑。下次有机会再一起吃饭。少女点头。男人又转向谢浩然，联署的事情我会让吴越那边再跟进，你不用担心。少年低声应了一句。顾一舟转身朝着学院中心的方向走去，他的背影很快融入了路灯投下的影子里。岔路口只剩下林岩和谢浩然，夜风更凉了一些，两人沉默地走向 F 级宿舍区，周围很安静，只能听到他们2个人的脚步声。他今天帮了他很多，在会场，在面馆。谢浩然心里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感谢的话说的太多，会显得很廉价，但好不容易，现在只有他们2人。那个，林岩转头看他，少年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调出一张照片。阿信，照片上黑色的猫咪正蜷缩在一个小窝里，旁边放着一个装满猫粮的小碗。他抬着头，一双的翠色眼睛正对着镜头。他已经会用猫砂盆了。林岩看着照片里的猫，点了点头。他伸出手指，在屏幕上放大图片，仔细看了看猫的后腿，伤口恢复得很好。你养得不错，他说。谢浩然的身体似乎放松了一些，他很乖。然后，一只猫在宿舍里可能会有点孤单。少年把手机收回口袋，视线落在林岩身上，又很快移开。他从另一个口袋里摸索着，拿出一把银色的钥匙。这个，我宿舍的备用钥匙，如果你想来看它，或者需要一个地方待着，可以随时过去。他突然想到什么，急匆匆地补充，那里很干净的，我每天都收拾，你可以放心，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当然，你不来的话也没什么，也不尴尬。谢浩然一次性说了很多，像是在解释什么，又像是在掩饰什么。钥匙冰凉的金属质感贴在林岩的掌心，他低头看着那把普通的银色钥匙，材质是普通的铜镀镍，锁芯结构应该不复杂。这让林岩联想到了他刚刚一直在思考的东西。谢浩然，你打算在 A 市买房吗？买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谢浩然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他可以买房吗？可以有个家吗？少年沉默了很久，才回答，如果可以解决掉启琼这里的事情，我以后会考虑买房。等我赢了。少年补充，赢了学生会的竞选，赢了一直以来把他踩在脚底的人，赢了那个加注在他身上的名为私生子的命运。小杀手语气认真，那你有研究过 A 市的房价吗？我还没研究过。谢浩然诚实的回答，只是一个想法。林岩点了点头，你应该现在就开始研究。
他拿出自己的终端，手指在上面快速的点了几下，调出一个网页。这是 A 市房产交易的官方网站，数据最准确。他把终端递到他面前，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楼盘信息和闪烁的红色、绿色箭头。核心城区的平均单价已经是一个让他呼吸停滞的数字。少女又划了划页面，指着其中一个标着新盘的小区。这个小区我关注了很久，半年后开盘，有小户型，总价不高。安保承包商是黑盾安保，业内风评不错。他们上一季度在宝安社区 AP 的满意度评分是 4.9。林岩，他叫了他的名字。你很想在 A 市买房吗？林岩点了下头，收回自己的终端。我要有个地方住，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可以安放武器，可以发呆，不会被人打扰，也不会突然消失的地方。而且他的时间不多了，越快攒到钱越好。两人继续往前走，讨论了一路的买房事宜。很快 F 级宿舍区7号楼那栋灰扑扑的建筑就出现在眼前，楼下的路灯坏了一盏，忽明忽暗的闪烁着。谢浩然停下脚步，他站在楼门口的阴影里。我上去了。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你早点休息。林岩点了点头。第二天周一上午7点40，高等数学一的教室。林岩今天晚了10几分钟，因为他在清晨时顺手把一个人的腿打断了，完成了委托。此时教室坐了很多人，他们大多都在讨论有关昨天音乐节的事。吴越坐在那个惯例的位置上玩手机，单手撑着下巴，另一只手在手机屏幕上滑动。他没有参与任何讨论，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却自然而然地在他和周围的喧嚣之间隔开了一道无形的墙。林岩从后门走进来，径直走向他的座位。周围的议论声在他出现时不约而同地小了下去，很多人的视线若有若无地落在他身上，带着好奇、探究，还有一丝敬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F 级是谢浩然选举团队中重要的一员，结合他 Z 区的来历，很难让人不多想。吴越听到了脚步声，他抬起头，手机屏幕按了下去。少年脸上是随意的笑意。哟，来了。他看着他坐下，放下背包。今天怎么这么晚？有事。林岩回答，从背包里拿出那本印着卡通画的数学教材。什么事比平时分还重要？吴越拖长了语调，身子朝他那边凑了凑，说来听听。小杀手眨了眨眼，考试。就在这时，周明教授走上了讲台，他放下教案，推了推眼镜。课前我们先做一个30分钟的小测，算评10分里。教室里的空气凝滞了一瞬，随后响起一片压抑的哀嚎和翻找东西的窸窣声。毕竟周明在第一节课就说了，这门课不占评10分。但林岩没有意外，在启琼的评价网站上，这位老师就以随心所欲、十分委婉的形容而闻名。而且他觉得来一次考试是不错的。林岩自认为自己前面的知识学得不错，书本上和吴越布置的题目他都能做对大半。这次测试可以帮他探测一下前面的知识学的，你们后面的应该都学过了，顺便用这个卷子看一下期末难度。周明教授面无表情地站在讲台前，看着台下的学生。考试时间30分钟，结束后立刻收卷，把跟考试无关的东西收起来。少女默默地收回课本，拿出草稿纸和笔盒。助教开始从第一排发卷，卷子很快传到了他们这一排。林岩伸手取走最上面那张，将其余的向后递去。试卷是 A4 大小，双面印刷，散发着油墨的气味。最上面一行是加粗的黑体字，高等数学一，课堂随测。林岩的视线从标题开始，逐行向下扫过。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第一题，求极限。林岩熟练地在草稿纸上套公式，算出答案，圈下了 A 的选项。第二题，求导。一堆复杂堆叠的函数，小杀手计算了一会，圈下了 D 的选项。第三题，计算定积分0π2 sin 平方 x 星号 cos 平方 x dx。有点印象。林岩盯着那道题看了足足3分钟，最后选择去看下一道题，求不定积分1加 x dx。看不懂。再下一题，依旧是天书。卷子仿佛从第3题开始就进入了另一个次元。林岩直接把试卷翻到背面，幸好只有一道大题。附加题，计算下划线 omega x 平方加 y 平方 dx dy dz。其中 omega 是由曲面 x 的平方加 y 的平方等于 2z 和平面 z 等于2所围成的 B 区域。少女重新翻回正面，拿起笔开始检查前面自己唯一写的2道题。检查完毕，没有错误。然后她停下了笔，将笔帽盖好，双手平放在桌子上，开始发呆。窗外的树叶在晃，阳光很好，外面好像有班级在上体育课，传来模糊的口哨声。今天中午吃什么？吴越早就写完了。他支招下巴，侧过头，饶有兴致地看着身边的林岩。从他流畅地写下前几题，到他陷入某个奇怪的静止状态，整个过程他都尽收眼底。少年思考片刻，拿起桌上的一块纯黑色的橡皮，用自动铅笔的笔尖在上面快速地写下了一串细密的数字和符号。接着他伸了个懒腰，手肘不小心碰到了那块橡皮，啪嗒一声轻响，橡皮掉在了地上，刚好滚到了林岩的脚边。少女的视线从窗外收回，低头看到了那块黑色的橡皮。他看了一眼那块橡皮，又抬眼看了一眼身边的吴越。少年正百无聊赖地转着笔，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甚至没有看他。林岩弯腰捡起了那块橡皮，他没有丝毫犹豫，把那块橡皮放回了吴越的桌上。帮朋友捡好掉在地上的橡皮后，小杀手继续盯着窗外发呆。吴越的嘴角抽了抽，他伸出手指，用指关节轻轻敲了敲桌面，发出嘟嘟2声轻响。见对方没有反应，他又用笔尖点了点自己的试卷，然后指了指他的。少女的视线终于从窗外飘了回来，
落在他伸出的手指上，然后顺着他的指引，看到了他的试卷，又看到了自己的试卷。接着，二人四目相对，吴越眨了眨眼，林岩眨了眨眼。几秒后，小杀手的视线再次飘忽到窗外，吴越彻底没辙了。他收回手，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发出一声轻叹：“行吧，这块石头他是真的撬不动。”少年放弃了所有的小动作，双手环在胸前，等待着考试时间结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好了，时间到，停笔。助教开始从前排收卷。林岩将那张纸写了开头的试卷递给了前面的同学，身旁的吴越单手撑着额头，另一只手把那块写了字的橡皮收回了笔袋里。好了，我们继续，现在来讲讲不定积分的定义。粉笔在黑板上划过，留下一串串新的符号。吴越用手指轻轻戳小杀手的手臂。我的学习搭子好像对帮助视而不见啊。林岩转过头，什么帮助？我的意思是，有位好心人冒着被记过的风险，把标准答案用一种非常隐秘的方式送到了你的脚边。少女很明显的愣住了，似乎是在回忆刚刚发生的一切。过了半晌，她吐出2个字：是谁？吴越靠回椅背，伸出2根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没什么，就是有个无名英雄刚刚进行了一次伟大的但是完全失败的救援行动。林岩哦了一声，虽然有些不懂，但是赞同就对了吧。下课时，助教把试卷发了下来，林岩只对了第1题和第2题，成功得到了20分的高分。小杀手探出头看一旁吴越的卷子，上面披着鲜红的110。吴越看着他的动作，又看了一眼他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你就没什么想说的？林岩想了想，这次没考好，下次我会努力。不是下次。吴越突然坐直了身体，是现在。这道题，他指着那道卷子上的定积分题。我跟你讲过三角恒等式，还记得那个脱衣服换马甲的比喻吗？少女看着那个符号，又看了看他，记得。那你为什么不做？不会。少年脸上是一种无奈又好笑的表情。行，吴越说，我宣布，你就是笨蛋都能看懂这个系列教材的终结者。他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开始画图。一个穿着裙子的小人，旁边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一个穿着裤子的小人。你看 sin 平方 x 就是这个穿裙子的小人， cos 平方 x 就是她男朋友。他们俩现在抱在一起不好算，我们就让他们脱了衣服，换个统一的制服，比如 sin 2x， 然后后面用那个万金油公式相减，明白了吗？少年一边画，一边用笔尖笃笃地敲着桌面，把解题步骤一步一步地分解成最简单的图形和逻辑。周围的同学已经开始小声聊天或者玩手机，只有他们这个角落依旧维持着一种奇特的学习氛围。林岩看着他的草稿纸，那些原本看起来毫无关联的符号，在他的笔下变成了一个个滑稽的小人，上演着一出关于换装和配对的戏剧。他好像懂了一点。少女看着他画的那些小人，又看了看他。吴越为了教他付出了时间和精力，而他没有产出相应的回报。在他的世界里，失败的任务需要付出代价，至少要对雇主的损失进行补偿。你的教材花了很多钱吧？林岩突然问。吴越的笔顿了一下，抬起头，还行吧，就我那补习老师半天的工资。多少钱？你问这个做什么？我付给你。林岩说的十分认真。我浪费了你的教材和时间。空气安静了。吴越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愕然慢慢变成一种难以形容的古怪。他盯着他看了足足有10秒，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林岩不理解他为什么笑。他的提议是基于最基本的等价交换原则。钱我不要。少年收敛了笑意，轻轻戳了戳他桌子上的试卷。但是嘛，你说的对，我的时间和精力不能白费。他指着那鲜红的数字20。你作为我的学习搭子，考出这种分数让我很没面子，所以补偿是必须的。林岩看着他，怎么补偿？很简单，从今天开始，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9点，你都要跟我去图书馆，我亲自盯着你做题，直到下次半期你至少能考到80分。少女眨了眨眼，2个小时的额外学习，有人监督，目标是80分。这听起来是一个合理的、有明确目标的任务。不过这意味着他要调整近期的委托时间了。如果你考到了80，我就无条件答应你一件事。要是考不到的话，吴越故意停顿了一下，拖长了音调，身体微微前倾。公平公正，你也要无条件答应我一件事，任何事。午饭时间，第2食堂。在上午时，吴越有些事先走了。临走前，少年强调了晚上的学习约定，叫他不要又跟别人跑掉。林岩有些疑惑，但当时的他还是点了点头。因为以后夜晚要改为学习时间，所以现在的小杀手在边啃三明治，边在终端上与那位不知为何担任了任务管理员这一身份的一只小倩沟通。之后委托时间改为周3以及周末，无论什么时候，甚至是凌晨，对方都会秒回他的消息，但现在却没有回复。林岩等了一会后就收回了手机，他继续吃三明治，另一只手翻着一本小册子，上面印满了英文单词和音标，是学术英语词汇。食堂里很嘈杂，人声、餐具碰撞声、食物的香气混成一片，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无意义的背景音。直到啪啦一声盘子摔碎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成功的将少女的注意力从 photosynthesis 这个单词上拉了回来。林岩抬起头，朝声音的源头看去，食堂一角的4人桌旁，王芳正站在那里，他的脚边是一片狼藉，打翻的餐盘、摔碎的汤碗、饭菜和汤汁洒了一地，而在他面前站着几个打扮光鲜的女生，为首的是谢微雪。她今天穿的是一身淡黄色的吊带裙，双手环在胸前，下巴微微抬起，神情是纯然的轻蔑。吓成这样，
走路都不看路，差点把我裙子弄脏了。谢微雪用涂着精致假油的手指掩着嘴，另一只手挥了挥，仿佛在驱散什么臭气。王芳连忙鞠躬道歉，对不起，谢学姐，是不小心的。她的新衣服上溅了点油渍，但她没有去看。王芳身边的几个一级女生，也是她最近刚刚发展起来的小圈子，此刻都噤若寒蝉，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和她拉开了距离。真是笨手笨脚。女人嫌弃地瞥了一眼对方，算了，我有事找你，懂吗？周围的议论声像蚊子一样嗡嗡作响。是谢微雪，她怎么找上王芳了？你不知道，昨天音乐节谢浩然的联署就是王芳带头签的，好多一级都跟着他签了。他胆子也太大了，一个一级也敢掺和这种事。谢微雪把王芳从座位上拉了起来，后者不敢反抗，只能低着头跟在他身后。几个跟班的女生簇拥着他，形成一个小小的权力圈，旁若无人地朝着食堂门口走去。他们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聊聊。林岩只是往那瞥了一眼，就移开了视线，专心吃三明治。不一会他就吃完了。少女喝完杯子里剩下的水，然后站起身，端着空餐盘和杯子走向食堂另一头的餐具回收处。她的路线正好与谢微雪一行人交错。当林岩面无表情地端着餐盘从他们面前走过时，谢微雪的脚步停下了，是那个 Z 区来的 F 级。喂！女人喊了一声，少女的步伐没有停止，一般路过着。谢微雪的脸色沉了下来，她身后的一个跟班立刻会意，上前一步拦在了林岩面前。微雪学姐叫你，你没听见？林岩停下脚步，他的视线越过面前的女生，落在了谢微雪身上，没有说话。女人踩着小皮鞋走到他面前，下巴抬得更高了。一个 F 级跟那群外地的混在一起，就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了？谢微雪的视线落在他朴素的黑色卫衣上，像在看什么脏东西。那个垃圾在哪？他指的是谢浩然。垃圾？林岩思考了半天，也思考不出结果。他尝试着绕开对方，但很快谢微雪就又堵了上来，一副一定要在他这里得到一个答案的模样。好吧。小杀手面无表情地指着餐盘回收处旁的垃圾桶，垃圾一般会在那里。约莫10分钟后，端着餐盘的小杀手和王芳被谢微雪一行人抓走了。第二食堂后方的杂物小径，这里是2栋建筑之间的狭窄通道，一侧是食堂后厨的墙壁，另一侧是存放废弃桌椅的杂物间的铁门。谢微雪双手环胸，好整以暇地看着眼前的2个人，她身后的几个女生堵住了小径的2个出口，像几堵移动的墙。我的意思是，谢微雪开口了，声音甜美，有些垃圾是不会自己待在垃圾桶里的，需要别人帮忙才行。王芳的身体贴着冰冷的墙壁，她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林岩站在原地，端着盘子，眨了眨眼。女人的视线先是落在王芳身上。听说你昨天在音乐节很活跃啊？谢微雪慢慢地踱步到王芳面前，带着那么多一级的同学去签那个垃圾的联署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王芳的声音尽力维持着平稳，她只是想做点什么。在遇到 A 之前，王芳和这学校里的其他人一样，拼尽全力的想要在那些权贵面前露脸，想要挤进那些所谓的小圈子里。而在遇到 A 之后，他被众人簇拥，变成了一级圈子里的中心人物之一，甚至是很多人嘴里的谈资。家里的厂子在接受投资后稳定了下来，本来他是应该继续利用 A 这张底牌继续发展人际势力的，但王芳看到了好多与他曾经一样的同龄人，一个同样是一级的男生，他辛苦攒了半年的钱，买了一套昂贵的绘画颜料，准备参加学院的艺术竞赛，那是他获得奖学金的唯一希望。可就在比赛前夜，颜料被同宿舍的D级竞争对手倒进了下水道。他说他不敢报警，因为对方的父亲是校董之一，一个 F 级的女生。她来自偏远的这一区，是靠着全家人凑钱才来到启琼的做题家。她拿到了一个去顶尖名校的交换生名额，那是她努力了整整3年的结果。但在公示的前一天，她的名额被一个 B 级的女生顶替了，理由是综合素质更优。在消息论述中，她说她不要报复，她只想知道那个 B 级女生综合素质的真相。有被拍下私密照威胁只能沦为玩物的学姐，有辛苦完成的毕业设计被导师署上自己儿子名字拿去评奖的学长，还有因为拒绝了 B 级学长的追求而被造谣打压最终被迫退学的女生。除了利用 A 铲除对手的人，还有更多的是那些家境不强势求助无门的人。他们真的将许愿池当做了许愿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抱着自己的冤屈能被解决的期望，在被王芳因与 A 的时间安排不对而被排除后，也没有任何失望的表现。没事，谢谢，好了，麻烦了，谢谢你听我说这些，抱歉浪费你的时间了。王芳会想，如果那天金凯没有对他伸出援手，没有说出 A 的消息，他会不会和这些人一样呢？所以当谢浩然的联署表递到他面前时，他签了，不是为了谢浩然，也不是为了挑战谁，他不想再那么沉默下去了。王芳深吸一口气，抬起了头，因为我觉得他需要帮助。这个回答让谢微雪愣了一下，随即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发出一声清脆的笑。你觉得？他走上前，用指尖点了点王芳的肩膀。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有觉得？女人扬起手，啪！一声清脆的响声在狭窄的小径里回荡。王芳的头被打得偏向一侧，脸颊上迅速浮现出一道清晰的五指红印。她的身体晃了一下，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才没有摔倒。你爱做什么，我不会管你，谁在乎你这种人？但谁叫你跟那个垃圾扯上关系的？女人收回手，甩了甩手腕，仿佛刚刚碰了什么脏东西。清醒点了吗？一级生。
谢微雪身后的几个女生发出压抑的窃笑声。谢微雪的视线从捂着脸的王芳的身上偏移，落到了一旁一动不动的少女身上。还有你，女人的声音拉长了，我好像在哪都见过你，在谢浩然身边转来转去的，又跟那帮外地的有联系。你很忙啊 ，F 级。他说着，视线在林岩身上来回打量。舒雅姐告诉过我，不要跟你这种 Z 区来的人动手，免得脏了手。所以我今天只是来提醒你，懂吗？你这种 Z 区的臭虫能来到 A 区，就应该感恩戴德了。而我随时随地可以送你回去。谢微雪说完，满意的看着林岩，在他看来，这种警告足够让任何一个 F 级吓得腿软。少女没有反应，她微微侧了下头，看向小径的出口方向。从这里走到餐具回收处，大概需要1分半钟。现在离开，时间应该还很充裕。但对面的谢微雪一直拦着他，林岩又完全不可能对他们动手，他甚至不大会靠近他们，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太贵了。要是一不小心弄坏了什么，估计他赔不起。见对方迟迟不回应，谢微雪的耐心耗尽了。你听不懂人话吗？女人的声音拔高了一些。还是说，你跟他一样，都是不开口的垃圾？我说话，你最好回答。林岩眨了眨眼，他向左侧跨了一步，似乎打算绕开他们。谢微雪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她伸出手，想要直接将林岩手里的餐盘打翻在地。就在女人的指尖即将碰到餐盘边缘的瞬间，少女的身体以左脚为轴，向后旋转了半圈。这个动作很小，像是跳舞时的转步。餐盘的边缘擦着谢微雪的手指滑了过去，没有任何碰撞。女人的手推了个空，身体因为惯性而向前踉跄了一下。她身后的一名跟班连忙扶住了她。小径里安静了一瞬，谢微雪的脸上浮现出错愕。微雪学姐，她的跟班扶着她，小声的叫了一句。女人稳住身形，脸颊涨得通红。她还想再做什么？谢学姐，王芳的声音从墙边传来。她与这个 F 级的女生碰面了很多次，王芳还不知道她的名字。第一次见面是在她付出自尊，参与了那群 D 级生的派对的一片狼藉后。第二次见面是在她被周婷指使时，她帮了她。第三次见面是对方与吴越一起出现时，他替他解围。第四次见面，对方与谢浩然路过，却被自己身侧的一级生嘲弄。王芳那时才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一直想要融入的所谓圈子到底是什么。第五次见面，王芳捂着自己红肿的脸，站直了身体，挡在了林岩和谢微雪之间。我们不是故意的，对不起。谢微雪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王芳，气笑了。你还敢替他说话？好啊，我看你们是。谢微雪，除了林岩，所有人都朝声音的源头看去。一个男人正站在那里，逆着光，轮廓清晰，他的脸几乎所有起穷的学生都认识。谢微雪脸上的轻蔑收敛了些许，转为一种被打扰的不悦。文轩哥，他语气里那股尖锐的蛮横消散了，转成了熟人。你怎么来了？黎文轩没有走进来，只是站在巷口。林会长找你，他说学生会的事。他的视线在小径内的人身上短暂的划过，从捂着脸的王芳到他身前拦着他的几个 C 级女生，在倒端着餐盘面无表情的林岩。舒雅姐找我，现在？谢微雪皱了皱眉。对，现在。黎文轩回答。谢微雪脸上的表情很不好看，她看了一眼黎文轩，又看了一眼面前这几个不识相的低级生。你们等着。女人撂下这句话，便推开拦路的跟班，踩着小皮鞋快步朝着黎文轩的方向走去。那几个跟班互相看了一眼，也连忙散开，快步绕过林岩和王芳，消失在巷口。二人在启穷的大道上走着，吸引了不少过路学生的目光。真是的，谢微雪终于忍不住开口，语气是被服了面子的委屈。舒雅姐找我，就不能晚一点吗？我话还没说完呢。黎文轩没有看他，视线平视着前方。他下午要去见校董，只有现在有时间。校董，女人撇了撇嘴，又是因为竞选的事吗？我跟妈妈说过了，她会帮我处理好的。会长有他自己的安排。男人的回答听不出情绪。那个废物越来越不像话了。谢微雪的语气又变得尖锐起来，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人。那个姓陈的臭外地顾一周，还有今天这个女的，一个一个都帮着他跟我作对。文轩哥，你刚刚也看见了吧？那个 F 级的女生，她竟然敢躲我。我没看见。黎文轩确确实实是刚到，而且他现在的思路还在刚刚注意到的林岩身上。怎么会跟谢微雪扯上关系？还是说只是偶然？谢微雪梗了梗，这个不重要，他就是个疯子，上次也是一句话不说就把我的水杯抢走了，你知道吗？谢微雪越说越气，脚步也停了下来，转头看着他。还有，我看他的资料，他是从 Z 区来的，那里出来的人能有什么好东西？除了恐怖分子和罪犯，还有别的人吗？黎文轩的脚步也停下了，他没有回应他关于 Z 区的偏见，而是换了一个角度。谢浩然身边的这几个人让你觉得麻烦？谢微雪像是找到了宣泄口。对啊，他自己算什么东西？就是个废物。麻烦的是他找来的那些人。此时他们已经走进了1号教学楼。男人按下了电梯按钮后开口了，所以你就派了人去音乐节捣乱。叮，电梯门打开，谢微雪跟着他走进去，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方的语气有什么不对。是啊，我还特地找了校外的人，花了好多钱呢。他按下了学生会办公室所在的楼层，语气里是掩不住的得意和恼火。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那个视频放上去，看他还怎么有脸竞选。结果呢，变成什么花园宝宝了？你说气不气人？黎文轩站在他身侧，看着电梯门上反射出的模糊人影。我怀疑就是顾一周或者那个吴越搞的鬼。谢微雪还在愤愤不平，他们肯定早就防着我了。电梯到达指定楼层，门再次打开，学生会办公室外的走廊铺着厚重的地毯，
一片安静。黎文轩领着他没有走向人来人往的公共办公区，而是拐进了另一条通道，停在一扇需要密码和权限卡才能打开的厚重木门前。滴的一声轻响后，门开了，里面是学生会会长专用的会客厅。林舒雅正坐在主位的单人沙发上，面前的矮几上放着一杯已经冷掉的茶和一份摊开的文件。舒雅姐，你找我？谢微雪走过去，随意地拉开一张椅子坐下。对面的女人不紧不慢地将视线从文件上移开。微雪，最近心情不怎么好吗？她将背包甩在旁边的沙发上，还不是因为那点事，烦死了。舒雅姐，你找我来也是因为这个吗？林舒雅没有立刻回答，她拿起那份摊开的文件，轻轻推到谢微雪面前。看看这个。谢微雪不明所以地接过来，那是一份打印出来的报告，标题是关于启琼学院周末音乐节突发网络事件的复盘及影响评估。她翻开第一页，上面详细罗列了当晚主舞台屏幕黑屏的时间、持续时长以及后续出现的花园宝宝视频对现场氛围的积极影响。谢微雪撇了撇嘴，看第二部分。林舒雅开口，她翻到第二部分事件追溯，上面详细罗列了负责执行网络攻击的校外团队成员的资料，他们在暗网上的交易记录，他们用来攻击学院服务器的 IP 地址，甚至还附上了他们其中一人手机与谢微雪助理之间的转账截图。最后，报告还附上了一份来自 A 市网络安全中心的感谢信扫描件，收件人是一位匿名的热心市民，感谢其提供了关键线索，协助捣毁了一个长期进行网络勒索的犯罪团伙。谢微雪的脸色一寸一寸地白了下去。这是顾一周今天早上托人送到我办公室的。林舒雅轻轻敲了敲桌子，她说这次的事情她很疑惑，希望学生会和谢家能够给出一个相应的解释。这次看在谢家的面子上，顾一周没有把这份东西交给校方，让我来处理。微雪，你找的人太不专业了，这怎么可能？谢微雪喃喃自语，她盯着那份转账记录，我明明让他们处理干净的。林舒雅端起那杯已经冷掉的茶，没有喝。顾家在 A 市的势力比你想象的要深，你做的这些小动作不仅没能影响到谢浩然，反而把把柄送到了别人手上。如果不是我让文轩拦着，这份报告现在应该已经在校董会的邮箱里了，到时候不仅是你，整个谢家的名声都会受影响，你明白吗？谢微雪的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她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在教训那个不自量力的废物，却没想到会牵扯出这么多她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的东西。一旁的黎文轩走到她身侧，拿起了那份报告。顾一周和吴越他们都不是 A 市本地人。男人语气平淡，他们在启琼根基不深，你要想想为什么他们要冒着得罪谢家的风险去帮一个 F 级。谢微雪愣了一下，是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参与选举。不完全是。黎文轩的视线从文件上移开，落到谢微雪的脸上。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可以用来搅乱启琼现在局面的棋子，而你给了他们一个反击的完美理由。林舒雅将文件合上，从这份报告看，对方的技术能力很强。顾家那边的棋子没有动向，吴越是从 B 区来的，也不像，所以谢浩然的背后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人。空气寂静了一瞬，男人的指节轻轻蜷缩了一下，又舒展。谢微雪猛地站起来，打破了这份寂静。她从震惊中缓过神，抓住了林舒雅话里的某个关键词，是那个从 Z 区来的女生。她跟在谢浩然身边，那几个人也都围着她转，问题肯定出在她身上。她就是个怪胎，一句话不说，身手还很奇怪。我让人去查了，她在 Z 区就是个孤儿，什么背景都没有，这种人最容易被收买了。她的背后肯定站着谁？林舒雅和黎文轩都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谢微雪越说越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我要让她退学，对，让她退学，找个理由说她偷东西，或者在外面行为不检点，只要有人证，学校肯定会处理的。她看着对面的女人，舒雅姐，这件事你帮我。林舒雅看着情绪激动的谢微雪，叹了口气，微雪，你说的这些，你觉得我们没有查？她背后要是真的站着谁，我们会没有察觉吗？谢微雪哽了哽，女人用指节轻敲桌面，算是终结了刚刚那个话题。这周五，我们和你代表学生会和顾一周他们约了一顿饭，表现一下是对其他区域代表的欢迎和尊重，顺便给予你一个道歉的机会。谢微雪的眼睛瞪大了，道歉？她的声音尖锐起来，让我去给那个废物和他的走狗道歉？舒雅姐，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林舒雅抿了口茶，黎文轩站在一旁，面无表情，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回答。我凭什么要向他低头？我才是谢家的大小姐，我不要。谢微雪的声音在安静中越来越小，最后自己停了下来，她的肩膀垮了下来，脸上是显而易见的不满，但语气已经软化。我知道了，很好。林舒雅的脸上那抹公式化的笑容再次浮现，地点我会再通知你。微雪，你下午还有课，先回去吧。谢微雪拿起自己的背包，一言不发地转身，快步走出了会客厅，门在她身后合上。会客厅里只剩下林舒雅和黎文轩。微雪还是老样子。女人抿了口凉掉的红茶，接着指了指她对面的座位，示意黎文轩坐。一提到谢家的那个学生，就失去理智。男人拉开椅子坐下，姿态端正，他没有拿起面前的茶杯。文轩，启琼最近的事情你也知道吧？林舒雅以闲聊的口吻引入话题。这次有干脆利落解决了音乐节问题的人，还有我之前让你查的那次谢浩然成绩的异常波动。他的目光落在对方身上。A 是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技术高手？黎文轩的眼睫微动，来了。他知道他问的不是音乐节，而是那次更加隐秘也失败的更彻底的成绩修改事件。他将两件事并提，是在混淆视听。
也是在试探他是否知情。他平静的回答，或许不是多了，而是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B 区的陈家 ，C 区的顾家，他们能把继承人送到启琼来，不可能不做任何准备。藏1-2个顶尖的技术人员作为保险是合情合理的，是吗？林舒雅的指节摩擦着杯壁，然后放下。开学以来，启琼的意外变多了，比如学生会换届选举前夕，我的印章突然失窃了。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当时是你解决处理的，而与印章配套的印泥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作为小偷的地级生甚至完全不知情。女人的表情没有变化。再比如器材管理中心那边，2之前摄影社有个地级的学生叫赵宇航，长期借用一台价值不菲的高速摄像机，用各种理由拖延归还，搞得社团正常活动都受影响。上个月那个学生因为在宿舍楼内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被记了一次小过，第2天他就主动把摄像机还了回去，并且再也没有借过。负责纪律检查的老师说，那次检查完全是随机抽查。他停顿了一下，看着黎文轩，一个记过处分就能让一个长期霸占公共资源的人突然转性，你不觉得这个惩罚和结果不太匹配吗？黎文轩没有立刻回答，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点了点。巧合是存在的，也许那个学生只是觉得自己不该再惹麻烦了。林舒雅笑了笑，好，那我们再说说巧合。他从矮几下拿起另一份薄薄的文件推到他面前。艺术学院的张雅玲，地级，她是谢微雪的小群成员之一。几周前，他在自己预定的练习室里发现他那把价值7位数的古董琴损坏了。从监控看，没有外人进入过那间教室，校工检查过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他离开和返回之间只有5分钟的间隔，期间教学楼的消防警报响了一次，全楼的人都疏散了。工作人员最后的结论是，因为天气变化导致琴弦张力异常，加上他自己存放不当，很合理的解释。黎文轩看似专注地看着那份文件，女人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但巧合的是，张雅玲出事的前一天，有人看到她在走廊上和谢浩然以及她身边的那个 F 级女生发生过口角。而那台高速摄像机，摄影社的普通社员，比如1级的杨慧，已经申请了3个月都没接到。杨慧又是音乐节上在谢浩然联署表上签名的1级之一。你看，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圈子。会客厅里很安静，落地窗外的阳光移动着。摄影社的器材纠纷，艺术生的私人财务损失，这些都是小事。林舒雅指着文件上的某段话，但如果把他们和谢微雪失败的音乐节计划，还有那次有关谢浩然成绩的网络闹剧结合在一起呢？几件事，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手段，但结果出奇的一致、精准、高效，不留痕迹，并且最终受益人都与谢浩然有关。文轩，我们都知道谢浩然自己做不到这些，顾一舟和吴越或许有资源，但他们的行事风格不是这样的，他们也不会用这种手段替谢浩然拉拢人。毕竟1级的学生向来没什么话语权，这太低效了。李文轩抬起眼看向他，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听起来你已经有了一个理论。他说。林舒雅没有正面回答，他拿过自己的私人终端，那是一台薄如纸片的定制设备。女人的手指在屏幕上划了几下，调出一个界面，界面显示的是启琼论坛的后台管理日志，其中一条被标红的记录是一个 ID， 他常常出现在1级生的匿名讨论区中，或者出现在那个现在已经有100人规模的小群中。他被些许听闻的地级生视为1级生的幻想，不为更高层的学生们所知，即使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成为了某个表格上的任务目标，他无法被删除，无法被禁言，也无法被追踪。林舒雅把那个终端缓缓地推到了黎文轩的面前，屏幕上显示着一个孤零零的黑色字母 A， 然后他抬起眼看着对面的男人，你知道 A 吗？林岩眨了眨眼，就在刚刚，他把餐盘放好，走出第2食堂，就又碰见了好像是在外面等他的王芳，他们互换了名字，然后对面的王芳又重复了一句，你知道 A 吗？ A。 林岩想起来了，这是他之前的代号，也是现在他副业的身份。为什么会有人提起这个？小杀手看着对方红肿的脸颊和他那有些紧张的神情，然后他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是字母 A 吗？王芳愣住了，他的脸上先是有些错愕，随即抹错愕变成了某种更深的理解。他看着林岩那双平静且仿佛对周遭一切都毫无所知的眼睛，想起了对方的来历。C 区 F 级，来自这样一个地方，不知道这些论坛上传来传去的消息，或许才是正常的。不是那个。王芳急忙摆手，下意识地朝周围确认没有人靠近，才把声音压得更低。是论坛上的那个 A， 你知道吗？林岩哦了一声，原来问的是他在论坛上的副业。少女看着王芳，等待着对方的下文。就是你要是多看论坛的话就知道了，回去可以看看匿名讨论区。王芳拿出了自己的手机，调出一个群聊的2维码，这是我们的群，叫许愿池，里面都是1级和 F 级的学生，大家会分享一些消息，或者在里面发布一些很难自己解决的事情。王芳看着林岩那没什么表情的脸，语气认真，你想进来看看吗？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帮助眼前这个奇怪的 F 级女孩，对方总是独来独往，像一块沉默的石头，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风暴的中心。他和谢浩然他们在一起，肯定是受了什么胁迫。一个从 C 区来的 F 级，无依无靠，太容易成为那些上层学生博弈的牺牲品和炮灰了。自己当初也是这样无助，如果不是他可能早就被周婷那些人逼到退学了。所以他必须把这个希望告诉林岩。林岩的视线落在那个2维码上，群聊173人。
他拿出自己的终端，扫描了那个二维码。您已加入群聊许愿池。他作为林岩的正式账号，没有设置头像和昵称，默认的 ID 是一串乱码。好了，王芳松了口气，他把手机收起来，脸上的表情也变得郑重了许多。林岩，我知道你可能不信，但是，他是真的。他就像一个幽灵，一个只存在于网络里的影子，但他会帮助我们。那些我们不敢反抗的人，那些我们无法解决的事，只要在许愿池里许愿，就有可能被对方看到。他想起了什么，语气变得感激和复杂起来。我之前被周婷他们欺负，手机被摔坏了，还被打，我没办法，我甚至都想退学了。然后我在论坛上找到了，然后呢？林岩正戳着手机修改自己的群昵称，他还记得吴越说过默认昵称很奇怪的事。然后第二天，周婷就休学了。听别人说她的头发全掉光了，还有很多很多。王芳一口气说了很多，他抓着自己的衣角，和这个学校里的其他存在都不一样，他有能力，也有自己的势力。他看到了我们一级的处境，也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帮助我们。所以，林岩，如果你遇到了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比如像今天这样，他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依旧发烫的脸颊，你可以试试向求助。小杀手安静地听完，低头看向群聊，群里很热闹，有几个活跃的成员正在讨论今天食堂的事情。不是吧？谢微雪又发疯了，听说这次打的是群主，还有一个 F 级的，就因为他们给谢浩然签名了，太嚣张了，真当学校是他家开的。群主，你没事吧？要不要跟 A 发个委托？林岩眨了眨眼，原来如此，他的客户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小杀手抬起头望着王芳，你知道办期考试是什么时候吗？1. 金凯的委托， 2. 75张一个一级生的委托， 3. 孙蕊的委托，这一张有 4K 字哦，为了体验我没有分张 QWQ， 所以今天就1张了 ORS 啊。王芳愣住了，大概还有3周吧。他不确定的回答，具体的安排教务处应该会发通知。好的，林岩点了点头，把自己的手机收回口袋。3周，时间很紧张，他一共有4科需要考，高等数学1、世界史纲要、学术英语、政治思想导论。王芳看着他那副仿佛接到什么重要任务的严肃表情，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你，他深吸一口气，还是把话题拉了回来。考试是很重要，但是林岩，你刚刚也看到了，谢微雪他指了指自己的脸，上面的红印依旧清晰。有些人是不讲道理的，你成绩再好，也挡不住他们找麻烦。林岩的视线落在他的脸上，然后点了下头，表示自己在听。你刚进群，可能不知道怎么用。对方压低声音，像是在传授什么秘籍。群里有个机器人，你可以私聊他，按照格式提交你的愿望。不过他停顿了一下，好像很忙，不一定什么都会接，但试试也可以。总之，你以后遇到麻烦，别一个人硬扛。他说完，又看了一眼食堂的方向，好像还有事，我先走了，群里可以随时联系。王芳说完，就转身快步离开了。林岩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然后也转过身，朝着宿舍的方向走去。他需要回去规划一下未来3周的时间表。晚上6点50分，启琼学院的中央图书馆灯火通明，这里是整个学院最公平的地方之一，无论什么等级的学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林岩背着他那个半旧的黑色背包，穿过安静的自习区，少女走了一会，就找到了吴越在微信上发给他的座位号，3楼 C 区307号。这是一个靠窗的位置，旁边就是一整面高大的书架，形成了一个半私密的空间。吴越已经到了，少年没有看书，也没有玩手机，他单手撑着下巴，侧头看着窗外沉下去的夜色。对方身上那股张扬懒散的气息，在图书馆安静的氛围和昏黄的灯光下被稀释沉淀，化为一种奇怪的静默。听到脚步声，他回过头，那抹熟悉的笑意再次出现在他脸上。很准时嘛，搭子。林岩点了点头，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将背包放在旁边的空位上。他从背包里拿出了4本课本，一本卡通数学教材，一个笔袋和一个新的笔记本，将它们一一在桌上摆好，动作井然有序。吴越看着他的动作，准备的挺齐全吗？他说着，也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叠打印好的卷子。这是历年期中考试的真题，我把超出你目前范围的都划掉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从高数开始。对方将一份卷子推到林岩面前，先自己做一遍，限时45分钟，有不会的就跳过，让我看看你到底会到什么程度。林岩嗯了一声，拿起笔开始审题。图书馆里很安静，只剩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远处偶尔响起的翻书声。吴越没有打扰他拿出自己的专业书，翻开，视线却时不时地飘向对面那个认真做题的身影。少女的坐姿很直，握着笔的手很稳。她低着头，一缕黑色的发丝从耳后滑落，垂在脸颊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45分钟后，吴越抬起手，用指关节轻轻敲了敲桌面。时间到，林岩停下笔，将卷子推了过去。吴越拿过卷子，又拿出一支红笔。他看得很快，选择题全对，填空题对了3个，解答题的第一题步骤完整，答案正确。从第2题开始，大片的空白。少年放下红笔，抬起头看向林岩，用笔戳了戳他的胳膊。他眨了眨眼，你对三角函数和分布积分好像有很深的误解。他指着卷子上的空白处，之前我讲的换装配对，你忘了？没忘。林岩回答。但是这个，他指着一道涉及 SEC 平方 x 的题目，他没有衣服可以换。吴越的表情停滞了1秒，片刻后，他拿起笔，
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穿着奇怪盔甲的小人。你看 SEC 平方 X 是个骑士，他有自己的专属座驾，叫 Tanks， 你只要看到他，就要想到他的座驾，他们是一对的。少年开始从最基础的公式讲起，他讲得很细，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公式的变形都会在草稿纸上用林岩能理解的图形画出来。1个多小时后，那张空白的草稿纸上已经画满了各种小人、箭头、汽车和房子，懂了吗？吴越放下笔，喝了口水道。林岩看着那张藏宝图，点了点头。他拿起笔，重新演算了一遍那道题，最后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很好，吴越靠在椅背上，看起来松了口气。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讲讲政治思想导论。他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状似不经意地滑动着。对了，今天谢浩然找你了没？林岩正在整理笔记，闻言抬起头，没有。是吗？我还以为你们寸步不离呢。吴越挑了挑眉，那顾一舟呢？我的意思是，音乐节的事情后续他还有找你吗？少女回忆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没有。少年的嘴角不自觉上扬了些许，他扣下手机，对着他眨了眨眼。那今晚来不来玩？林岩面无表情，我要学习。吴越啧了一声，他拖长了音调，又不是不学习了。学习完？我说学习完。那个时候9点了，我要休息。对方被这个答案噎了一下，9点就睡觉？你是小学生吗？林岩思考了一下，我不是小学生，好吧。吴越举起双手做投降状，是我用词不当，我们换一个话题。他清了清嗓子，将桌上那本印着卡通图案的数学教材合上，拿起了另一本封皮上写着政治思想导论的课本。高等数学今天就到这里，你已经掌握了骑士和他的座驾，值得鼓励。少年说着，翻开了课本摊开在2人中间。简单来说，这个人认为，为了达到一个伟大的目的，君主可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欺骗、暴力和背叛，过程不重要，结果才是一切。他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林岩的反应。少女的视线落在书本上，那双漆黑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情绪。我们要关注的地方是如何定义伟大的目的，以及如何衡量手段的必要性。比如，一个国王为了国家的统一发动战争，导致生灵涂炭，站在国王的角度，这是必要的牺牲，但站在那些死去的士兵和平民的角度，这就是纯粹的灾难。文科的东西林岩学得很快，或许是因为只需要记住那些划重点的东西。不一会，今晚的学习时间就结束了。9点的钟声在图书馆内响起，提醒着学生们闭馆时间将至。吴越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肩膀。好了，今天的家教服务到此结束。大子，你的专属老师要下班了。他把书本和卷子都收进背包里，动作不紧不慢。林岩也开始收拾东西，他将几本书叠放整齐，再把笔袋和笔记本放好，最后拉上背包拉链。2人一前一后地走出座位，穿过一排排高大的书架，走出图书馆的大门。晚间的凉风迎面扑来，吴越走在他旁边，你那9点的门禁现在解除了吗？林岩看向他，不明白他为什么提起这个。图书馆关门了。他说，我知道图书馆关门了，说的不是那个门禁，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是自由时间。少年强调，你想好怎么度过这宝贵的夜晚了吗？睡觉。林岩回答得很快。吴越噎住了，见他不说话，某人转头平静地往宿舍走。算你给我安保了，4000。某人平静地回过头走向他。少年双臂环在胸前，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走近。去一个地方，你跟着我，保证我的安全，有问题吗？吴越问。没问题。林岩回答。酬劳2000。小杀手还记得他请他吃了早餐的事。少年愣了一下，随即笑出声。他摆了摆手，行，都听你的，走吧，我的2000块保镖。S 级专属的地下停车场在校园的另一端，入口隐蔽。这里的停车场建在地下，入口处有专门的安保人员和识别系统。吴越刷了自己的卡，带着林岩走了进去。地下停车场空旷而明亮，停放着各式各样的跑车，还有一些林岩没有见过的品牌。吴越领着他绕过一排排昂贵的铁盒子，停在一个角落的车位前。车位上不是汽车，而是一辆通体漆黑的重型摩托车，流线型的车身，粗壮的轮胎，每一处细节都透着一种力量感。在明亮的灯光下，车身的黑色烤漆反射着冷硬的光。新买的，怎么样？他的手掌在油箱上轻轻拍了拍。林岩的视线从车头扫到车尾，他注意到轮胎是全新的，没有磨损痕迹，排气管很干净，没有积碳，车架的焊接点均匀牢固，整体来看性能应该不错。于是小杀手点了点头。吴越显然对这个反应不太满意，他从车座下的储物格里拿出2个同样是纯黑色的头盔，将其中一个递给林岩，戴上。小杀手接过头盔，入手的重量恰好，材质坚硬。他研究了一下卡扣的结构，然后戴在了头上，尺寸正好。吴越也戴上自己的头盔，他从口袋中拿出钥匙，挂在指节晃了晃。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反而没什么意思了。少年眼珠子一转，约莫10分钟后，林岩跨坐在驾驶位上，双手稳稳地握住车把。少女检查了一下后视镜，调整到最适合自己的角度。接着她拧动钥匙，右手轻点油门，嗡，沉闷而有力的引擎轰鸣声在空旷的地下停车场里回响，车身随着引擎的咆哮而微微震动，一股力量感从车架传递到他的身体。接着松开离合，车身平稳地向前滑出，没有一丝顿挫。摩托车在宽敞的停车场内部绕了一个平滑的弧线，稳稳地驶向出口。随着摩托车爬上斜坡，城市的夜景豁然开朗，些许晚风灌入头盔的缝隙，是夜晚特有的凉意。吴越坐在后座，双手轻轻扶住后座边缘的扶手，身体因为这股莫名的平稳感
而逐渐放松下来。风声从耳边呼啸而过，盖住了引擎的轰鸣，也盖住了他有些过快的心跳。这和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以为他会拒绝，或者至少会有些生疏。他甚至都准备好了，在他手忙脚乱时，再笑着接过驾驶权，享受他那可能会出现的懊恼又不得不依赖他的表情。好吧，他开得比他还稳，而且这也太稳了吧！透过头盔，吴越甚至看到一辆加速的电动车超过了他们。搭子，这跟散步一样。少年的声音透过头盔被风吹得有些模糊。开快点吗？要多快？能跑多快跑多快，让我看看这车配不配得上他的价格。吴越随口答道。林岩嗯了一声，下一秒他手腕一拧，嗡！引擎的咆哮瞬间拔高了几个调，强大的推背感毫无预兆的传来，巨大的推背感瞬间将吴越狠狠地压向后方，他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后仰去。路灯、广告牌、高楼的窗户都化作流光溢彩的光带，向后飞速退去。风声在耳边变成了尖笑。我操！惊呼被头盔和风声撕碎，吴越的大脑一片空白，身体的本能快于思考。少年松开扶着车架的双手，猛地向前扑去，手臂环住了前面那个纤细却异常稳固的腰，他的胸膛紧紧地贴上了他的后背。等等！他无意识地惊呼出声，前方的少女似乎说了些什么，字句却卷入了风中，吴越没有听到。速度还在攀升，少年的身体本能地缩紧，脸颊紧紧地贴在林岩的背上，他能感受到他的心跳，平稳有力，他也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完全脱了序。摩托车像一头黑色的猎豹，在夜色笼罩的车道上穿梭，每一次擦身而过，测试竟与旁边车辆的距离都以厘米计算。不知过了多久，吴越才回过神，微微侧头，正好与一位被他们压弯绕过的摩托车主隔着头盔面面相觑。对方的头盔下估计是一双瞪大的眼睛，少年能看到自己的倒影在那片光滑的护目镜上，像一个挂件一样贴在前面那个漆黑的背影上。吴越收回视线，重新贴向他的后背，隔着2层布料，他能感觉到从他身上传来的温度。好奇怪，他有洁癖，他不喜欢和人有身体接触，尤其是这种紧密无间的姿态。但现在他环在他腰上的手臂没有松开，他闻不到自己惯用的那款香水味，鼻腔里全是他卫衣上的淡淡洗衣粉味。恐惧和最初的惊慌在消退，一种混杂着刺激与安心的感觉前所未有的浮了上来。风在耳边尖叫，城市变成了流动的光河。吴越不知为何闷闷地笑了一下，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颤抖。搭子，再快一点！对方没有回答，或者说他的回答融化在了狂暴的风里。漆黑的摩托车在车流中穿行，后视镜里那些刚才还在并行的车辆迅速变成一个个缩小的光点。林岩的驾驶路子很野，但有着一种精确的冷静，他从不走直线，车身总是在2排车道的中间线上滑行，像一条在水流中穿梭的鱼。每当有灵车试图超车，他总能提前半秒预判，以一个微小的角度侧身，毫厘之差地避开对方的后视镜，然后再次加速绝尘而去。又一个急转弯，车身猛地向左侧倾斜，几乎要贴上地面。吴越感觉自己的身体完全失去了控制，重力将他狠狠地甩向一边。他甚至听见自己身侧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的尖锐声音，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下意识的，他抱得更紧了。林岩的身体随之倾斜，却稳得像焊在车身上一样。下一刻，车头拉正，重新回到笔直的道路。这次他慢了下来，或许是因为他们来到了市中心，或许是因为你抱得太紧了。平静的声音穿透风声，清晰地传进吴越的耳朵里。少年的身体猛地一僵，环在林岩腰间的手臂像是被烫到一样，瞬间松开。他往后挪了挪，身体和他的后背之间拉开了一道几乎可以塞进半个人的缝隙，手重新抓住了后座的扶手。大子，你这是想提前结束委托，继承我的遗产吗？吴越清了清嗓子，声音听起来有那么一点不自然。谋杀雇主是额外收费项目。少女的声音平稳，而且需要重新签订一份免责合同。吴越感觉自己一口气哽在了喉咙里，他看着前方那个戴着头盔的后脑勺，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一种混杂着无语和好笑的情绪冲淡了刚才的兴奋。少年靠在后座上，视线扫过路边那些琳琅满目的橱窗和店铺。摩托车在下一个路口停下，等待红灯。旁边一辆敞篷跑车里的年轻男人吹了声口哨，目光在他们和这辆一看就价值不菲的摩托上流连。兄弟，挺帅啊！林岩没有理会，那辆敞篷跑车的车主还没放弃，又按了2下喇叭。哥们，你这车不错，后面载的是你女朋友。吴越深吸了一口气，他猛地掀开头盔的护目镜，侧过头对着那辆敞篷跑车的车主。他是姐们，而且是我花钱请的司机，有意见？跑车车主愣了一下，不是吧？你花钱找女骑？绿灯亮起，引擎的咆哮声盖过了一切，黑色的摩托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那辆敞篷跑车才刚刚启动，就被远远甩在后面。吴越回过头，夜风将他的短发吹得凌乱。他看着那个迅速缩小的跑车轮廓，以及车主那张错愕的脸，对着那个方向笑着比出了一个清晰的中指。做完这个动作，吴越重心转回头，再次将身体的重心交给前方那个稳定的背影。他正要对林岩说些什么，却从后视镜里看到了那辆熟悉的跑车，对方追上来了。真烦人！少年的声音隔着头盔传来，被风声削得有些失真。他想干嘛？比一比？那就比啊！甩掉他需要改变路线。林岩给出提议，他还记得他一开始是打算带他去某个酒吧，变就变。吴越喊了回来，赶紧的，搭子，让他看看什么叫骑穷车神。我不是骑穷车神，少女回答，但可以甩掉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林岩手腕下压油门，黑色的摩托车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切入另一条车道。后方的跑车发出一声不甘的轰鸣，紧随其后，一场发生在城市深夜的追逐开始了。林岩一下钻进了车流密集的市中心，他像一个幽灵在钢铁丛林中穿梭，每一次变道，车身倾斜的角度与灵车保持的距离都恰到好处。后面的跑车显然没有这种灵活性，它庞大的车身在拥挤的车流中寸步难行，好几次被前方的车辆堵住，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黑色的影子在车阵中越拉越远。跑车司机显然被激怒了，他开始不顾一切的鸣笛，强行变道，试图冲出车流的包围。他的行为引起了一片混乱，周围的车辆纷纷减速避让。吴越挑了挑眉，搭子，把他往那边空的大道上拉。少女通过后视镜扫了一眼后方那辆紧追不舍的跑车，她没有改变油门深度，微微侧头，前面那条高架就那儿。得到指令，林岩不再犹豫，在下一个岔路口，他没有丝毫减速的迹象。前方的车流因为红灯而汇集成一片红色的光海，而右侧一条通往城市外环高架的匝道蜿蜒向上，他选择了匝道。摩托车车身压低，轮胎紧咬着地面，在离心力的边缘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精准地切入了匝道。高架桥上空旷无人，两侧只剩城市边缘稀疏的灯光和无尽的黑暗。后方的敞篷跑车也呼啸着跟了上来，引擎的轰鸣声响动。这时，少年的声音含着笑：“喂，搭子，你放慢点。”林岩依言松开了油门，引擎的轰鸣声降低，变成一种沉稳的低吼。摩托车的速度从飞变成了跑。后视镜里，那辆敞篷跑车的光点迅速放大，很快就追了上来，与他们并驾齐驱。跑车车主那张因兴奋和愤怒而涨红的脸露了出来。怎么，不敢在直道上比了？吴越也掀开了自己的护目镜，他侧过头，脸上是懒洋洋的笑。没有啊，看你追得辛苦，让我司机歇口气。对了，你是刚考驾照吗？跑车车主脸上的表情扭曲了一下。他话还没说完，吴越已经转回头，用手背轻轻拍了拍林岩的肩膀。搭子，走了，让他看看我们的尾灯长什么样。林岩嗯了一声，手腕再次拧动。嗡，引擎的咆哮声炸响，敞篷跑车车主还没来得及反应，那辆黑色的摩托车已经化作一道离弦的箭，猛地窜了出去。巨大的加速度把吴越再次按回了林岩的背上，但他这次自然得多，伸手搂住了对方的腰。高架桥上的路灯在视野中连成一条没有尽头的光带，跑车的引擎也发出了最大功率的嘶吼，试图追赶。但在下一个弯道，一切都结束了。林岩没有减速，车身倾斜，轮胎与地面摩擦过后，精准地切过了弯心，而那辆跑车则在高直的离心力下偏移，最后不得不狼狈地踩下刹车，才勉强没有撞上护栏。等他重新调整好姿态时，前方的黑色摩托车已经变成了一个即将消失在黑暗中的小点。比赛结束了，少女平稳地将摩托车并入主路，速度也降回了正常的巡航范围。夜风灌入头盔，吹散了飙升的肾上腺素。吴越清了清嗓子，松开了手臂，身体向后挪了挪，重新抓住后座的扶手。行了，搭子，你通过压力测试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恢复了平时的散漫。为了奖励你，今天的安保费用再加500。林岩的头盔动了一下，似乎是偏了偏头，但没有回头。现在去哪里？左转，去夜幕。吴越说，我定了位子。夜幕 Nocturne 是 A 市核心区一家不对外开放的会员制清吧，入口藏在一条奢侈品街的画廊背后，没有任何招牌，只有一扇需要指纹和密码才能开启的黑钢大门。林岩到达后，将摩托车停在专用的地下车库，拔下钥匙。吴越摘下头盔，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他看着林岩利落地摘下头盔，那头黑色的长发瀑布般散落下来。走吧。少年领着他走向那扇不起眼的门，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侍者早已等在那里，对着吴越鞠了一躬。陈少，晚上好。吴越点了点头，侍者便为他们打开了门。门后是另一个世界，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高级香薰的味道，没有喧闹的音乐，只有低沉的爵士乐在空间里流淌。客人不多，三三两两的坐在分隔开的卡座里，低声交谈。林岩的视线快速扫过整个空间，吧台在左侧，后面有一扇员工通道的门，右侧是通往2楼的楼梯，正前方有3个主要的消防出口，标识清晰。这里的安保人员都穿着统一的制服，站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但站姿和视线移动的方式很专业。一个安全的地方，侍者领着他们走上2楼，停在一个视野最好的靠窗卡座前。陈少，您的位置。吴越脱下外套，随意地搭在沙发背上，然后坐了下来。他指了指对面的位置，坐。林岩坐下，开始整理自己的头发。他伸手将散落的长发拢到脑后，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根黑色的皮筋，熟练地将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吴越看似认真地看着桌上的电子菜单。喝什么？温水。少年拖长了声线。我请客哎，不喝点别的吗？林岩思考了一下，这里有柠檬水吗？少年脸上的表情很微妙，最后他笑了一下。他抬手打了个响指，站在不远处的侍者立刻走了过来，微微躬身。一杯出血，还有一杯鲜榨柠檬水，加冰。好的，陈少。侍者记下，转身无声地离开了。吴越单手撑着下巴，看着林岩。刚才开车感觉怎么样？还行，那种速度是还行。他挑了挑眉，语气玩笑。怎么，你以前经常在 Z 区送外卖吗？少女回忆了一下。有时候他执行一些紧急运输的任务时，会经常用到交通载具，摩托只是其中之一。这算是外卖吗？就在小杀手思考的时候，
侍者端着一个银色的托盘走了过来，托盘上放着2只杯子，一杯是晶莹剔透的高脚杯，里面是乳白色的液体，上面漂浮着几片细碎的银箔，像融化的雪花，这是吴越的初雪。另一杯是普通的玻璃杯，插着吸管，里面是加了冰块的柠檬水。侍者将2杯饮品分别放在2人面前，再次躬身，然后无声地退开。吴越拿起那杯初雪，轻轻晃了晃，抿了一口。林岩也拿起那杯柠檬水，咬住吸管吸了一口，腮帮微微鼓起，然后松开。这里的柠檬水比上次在学生会喝的还要好喝，加了薄荷，口感更加清凉。少年正要开口说些什么，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林岩的手机也同时震动了。他拿出手机，屏幕上跳出一条微信通知 ：“Yan 邀请你加入了群聊 ，Yan 大家在一个群里，以后有什么事情方便通知。”林岩点了进去，群里一共4个人 ，Yan 是顾一舟，他的头像是玫瑰油画，景是吴越，他的头像依然是自拍，不过换了一张戴着帽子的。浩然合一是谢浩然，他的头像之前一直都是空白，而现在换成了一只踩在枕头上的黑色小猫，是阿信，还有他自己冰鲜柠檬水。没等林岩看清群名，顶部的群聊名称就迅速发生了变化。仅修改群名为相亲相爱一家人，浩然合一修改群名为学习小组，仅修改群名为新皇登基，浩然合一。1秒后 ，Yan 修改群名为启琼学院学生会竞选互助小组。这个名字很长，很正式。Yan 这个名字方便定义小组性质，有利于后续工作展开。仅 @Yan@ 浩然合一，谁看得出我们是一群大学生？仅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进了什么老年活动中心。很明显，顾一舟直接无视了对方。Yan@ 冰鲜柠檬水。林岩，你可以把你的那个朋友也拉进来，方便后续活动。朋友，林岩一下就想到了贝拉，对方与他的联络往往是在终端上，而他一般不使用微信，因为并不隐私。不过，如果有什么后续任务安排的话，这样确实更方便。冰鲜柠檬水邀请 Ghost 加入了群聊。Ghost 这什么鬼 ？Ghost 龙图疑问点 JPG。与此同时，贝拉的私聊也发来了信息。Ghost， 喂，你把我拉进这个弱智群聊干嘛 ？Ghost， 这些人是谁？小学生吗？冰鲜柠檬水，他们是顾一舟、吴越和谢浩然。Ghost 群聊内 ，Ghost 撤回了一条信息 ，Ghost 撤回了一条信息。噗！对面的吴越发出一声轻笑，他将手机屏幕转向林岩，指着上面那个像素蓝色幽灵头像。所以这位是林岩的视线从自己的手机屏幕上移开，回答一个朋友。朋友，你什么时候又交朋友了？吴越的眉梢挑了一下，语气看似是普通的好奇，是之前的 C 区的人。哦，你的姐妹啊 ，Ghost， 各位大佬好，玫瑰 ，Ghost。我是林岩在 C 区做社会实践时认识的朋友，我叫贝拉，是个普通的技术爱好者，很高兴认识大家。Ghost 小狗握手点 GIF Yan 你好，贝拉，欢迎加入。Yan 你刚才说的技术是指计算机方面吗 ？Ghost 是的，略懂一些网络维护和数据分析。可爱点头点 GIF Ghost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仅 @Ghost 哈哈，新朋友还挺有意思的。Ghost 玫瑰 Yan 既然人都在，我有事情要通知。Yan 这周5学生会的林舒雅和谢薇雪约我们去吃一顿饭，鸿门宴。对面的少年吐出3个字。林岩抱着手机，视线移到了他脸上，见他一副完全不明白的表情，少年用手指点了点桌面，为其解释林舒雅的安排。音乐节的事情，谢薇雪做的那么难看，他这个当会长的不可能一点风声都听不到。这顿饭名义上是道歉和欢迎，实际上是来摸底的，看我们这个草台班子到底有多大能耐，顺便也给谢薇雪一个台阶下，让他把面子找不回来。林岩想了想，需要动手吗？这个问题让吴越愣了一下，随即他笑了起来，肩膀微微耸动。暂时不用了，那不是我们的主场，林舒雅选的地方肯定是他能完全掌控的。我们这次去主要是当个吉祥物，露个脸，顺便看看他们到底想耍什么花招。他拿起酒杯又抿了一口，少女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就是出席一个社交场合，扮演背景板，这个他很擅长。吴越看着他那副愉悦的表情，脸上是轻松的笑意。他拿起那杯乳白色的初雪，用指尖轻轻摩挲着冰冷的杯壁。所以周5那天你就跟在我身边，少说话，多吃饭，有人问你什么你就看我。林岩嗯了一声，他们说什么你都不用理。少年补充道，那就是一场无聊的电影，我们是去领免费爆米花的观众，有爆米花吗？吴越被噎了一下，没有，他说那是个比喻。他哦了一声，拿起柠檬水又吸了一口。群里谢浩然终于发消息了，浩然合一，好的，我知道了，浩然合一，地点和时间确定了吗？ Yan 周5晚上7点在晋源，我会提前把具体地址发给你们。浩然合一，晋源是谢家的产业，安保很严，林舒雅选在那里估计是为了防止意外。仅浩然合一，哟，去你姐的地盘砸场子，刺激啊！浩然合一，浩然合一，冰鲜柠檬水，很晚了，还在外面吗？林岩捧着手机正要回复，对面的吴越却忽然拿起手机，咔嚓一声轻响。仅图片，照片里少女正低头看着手机，长长的睫毛垂着，神情专注。清霸2楼昏黄的灯光在她的侧脸上投下一片柔和的镀层，背景是窗外模糊的城市夜景。自那张图片发出后，群内陷入一片死寂。过了10几秒，顾一舟才发了一条消息 ：Yan 注意安全 ，Yan
吴越同学，不要带林岩同学做太危险的事情。吴越看着手机屏幕上顾一周发来的消息，他把手机屏幕转向林岩，你看，顾同学很关心你啊。林岩的视线从自己的手机移开，看向他递过来的屏幕。少女点了点头，他表示知道了。过了一会，杯子里只剩下融化了一半的冰块和几片柠檬。林岩放下杯子，10点半了，他说。吴越回过神，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他看起来有些意外，时间过得这么快，要回去了。少女点头，她的睡眠时间是9点左右到5点上下，现在已经超时1个半小时了，这对有良好作息的她来说是需要尽量止损的。行吧。吴越站起身，打起搭在沙发上的外套，少年没有立刻穿上，随意的拎在手里。结账，他对不远处的侍者说了一声，两人一前一后的走下楼梯。停车场里依旧空旷明亮，吴越将外套扔进储物格，又拿出2个头盔，他把其中一个递给林岩，少女接过头盔戴上，跨上摩托，拧动钥匙，引擎的轰鸣声再次响起。少年坐上后座，动作比来时熟练了许多，双手自然地扶住了后座的扶手。摩托车平稳地驶出停车场，汇入城市的夜色中。这次他没有再飙车，保持着平缓的速度。吴越先开了口，搭子，你什么时候学的车？林岩的视线看着前方，之前 C 区驾校教的这么全面？不是驾校。哦，他拖长了音调，那是哪里？一个工作单位。好吧 Z 区的生活真难，你之前都还没成年， Z 区的单位真能压榨啊。嘟囔了几句，吴越身体微微前倾，他的声音贴得更近了一些，刚好能盖过风声。不过搭子，你去过 B 市吗？ A 市的晚上比 B 市要安静多了， B 市这个点正是最热闹的时候。林岩的头盔没有动，视线依然笔直地看着前方的路况，仿佛没有听到身后的话。他等了一会，没有等到任何回应。好吧，当我自言自语。少年笑了一声，声音在风中有些模糊。下次有机会带你去 B 市转转，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不夜城。我没去过，要看情况。林岩刚刚其实在思考有关这个世界的事，他对其他地区的了解大多都来自互联网，而 B 区的信息在网上很多，那里消费水平好像相当之高。现在在忙着赚钱，要买房。买房？吴越重复了一遍，像是没听清。这么着急啊？现在才18岁吧？ A 市的房价对你来说应该不便宜，不过你想的话，我可以。话语戛然而止，少年似乎啧了一声，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只剩下耳畔掠过的风声以及引擎规律的嗡鸣声。我的时间不多。林岩开口。吴越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是在回答他先前那个18岁着急的感慨。那确实要赶时间， A 市的房价一直在涨。对方没有回答，但他刚刚那句好像没头末尾的话，却让吴越想到了另一个东西。他忍不住笑了出来，声音被头盔和风阻隔，听起来有些失真。林岩，他叫他的名字。你怕不怕？怕什么？死亡。城市的光带在他们身边流淌而过。林岩的头盔动了一下，幅度很小，似乎是摇头。没想过，对他来说，死亡只是迟早会来临的事，而不是一个值得恐惧的概念。好吧，吴越点了点头，他看着越来越近的市区建筑与霓虹灯光，沉默了一会。我有点怕。少年的声音很轻，像一句叹息，融化在摩托车驶过带起的风里。小时候，我被绑架过，这是他第一次对人提起这件事，除了家人和部分 B 区的警察，没有任何人知道。在一个很黑的仓库里，那些人把我绑在椅子上，蒙着我的眼睛，我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后来我被救出来了，我们家赔了很多钱。从那之后，我就不喜欢黑的地方，也不喜欢被人碰到。他自嘲地笑了一下，所以我很爱干净。林岩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刚刚在车上，他顿了顿，我还真以为我要死了呢。周围安静了一会，然后不会，他说，我从没出过意外，成功率是 98.7%， 这是组织的人基于 A 的整体任务表现和培养曲线给出的具体数据。吴越似乎愣了一下，那剩下的 1.3% 呢？不可抗力，比如突然有陨石掉下来。少年的身体很明显的僵了一下，随即发出一声闷笑。他觉得这个回答很有趣。好吧，那我祈祷今天晚上没有流星雨。摩托车平稳地驶入启琼学院的大门，在几乎无人的校园主干道上减速。林岩往 S 级的停车场开，到达后他熄火，拔下钥匙，动作干脆利落。吴越坐在后座，没有立刻下来，他看着前方空无一物的墙壁。于是少女先下了车，摘下头盔。他将头盔放回储物格后，看向还坐在车上的人。搭子，你这技术不去开 F1 可惜了。少年终于从后座下来，摘下头盔，随手理了理头发。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点开了支付界面，酬劳加上加班费，一共4000吧。他将二维码递到林岩面前，林岩拿出自己的终端，扫码收款。提示音响起，他的账户余额又多了一笔。好了，我的搭子，我送你回宿舍吧。女孩子晚上一个人走夜路不好。对方把手机揣回兜里，外套随意的搭在肩上。林岩的视线从终端的余额上移开，看向他。这里是学校，学校里才危险好不好？少年煞有其事的说着。白天有谢微雪那种疯子，晚上谁知道会不会有变态？走了，这是附加服务。他没给他拒绝的机会，率先朝着宿舍区的方向走去。林岩跟在他身后，两人之间隔着半米的距离。夜晚的启琼学院很安静，主干道两旁的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晕。从 S 级区域走向 F 级区域，路上的灯光肉眼可见地变得稀疏和暗淡，周围的建筑也从精致的艺术楼变成了规整的普通教学楼。说起来，搭子，
你那个买房的目标具体是怎么想的？想买多大的？市中心还是郊区？他好像只是随口找个话题。市中心，林岩回答。先赚钱，那你可得抱紧我这条大腿了。吴越挑了挑眉，等启琼这里的事情搞定了，我给你发项目奖金，怎么样？够你付个首付和装修了。少女的脚步顿了一下，她偏过头看着他，还有奖金？吴越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笑了一下。不然呢？你可是功臣。少年摊了摊手，顾一舟那家伙看起来就不会给这种世俗的东西。谢浩然是个穷光蛋，那就我来发咯。谁叫我是暴发户啊？他们离7号楼越来越近了，黑暗中能看到那隐隐约约的轮廓。吴越的脚步却不自觉地放慢了，他的视线时不时落在身旁的他身上，然后又移开。终于到了楼下，林岩开口了：你刚刚跟我说了你小时候的事。少年脸上的表情停顿了一下。是啊。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一点无聊的陈年旧事。小杀手把自己的思考结果说了出来。你之前的安保不好，如果是我的话，能做得更好。吴越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空白，然后他摸了摸鼻子。你那时候才多大啊？想到这里，他甚至忍不住笑了出来。8、9岁吧。你能保护我？他看着他，没说话。这似乎就是答案。他收回手，也看着他，二人四目相对，那漆黑的眸子中映着他此刻僵着的笑容，神情有些似乎愣怔。吴越移开视线，要是能早点遇到你的话，确实不错。我在说什么？少年把搭在肩上的外套换了个手，脚步轻快。不过如果我穿越回8岁，一定第一个顾你。他似乎确实心情不错，语调都上扬了些，开玩笑道：那个时候你一天的工资应该1个棒棒糖就够了吧？不是，林岩在8岁之前就开始做任务了，那时他还没有个人的工资，但就价值而言也远远超过了1个棒棒糖。而且他刚说那些话的意思是以后有事可以来找我，我很靠谱。少年挑了挑眉，所以你刚刚是推销？行，林岩声音不大，在安静的夜晚里却很清晰。吴越脸上的笑容停住了，林岩转过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一个人影从楼门口的黑暗中走了出来，站到路灯昏黄的光晕下，是谢浩然。他穿着最普通的长袖和长裤，手里提着一个牛皮纸袋，黑色的短发有些乱，脸上没什么血色，深褐色的眸子看着他。你回来了，现在很晚了。少年的视线在林岩身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到了他旁边的吴越身上，那对平日里总是低垂着的眼睛，此刻平静地迎上了吴越带着审视的目光。谢浩然径直往前走了2步，站到林岩面前，将手里的牛皮纸袋递了过去。这是资料，马上办期了，我今晚刚整理出来。少女伸手接过了那个牛皮纸袋，袋子有点分量，里面装着厚厚一沓纸张。她直接打开袋子，从里面抽出一叠纸张，是打印出来的，最上面一张是世界史纲要，重点整理，字迹清晰，重点部分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做了标记。他又翻了翻，后面还有政治思想导论和学术英语的词汇表，每一份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吴越眯了眯眼，他看着林岩手里的东西，又看了看谢浩然。我的搭子好像不需要这种东西吧？他往前走了一步，站到林岩身边，他有我这个老师就够了。谢浩然抿了抿唇，视线落在林岩手里的资料上，这里面有历年真题的考点分析。他补充了一句，周明教授的出题习惯我也整理在里面了，他一般会就着课本78页的那个例题出遍题做大题。林岩听到这句话，把手里的资料又翻了几页，果然在其中一张纸的页眉处看到了手写的批注，周明教授3次期末2次半期均在此处设置考点，以下是具体的题目。哎呀，附加资料包。某人拖长了音调，我的学生待遇这么好，我这个当老师的都有点羡慕了。谢浩然皱了皱眉，我只是……林岩把资料重新塞回牛皮纸袋里，我上楼了。少女说，思考片刻，他补充，你们也早点休息。说完，林岩没有再看他们2个，转身走进了宿舍楼那扇漆黑的门，门在他身后关上，发出一声轻响。楼道里的声控灯没有亮，夜晚的风吹过，含着凉意，原地只剩下吴越和谢浩然。少年脸上的笑意完全消失了，他向前一步，谢浩然，你几个意思？谢浩然没有看他，视线落在林岩消失的那扇门上。没什么意思，他开口，我只是觉得比起临时的突击辅导，一份系统的考点总结对林岩更有用。他的基础不好，需要的是框架，不是零散的知识点。吴越的手从口袋里拿了出来，他抱在胸前。谢同学，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他是我的学习搭子，我负责他的成绩，你给的这些东西算是课外辅导，很好，我替他谢谢你，但是别越界。谢浩然转过头直视着吴越的眼睛，谁越界了？对方顿了顿，随后突然轻嗤一声，谢浩然，你是不是喜欢他？谢浩然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这个问题重要吗？当然。吴越笑了一下，我得知道我的盟友对我们的另一位盟友抱着什么样的私人感情，你现在的情况你也清楚吧？谢少可不要感情用事哦。谢浩然的视线却没有丝毫闪躲。那你呢？吴越，你为他定制教材，花时间陪他补习，带他去他不该去的地方，你做的这些也是单纯因为他是学习搭子。到底是谁越界了？吴越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这个问题。我对他感兴趣，这不明显吗？少年扬了一下下巴，但我的感兴趣会让他更好，让他得到他想要的。他的目光在谢浩然身上扫过，你给他的除了这些没用的废纸还有什么？是谢微雪的刁难，还是整个学院的白眼，又或者是你哪天粉身碎骨后留的遗书？谢浩然放在身侧的手指蜷缩了一下，又很快松开。他没有被这句话激怒，你是在帮他，还是在把你习惯的那套强加在他身上？吴越，
你带他去的地方，你让他做的事，正在让他变得更显眼。你有没有想过，这对一个 F 级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有我罩着，他不需要。很罕见的，谢浩然的语气甚至说得上强硬。林岩需要的是一个正常的环境，让他可以学习生活，可以不被打扰，而不是卷入你们博弈的中心，成为一个随时会发光的靶子。对方挑了挑眉，靶子是不是发光，取决于拿弓的人是谁。谢微雪和林舒雅跟他本身无冤无仇，根本不会去针对他。说到这里，吴越仿佛忍不住笑。而谢少，你呢？你才是那个最大的靶子。这句话精准地刺进了谢浩然一直以来用沉默和隐忍包裹的伤口上，但他没有颤抖，也没有反驳。少年垂下眼睫，掩住了他眼底的情绪。别把他当成你的乐子。说完这句话，谢浩然没有再停留，转身走进了宿舍楼，背影挺直。吴越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消失，脸上的笑意已经彻底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着胜利和无趣的神情。他踢了一下脚边的小石子，石子在水泥地上滚出很远。少年拿出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了他没什么表情的脸。算了，他将手机收回。现在吴越有些后悔戒烟了。第二天，艺术鉴赏的水课，教室前方的教授正在放音乐，下面没什么人，除了林岩，还有几个一级生，他们要么睡觉，要么低头写自己的东西。因为这个老师不点名，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逃课。林岩已经学了一上午的数学和英语，所以他决定放松一下。比如此时此刻，他就在刷学校论坛。穹顶之下，匿名论坛的界面很简洁，板块分明。他点进了校园茶话会，置顶的几个帖子标题都很醒目。热帖：期中考试时间已出，死亡科目难度预测，各大魔王教授避雷指南。八卦：学生会竞选最新动态，谢家姐弟正面交锋，你支持谁？附投票。求助：有人知道艺术学院的静默练习室怎么预约吗？林岩点开了第一个热帖，主楼是某学院一份整理好的考试时间表，下面跟了几百条回复。1L 草，高等数学和理论物理排在一天，启琼是想让我死。2L 楼上知足吧，我们专业必修周明的高数，据说那老头去年半期挂了2/3的人。3L 负一，周老头的卷子不是给人做的，我上学期末61分飘过，感觉像重生了一次。4L 有没有人预测一下这次作文题目？学术英语的史密斯教授最喜欢出一些哲学问题了。林岩看到第二条，默默地把周明这个名字和挂科2/3联系到了一起。期中考到80分的目标，可能需要调整一下难度评估。他退出帖子，又点进了那个关于学生会竞选的八卦帖，里面的投票结果很有趣。谢微雪的支持率是 78%， 谢浩然的支持率是 22%， 下面的评论区更是壁垒分明。支持微雪学姐，人美心善能力强，这才是我们启琼学生会该有的样子。谢浩然是哪根葱？那个私生子吗？他算个屁！楼上别这么说，我听音乐节的朋友说，谢浩然学常人挺好的，很认真负责。认真负责有什么用？他能拉来赞助吗？他有人脉吗？别搞笑了， 22% 的支持率，我猜一半是 E 级和 F 级那帮人投的吧，真是物以类聚。林岩看着那些评论，没什么表情。他的小队目前处于劣势，竞选者一共其实有3位，如果把黎文轩加进来，他们的劣势就更大了。不过林岩其实不是很了解这类竞选的东西，所以他翻了翻就去看匿名板块了。这个板块的色调是深灰色，帖子的标题风格也和外面截然不同，充满了缩写、黑化和情绪化的表达。猜测讨论，我已然看透此次选举风波 ，A 神再出手。他点了进去，主楼的发帖人没有说太多，只是列举了近期发生的几件大事，并用红线将它们串联起来。楼主，家人们谁懂啊？咱们就是说来盘一下。大家都知道开学的时候学生会印章丢了的是吧？就在这个时间段附近 ，A 神就出现了。你们说这怎么可能没关联？还有 A 神只接一级生的活，这什么暗示我不用说了吧？并且上次的音乐节，一级生联署签了有将近100多个。据内部消息，这里面有池子的官方人员带头。细思鼻孔点 JPG1L， 卧槽，楼主你这么一说，我醍醐灌顶。A 神这是在扶持谢浩然上位啊？不会还想改启琼的格局吧？2L， 楼上你这么敢说，这是不可以触碰的滑梯点 JPG。3L， 这是不可以触碰的滑梯点 JPG。4L， 大胆点，启琼 A 是也不是不可以。5L， 这么敢说，你不要命了。6L， 这么敢说，你不要命了。7L， 这么敢说，你不要命了。8L， 笑死我了，你们这帮一级又在聚众意淫了。教室里的投影仪还在播放着舒缓的古典乐，教授坐在讲台后闭着眼，手指随着节拍在桌上轻轻敲击。论坛上的帖子还在不断刷新。102L， 这个 A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论坛上我也没看到正主啊，怎么那么多孝子？他刚看到这里，一条新的回复跳了出来。103L @102L 新来的 A 神的事迹，自己去翻经滑帖，别在这伸手。不过最近确实不太平，听说有人查到几个接活的一级生头上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什么事迹？他有做什么吗？叮铃铃，下课铃声响了，尖锐又突兀，打断了教室里的宁静，也打断了林岩的思考。投影仪上的音乐戛然而止，讲台后那个一直闭目养神的教授睁开了眼睛，他扶了扶自己的眼镜，站起身。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各位可以走了。
教室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立刻开始收拾东西，桌椅移动和拉链拉上的声音此起彼伏。林岩也合上手机，放回口袋，然后把桌上那本从头到尾都作为伪装的艺术鉴赏收进背包。他站起身，准备跟其他人一起离开。那位穿黑色卫衣的同学，请留一下。教授的声音再次响起，林岩的脚步停住了。他转过身，看向讲台。教室里的其他学生已经走光了，只剩下他和那个教授。教授姓苏，叫苏文，50多岁，头发有些花白，但梳理得很整洁。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毛衣背心。这是个在启琼评价网站上被标记为佛系，从不点名给分看心情的老师。苏文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满是欣赏。同学，你对艺术很感兴趣吗？在教授的眼中，林岩每节课几乎都会提前来，每次一到就是认真的看艺术鉴赏的课本。我看你每次上课都在读那本教材。教授的语气甚至有些唏嘘，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能静下心来看这种枯燥理论的了。小杀手眨了眨眼，事实上他只是用教科书来伪装自己上课看手机的动作，或许他隐藏得太好了。你叫林岩对吧？我记得你的名字。是，林岩。好名字。苏文推了推眼镜，无名英雄的那个无名，这已经是第3个这么说的人了。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苏文看着他没什么表情的脸，语气温和地问，看你好像急着要走。没有，林岩回答，我只是要去食堂吃饭。哦，吃饭很重要。教授点了点头，他绕过讲台，从自己那个旧帆布包里翻找着什么。是这样的，林岩同学，他一边找一边说，我手头上有个闲置的地方，或许你会感兴趣。他终于从包里找出了一串钥匙，上面挂着一个老旧的木质标签。教授将其中一把银色的钥匙取了下来。艺术学院区那边有一间很老的独立画室，以前是留给访问学者的，现在基本没人用了。苏文将那把钥匙递到林岩面前，地方不大，但很安静，采光也好。我看你这么喜欢自己学习，应该自己好好发展下。那里的钥匙，学校里除了我，就只有艺术学院的院长有了。他笑了笑，我做主，借给你用，以防这位很明显有些困难 F 级生的学生窘迫。教授又补充，你想带到什么时候都可以，没人会去打扰你。林岩看着那把伸到他面前的钥匙，一个独立无人打扰的空间，安保级别很高，适合存放东西，也适合作为临时的安全屋，可以作为临时武器安放点。它可以省下每次查寝所需要的搬运和隐藏时间，不过还需要去实地考察。少女伸手接过了那把钥匙，钥匙有点凉，上面刻着一串数字 A7103，需要付租金吗？苏文愣了一下，随即哈哈笑了起来，不需要，就当是我这个老头子对未来的艺术家一点小小的支持吧。他把剩下的那串钥匙揣回兜里。好了，同学，你快去吃饭吧，别饿着了。教授说完，便拿起自己的帆布包和教案，朝着教室后门走去。林岩在原地待了一会，便将那串刻着 A7103的银色钥匙放进口袋里。接着他背上背包，转身朝着空无一人的教室门口走去。刚走到门口，走廊上就传来了脚步声，两个人引出现在了门外，正好挡住了他的去路。走在前面的人身材高大，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学院制服，乌黑的短发，清亮锐利的眼睛，是黎文轩。跟在他身侧的是之前见过几面的林浩，他今天也穿着制服，脸上挂着营业性的笑，但那笑意没到眼底。林浩的视线在林岩身上停留了1秒，然后转向黎文轩，做出一个请示的姿态。对方的脚步停在了林岩面前，两人之间隔着1步的距离。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目光平静。林岩同学，我是学生会副会长黎文轩，我们有些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希望能占用你一点时间。林浩在旁边补充了一句，脸上依旧是那种笑。只是例行的学生情况问询，涉及到一些近期的校园安全问题，麻烦同学你配合一下。林岩的视线从黎文轩脸上移开，又看了看他身边的林浩。他原本的路线是去食堂，我要去吃饭。少女平静地陈述着，同学，问询不会花费太多你的时间，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一旁的林浩突然补充，不过这会记录在你的学籍档案里。作为学生会，我们不希望看到有学生因为不配合调查而影响到自己的学业评定。林岩眨了眨眼，他思考片刻，点了点头。好。黎文轩侧过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他走在前面。林浩脸上的笑容扩大了一点，他跟在林岩身后，与黎文轩并排，像两个沉默的押送者。同学，这边走。他们没有去学生会的公共办公区，黎文轩领着他穿过几条安静的走廊，来到一栋教学楼的地下层。这里的光线很暗，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他停在一扇金属门前，刷了自己的权限卡。滴的一声，门锁打开，里面是一个小房间，正中央放着一张金属长桌和3把椅子，墙壁是灰色的，没有任何装饰，头顶的白炽灯管发出冰冷的光。房间里只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门口。请坐。黎文轩拉开其中一把椅子，自己却没有坐下，平静地看着他。林岩走过去，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将背包放在脚边。林浩关上门，然后拉开黎文轩旁边那把椅子坐下。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型的记录终端，放在桌上。林岩同学，是吗？ F 级，来自 Z 区。林浩先开了口，他看着终端上的资料，像是在核对信息。你的档案很简单，父母双亡，靠社区补助长大，因人才培养计划被抽中，进入启琼。林岩没有说话。我们这次找你来，是想了解一些关于许愿池匿名群聊的事情。林浩的指节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据我们所知，
你是那个群的成员之一？少女看向他，然后点了下头。是。这个回答让林浩准备好的一系列施压话术卡在了喉咙里。他顿了一下，继续问道：那个群是一级生王方拉你进去的？是。你在里面发布过委托吗？或者有参与到所谓委托的流程里？林浩身体微微前倾，试图营造一种压迫感。没有。林岩的回答依旧简单，他没有说谎。作为 A， 他发布过任务接单信息，但作为林岩，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潜水成员，是吗？林浩脸上满是不信。可据我们所知，你在近期的联署与食堂冲突中都和王芳走得很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林岩回忆了一下，他跟王芳说过几次话，加了微信，进了一个群，没了。是普通同学？普通同学？林浩嗤笑一声，林岩同学，你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些误解。他顿了顿，语气放缓了一些。我们知道你们部分人生活困难，想要往上爬，这很正常。如果有人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下，比如一个叫 A 的机会，我们也可以理解。你只要告诉我们关于你都知道些什么，我们可以保证这件事不会对你的学业造成任何影响。甚至林浩的视线扫过林岩那身半旧的黑色卫衣，学生会也可以为你提供一笔助学金。他抛出了诱饵，这番话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带着诱导性。房间里很安静，站在一旁的黎文轩始终没有说话，他双手抱在胸前，安静地看着。林岩的视线从林浩的脸上移开，然后转向了黎文轩。他看着他未来的也是目前的老板。黎文轩的眼睫微动，他拉开椅子也坐下，顺便打断了林浩的话。林浩，他的声音不高，问询的方式要更严谨一些。林浩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他坐直身体，闭上了嘴。林岩同学，不用紧张。黎文轩开口了，语调平稳，我们只是想厘清一些事实。他没有再提 A， 而是换了一个切入点。你和谢浩然同学关系很好。林岩点了下头。是。黎文轩的指尖在金属桌面上轻轻点了一下。谢浩然同学正在参与学生会会长的竞选，这件事你知道？知道。作为他的朋友，你支持他？是。据我所知，林岩同学，你有远超 F 级学生的运动能力。男人抬起眼看向他，这么明显的暗示，他应该接收到了。小杀手眨了眨眼，与其四目相对，他只是在等他下一个问题。很明显，没有搞明白啊。黎文轩在林浩的注视下，将问话继续下去。你的体能很特殊，这种特殊是源于 Z 区的成长环境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巧妙。他将林岩的异常归因于一个众所周知但又充满想象空间的出身背景，而非某个神秘的组织或个人。可以这么说，林岩只是一昧的赞同。原来如此。黎文轩点了下头，仿佛解开了一个疑惑。他转向旁边的林浩，后者正拿着终端快速记录着什么。所以林岩同学，你选择帮助谢浩然，是因为你认为他有改变现状的可能，对吗？黎文轩继续引导。此时一旁的林浩停止了记录，面上显露出了些许迷目的表情。一个来自 Z 区拥有特殊生存技能的 F 级学生，在启琼这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遇到了另一个同样处于底层但有反抗意图的 F 级学生。逻辑通常的猜测完美的解释了林岩的一系列行为。他不再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威胁，而是一个有动机有逻辑的投机者。林岩陷入了思考之中，他只是在执行朋友的要求和雇主的任务，但他的沉默在林浩看来就是默认。林浩脸上的表情从明悟转为确认，他看林岩的眼神也变了，从审视一个危险分子变成了打量一个有点小聪明但格局不大的底层学生。他清了清嗓子，把身体靠回椅背上，双手交叉，摆出了一副更有余裕的姿态。林岩同学，既然这样，那我们敞开天窗说亮话。他不再绕弯子。你觉得你和谢浩然同学的合作能走多远？我们不反对大家有自己的想法和抱负，但是选择和谁站在一起很重要。旁边的黎文轩没有说话，他只是拿起桌上的终端，随意地滑动着屏幕，仿佛对接下来的对话失去了兴趣。这个动作让林浩更加确认了自己的判断，也让他更加大胆。你是一个聪明人，应该懂得权衡利弊。继续跟着谢浩然，你得到的只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如果你选择退出，学生会可以保证你至少在剩下几年的学习生涯里，不会再有任何额外的麻烦。林浩看着少女，一个安稳的毕业证和一个随时可能被开除的风险，你应该知道怎么选。林岩微微皱眉，为什么我会被开除？林浩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太过直接的问题。他总不可能直接说这是威胁吧，但他的反应又堪称无解。一个来自 Z 区曾经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无法理解上层复杂的权力博弈，这太正常了。我可以吃饭了吗？某人发出了想要吃饭的声音。可以。黎文轩的声音突然响起，他放下了终端。我想我们已经了解到足够的信息了，多谢你的帮助。林浩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他看向对方，似乎想说什么，但对方已经站了起来。黎文轩拉开了椅子，起身向门口走去。林浩，我们去找下一位同学吧。房间里只剩下林岩一个人，他坐在椅子上等了2秒，然后也站起身，背上背包。他推开门，走廊里空无一人，刚才那2个人已经不见了。林岩辨认了一下方向，朝着食堂走去。林浩跟在黎文轩身后，一边走一边说，文轩就这么放他走了？我觉得他肯定还知道些什么。黎文轩的脚步没有停。你觉得到底是什么？林浩被这个问题问得一愣，或许是某个来自不知名势力的人。对方在论坛上其实并不活跃，主要还是那个群聊。如果 A 不是一个人呢？黎文轩说，你想想，修改成绩的网络技术
一些委托中出现的生物手段与物理方法，还有在音乐节上精准的反黑客操作，这些是像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吗？林浩的呼吸停顿了一下，他之前一直将默认为一个技术高超的黑客，但黎文轩这么一说，确实有太多无法解释的地方。你的意思是 A 是一个组织，或者是几个不同的人被同一个目标联合了起来？黎文轩的视线移开，继续往前走。顾家在 C 区有人脉，陈家从 B 区来，也带着自己的团队。谢浩然只是一个旗帜，他们需要一些功绩来让这面旗帜看起来更可信。扶持一级，打压和谢微学有关的人，这些都是成本最低，也最容易收买人心的方式。林浩跟在他身后，脑子飞速转动，但为什么只扶持一级？这样效率也太低了。有这样的手段，明明可以直接与那些 C 级的小团体合作。谁跟你说 A 的目标只有一级了？林浩的眸子瞪大了。午饭后，林岩正拿着谢浩然给的提纲背知识点，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听，你在哪？林岩眨了眨眼，他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事情。老板拉着一位学生会的成员，问了他一些奇怪的问题。冰鲜柠檬水，宿舍，听，找个安全的地方，我过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少女的视线落到了口袋里那把刚到手的银色钥匙上，上面刻着 A7103。她没有再用文字回复，而是直接打开校园地图，在那间位于艺术学院区的独立画室上标记了一个点，然后将定位截图发送了过去。冰鲜柠檬水，图片，听，15分钟。对话结束，少女收起手机，背上背包，离开了宿舍楼。艺术学院的区域在午后很安静，绕过几栋教学楼，她找到了那栋挂着 A7 门牌的独立建筑。这是一栋2层楼高的红砖房，外墙上爬满了常青藤，看起来有些年头了。门口挂着访问学者工作室的牌子，但已经褪色了。林岩走到103的门口，木门上的油漆有些剥落，他拿出那把银色的钥匙，插进锁孔里，轻轻一拧，咔嗒，轻响过后，门锁开了，一股混合着尘埃、松节油和干燥颜料的味道扑面而来。画室的空间不大不小，却有一面几乎完全由巨大的落地玻璃窗构成的墙，午后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进来，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细小尘埃。中央立着几个蒙着白布的画架，几个椅子，墙边靠着几个装满了画框和杂物的木箱，角落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洗手池，一切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显示出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林岩走进去，没有关门，他走到窗边，指尖在落满灰尘的窗台上轻轻划过，搓了搓，这个落灰至少有1年。少女在抬头评估，这里的视野很好，可以俯瞰艺术学院区的一片小花园，而且位置偏僻，周围没有别的建筑能直接看到室内。此时门外传来了不疾不徐的脚步声，黎文轩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他依旧穿着一身合体的学院制服，只是学生会的袖章摘了下来。男人的视线在画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窗边的林岩身上。这里很安全，他走了进来，反手将门关上。随着木门的合拢，外界的蝉鸣与鸟叫声瞬间被隔绝，画室里陷入了绝对的安静。刚刚你的应对很好，黎文轩说。林岩从背包里拿出纸巾，当着对方的面对着一个椅子一顿擦，接着他伸手示意，老板，你坐。他似乎愣了一下，我不用。林岩没说话，让座不是基本的职场生存守则吗？被少女那对漆黑的眸子这么看着，一下就让黎文轩回忆起了某些不好的东西，比如突然出现在他桌面的信件。他僵硬地坐下了。刚刚你的回应不错。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小杀手脸不红心不跳的肯定了。看着站着的林岩，黎文轩指了指一旁的座位，你也可以坐，然后我们来聊聊你迄今为止的安排。少女于是也拉开旁边的椅子，用同样的方式擦拭干净，然后坐了下来。黎文轩做好准备，他点了点头，你可以说了。这位最近在启琼声名鹊起，活动不断的与他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无论是对林舒雅那边的说辞，还是刚刚，黎文轩自认为已经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了。那么他到底有什么安排？约莫10分钟后。所以你的意思是？黎文轩的语速比平时慢了半拍。你最开始在论坛上发布委托信息，只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林岩点了下头。是。偷到学生会印章，是为了100块钱，同时打出名声开张。是。破坏张雅玲的小提琴，1000。那些其他的委托都是兼职。你最后选择跟谢浩然站在一起，是朋友。黎文轩沉默了，他刚刚没有多问一些不该问的细节，比如为何追查不到林岩的论坛账号，或者是他的银行卡，以及他背后肯定有的黑客手段。就像林岩从未过问他的目的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定程度的秘密。但即使如此，你说的都是实话。他不可置信道，问了一个这么愚蠢的问题。黎文轩设想了无数种可能，他是某个家族秘密培养的棋子，是为了某个更宏大的政治目标而来，甚至是某个他不知道的势力的先锋。他将他纳入自己的棋盘，小心翼翼地评估他的每一步，试图从他那些精准而高效的行动中解读出他背后那庞大的足以与林家和谢家抗衡的图谋。结果对方告诉他，他只是想赚钱开张，然后帮朋友。我需要钱生活。林岩想了想，老板有问题吗？男人吸了口气，然后他笑了一下，没有。黎文轩说，这样很好，不过你以后还是不要叫我老板。小杀手眨了眨眼，小杀手茫然，他就这样被开除了。在启琼，我们是同学。林岩点了点头，表示理解。看着他那副愉悦的表情，黎文轩感觉自己刚才那一瞬间的失态被轻轻放过了。他很快重新找回了节奏。你可以叫我的名字，或者和他们一样，叫我副会长。男人停顿了一下，视线扫过这个尘土飞扬但结构安全的画室。这里以后
我们就在这里见面。林岩看向他，等待下文。黎文轩身体微微后靠，让自己坐得更深了一些，双腿交叠。周五晚上有一个饭局，林舒雅组织的，谢微雪会到场，名义上是为音乐节的事情道歉，实际上是试探。他想知道支持谢浩然的人都有谁，底细是什么。他将底细2个字说得很轻。谢微雪的情绪不稳定，大概率会把矛头对准你。林岩消化着这些信息，饭局、道歉、试探，对他来说，这些词汇最终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我的任务是什么？黎文轩的手指在膝盖上点了点，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上面是一个人的照片，在周5前处理掉这个人。其实我已经书测了，尝试挣扎，但等了7天刚出就再次腰斩了。没想到这本首秀不行，书测也难救，请假1天，今天就1张了，我调整下心态吧，谢谢大家。林岩看着他手机屏幕上的照片，那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他笑容游刃有余。图片很明显是从某张完整的图片截下来的，与男人握手对话的另一人被裁掉了。少女眨了眨眼，处理，终于涉及他熟悉的区域了。之前在组织里，每一次任务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区域化，负责信息处理收集的是一个部门，负责网络攻防的是一个部门，负责后勤后续的是一个部门。林岩唯一要做的事只是担任那个最核心的齿轮，这也是他对一些事情并不熟悉的原因，因为这些都不是他有必要去掌握学习的。不过他对于后勤处理等内容都有所涉猎，为了防止意外，现在没有了组织，单人任务也是可行的。处理掉是什么意思？他问。让他消失吗？黎文轩本来没有考虑要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步的，但对，你可以做到吗？林岩点了下头，钱到位就行。少女补充，把他全部的资料给我。什么时候要他消失？怎么个消失法？钱怎么算？黎文轩指了指手机屏幕，这个人叫王志成，是启琼学院的校董之一，是谢微学母亲家族，也就是林家生意上的重要伙伴。他一般也负责林家见不得光的那一部分。谢微雪这次竞选有很大一部分活动资金来自他，同时他麾下有一批科研团队，最近正在研究脑机接口。说到这里，男人停住了，与严家有明显的竞争关系。严家 A 是新兴的家族势力，以强劲的科研与变现实力被纳入了权贵圈，却一直没有被真正的接纳。毕竟 A 市内部已经基本固化了，但即便如此，严家继承人也成为了启琼学生会学术部的部长，能够得到关于那件事的证据，同时也是一次拉拢的完美机会。这个王志成必须要消失，钱你不用担心。黎文轩说，我要他从 A 市彻底消失，不留痕迹。至于方式，你自己决定。林岩点了点头，对方从制服的内袋里拿出一个很薄的黑色平板，递给了他。这里面有你需要的一切，他的住址、公司地址、日常行程、安保情况，甚至是他情妇的公寓位置。期限可以再长一些，下周1之前，他周末会去一趟 C 区参加新楼盘的剪彩。小杀手抱着平板，他第一时间先去看了电子设备后面，那是一个很简洁的银色 logo， 像一片叶子。这个好像好贵，送我了吗？黎文轩似乎愣了一下，这是任务道具，使用权归你，所有权归我。任务结束后，里面的资料会被远程清除，设备需要归还。林岩哦了一声，把平板抱得更紧了些，那就是不能卖钱。我知道了。黎文轩此时正好站了起来，他注意到了他的动作。你需要吗？他歪了歪头。在大学，很多学生都会选择无纸化学习，这样确实会方便一些。说到这里，他停顿了2秒。黎文轩确实是第一次做老板，他也从未有过家族之外的完全与自己同一战线的盟友。如果你需要的话，明天我会让人把平板送到你宿舍楼下，以及100万定金的银行卡。男人补充了一句，平板是全新的，卡没有密码。小杀手立马明悟，分发免费电子设备，这就是老王说的所谓的公司福利。看来他的职场智商还是不错的。多谢老板。黎文轩对此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没有说。以后有紧急情况可以在这里见面，非紧急情况用微信联系就可以，我会看。好，对话结束了。黎文轩没有再多说，他走到门边，手放在门把上，在开门前，他回头看了一眼，少女正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他拉开门走了出去，画室里重新恢复了安静。林岩在椅子上坐了一会，然后站起身，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开始在这个空间里走动。少女先是检查了那扇巨大的落地窗，玻璃很厚，窗框是老式的铁质结构，很坚固，从外面很难在不发出巨大声响的情况下破开。接着她走到了洗手池边，拧开水龙头，哗啦啦，生了锈的水管响了几下，但很快就有清澈的水流了出来，有独立水源。她又走到门口，检查了门锁的结构，是老式的十字锁，防盗性能一般，但胜在不引人注意。林岩从背包里拿出上午苏文教授给他的钥匙，在门上试了一下，可以顺利的反锁，之后再改装。最后他的视线落在了墙角那几个蒙着灰尘的木箱上。少女走过去，掀开其中一个箱子上的白布，里面是一些废弃的画框和几卷干硬的画纸。林岩把手伸进箱子底部，摸索了一下，木板之间有缝隙，可以拆卸，这里可以改造成一个临时的武器储藏点。评估完毕，这是一个勉强合格的安全屋。林岩将一切恢复原状，然后拉过椅子，重新坐下。他从背包里拿出那个黎文轩给的黑色平板，开机，没有密码，直接进入了主界面。界面非常简洁，只有一个名为王志成的文件夹。他点了进去，文件夹里是分类清晰的子文件，个人信息、行程安排、资产状况、安保配置、社会关系、私人生活。他先点开了
个人信息：王志成，48岁，身高175厘米，体重82千克，已婚，有一子一女，均在国外留学，有慢性胃炎和轻度高血压，需要长期服药。接着是行程安排，里面是一份精确到分钟的日程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末，工作日基本是公司和家2点一线，应酬地点固定在几家高级会所，周末的安排比较私人，除了固定的高尔夫，就是这周6的 C 区楼盘剪彩。林岩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将日程表放大。10点至11点30分 ，C 区云顶华府项目剪彩仪式，地点 C 区滨江路77号，安保等级 B 级，由项目方负责。他的手指又点开了安保配置，王志成的私人保镖团队有6人，2班倒，贴身保镖2名，司机1名，均有军方背景。他乘坐的车辆是防弹改装的黑色灰停轿车，但是在 C 区的剪彩活动中，出于安保协调的考虑，他只会带1名贴身保镖和司机。现场的主要安保力量由项目方的安保公司提供，这是一个外部团队。外部团队意味着配合生疏，信息传递存在延迟，更容易制造混乱和机会。林岩退出文件夹，打开手机自带的地图应用，输入了 C 区滨江路77号这个地址。地图夹在一个位于江边的新建楼盘出现在屏幕上，周围是空旷的绿化带和几条尚未完全通车的道路，很适合处理后事。星期五，祈求门口。林岩刚刚刷了一整节水课的高数，他还有些恍惚，那些扭曲的符号在他脑海里盘旋，像一群无法解读的皱纹。吴越在他身侧，拿着手机对着图片，一边改他的错题，一边与他一起等待。大子，你这第3题不该用换元法的，记住了吗？林岩的视线从他手机屏幕上那道被红笔圈起来的题目移开，点了下头。还有这里，链式法则忘了。他点头。这里用3角换元可以解得更快。他点头。吴越眯了眯眼，看着面无表情的少女，随后笑了出来。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数学。林岩回答，他的视线仍然有些空洞。吴越看着他这副样子，他收回手机，揣进口袋里。好了，别想了，脑子里一直是数学，会没胃口的。他说，等会儿要吃饭。少女点了下头，终于把视线聚焦到了现实世界。校门口人来人往，穿着各式制服的学生三三两两地走过。过了会，一辆黑色的轿车安静地滑行到他们面前，停了下来。车窗降下，露出顾一舟那张温和的脸。上车吧。后座的车门被推开，谢浩然从里面探出身。他今天也穿了制服，黑色的短发打理过，看起来比平时要精神一些。少年的视线先是落在林岩身上，然后才移到旁边的吴越身上，点了下头。吴越没有回应他，只是拉开车门，很自然地坐了进去，然后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坐。林岩弯腰坐了进去，紧挨着吴越。谢浩然坐到了另一边，3人并排坐在宽敞的后座。车门关上，隔绝了外界的喧嚣。车内很安静，只剩下空调运作的轻微声响。顾一舟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后座的情况，然后转头看向司机，开车吧。轿车平稳地启动，行驶在城市的车流中，窗外的霓虹灯光掠过车窗，留下一道道模糊的光轨。车内没有人说话。谢浩然坐在林岩的左手边，身体坐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视线落在前方座椅的靠背上。吴越坐在他的右手边，姿态要随意得多。他靠着车门，一条手臂搭在窗沿上，指尖无意识地在玻璃上敲击着。顾一舟坐在副驾驶位，通过后视镜，他能看到后座3个人的倒影，像一幅构图奇特的静默画。今晚我们主要是听众。他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林舒雅很聪明，她不会在明面上做任何出格的事，但她会通过提问和引导话题来试探我们的关系和目的。谢微雪是主要的情绪输出点，她的目标会很明确，就是谢浩然。他停顿了一下，视线在后视镜里与吴越的目光短暂交汇。听着呢。对方应了一声，视线从窗外收回。谢浩然抿了抿唇，他的手指收紧了些。林岩，你就坐在我旁边。顾一舟的声音继续响起。吴越负责应对林舒雅。谢浩然，你只需要保持沉默，偶尔对我点头就行。至于林岩，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说。林岩却是有些难得的失望。我不可以吃东西吗？顾一舟愣了一下，然后透过后视镜看着他。可以。他补充了一句，想吃什么都可以。旁边的吴越发出一声轻笑，他侧过身，手肘轻轻碰了碰林岩的胳膊。听见没？队长发话了，今晚让你吃个够。谢浩然的身体动了一下，他从座位前的储物格里拿出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拧开递到林岩面前。先喝水。少女接过水，喝了一口，然后把瓶子握在手里。车内再次陷入沉默，只有平稳的引擎声。轿车最终驶离了繁华的主干道，拐进一条幽静的林荫路。路的尽头是一座占地广阔的中式园林，高大的院墙隔绝了外界的视线。门口没有招牌，只有2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保安站在那里。司机将车停在门口，其中一个保安上前确认了车牌后，厚重的电子门无声地划开。车子驶入园内，沿着一条铺着青石板的路缓缓前行，最终停在一栋古色古香的2层小楼前。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已经等在门口，看到他们下车，立刻迎了上来，脸上是训练有素的微笑。顾同学、陈同学、谢同学、林同学晚上好。林会长和微雪小姐已经在观澜厅等候了。他说话时，视线在林岩身上停留了一瞬。请随我来。女人转身领着他们走进小楼，楼内是新中式的装修风格，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檀香。他们跟着女人走上2楼，停在一扇雕花的木门前。女人推开门，侧身让到一旁。各位请。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包厢，正对着一面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修剪精致的庭院夜景。
一张巨大的圆桌摆在中央，桌上已经摆好了精致的冷盘和餐具。林舒雅和谢微雪坐在主位两侧。林舒雅穿着一身白色的职业套装，长发挽起，妆容精致，脸上带着得体的微笑。谢微雪则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她正低头玩着手机，脸上没什么表情。看到他们进来，林舒雅站了起来：“大家都来了，请坐吧。”谢微雪抬起头，视线像刀子一样刮过谢浩然，然后落在林岩身上，最后是吴越和顾一舟。她扯了扯嘴角，没有说话，又低头看手机。桌上已经摆好了精致的冷盘，侍者为他们拉开椅子。顾一舟和谢浩然被安排在了林舒雅的左手边，吴越却没有走向右手边的空位，他拉开了离谢浩然最远的一个位置，自己坐下，然后拍了拍身边的椅子，示意林岩。林岩走过去坐了下来，这样他们4个人占据了圆桌的一侧，与林舒雅和谢微雪形成了对峙的格局。林舒雅看着吴越的动作，脸上的笑容没有变：“大家别客气，就当自己家一样，尝尝这里的桂花藕，是今年的新贵。”林会长太客气了。吴越笑着拿起筷子，这下必须得尝尝。席间的气氛有些微妙的安静，只有林岩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面前的凉拌海蜇放进嘴里，很脆，好吃。谢微雪终于放下了手机，她端起面前的果汁喝了一口，她的视线落在谢浩然身上。谢浩然，你哑巴了？见到姐姐都不会打招呼吗？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一下，除了某人，他又夹了一筷子别的菜放进碗里。谢浩然低着头没有说话。吴越看向谢微雪，语气惊讶：“谢学姐，她这不是怕打扰你看手机吗？”顾一舟也放下了筷子，他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他的语气温和：“谢副会长，林会长说今天是为了音乐节的事，说起那天的事情确实很抱歉。”林舒雅接口，她自如的微笑：“微雪，这件事确实是你做的不对，这是一个明晃晃的暗示，该道歉了。”谢微雪把果汁杯重重的放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知道了。”他看向顾一舟，嘴角扯出一个没有笑意的弧度：“顾同学，对不起。”这几个字说得很快，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男人抿了口茶，温和一笑：“不只是我，这次音乐节的承办者一共有4位。”女人的脸色僵了一下，她深吸一口气，视线快速地扫过吴越那张带笑的脸，低头狂吃的林岩，最后落在低着头的谢浩然身上，眼里的厌恶几乎要溢出来。“对不起，对不起，行了吧？”他几乎是把这几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说完就别过头，不再看任何人。林舒雅脸上的微笑依旧无懈可击，她适时地举起茶杯：“微雪她就是这个脾气，大家别介意。”他看向顾一舟：“既然误会解开了，我们今天就好好吃顿饭，希望大家尽兴。”侍者开始上热菜，一道道精致的菜肴被端上桌，松鼠桂鱼、蟹粉狮子头、龙井虾仁，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林岩的注意力立刻被桌上新增的食物转移，他拿起公筷给自己夹了一个狮子头，肉质很嫩，汤汁鲜美。谢微雪看着林岩那副只顾着吃的样子，心里的火气莫名的冒了上来。这家伙的礼节呢？凭什么能这么自然？他率先开口，打破安静：“我倒是很好奇，舒雅姐请客，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上桌？”林岩的筷子停了一下：“猫狗？”他四顾张望，这里没有动物。于是小杀手继续吃。吴越倒是放下了筷子，他拿起旁边的湿毛巾，慢条斯理的擦了擦手：“谢学姐，你这话说的，林岩也是 Z 区的代表啊。”他看向少女，语气熟稔：“Z 区当然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谢学姐，你不这么认为吗？”这一下上纲上线，让谢微雪被堵得彻底说不出话。她的视线在吴越那张带笑的脸上弯了一下，林舒雅脸上的微笑弧度没有变化，她只是拿起公筷给谢微雪夹了一块龙井虾仁。吃饭，安静。谢微雪浑身一僵，看着碗里的虾仁，拿起筷子，没有再开口。在桌下，她的另一只手攥紧。女人举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将话题从这种无意义的口舌之争上拉了回来。Z 区的同学当然也很重要。林舒雅声音平稳，不过既然陈同学和顾同学都决定支持谢浩然同学参与竞选，想必是对学院的未来有自己的规划。他看着他们，我很好奇，如果你们成功了，打算为学院，尤其是占了大多数的中低年级学生，带来些什么具体的改变呢？喊口号很容易，但执行起来需要考虑的有很多。他将问题直接抛向了政治层面。吴越挑了挑眉，刚要说话，顾一舟却放下了茶杯。改变的，比如关于 E 级和 F 级学生的助学金和资源倾斜政策，我查阅了近3年的学生会财务报告，发现这部分预算的实际执行率平均不到 40%。 男人抬起眼，灰绿色的眸子看着林舒雅：“我听说林会长家里的启明星慈善基金最近在 C 区遇到了些麻烦，是不是因为这样才影响到了会长处理校内事务的精力？”空气仿佛凝固了。启明星基金是林家的重要产业，也是林舒雅个人履历上的光辉一笔。而这个基金最近在 C 区拓展业务时，因手续问题被当地监管部门卡住，是林家内部才知道的机密。顾一舟是怎么知道的？谢微雪低着头，一言不发。他连碗里的那片虾仁都没吃，他的模样居然和一旁的谢浩然有几分相似之处。林岩刚刚吃完一个狮子头，他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在所有人都没注意的时候，他又用公筷给自己夹了一块松鼠桂鱼，鱼肉炸得外酥里嫩，浇上酸甜的酱汁，好吃。林舒雅脸上的微笑消失了，那双锐利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情绪波动。他盯着顾一舟，几秒钟后，那抹公式化的微笑才重新回到他脸上，只是略显僵硬。女人端起茶杯，掩饰性的喝了一口。顾同学对学生会的事务真是关心，这件事我会亲自跟进的。还有，林会长刚刚的话有点不对呢。
吴越笑着轻敲桌子，开口：“支持学生会选举这种事也太麻烦了。我们几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只是作为朋友，我们支持浩然的事业发展。”顾一舟没有开口，他用公筷给林岩夹了一块虾仁，几乎是默认的姿态。林舒雅的目光从吴越的脸上移开，眸中闪过了然，是一次性的挡箭牌啊！谢家真是越来越落寞了，不过算是一件好事。女人的唇角扬开一抹自如的笑，原来是朋友，那确实是我的口误和疏忽。他举起茶杯，这一次是朝着他们4人的方向。是我想的太多，把简单的同学情谊复杂化了。林舒雅的语气听起来真诚，既然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那我更应该支持才是。他看向谢浩然，那目光里第一次没有了审视，而是带着一种长辈看晚辈的温和。浩然，你姐姐脾气不好，但她没有坏心，以后在学院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可以来找我。说完，林舒雅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这个动作既像是道歉，又像是一种姿态的转变。桌上的气氛因为他这个举动而缓和下来。吴越也端起茶杯回敬，林会长真是客气啊。顾一舟微微点头致意。谢浩然的身体依旧紧绷，但他还是抬起头，对着林舒雅的方向极其轻微地点了一下头。林岩感觉自己碗里的东西快吃完了，他看了一眼桌子中央那盘还没怎么动过的水晶肴肉，又看了看自己手边的公筷。林岩同学，林舒雅的声音突然响起，他的目光落在了林岩身上。小杀手抬起头，我看你好像很喜欢这里的菜。林舒雅的笑容很温和。C 区的饮食和 A 市应该很不一样吧？这个问题听起来只是普通的闲聊。吴越和顾一舟都没有插话，他们看着林舒雅，想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林岩停止吃饭，回忆了一下，他没有去过所谓的 Z 区，所以只能拿自己以前的经验回答，而组织里以前吃的都是营养餐和高热量压缩食品。于是他点了点头，不一样，能和我们说说吗？林舒雅的身体微微前倾，做出饶有兴致的样子。我们对 Z 区的生活其实都很好奇。林岩一语不发，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过去的生活平淡又机械，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在此时此刻，舒雅姐，我出去一下。谢微雪站了起来，她拿着手机对周围人点点头后走了出去。林舒雅看着她离开的背影，脸上的微笑弧度不变，估计是有人联系。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吧。她将视线重新转回林岩身上，目光里带着一种经过精心包装的好奇。说起来，林岩同学，在 Z 区是不是有很多我们这边吃不到的特色美食？林岩思考了一下，在以前的基地，食物只有代号，比如 A 套餐是高蛋白营养膏， B 套餐是能量棒。如果这也算特色的话，食物热量很高。他回答。林舒雅脸上的笑意加深了些。是吗？听起来是为了适应比较严酷的环境吧？他继续引导。那边的生活节奏一定很快吧？我看林岩同学做事总是很专注，效率很高，这种品质在启琼很宝贵。这句话像是在夸奖，但每个字都在试探。专注、高效、适应严酷环境，这些词汇拼凑在一起，指向的不是一个普通的 F 级学生。吴越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一下，发出哒的一声轻响。顾一舟端着茶杯，视线落在杯中沉浮的茶叶上，没有动作。林岩想了想自己的日常，每天早上5点起床，进行2个小时的体能和格斗训练，然后是枪械和冷兵器的保养与练习，下午是战术理论和情报分析课，晚上是复盘和额外的体能家训，确实很专注，效率也很高。他点头表示同意林舒雅的说法。这个反应让林舒雅准备好的所有后续问题都卡住了，他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对方承认了，但又什么都没说，那种坦然的态度让他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天真还是另一种层面的伪装。包厢里的空气再次安静下来，只有谢浩然低着头，他面前的碗筷几乎没有动过。林岩看了一眼林舒雅，又看了一眼桌上的菜，他觉得对方好像问完了，于是他拿起公筷，夹了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肴肉，蘸了点醋放进嘴里，好吃。稍加停顿过后，林舒雅的目光投向吴越。那么陈同学， B 区最近的发展越来越迅速了，来到 A 区，你卫生间。大理石的地面光可见人，空气里是柑橘调的香薰气味。谢微雪靠在洗手台旁边的装饰立柱上，冰凉的食材透过薄薄的裙料传来，她用手捂住自己的脸。为什么要怎么说？自己真的是谢家所谓的大小姐吗？好烦，好烦。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嗡嗡地震动了，掌心里的金属外壳传来规律的震颤。谢微雪在离开饭桌时就关闭了免打扰模式，她知道会是谁。屏幕上跳动着2个字：妈妈。谢微雪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呼吸，然后划开接听键，将手机贴在耳边。电话那头没有立刻传来声音，只有一片沉寂。谢微雪本能的不安起来。妈，微雪，你刚刚表现的怎么样？还行。谢微雪小声说，舒雅姐在，你不要乱说话，有什么事听你舒雅姐的就好，明白了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告诫道。谢微雪的身体僵了一下，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指甲陷进掌心。又是听舒雅姐的吗？从小到大，母亲说过最多的话，除了攻击谢浩然与其母亲的原罪，就是让他听林舒雅他的表姐的安排，甚至他的亲事也这样安排好了。谢微雪未来要跟林浩结婚，一个他根本没见过几次面的男人，就像他的母亲从林家嫁到谢家一样，几代人都是如此。林谢两家一如既往的联合，只是随着时代变迁，手腕更强硬也具有创新能力的林家在这个合作关系中逐渐占据主导，而发展较为保守传统的谢家慢慢弱势，甚至成为了某种附庸。好，谢微雪干涩的应了。你
你舒雅姐叫你道歉的事情，你也做好了吧？做了。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一声满意的微雪，妈妈知道你委屈，但你要记住，你舒雅姐做任何事都是为了我们两家好。那个谢浩然不过是谢家的一块污点，你犯不着为了他让你舒雅姐难做，也让妈妈在家里抬不起头，知道吗？我知道了。好了，快回去吧，别让你舒雅姐等久了。电话被挂断了，听筒里传来忙音，谢微雪却久久没有将手机从耳边放下，冰冷的触感贴着她的皮肤，像一块无法融化的冰。她把额头抵在冰冷的装饰立柱上，大理石的纹路坚硬，一丝凉意顺着皮肤渗入，却无法冷却胸腔里那股灼烧般的恐慌和焦虑。为什么又是这样？肩膀的颤抖越来越剧烈。谢微雪放下手机，捂住自己的嘴，另一只手的指甲深深陷进手臂的皮肉里，但即使她将自己的手臂掐得青紫，还是止不住些许压抑，细碎的呜咽声从指缝间溢出，这像是一个标志。眼泪无法控制的决堤，滚烫的液体划过脸颊，留下一道狼狈的痕迹。视线变得模糊，洗手间里明亮又柔和的灯光在泪水中化作一团团摇晃的光晕。她不是谢家的大小姐吗？她不应该是被所有人捧在手心里的公主吗？为什么爸爸不看她？为什么妈妈总是让她听别人的话？为什么她必须在这里向那个让她丢尽了脸的废物道歉？谢微雪恍惚地转过头，镜子里映出一个妆容有点花的女孩，依旧精致，却狼狈地掉着眼泪。她是谁？这是她吗？是那个在启琼众星捧月，随手一挥就是天价数字的谢家大小姐吗？不，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像一条被遗弃的狗，和谢浩然一样。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几乎要让谢微雪窒息。恐慌与恶心瞬间攫住了她。女人伸出手，指尖触碰到冰冷的镜面，碰上倒影里那张脸。她怎么会和那个废物一样？不是的，爸爸不理她，是因为他太忙了，最近家里越来越忙，还有那个私生子去分散他的注意力，于是难以注意到他。妈妈总是让他听话，是为了除掉那个废物，是为了在林家面前保住脸面，是为了家族之间的合作。林舒雅叫他道歉，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台阶，又需要借此来敲打顾一周他们。那有谁是为了他呢？自己到底是什么？好恶心，好想逃走，不要再想这些了。谢微雪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呛入肺里，引起一阵咳嗽。她扶着洗手台，拧开水龙头，冰凉的水流冲刷着她的手腕，接着用手捧起水，胡乱地拍在脸上。冰水刺激着皮肤，让她混乱的思绪清醒了一些。她抬起头，再次看向镜子，妆容更花了一些，眼线和一点睫毛膏糊在一起，像两道黑色的泪痕。自己不能就这么逃走。她是谢微雪，她不能输给那个废物，不能输给那两个外地来的垃圾，更不能输给那个只会吃的乡巴佬。就在谢微雪稍微重整旗鼓，有些颤抖的准备从自己随身的小包拿出化妆品时，咔嗒，门开了。正戳着小手机的林岩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四目相对，空气凝固了。谢微雪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又在下一秒涌了上来。谁让你进来的？她的声音响起，还有哭过的沙哑和鼻音，但语调却强行拔高，试图维持住那点可怜的尊严。林岩的视线从她花了的妆容上扫过。吴越，少女语气如常，她跟我说要玩手机就去卫生间玩。任务目标信息给你了。黄豆微笑 Ghost 包的，明天我在外面接应你，已经帮你搞到撤退工具了。Ghost 戴墨镜点 JPG Ghost。对了，你赶紧看这个视频。Ghost 向你分享视频链接。中老年人的误解，黄豆微笑到底是什么？小杀手思考片刻，点进链接。营销号的背景音乐突兀响起，配合着有罐头笑声的解说词，音量即使是此时极其安静的环境内也不算大。如今的黄豆微笑，在年轻人的社交语境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友好，而是带上了一丝无语、呵呵，甚至是礼貌而疏远的意味。当你给朋友发去一个黄豆微笑，可能空气却像是凝固了。谢微雪脸上的泪痕还未干，嘴唇微微张着，瞳孔因震惊而放大，羞耻感像火焰一样烧上她的脸颊，瞬间盖过了刚才的悲伤和迷茫。你赶紧关掉！事实上，她的声音比林岩的视频音量大多了。小杀手思考片刻，听话地伸出手指，在屏幕上点了一下，世界重新恢复了安静，只能听到谢微雪急促的呼吸声。林岩就这样把终端收回口袋，然后抬头，那双漆黑的眼睛平静地看着对方。你脸脏了。脏这个字眼和镜子里那张花了妆的脸，不久前母亲电话里隐晦的警告，以及脑海里被遗弃的狗的幻想重叠在了一起，极致的羞耻感在瞬间转化为滚烫的怒火。你说什么？林岩没有回答，他伸出手指了指旁边洗手台上嵌着的纸巾盒，这个动作在谢微雪看来是赤裸裸的怜悯和嘲讽。闭嘴！谢微雪身体的行动快于思考，她扬起手，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林岩那张面无表情的脸狠狠地挥了过去。手腕上昂贵的手链在空中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然而预想中清脆的巴掌声没有响起，他的手腕在距离对方脸颊几厘米的地方被另一只手稳稳地攥住了。林岩的手很凉，力气却大得惊人，5根手指像铁箍一样扣在他的腕骨上，让他动弹不得。谢微雪的瞳孔猛地收缩，手腕上传来的剧痛和被轻易制服的错愕感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你放手！女人挣扎着试图把手抽回来，但那只手纹丝不动。林岩的另一只手伸向了纸巾盒，抽出了一张纸巾递到他面前。可以用这个。这一句话彻底点燃了谢微雪的理智，她像是被激怒的野兽，抬起另一只脚狠狠地踹向林岩的小腿，对方只是随意地侧了下身。谢微雪一脚踹空，身体因为惯性而猛地向前倾倒，
高跟鞋在地砖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声音，眼看他就要摔倒在地。林岩眨了眨眼，千钧一发之际，抓住谢微雪手腕的那股力量猛地一带，将她下坠的身体稳住。接着，另一只手稳稳地拖住了谢微雪的后腰，阻止了她的坠势。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林岩能闻到对方身上那股昂贵又甜腻的香水味，混合着泪水的咸涩气息。谢微雪的身体僵住了，她的大脑因为一连串的变故而陷入了短暂的空白，被抓住了手腕，攻击被躲开，现在又被接住了。你，谢微雪的声音含着哭腔，你放开，会摔倒。林岩的回答很简单，他扶着谢微雪，让她重新站稳，然后他松开了手，退后半步，重新拉开了安全的社交距离。小杀手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他只是尽量保持着社交友善，结果对方自己就要摔倒了。谢微雪靠着洗手台，急促地喘息着，她看着林岩，那双哭红的眼睛里充满了混乱的情绪。少女没有在看他，而是自顾自地走到洗手台另一边，拧开水龙头，开始洗手。水流的声音在安静的卫生间里显得格外清晰。林岩回忆了一下刚才扶她后腰的触感，感觉还有些黏腻，应该是汗。他挤了点洗手液，认真地搓洗着自己的手指和手掌。这个举动在谢微雪看来像是一种无声的嫌弃。她看着林岩那双骨节分明的手在水流下冲洗，泡沫被带走，露出干净的皮肤，一股无名火再次涌上心头。你刚刚是故意的，对不对？谢微雪开口，声音依旧沙哑。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林岩关掉水龙头，抽出2张纸巾，仔细地擦干手。他正要说些什么，你给我滚出去！小杀手思考片刻，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他刚迈出几步，滚过来！林岩停下脚步，他转过身，迈开腿，重新走向谢微雪。谢微雪没想到对方真的会回来，女人挺直了后背，下巴微微抬起，努力做出一个轻蔑的表情，尽管她泛红的眼眶和颤抖的嘴唇出卖了她。你什么都没看见，知道吗？少女眨了眨眼，我看见了。谢微雪深吸一口气，一个 F 级，眼睛倒是挺好用。是的，林岩回答，而且灯很亮。某人甚至还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上那排柔和的射灯。这个回答和这个动作彻底粉碎了谢微雪试图营造的对峙气氛。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这种从 Z 区来的垃圾，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他开始重复那些他最熟悉也最能给他安全感的词汇，那些他熟知的用以划分世界的标准。你一辈子都爬不出那个臭水沟，你身上的穷酸味隔着3米都能闻到。他往前走了一步，抬起下巴，用那双哭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林岩。你以为你跟在那2个 S 级后面就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了？林岩安静地听着，完全听不懂。做梦，你就是一条跟在主人后面的狗，他们随时都会把你踢开。你什么都不是。你以为你自己是谁？等到谢微雪输出了一大堆莫名其妙，在林岩听起来的话后，他剧烈地喘息着，眼角的泪水又再次不自觉地夺眶而出。他自己知道自己只是在发泄怒火罢了。一只手将纸巾递了过来。你脸脏了。谢微雪愣住了，她看着眼前那张平平无奇的白色纸巾，又看了看林岩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所有的怒火、委屈、羞耻在这一刻像是被戳破的气球，瞬间泄了气。滚！谢微雪想骂人，但一开口声音里却全是压抑不住的哭腔。这声微弱的抗议让他自己都感到更加羞耻。最终，谢微雪一把抢过那张纸巾，像是要把它捏碎一样攥在手心，然后猛地转过身，背对着林岩，胡乱地在自己脸上擦拭着。眼泪和花了的妆混在一起，一张纸巾很快就变得污浊不堪。他不想再开口，不想再回头，更不想去旁边那个嵌在墙里的纸巾盒里再抽一张，那样太丢脸了。正当他陷入这种尴尬又懊悔的僵局时，另一张干净的白色纸巾从旁边伸了过来，停在他眼前。林岩什么也没说，只是举着那张纸。女人的身体僵硬着，过了几秒，她还是飞快地夺过第2张纸巾，继续擦脸，一张又一张。林岩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递纸巾机器，在谢微雪用完1张后，就立刻递上新的1张。这个过程重复了4、5次。卫生间里只剩下谢微雪压抑着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声和纸巾被抽出的细微声响。终于，她的哭声渐渐平息，变成了小声的抽噎。谢微雪将最后1张用过的纸巾扔进垃圾桶，她没有回头，靠着洗手台，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昂贵的高跟鞋尖。你到底想怎么样？林岩看着他的后背，小杀手诚实地开口了。我不想怎么样，他只是进卫生间给贝拉发消息，然后适当的社交友善。这个回答让谢微雪的肩膀又是一僵，她缓缓地转过身，重新面对林岩。你要多少钱才肯当做什么都没看见？她看着林岩，仿佛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交易流程。在她从小到大的世界里，几乎所有问题都能用钱解决。林岩的视线落在她身上，她思考了一下，什么当作没看见？我哭的事情忘掉它。少女语气认真，我不能失忆，你脑子是不是有病？我的意思是叫你不要说出去。原来如此。林岩点了点头，见对方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谢微雪微微抬汗。哼，你要多少？封口费5000。林岩报出了一个数字。谢微雪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把你微信给我。小杀手掏出手机，很快好友列表里多出了一个新的联系人，头像是一张加了柔光滤镜的自拍，名字是 VX。 几乎是同一时间，对方的转账信息就弹了出来，转账5元。000.00。包厢里气氛在谢微雪离开后
反而变得更加微妙。林舒雅已经结束了对林岩的闲聊，将话题转向了吴越，谈论着一些关于 B 区经济发展的宏观问题。吴越靠在椅背上，懒洋洋地应付着，时不时抛出一两个看似专业，实则模棱两可的词汇。顾一舟安静地喝着茶，没有参与话题。谢浩然依旧低着头，遵守着一开始沉默的安排。就在这时，包厢的门被推开了，林岩走了进来。吴越的视线立刻从林舒雅脸上移开，落在了他身上。怎么去了这么久？他笑着问。卫生间里有题给你做吗？林岩走到自己的座位旁，拉开椅子坐下。没有题，他回答，然后补充了一句，但是有镜子。这个回答让吴越挑了挑眉。哦，镜子有什么好看的？少年没有追问下去，拿起公筷给林岩夹了一块点心。多吃点，看你好像没吃饱。这番小小的互动被林舒雅看在眼里，她的脸上依旧挂着微笑，仿佛只是看到了朋友间寻常的关心。就在这时，包厢的门再次被推开，谢微雪走了进来，她脸上的妆容已经补好了，看不出哭过的狼狈。女人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没有看任何人，拿起果汁喝了一口，动作有些僵硬。林舒雅的视线在她脸上停顿了1秒。回来了，快坐下吃饭吧。谢微雪嗯了一声，拿起筷子没夹菜。包厢里的气氛重新变得安静，但这种安静和刚才的又不一样，多了些许压抑。林舒雅放下茶杯，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想我们可以聊聊关于学院未来发展的一些看法。他环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顾一舟和吴越身上。启琼的传统是稳定与传承，但在座的各位似乎都有一些新的想法，我很乐意听听。比如在学生福利方面，两位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这个问题将刚才还算缓和的气氛瞬间拉回了谈判桌。吴越靠在椅背上，手指转着茶杯，没有说话。顾一舟放下了手中的筷子，用餐巾擦了擦嘴角，动作不紧不慢。说到福利，我确实有一个观察点。他开口，声音温和。启琼的心理健康中心一直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设施，但在我看来，它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很多有需要的一级同学告诉我，预约至少要提前3周。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也反映了学生会在这方面宣传和支持的缺失。林舒雅脸上的微笑没有丝毫动摇，她甚至赞同地点了点头，显得十分大度。顾同学观察得很仔细，这确实是我们工作的疏漏之处。他语气真诚，仿佛真的在感谢对方的提醒。心理健康是大事，我会亲自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增加预算和人手，也欢迎同学们随时向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他端起茶杯，朝着顾一舟的方向举了举，然后话锋一转，目光柔和地落在了咬着点心的林岩身上。说起来，关心每一位同学的身心健康也是我们学生会的目标，特别是对于刚从其他地区转来的新同学，适应新环境总是不容易的。吴越擦拭着筷子的动作停了下来，他抬起头，脸上露出了感兴趣的笑容。林会长真是关心我们。少年笑着开口，语气听起来像是在真心赞叹。说到关心同学，我倒是觉得比起我的学习搭子，会长您更应该关心一下自己的副手。他的视线转向从刚才起就一言不发的谢微雪。我看微雪学姐今年好像没什么胃口，脸色也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学生会工作太繁重，压力太大了？他关切地问，要不要也去心理中心预约一下？我可以帮学姐你提前挂名。谢微雪的身体猛地一僵，握着果汁杯的手指瞬间收紧，但她没有被激怒，只是刚刚有些事。哦，这样呀。吴越拖长了声音，他正准备继续说些带刺的话，提起我们启琼的心理健康中心，不知道顾同学是否对明天周6的心理日活动感兴趣呢？林舒雅不紧不慢地开口了。启琼的心理日是学生会联合几个社团举办的年度活动，主要会在学校的西门大道举行。既然大家都有心为同学们服务，不如借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把这个活动办好。听到林舒雅的合作申请，顾一舟脸上露出感兴趣的神情，这确实是个很好的提议。林会长，他温和地开口，我和浩然之前也讨论过，许多 E 级和 F 级的同学因为经济或时间的压力，很少有机会使用心理中心的资源。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能在明天的活动中专门开设一个面向他们的快速咨询通道，由我们来组织志愿者和部分宣传工作。他顿了一下，看向对方，当然这需要学生会方面在场地和专业资源上给予支持。我想这对浩然的竞选理念也是一次很好的实践机会。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他不仅接下了合作，还顺势将活动的核心导向了谢浩然的基本盘，并且把资源支持的责任又推回给了学生会。林舒雅必须答应，否则他刚才那番关心同学的话就成了一句空话。林舒雅赞赏地点了点头，脸上的微笑没有丝毫变化。没问题，他回答得十分干脆，这是我们学生会应尽的责任。具体事宜，明天一早我会让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直接联系你们，需要什么支持尽管开口。一场无形的交锋在几句对话间便尘埃落定。接下来的时间，林舒雅没有再提任何关于竞选和学生会的话题，而是聊起了艺术、时尚和一些轻松的校园趣闻。气氛缓和下来，仿佛刚才的暗流涌动从未发生过。侍者开始上甜品和水果，林岩吃了一小碗冰镇的银耳羹，他看了一眼桌上的西瓜，又感受了下自己的肚子，饱了。少女放下勺子，用餐巾擦了擦嘴，然后她站了起来。这个突兀的动作让所有人都停下了交谈，看向她。我吃饱了。林岩的这句话像一个信号，吴越立刻跟着笑了起来，他也放下甜品勺，站起身。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告辞了。顾一舟和谢浩然也相继站了起来，林舒雅也站起身。今天多谢各位赏光。
他看向顾一周，意有所指地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和顾同学深入聊聊关于学院福利改革的细节。”顾一周微笑点头：“会的。”一行人走出包厢，穿着旗袍的女人早已在门口等候，引着他们下楼。走到小楼门口，夜风带着一丝凉意吹来。林舒雅和谢微雪站在台阶上目送他们。顾家的车已经等在了那里，四人依次上了车，车子平稳地启动，驶离了这座灯火通明的园林。车内没有人说话，林岩靠着窗，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夜景，开始发呆。过了一会，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VX 转账1000.00元 ，VX 以后离我远点 ，VX 黄豆微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林岩点下了收款，账户余额多了一些。另一边，吴越的手机也亮了一下，他看了一眼，然后侧过头，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对他说：“今天的饭还行吧？”林岩点了下头，菜不错。少年用手肘轻轻碰了碰他，这样，大子，明天估计又是给谢童学搞联署的活动了，你要不要也来混个安保？林岩摇了摇头，明天我有事。鉴于任务里补充的附加要求，他待会就要上前往 C 区的高铁了，距离发车还有半个多小时。林岩走到候车大厅的一个角落坐下，从背包里拿出了那个黑色的平板，开机，点开那个名为王志成的文件夹。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掠过了那些文字信息，直接点击了安保配置文件夹里的一个视频文件。视频是偷拍的，画面有些晃动，内容是王志成从一栋高级写字楼里走出来，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一前一后的护着他，为他拉开车门。视频很短，只有30秒。林岩反复播放了5遍，他记下了2个保镖的身高、习惯性的站位、观察四周的频率，以及那辆黑色轿车的型号。接着他又点开了文件夹里的地图文件，是 C 区云顶华府项目周边的卫星地图，上面用红点和蓝线标注出了监控摄像头的位置和安保人员的巡逻路线。林岩将地图放大，仔细看着那个被标注为西南角施工材料堆放区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摄像头的死角。前往 C2317次列车的旅客现在开始检票。广播声响起，林岩关掉平板，将它放回背包，站起身，随着人流走向检票口。凌晨1点，列车抵达 C 区，林岩背着包，随着人潮走出闸机。他没有停留，视线在周围那些挂着旅馆、住宿、网吧通宵的招牌上扫过，然后径直拐进了一条光线昏暗的小巷。巷子里的路面坑坑洼洼，积着一滩滩来历不明的污水。少女走了约莫50米，停在一家名叫旅人驿站的小旅馆前，招牌上的灯管坏了一半，闪烁着，发出滋滋的电流声。林岩推开那扇玻璃上贴着磨砂纸的门，柜台后面，一个穿着背心的胖男人正低头看着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了他油腻的脸。听到动静，他抬起头，懒洋洋地瞥了他一眼。开一间房，男人从抽屉里拿出一个2维码牌子，往柜台上一扔，200，只收现金。林岩从口袋里拿出2张100元的纸币，放在柜台上。男人收了钱，验了真伪，然后扔过来一把挂着塑料牌的钥匙。3楼307。林岩拿起钥匙，转身走向那部看起来摇摇欲坠的电梯。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少女拉上窗帘。3个小时后，凌晨4点半，天还没亮。咚咚，有人敲门。林岩几乎是立刻就醒了，他起身，视线先是落在了门锁上，然后是门下方的缝隙。敲门声很规律，不急不缓，是约定的信号。林岩站起身，没有通过猫眼观察，他走到门边，手握住门把，另一只手从腰后抽出一柄手枪，枪口朝下，贴着自己的腿。咔嗒，门锁被拧开，少女将门拉开一道仅供一人侧身通过的缝隙。门外站着一个男人，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工装，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男人的手里提着一个长条形的用黑色帆布包裹的物体，看起来像某种乐器盒。在看到林岩开门后，他没有说话，只是将手里的东西递了过来，同时伸出另一只手，张开手掌，掌心里是一枚印着2个字母的金属徽章。林岩松开了握着枪的手，任其滑回腰后，他侧过身让男人进来。对方走进来后，将手里的帆布包放在了地上，然后转身一言不发地退了出去，并顺手将门带上。从头到尾，两人没有任何语言交流。林岩反锁上门，走到那个帆布包旁边，他蹲下身，拉开拉链，里面不是乐器，而是一个个被防震泡沫包裹的金属零件，散发着冰冷的枪油味。枪管、枪机、瞄准镜以及一个装满了特制子弹的弹匣，所有零件都保养得很好。清晨6点，启琼学院西门的主干道，平日里车流穿行的柏油路此刻被清空，两侧搭起了一排排白色的帐篷，像一条长长的市集。新礼日活动已经初具雏形，艺术社的帐篷在靠近入口的位置，蓝白相间的帆布顶棚下，几张长桌拼在一起，上面铺着素色的桌布。谢浩然一个人在忙碌，他刚把最后一箱画板从推车上搬下来，码放在帐篷的角落。其他的社团也陆陆续续有人到了，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一边布置场地，一边说笑。只有他这里格外安静。少年深吸一口气，转身准备去搬下一批宣传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一个端着纸箱的学生从旁边匆匆跑过，没看路，砰一声闷响，对方的肩膀结结实实地撞在了谢浩然的手臂上。抱歉，不好意思。云顶华府主管的视线落在面前这个戴着鸭舌帽、挂着记者证的瘦削身影上。对方刚刚像是没站稳，身体侧倾了一下，手臂不轻不重地撞了下他的手臂。你是哪家报社的？记者扶了扶帽檐，另一只手紧了紧自己挎在肩上的相机包。A 市财经。
项目主管的不耐烦几乎要写在脸上。他上下打量着对方，视线在这人那身看起来就不合身的灰色工装和略显陈旧的相机包上停顿了一下。那边才是媒体区。他用下巴指了指远处一个被警戒线围起来的角落，别在这里乱晃，挡着路了。记者点了下头，没有再说什么，转身朝着媒体区的方向走去。在主管的西装袖口，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黑色方块无声地贴在布料内侧的缝线处，和深色的面料融为一体。因为我最近写的章节有很多宝贝有疑问，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前文字数已够1700。我没有洗白谢微雪，他就是个书生，我也不洗白霸凌者，他后面会得到应有的报应，会罪有应得，强调也会有成长。我写他的故事，只是不想我写的女配角色单薄单调，变成一个纸片的恶毒女配。再者，有眼睛的读者应该都看到了，谢微雪和林岩不是什么有意友好关系，林岩只是基本的社交礼貌。现实里，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哭花了脸，我会去给他地址的，他感觉不到谢微雪的所谓恶意，而谢微雪就是自己在发脾气发癫而已，最后还给钱了。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莫须有的友好和一些读者自以为的 girl help girl， 我有必要解释一下，以防部分人误会。谢微雪只是表象，霸凌的根本始于启穷的制度，又始于 A 市的格局，再放大会是贫富差距和阶级问题。我这本后面都会写到这些东西的，相信有些宝贝也注意到了，我会往这个方面写，再多的我不说了，不剧透。女主她脑子有问题，这个我反复说过了。那同时，女主也做了很多的错事，她不是什么好东西，从头到尾都说了。如果道德观念很强的宝贝，我不建议再看下去哦。强调，如果宝贝你拿差评威胁我，那你打吧。你觉得这本书不合你的胃口，评论是你的权利，我尊重你的喜好，但我依旧会按照我的大纲写。我只是想写出我认为丰满的角色和剧情，没有想洗白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图，我就是想写出我想的故事，然后赚钱而已。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解释什么了，打扰大家的阅读体验，很抱歉 Ors。 当然，如果有宝贝有问题，我也会在你的评论下方回复的。林岩并没有真的走进媒体区，他借着人群的掩护绕了一个圈，悄无声息地溜到了仪式现场的侧面。这里是建筑工地的边缘，空气中弥漫着水泥和尘土的味道，与主会场那股香槟和香水混合的气味格格不入。穿过一片被绿色防尘网覆盖的区域，最终他停在了那片被地图标记为西南角施工材料堆放区的地方。几堆半人高的砖头和钢筋胡乱地堆放着，旁边立着一栋尚未完工的建筑骨架，黑色的脚手架向巨兽的肋骨。林岩的视线快速扫过四周，确认了这里是监控的绝对死角。他闪身躲到一堆覆盖着防水布的袋装水泥后面，蹲下身，将肩上的相机包放在地上，拉开拉链，里面没有相机，而是一个用黑色帆布包裹的长条形物体，以及一个黑色的小包裹。它有巴掌大小，外壳是粗糙的黑色塑料，一侧有一个不起眼的红色按钮。林岩将那个黑色的小包裹拿了出来，他找到一堆散落的红砖，从中间抽开几块，小心地将包裹塞进砖堆的缝隙里，又用几块碎砖和一些沙土把它掩盖好，只留出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缝隙对着主会场的方向。林岩接着从相机包的夹层里拿出一个小巧的黑色遥控器，遥控器上有一个按钮，他按了一下，刚才被他藏在砖堆里的小包裹发出了一声几乎听不见的极轻微的低声，连接正常。早上7点，早啊！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谢浩然回头看到吴越和顾一舟并肩走来，吴越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装，脸上是那种招牌式的懒洋洋的笑，顾一舟则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神情如常。你来得挺早，吴越说，他的视线在空荡荡的帐篷里扫了一圈。谢浩然点了点头，他指了指旁边堆着的物料箱，还有一些东西要搬。说着，少年就准备继续搬运。顾一舟走了过来，他语气温和，谢同学，这个不用，你来做了，待会就会有社员过来。你的联署表准备好了吗？谢浩然的动作停住，他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递了过去。顾一舟接过，翻开看了看，做得很好。男人合上文件夹，将其递还给谢浩然。我们可以今天就收集完联署。吴越打了个哈欠，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手机，靠在帐篷的立柱上，开始低头操作着什么。喂，张叔，给我送点东西到学校西门。对，就是那个搞活动的大陆。冰咖啡，要最好的那种，50箱吧。再来点小蛋糕，好看一点的，半小时内送到。他挂了电话，抬头看着正和顾一舟一起铺桌布的谢浩然，笑了一下。光签名多没劲，我给大家加点彩头。对了，谢浩然，学术部的人有找你吗？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谢浩然铺桌布的动作顿了一下，他抬起头看向吴越，然后摇了摇头，没有。是吗？没事了。吴越无所谓的摆摆手，仿佛他根本没有问那个没头没尾的问题，接着低头开始看起了手机。喂，顾一舟，喝酒吗？一旁的顾一舟摇了摇头，还是不要拿酒来了，这里是学校，都是成年人了，还有不喝酒的。算了。身后的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学术部为什么要找他呢？学生会的学术部。突然，谢浩然的身体僵硬了一瞬，他放下手中的桌布，指尖无意识地在布料上抹撒了一下。就在今天早上，那个撞到他的同学带着的就是学生会学术部的袖章，对方撞的力道不大，但位置很巧，正好是他的小臂，而衬衫口袋就在那个位置的下方。谢浩然垂在身侧的手指动了动，然后悄无声息地探向了自己的口袋，指尖传来一阵异样的触感，不是布料的柔软，而是一种更坚硬的质感。一张被折叠的极小的纸条，
谢浩然的呼吸没有丝毫变化，他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整理着桌布的边角，将最后一点褶皱抚平，接着抬头，我去一下洗手间。吴越嗯了一声，视线没有从手机屏幕上移开。顾一舟则对他点了下头，继续指挥着刚到的2个艺术社社员布置画架。谢浩然转身快步离开，他没有走向人流最多的公共卫生间，而是绕到了帐篷背后，穿过一片稀疏的灌木丛，来到一栋旧教学楼的侧面。这里是清洁工具的堆放处，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和尘土混合的味道。几个拖把靠在墙角，无人问津。谢浩然靠在冰冷的墙壁上，确认四周没有任何人之后，才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张纸条，接着展开，上面没有署名，只有一行用电脑打印出来的宋体字 AGE 上午8点 A 和 G 什么玩意？记者本想从口袋里摸出根烟抽抽，却掏出了一张小纸条。他愣了一会，便反应过来，这大概是哪个不入流的品牌搞的噱头，想用这种方式植入广告，或者干脆就是主办方搞的寻宝活动。小李，准备好了没有？王董要过来了。一个穿着同款马甲但看起来老练得多的中年记者靠了过来，他拿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香槟。他是小李的带队师傅老刘。小李回过神，赶紧举起相机，嘴里应着行，开始准备了。他一边调整着相机参数，一边嘟囔着，这个王志成架势可不小啊，搞个剪彩还来这么多记者。老刘扯了扯嘴角，你懂什么？人家跟林家有关系。林家？老刘喝了一口香槟，压低了声音，还能是哪个林家？ A 区的那个林家。我听说啊，这王董最近搭上了林家里面那条线，咱们 C 区辛辛苦苦赚的钱就这么流到 A 区那帮人手里，现在又开始在 C 区炒起房地产了。小李听着手心有点出汗，师傅，那咱们就拍几张他满面春风的照片，回去写篇歌功颂德的稿子，拿钱走人。老刘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咱们是记者，只管记不管问，尤其是在 C 区，问多了容易从楼上掉下来。好。小李紧张的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听到了。老刘放下香槟，将烟叼在嘴里，接着他伸出手就准备从口袋里掏打火机，触及的却是一张叠起的纸条。老刘愣了愣，他下意识的左右看了看，周围的同行们都在低头看手机，或是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没人注意到他。他低头把那张纸条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上面的 AG 字样印刷的很清晰。什么玩意儿？老刘嘟囔了一句，将那张小纸条重新揉成一团，随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启琼学院西门大道，上午9点半，阳光正好，吴越叫的50箱冰咖啡和几大车顶级的法式小蛋糕被准时送达，由穿着统一制服的侍应生们布置在一个单独的帐篷里。浓郁的咖啡香气和小蛋糕精致的卖相瞬间吸引了大量路过的学生。原本冷清的艺术社帐篷前迅速排起了长队，每个人在领取免费的咖啡和蛋糕之后，都会被引导到谢浩然的桌前，问询是否对学生会的竞选感兴趣。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怎么样？吴越端着一杯冰美式，靠在谢浩然旁边，我这招不错吧？谢浩然看着那条几乎排到路口的长队，点了点头。他低声说，谢谢。光说谢谢可不够。吴越用手肘碰了碰他，下巴朝着人群抬了抬，人心都是这么收买的，学着点。少年嘴上说着，视线却不着痕迹的在谢浩然脸上停顿了1秒。他发现对方虽然在回应自己，但眼神有些飘忽，似乎一直在想别的事情。想什么呢？魂都飞了。吴越问。谢浩然回过神，他摇了摇头，把面前签好的一页连鼠表翻过去，没什么。另一边，顾一舟正指挥着几个艺术社的社员布置心灵涂鸦墙，那是一块巨大的白色画板，旁边放着5颜6色的颜料和画笔，供给路过的学生随意涂鸦。他安排好工作，端着一杯热茶走到了谢浩然身边。人很多，顾一舟看着长队说。谢浩然点了下头，他从文件夹里又拿出一张新的连珠表，放到桌上。专心点，别出错了。顾一舟的声音很轻，签名的核对很重要。我知道了。谢浩然低下头，视线落在表格上，但他脑子里盘旋的依旧是那张纸条上的字。你想知道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吗？10点来12号帐篷，不要告诉别人。时间1分1秒的过去，距离10点只剩下15分钟。谢浩然的笔尖在表格上签名的最后一个笔画处停顿了片刻，他站起身，我有点事，离开一下。吴越抬起头瞥了他一眼，快去快回。顾一舟也看了过来，他什么都没问，点了下头。谢浩然绕过长长的队伍，朝着远处那排相对冷清的帐篷走去。12号帐篷属于古典文学鉴赏社，一个几乎没什么人气的社团，此刻门帘紧闭，与周围的热闹格格不入。他深吸一口气，停在帐篷前，然后掀开了门帘，里面光线昏暗，只有他一个人。谢浩然安静地等待着。9点50分 C 区云顶华府项目现场，林岩趴在一栋未完工建筑的15楼楼顶，身下垫着一块捡来的防尘布，那套灰色的工装被他脱下，半裹在枪上，防止反光。那把拆解开的狙击步枪也已经被他重新组装完毕。林岩将一个消音器缓缓旋上枪口，然后将瞄准镜固定在导轨上，调整好支架。他俯下身，右眼贴上了冰凉的瞄准镜目镜，十字准星在视野中清晰地浮现。少女轻轻转动瞄准镜侧面的旋钮，远处的景物被迅速拉近。剪彩仪式的主席台、飘扬的彩旗以及台下坐着的西装革履的宾客都变得触手可及。他看到了那个项目主管正满脸堆笑地站在一个中年男人身边，那个男人就是王志成。
她穿着一身昂贵的定制西装，头发梳理的一丝不苟，脸上挂着游刃有余的笑容，正和身边的人谈笑风生。两个贴身保镖一左一右的站在她身后半步远的位置，视线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周围的人群。他们的西装外套下腰部的位置有不自然的凸起。武器。林岩的视线从王志成脸上移开，落在了他左后方那个保镖的耳朵上。对方戴着一个透明的螺旋管耳机，他轻轻按了一下自己左耳上的耳机。3号位，检查完毕，无异常。收到。1号位注意主席台左侧人群，2号位盯紧媒体区。收到。细微的电流声从耳机里传来，是对方安保团队的内部通讯。他耳朵上的这个耳机正在同步接收那个主管身上信号屏蔽器转发过来的所有信号。林岩又轻敲2下，喂，听得见吗？贝拉的频道，听得见。李文轩的附加要求我已经搞定，我的人底下正好有几个扒手，直接让他们把纸条丢那些记者口袋里，这样能起到一个宣传效果吧。耳机那头的声音停顿了一下，背景里传来敲击键盘的噼啪声。还有，我已经黑进了他们的安保频道，你切1号频道能听到吧？之后你那边动手，我就直接切断，让他们乱一乱。林岩应了一声，他的眼睛没有离开瞄准镜，十字准心稳定地停留在王志成的胸口。他的左边口袋里露出一角白色的丝质手帕，这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点，风速很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距离620米，完美的射程。10分钟后，10点到了，剪彩的红绸带被拿了上来。王志成和几个主办方高层笑着走上前，每人手里拿起一把金色的剪刀。帐篷的帘幕被拉开，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男生走近，他手上捧着一份文件。来人很高，身形清瘦，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黑色的头发打理的一丝不苟。他穿着启琼学院的 A 级制服，袖口别着一枚银色的浮雕袖扣，学术部的袖扣。誓言词，严家这一代的继承人，学生会学术部的部长。你要的东西。谢浩然的视线落在那个文件袋上。在8岁之前，谢浩然与母亲一起生活在地区边缘的一个老旧小区里。母亲在一家纺织厂上班，每天早出晚归，日子虽然辛劳贫苦，但也能继续过。因为他们的房子并不在地区的中心市区，治安说不上太好，不放心的谢母还是打算每日接送孩子，所以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在小学的校门口多坐10几分钟。一放学，小谢浩然就会坐在校门口那块被磨得光滑的石墩上，看着高年级的学生三三两两的勾肩搭背走出校门，看着自己的同班同学被各自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牵着手领走，汽车的鸣笛声、自行车的铃铛声、小贩叫卖棉花糖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他童年里日复一日的等待。母亲怕他无聊，每天早上会额外色给他几枚硬币，让他买点零食吃，但谢浩然一次也没有花过。他把那些硬币都攒在了一个洗干净的饼干铁盒里，藏在床下，想攒够了钱给妈妈买一条新围巾。那天也是一样，小谢浩然坐在石墩上，把手揣在口袋里，指尖拨弄着那几枚温热的硬币。他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地从高楼的缝隙里落下去，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又慢慢变成灰紫色。校门口的人流从拥挤变得稀疏，最后只剩下几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路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飞蛾在灯光下打着旋。卖棉花糖的叔叔推着车走了，空气里甜腻腻的焦糖味散去了，他的肚子开始叫了，咕噜咕噜的。他很饿，口袋里的硬币沉甸甸的，但他还是没有拿出来。妈妈说过，不能乱跑，要在这里等他。天彻底黑了，谢浩然抱住自己的膝盖，把脸埋进去，这样好像能暖和一点。一个脚步声在他面前停下，他猛地抬起头，但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妈妈，是他的班主任，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女老师。谢浩然，你怎么还在这？老师的声音惊讶，我在等我妈妈。他说。班主任蹲下身，摸了摸他的额头，你妈妈不是每天下班都来接你吗？他人呢？谢浩然摇了摇头。老师叹了口气，从包里拿出一个面包递给他，先吃点东西吧，都凉了。他没有接。1个多小时后，老师报了警，2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叔叔把他带到了派出所，给他倒了一杯很热的水，问了他很多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了。那时候的谢浩然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稍微长大了些，他才慢慢的意识到，警察叔叔说的妈妈暂时有事是假的，他的母亲彻底不见了，而且好像永远回不来了。这里面的东西，警方那边是没有的。言辞推了推自己的眼镜，你母亲的尸体后来在 C 区被发现，卷宗录入的当天就被撤下了，这里面的信息不多，你自己看看吧。谢浩然没有问，接过文件，用指尖一点一点的将封口处那根用来缠绕固定的棉线解开，一圈又一圈。封面上用黑色宋体字打印着几个大字 ：C 区不知名女性尸体发现报告归档，日期是10年前。谢浩然看着那几个字，不知名，他的母亲连一个名字都没能留下。这份报告在警局的系统里只存在了不到6个小时。言辞说，我拿到的是最原始的扫描件。谢浩然抽出里面的纸张，第1页是一张现场照片，黑白的，照片的拍摄角度有些歪斜，记录的是一片荒芜的河滩，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在照片的中央，杂草丛中躺着一个被白布覆盖的人形轮廓。他的视线在照片上停留了3秒，然后翻到了下一页。第2页是尸检报告的摘要，签字打印的表格，上面填着手写的字迹。死者，女性，年龄约28至32岁，身高164厘米，体重41千克，死亡时间，死因，一连串冰冷客观的数据。他看得很快，目光几乎是一扫而过，直到他看到了随身物品那一栏，银质戒指1枚，手帕1条，
旁边附着一张小小的证物照片，照片里一枚款式简单的银戒指静静地躺在证物袋里。那枚戒指他认识，他见过无数次，在那双总是很温暖、指节处带着薄茧的手上。谢浩然的呼吸停顿了一下，他感觉自己的胸口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有点闷。他继续往下翻，第3页是更详细的尸检记录，上面有许多他看不懂的专业术语，但他看懂了结论：体内检测出高浓度未明化学成分代号 A7， 导致中枢神经系统迅速麻痹，呼吸系统衰竭，体表无明显外伤，无搏斗痕迹，判断为无知觉状态下注射。化学成分注射。谢浩然的手指无意识地收紧，将纸张的边缘捏出了一个浅浅的褶皱。他一张张看着，直到最后一页，那是一份简短的目击者口供笔录的复印件。报案人李某 ，C 区河道清理工。笔录内容：早上6点多，我在清理河道边的垃圾，看到草里好像有东西，白花花的，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个人，没敢多看，马上就报警了。补充问询：在发现尸体前是否见过可疑人员或车辆？回答：前天晚上，好像是半夜吧，我起夜的时候听到外面有汽车的声音，我从窗户往外看了一眼，看到一辆黑色的车停在河边，车灯没开。问询：有看到车牌号吗？回答：天太黑了，看不清。言辞的声音响起：你应该也猜到了，为什么会是 C 区？因为在 C 区，一条普通的人命引起不了多大的注意，这几乎是稀松平常的事。那什么才能引起注意呢？云顶华府，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莅临我们云顶华府的剪彩仪式。主持人念完了长长的嘉宾名单，开始邀请重要人物上台致辞。王志成作为重要投资方代表，第一个被请了上去。他走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开始了他的演讲。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他的声音通过现场的音响系统清晰地传遍了整个会场，也传进了林岩的耳机里。十字准心从他的额头缓缓下移，最终停在了他的心脏位置。风很小，阳光正好。王志成的演讲已经进行到了后半段，他正慷慨激昂地描绘着云顶华府项目对于 C 区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台下的人群发出一阵应和的掌声。我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云顶华府必将成为 C 区一颗璀璨的明珠。男人举起手臂，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准备结束自己的演讲。也就在这一刻，林岩的左手食指轻轻地在枪托上敲击了一下，一下两下，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右眼中十字准心的中心点与王志成西装左胸口袋完美的重合在了一起。3下，林岩扣动了扳机，砰一声极其轻微的闷响，像有人在远处用软木塞打开了一瓶香槟。子弹脱离枪膛，旋转着撕开620米的空气。主席台上，王志成正准备鞠躬致谢的身体猛地一震，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男人低下头，有些困惑地看向自己的胸口，那里一个不起眼的小洞正在迅速扩大，深红色的液体从里面涌出，瞬间浸湿了他雪白的衬衫和昂贵的西装面料。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呵，一声漏气般的声音从他喉咙里挤出。紧接着，王志成身体后仰，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撞翻了身后的花篮。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慢放键，台下的人群有片刻的安静，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然后，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会场西南角的材料堆放区传来，橘红色的火光冲天而起，裹挟着黑色的浓烟和飞溅的砖石碎块，大地剧烈地颤动了一下，尖叫声瞬间撕裂了现场虚假的平和，人群像被捅了的马蜂窝，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保镖们第一时间被爆炸吸引了注意力，下意识地朝着火光的方向举起了枪。西南角有炸弹，保护来宾，快！混乱之中，终于有人注意到了倒在血泊里的王志成。王董中枪了，有狙击手，敌袭，敌袭，保护目标，西南方向有狙击手。但是耳机里只有一片滋滋作响的电流声，信号被完全屏蔽了，喊声被淹没在鼎沸的人潮里。15楼的楼顶，林岩的眼睛没有离开瞄准镜，他确认了目标的生命体征已经消失，才缓缓地松开扣着扳机的手指，接着另一只手将那个自动触发的遥控器塞进口袋。林岩平静地拉动枪栓，将滚烫的弹壳退出，然后开始以一种近乎机械般的速度和精度拆解着那把刚刚夺走一条性命的狙击步枪。枪管、枪机、瞄准镜、弹匣、支架，一个个冰冷的金属部件被迅速分离，包裹进防震泡沫里，再放回那个长条形的黑色帆布包中。整个过程不超过30秒。做完这一切，他从地上捡起那套灰色的工装，快速套在自己身上，又戴上了那顶压得很低的鸭舌帽。他按了一下耳朵上的微型耳机，喂，跟放烟花似的，你那边完事了？耳机里传来贝拉的声音。林岩嗯了一声，行了，他们的通讯已经被我搅得一团糟，安保系统也瘫痪了5分钟，够你溜达到楼下了。3分钟后，大楼东南侧的消防通道会有一辆车在那里等你。贝拉补充道，司机是我们的人，你上去就行。少女拉上帆布包的拉链，将它重新伪装成一个相机包的样子，背在身上。她走到楼顶边缘，看了一眼下方如同无头苍蝇般乱窜的人群和车辆，然后转身走向通往楼下的消防通道。2分37秒后，林岩推开了东南侧消防通道的门，门外是一条狭窄的后巷，堆放着一些废弃的建筑垃圾。一辆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旧款轿车正安静地停在巷口，没有熄火，车窗贴着深色的膜，看不清里面的情况。林岩径直走了过去，待他靠近时，后座的车门咔嗒一声解锁了。司机是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男人，
从头到尾没有回头，也没有说一句话。车门关上的瞬间，轿车变平，稳地启动，不急不缓地驶出小巷，汇入了因骚乱而变得拥堵的城市车流之中。警笛声很快由远及近 ，C 区警局的反应速度远超平时。王志成作为 A 区在 C 区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的死亡性质太恶劣了，爆炸和枪击，这是赤裸裸的恐怖袭击。不到15分钟，云顶华府项目周围3公里的范围被彻底封锁，盘查点迅速设立起来，每一条离开该区域的道路都被拦住，所有过往车辆和人员都必须接受检查。C 区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气氛压抑的像是要下暴雨，烟味、泡面味和熬夜带来的酸腐味混在一起。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警察老张正把一杯凉透了的浓茶灌进嘴里，他看着白板上贴着的现场照片和关系图，太阳血突突的跳。查到什么了？他问。他旁边的年轻警察小刘正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监控录像缩略图。张队简直是见了鬼了。小刘揉了揉自己布满血丝的眼睛，狙击点找到了，就在对面那栋烂尾楼的楼顶，弹壳也找到了，是一枚擦得干干净净的特制弹，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爆炸物呢？不是说有遥控炸弹吗？是遥控的，但起爆装置也烧得差不多了。最关键的是，现场所有监控从9点50分到10点05分，这15分钟的记录全部被一段循环录像覆盖了。对面有个顶级黑客，技术部门那边说手段干净的像是幽灵干的。老张把茶杯重重的放在桌上，呵 ，A 区的大人物死在我们 C 区的地盘上，还是用这种方式。老张冷笑一声，这下好了，咱们年底的优秀评比可以直接拿个倒数第1的奖状挂墙上了。小刘没敢接话，去通知路面巡逻的兄弟们，把盘查范围再扩大2公里，路该封的都封了吧。现在是现代社会，还能抓不到狙击手？张队，一旁的警员拿着证物袋走了过来，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怎么了？见了鬼了？老张不耐烦地转过头，他的神情一变，只见那被分装的一个个小袋里是一片片被裁剪工整的纸片，有的或有褶皱，或沾染上了些许茶水，但上面的内容一致。AGE 写到现在，突然觉得我要不要改标签了？好像跟青春甜宠没太大关系。RQWQ， 老张盯着证物袋，感觉自己的偏头痛又要犯了。这 A 和 G 是什么玩意？小刘的脸色比他还难看。在场一半的记者口袋里都有这玩意，像是都市传说一样。有人说是一个新的神秘组织，也有人说是有人在恶作剧。话没说完，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穿着技术科制服的年轻人冲了进来，脸上带着见了鬼的表情。张队 ，A 市那边来消息了。A 市启琼学院西门大道10点过半，阳光驱散了清晨的最后一丝凉意。艺术社的帐篷前排队领取免费咖啡和蛋糕的人流有增无减，热闹非凡。谢浩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面前的联署表又多了好几页签名。他拿起笔准备继续工作，但指尖却有些发颤。C 区化学成分 A7， 无知觉状态下注射，不知名女性的尸体，刚刚去哪了？吴越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他靠在椅背上，2条长腿交叠着，手里晃着一杯喝了一半的冰美式，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谢浩然眼睫动了动，视线从联署表上移开，去见了个人。哦，吴越挑了挑眉，见谁啊？能把你吓成这样？他的视线在谢浩然那张没什么血色的脸上扫了一圈，该不会是谢微雪又找你麻烦了吧？谢浩然摇了摇头，没有再说话。他低下头，重新拿起笔，但笔尖悬在纸张上方，迟迟没有落下，脑子里很乱，像一团被扯断的麻线。吴越啧了一声，他坐直身体，凑近了些，压低了声音：“喂，你到底行不行啊？现在可一堆人看着呢，你这副样子给谁看？”少年用手肘碰了碰谢浩然的胳膊，打起精神来，未来的会长。这句带着调侃的话，没有让谢浩然的脸色好转分毫。吴越看着对方那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心里的疑虑冒出了头。谢浩然到底去见了谁？他正要再说些什么，谢浩然握住笔的手突然一松，啪嗒，那只黑色的签字笔掉在了桌面上，滚了几圈，又从桌沿落了下去，掉在草地上。谢浩然像是被那声轻响惊醒，他愣了一下，然后弯腰去捡。他刚俯下身，身体晃了一下，手下意识地撑住了桌沿，才稳住身形。一阵眩晕感袭来，吴越的动作顿住了。你还没等他问出口，另一只手伸了过来，从草地上捡起了那支笔。是顾一周，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将笔放回谢浩然面前，然后他的视线落在桌上那叠厚厚的联署表上，签了很多人。顾一周说，声音很温和，他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刚才的插曲。他的母亲死在 C 区，顾一周来自 C 区，以顾家的势力，他不可能不知道。谢浩然直起身，低声应了一句。顾一周拿起最上面一页签好的表格，仔细看了看，你看起来有点累。男人将表格放回原处，视线转向不远处那个负责分发咖啡的帐篷，那边好像需要人手帮忙维持一下秩序。你要不要过去走走？好，谢浩然点了点头，站起身，朝着咖啡帐篷那边走去。吴越看着他的背影，又转头看向顾一周，眉毛拧了一下。你倒是会安排。他说，语气听不出是赞赏还是讽刺。顾一周笑了笑，他拉开谢浩然刚才坐的椅子，坐了下来。他拿过那叠联署表，开始一页页的检查上面的签名和学号。刚刚谢浩然出去了，你知道他去见了谁吗？吴越重新拿起那杯快要喝完的冰美式，吸了一口。我怎么知道？不过他的状态有点怪。这样啊。顾一周看完表格，将其又一张张放了回去。对了，
林岩同学今天去做什么了呢？昨天晚上他好像就离开启琼了。吴越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把杯子里最后一点融化的冰块吸上来，嚼得嘎吱作响，估计是有什么事吧。参加保安资格证考试。顾一舟的嘴角出现了一点笑意，那他肯定能拿到证书。周围的热闹还在继续，咖啡的香气，学生们的笑闹声，远处音乐社帐篷传来的不成调的乐器试音声混杂在一起，但这一切都与艺术社这个小小的帐篷内部的安静氛围格格不入。看来你们这里进行得很顺利。一个清亮平稳的女声从帐篷入口传来。吴越和顾一舟同时抬起头，林舒雅正站在那里，她身后跟着她的表弟林浩，还有另外2个学生会的干事。她今天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学院 S 级制服，长发梳理的一丝不苟，脸上是那种公式化的无可挑剔的微笑。女人的视线在帐篷内扫了一圈，从堆放整齐的物料箱到旁边那块已经有了零星涂鸦的巨大画板，最后落在了顾一舟和吴越身上，布置得很不错。林舒雅开口，特别是这个涂鸦墙很有创意。顾同学辛苦了，这个活动能为心理日增色不少。顾一舟站起身，脸上同样是温和的微笑。林会长过奖了，我们只是想为同学们提供一个放松心情的地方。林舒雅点了点头，她的目光转向了旁边坐着的吴越，以及那个专门用来分发咖啡和蛋糕的独立帐篷。长长的队伍几乎要排到路的另一头。吴越同学这次很用心。吴越站了起来，他单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随意地搭在椅背上。林会长客气了。少年笑了一下，大家开心就好，一点小东西不成敬意。这次的活动，林舒雅的话语戛然而止，她皱了皱眉，接着从口袋里拿出手机。不好意思，有个电话。女人歉意地笑了笑，对林浩他们示意后，她走到帐篷外几米远的一个僻静角落，背对着众人接通了电话。帐篷内，吴越和顾一舟的交谈停了下来。吴越放下了咖啡杯，他看着林舒雅的背影，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顾一舟的视线也落在那边，他安静地摩挲着手中的茶杯边缘。喂，是我。情况我知道了。风吹过，将他后续的话语吹散了些许。现场呢？对，封锁 A 和 G。林舒雅似乎沉默了一会，像是在整理思绪。过了约莫5秒，他才不紧不慢地开口：这件事暂时这样处理。C 区刑侦支队 A 市那边传话，让我们立刻停止对这个案子的一切公开调查，将所有证物封存，统一移交，所有相关人员签署最高级别的保密协议。老张的动作一顿，他拿起那份传真，上面的红头印章和签名，是他这个级别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存在。小刘凑过来看了一眼，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喃喃自语，不查了。查？老张把传真纸捏成一团，又缓缓展开，他苦笑了一声，怎么查？这他妈是天塌下来了，有人叫我们用手顶着。他把那堆皱巴巴的纸扔进碎纸机，看着它被吞噬成一条条碎片。通知下去，收队，现场清理干净，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C 区高铁站出发大厅，巨大的电子显示屏悬挂在高空，无声地播放着午间新闻。女主播字正腔圆地播报着：今日上午10时许，我市云顶华府项目剪彩仪式现场发生一起安全事故，现场发生爆炸，并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画面切换，是记者在封锁线外拍摄的混乱场景，浓烟、消防车以及被担架抬走的人。消防车的水龙正对着一栋建筑的残骸喷射，浓烟滚滚。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因施工方违规堆放易燃易爆材料，导致现场发生爆炸，并引发火情。事故造成是知名企业家王志成先生不幸遇难，另有多人受伤。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市政府提醒广大市民及施工单位务必注意消防安全，杜绝此类悲剧再次发生。屏幕上的画面循环播放着官方通报和消防安全的公益广告。林岩站在安检口的人流中，抬头看了一眼屏幕，然后他收回视线，将头上的鸭舌帽摘了下来，随手放进背包侧面的网兜里。他走到安检台前，穿着制服的安保人员示意他张开双臂，金属探测仪在他身上扫过，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林岩将自己的背包放在传送带上，看着他缓缓进入黑色的 X 光机。安保人员盯着屏幕，屏幕上显示出背包内物品的轮廓，几件衣服，一个平板电脑，一个钱包，一切正常。背包从另一端出来，林岩走过去，拿起背包，重新背在肩上，然后走向检票口。等了约莫10几分钟后，小杀手成功挤上了高铁。他今天一天都没怎么看手机，多使用终端。现在林岩才不紧不慢地开了机，同时他看着终端屏幕上贝拉发来的一大堆消息。 Ghost 搞定了，简直无敌，我俩的名号肯定被那些 C 区的警察记住了。 Ghost 而且他们现在就收队了。 Ghost 以往我随便黑个公司都要清理很久的痕迹，现在这么大的动静居然无事发生。 Ghost 难道是李老板无形的大手发力了？ Ghost 黄豆尖叫， Ghost 铁饭碗，公务员，我吗？这是我能享受到的待遇吗？林岩将贝拉发来的一长串消息和表情包都看了一遍。 A 不清楚， Ghost 老鼠抱胸， A 猫猫摸头， Ghost A 50万转账截图， A 还有一半尾款，等老板给我发你， Ghost 多谢老大， Ghost 玫瑰 A 玫瑰 Ghost 对了，干了这么大一票，有没有想来玩一玩？ Ghost 要我这么个死宅去 A 市找你也不是不可以， Ghost 老鼠抱胸 A 我要期中考试了， Ghost 靠，你还是个大学生， Ghost 这合理吗？我们刚刚搞了场暗杀， A 我不能挂科， Ghost 大拇指
林岩关掉了终端，打开了手机，屏幕上跳出几条未读消息的提示，一条来自谢浩然，是昨晚发的，浩然合一，你晚上出去了吗？要注意安全。另一条来自吴越，是1个小时前发的，金搭子人呢？你再不回来，我可要扣你工资了。小狗炸毛点 JPG 金。看到回消息，林岩先点开了谢浩然的对话框，冰鲜柠檬水，在高铁上还有1个小时就回去。然后是吴越的冰鲜柠檬水，我没有接你的单。回完消息，他点开了朋友圈。林岩最近才从微信里摸索出了这个功能，因为有刷到关于朋友圈人际的这种说法，所以他才开始钻研。虽然他根本没几个好友，红点提示有好几条新动态，他从上往下滑着屏幕。第一条是顾一舟在昨天晚上发的，他发的是一张速写的照片，照片是黑白的，画的是一只手，那只手正握着一支笔，笔尖悬停在一张白纸上方，画面的光影处理得很好，有一种安静又专注的力量感。配文很简单，只有1个单词 pause。 在林岩的好友里，只有谢浩然给他点了赞。少女思考片刻也点了。第二条是吴越今天早上发的，照片拍的是艺术社的帐篷，几十箱咖啡和几辆装满精致蛋糕的推车刚刚运到，侍应生们正在忙碌的布置，画面构图随意，但能清晰地看出场面的盛大。当个赞助商可真累。这一条几乎林岩的所有好友都点赞了。谢微雪还有一条回复 VX 狗都不吃，黄豆微笑。林岩依旧随大流的点赞了。第三条是谢微雪昨天深夜发的，她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只被放在丝绒盒子里的镶满钻石的手镯，灯光下流光溢彩，价值不菲。VX 有些人有些事，洗洗眼睛就好。林岩依旧点赞。做完这一切，他关掉了朋友圈。高铁在轨道上平稳地飞驰，窗外的景物模糊成一片流动的色块。林岩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开始发呆。时间飞速流逝，高铁驶入 A 市，平稳地停靠在站台。少女背着包，混在人群中走出车站。下午4点半，阳光不再那么灼热，她拦下一辆出租车，报出了启琼学院的名字。40分钟后，启琼学院标志性的白色拱门出现在视野里。林岩付了钱，下车。西门主干道上，原本热闹非凡的心理日活动已经接近尾声，大部分帐篷已经开始收整，只有零星的学生还在各个摊位前流连，空气里还残留着咖啡和甜点的香气，混合着草地的味道。林岩顺着道路往宿舍区的方向走，脚步不紧不慢。搭子，一个声音叫住了他，他停下脚步，转过头，眨了眨眼。吴越正靠在艺术社的帐篷立柱上，他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笑意。少年朝着他招了招手，见他不动，又晃了几下。没看到吗？喂！林岩走了过去。艺术社的帐篷里，谢浩然正坐在桌前，低头整理着一叠厚厚的连署表。他听到了吴越的声音，抬起头，视线越过帐篷的支架，落在了他身上。少年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接着嘴角也出现了一个很浅的弧度。顾一舟正指挥着2个社员将那块巨大的涂鸦墙搬上推车，他看到林岩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林岩同学，你回来了。小杀手点点头，目光很快被架子上的小蛋糕吸引了。他今天一直都没有吃东西。林岩指着旁边写着的免费2字，我可以拿吗？吴越走了过来，他挑了挑眉，怎么想吃东西？吃这个算什么啊？哦对，你吃晚饭了吗？林岩摇了摇头。吴越很自然地凑了过来，他拖长了语调，既然如此，我们就要一起去吃晚饭吗？林岩同学。一旁的顾一舟温声开口，好似不经意地打断了某人的话语。喂，我的意思是，我和他说的对。谢浩然将表格摆好，他走上前来，我们一起吃顿饭吧，就当是庆祝联署收集完毕了。小杀手的视线落在了不远处密密麻麻的表格上，然后他点了点头。联署篇完。几天后，半期考试临近，信息技术基础的课堂上，这门课的教室是阶梯式的机房，每人面前都有一台配置不错的电脑。老师姓王，一个头发稀疏、说话慢悠悠的中年男人，以从不点名和期末化重点而闻名，也因此这节课的出勤率常年维持在 30% 以下。今天是个例外，因为王老师在课程群里发了通知，这节课公布期中小组作业的具体要求3人一组。于是林岩也来了。这门课的期中作业占总成绩的 40%， PPT 我发在群里了。然后接下来我要讲一讲语言要求。王老师在前面滔滔不绝地说着，林岩在下面发呆。这节课好像是谢浩然帮他选的。他回忆了一下，当时对方指着课程列表上的这一行字，对他说，这个老师人很好，作业给分也松，很容易过。我们这次要求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动态交互网页，主题不限，可以是个人介绍，也可以是兴趣分享。现在看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动态交互网页这6个字，林岩只能理解动态和网页，但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无法理解的东西。机房里坐得满满当当，大部分学生都在低头看手机或者戴着耳机，只有在王老师提到小组3人一组，占总分 40% 这几个关键词时，才抬起头和身边的人交换一个眼神，然后又低下头去，在各种聊天软件里快速地敲击着。键盘的轻微敲击声汇成一片细碎的背景音。好了，要求就是这些，大家可以开始自由分组了。王老师说完，就拿起自己的保温杯，拧开盖子，吹了吹气，喝了一口。他的话音刚落，机房里原本压抑着的嗡嗡声瞬间放大，学生们转动椅子，身体前倾，交头接耳。很快，一个个3人小组就在这片无形的社交网络中迅速成型。林岩没有动，他身边的2个位置是空的。
吴越坐在他左前方的位置，他没有回头，也没有找人，单手撑着下巴，好像在发呆。谢浩然坐在更靠前的位置，几乎是在第一排，他低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一个穿着地级制服的男生从过道走过，他的视线在谢浩然身上停留了一瞬，似乎想开口邀请，但思考了一会就犹豫着走开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机房里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组好了队，开始讨论起网页的主题。林岩掏出自己的手机，点开浏览器，在搜索框里输入了动态交互网页，屏幕上跳出了密密麻麻的搜索结果 HTML、CSS、JavaScript 前端框架、响应式设计。一直在暗地等待林岩来主动找他的吴越终于动了。他站起身，拿起自己的背包，径直走到了他身边。少年将背包随意地扔在林岩旁边的空位上，故意发出砰的一声轻响，然后拉开椅子坐下。好了，大子，我们一组吧。林岩眨了眨眼，抬起头，还差一个人啊。吴越抬头，状似认真地扫视起教室，大多的人都已经分组了，除了某个前排依旧孤零零的背影。少年挑了挑眉，接着自然地转过身，大子，我看好像别人的小组都已经齐了呀。于是吴越举起手，老师，我们两人一组。讲台上的王老师推了推眼镜，他看了一眼吴越，又看了一眼他身边的林岩，要求是3人一组。王老师的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那边还有同学没有分组。吴越顺着老师的视线看过去，谢浩然。吴越啧了一声，前排的谢浩然身体动了一下，他缓缓地抬起头，像是才从某种思绪中抽离出来，转过头看到了已经坐在林岩身边的吴越，他的目光在两人之间停留了片刻，没有说什么，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站起身走到了林岩右边的空位上坐下。3个人正好，好吧，你现在怎么过来了？我刚刚在想东西。哦，想什么？你最近这几天都魂不守舍啊，别到时候拖累我和林岩了。不会，这么自信，前端、后端、代码这些听起来就很麻烦的东西，就交给我们的技术总监谢同学了。吴越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我和林岩就负责项目管理和创意构思。谢浩然没有反驳，低声应了一句好。他拉开椅子，坐得笔直，将面前的电脑打开，似乎立刻就要进入工作状态。林岩看着自己面前黑着的电脑屏幕，又看了看旁边已经开始设立项目的谢浩然。项目管理和创意构思他也不懂。吴越用手指敲了敲桌面，那么第一步，我们的网页主题是什么？这个问题让机房里这个小角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谢浩然敲击键盘的动作停了下来，他抬起头，似乎在思考。林岩发呆中，要不就做个美食分享网站。吴越懒洋洋的提议，我把 A 市那几家我常去的餐厅列出来，做个排名，保证点击率爆炸。他的视线落在他身上，含着笑意。搭子你肯定喜欢。林岩想了想，他去过的餐厅屈指可数，排名最高的是就城区的赵叔牛肉面，而且吴越去的餐厅应该都不便宜，但他没有发表意见。这个主题，谢浩然开口了，可能不太合适。吴越挑了挑眉，那谢同学有什么高见？我们可以做一个关于学生权益互助的平台。他说，学生权益互助平台。吴越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他靠在椅背上，环抱起双臂。这么严肃？谢浩然没有理会他的调侃，继续说下去，可以用来发布信息，或者提交一些匿名的求助。一个浮夸，一个严肃，两种提议摆在桌上，像两条截然不同的岔路。吴越不再说话，他转过头，看着从始至终都像局外人一样的林岩。谢浩然的目光也随之移了过来，落在少女平静的脸上。林岩感受到了2道视线，他抬起头，黑色的眼睛在两人之间转了一圈。这2个哪个做起来更快？这个问题让吴越和谢浩然都愣了一下。吴越张了张嘴，他想说自己的美食网站最简单，只要把餐厅名字和图片甩上去就行，但转念一想，要做出他想要的那种酷炫效果，光是设计和排版就要花不少功夫。而另一边，谢浩然也陷入了思考，如果确确实实要做一个互助平台，单界面就要设计好几个不同的板块，要完成这些功能需要的时间并不少。小杀手想到了什么，我来做吧。此话一出，另外2人都投以了不加掩饰的惊诧神情。大子，你认真的？吴越问。林岩点了下头，他没有看他们2个，而是重新拿起了自己的手机，点进微信。冰鲜柠檬水在吗？那边几乎是秒回。Ghost 咋了？又有委托 ？Ghost 苍蝇搓手点 GIF 冰鲜柠檬水，你可以帮我做程序设计作业吗？那边的正在输入中，快速出现又消失。Ghost 这是什么新的暗号吗？ Ghost 作业等于目标，程序设计等于物理清除，冰鲜柠檬水不是暗号，就是信息技术基础课的作业，做一个动态交互网页。一个问号出现在了屏幕上。Ghost 我是黑客 Ghost， 你现在让我给你做个大学生网页作业。 Ghost 黄豆微笑冰鲜柠檬水转账50.0元。 Ghost 看不起谁？ Ghost 一拳打爆电脑点 GIF 冰鲜柠檬水转账500.0元。 Ghost 呵呵 Ghost 老鼠抱胸冰鲜柠檬水转账550.0。 Ghost 停 Ghost 好吧，我可以做，不过别给钱了。 Ghost 这个网页我最多半天就可以做出来，然后之后我要来一趟 A 市，你给我当半天保镖。 Ghost 在你考试之后，冰鲜柠檬水好。 Ghost 黄豆呲牙 Ghost 行，你有什么要求吗？林岩思考片刻，冰鲜柠檬水，一个能让学生权益互助的高端美食分享平台。 Ghost 你是不是对我的职业有什么误解？ Ghost 还是说你对你们大学的课程有什么误解？ Ghost 学生权益美食分享
你把反诈中心和大众点评缝在一起了。林岩的指尖在屏幕上点动，冰鲜柠檬水能做吗 ？Ghost 能是能做 Ghost， 但你确定要把这两个东西放一起？你不觉得画风很割裂吗？就像在哥特教堂里开生鲜超市，冰鲜柠檬水就这样。那边沉默了，正在输入中的提示出现又消失，反复了好几次，最后一条消息发了过来 ：Ghost， 好吧，你是甲方，你说了算。Ghost， 我会做一个主页，上面有2个独立的入口，一个通往学生之声，一个通向主处推荐，这样总强了吧 ？Ghost， 美术风格呢？要那种金碧辉煌的土豪风，还是那种黑白灰的冷淡风？林岩抬头看了一眼吴越，又看了一眼谢浩然。冰鲜柠檬水，一个看起来很贵，另一个看起来很严肃。Ghost， 知道了。Ghost， 内容资料呢？餐厅介绍，还有你那个什么权益互助，具体放什么东西？你总得给我点素材吧？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少女收起手机，抬头看向另外2个人，吴越和谢浩然都看着他，表情各异。解决了，他对他们说，网页有人做。吴越环抱的双臂没有放下。解决了，大子，你这效率可以啊，我怎么不知道你还认识程序员？他忽然想到了什么，群里那个。林岩点头。谢浩然的视线落在林岩身上，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对方应该需要网站的内容。林岩依旧点头，他看向吴越，你要分享的餐厅，然后又转向谢浩然，还有你要做的平台内容。吴越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像是想笑，又有点别的什么。他掏出自己的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划了几下。行，既然技术问题解决了，那我们创意构思部门就要开始工作了。他把手机屏幕转向林岩和谢浩然。屏幕上是一家法式餐厅的官网，页面设计的像一本奢侈品杂志，参考这个，还有这个，还有上周我们去吃的那家日料。他滑动着屏幕，一连展示了好几个看起来就价格不菲的餐厅，把这些都放上去。谢浩然看着那些华丽的图片，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打开了自己面前的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平台的内容，我想了一下，可以分为3个部分。他的手指开始在键盘上敲击，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形字。第一部分是信息公告，用来发布一些和学生权益相关的最新政策和新闻。第二部分是求助通道，允许学生匿名提交他们遇到的问题，比如霸凌、不公正待遇等等。第三部分是案例库，我们可以整理一些过去的已经解决的案例作为参考。他说的很详细，条理清晰，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吴越听着，单手撑着下巴，可以啊，谢同学不愧是要竞选会长的人。他的语气听不出是赞扬还是别的什么，想法很周全。机房里这个小角落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分工状态。谢浩然专注地盯着屏幕，快速地撰写着平台的构架和内容文案。吴越则靠在椅子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悠闲地浏览着各种美食 app 和奢侈品网站，时不时地把某个餐厅的链接发到3人的讨论组里，配上一句这个加上。而林岩，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依旧是黑的，他在默默地刷高数试卷，题目是关于定积分的应用，求一个由2条抛物线围成的图形的面积。他画了一个坐标系，标出了焦点，然后列出积分式。吴越探出头，搭子，这道题很难吗？林岩的笔尖停顿了一下，他抬起头，有点，那怎么不来问我啊？某人凑了过来，自然地拿起一支笔，在他的草稿纸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又在他下面画了另一个。这个你就想成是2块饼干，你用上面这条线切出来的饼干，剪掉下面这条线切出来的饼干，剩下的不就是中间这块了？林岩看着他画的2个歪歪扭扭的饼干，又看了看自己画的抛物线，他好像有点理解了。这时另一只手伸了过来，手指点在了他列的积分式上。是谢浩然，思路是对的，关键是积分的范围和被积函数。他的声音很轻，你需要先算出这2个焦点的横坐标 A 和 B， 这就是积分的上下限，然后用上面这条曲线的函数减去下面这条曲线的函数，得到一个新的函数，对它进行从 A 到 B 的积分。一个说切饼干，一个说函数相减。林岩看着草稿纸上的图形和算式，他拿起笔在旁边重新列了一遍式子，用上面那条线的函数减去下面那条，积分，代入上下限，计算。他写出了最终的答案，然后他拿出手机，打开一个搜题软件，对着题目拍了张照，屏幕上跳出了详细的解题步骤和最终答案，和他算的一样。林岩点了点头，把手机收起来，差不多又写了几道题后，下课铃响起，王老师合上教案，宣布下课，同学们纷纷关闭电脑，陆陆续续的走开了。林岩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书包，与吴越和谢浩然走出了教室。信息技术基础正是今天的最后一节课。走廊上，傍晚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哦，对了，在林岩背着小书包准备径直离开时，某人笑眯眯地往前迈开一步，与他并驾齐驱。搭子，去吃饭吗？在林岩身后一步距离的谢浩然正准备说些什么，但恰逢此时，吴越先他一步，他的视线落在林岩身上，又移开。少女摇了摇头，我要学习。吴越闻言，他的表情变得有些可怜起来。少年拉长了声线，搭子，你最近一直在学，我们都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他微微弯下腰，凑到他面前，试图与他平视。再说了，劳逸结合一下嘛。林岩面无表情。吴越同学，一旁的谢浩然开口了，还是不要打扰林岩学习的好，他很看重这次半期考试。吴越只起身看着谢浩然，他挑了挑眉，又倏地想到了什么，即将出口的暗讽被压下了。这样啊，那谢同学，我俩去吃饭吧。明显的谈谈的标签。好，谢浩然没有回避。行，搭子，好好加油哦。吴越说完，就半推半揽着谢浩然
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林岩看着他们的背影，在原地站了2秒，然后转身走向宿舍楼。走廊尽头的拐角处，远离了人流。吴越松开手，他倚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双臂环抱在胸前，偏过头看着谢浩然，介绍：期中考试准备的怎么样啊？少年语气轻松：你的成绩应该会一直很稳定吧？不然我们要换人喽。谢浩然的表情没有变化，他的视线从吴越的脸上滑落，停在墙壁上斑驳的光影处。我会做好该做的事。他说，联署表和后续的宣传我都有计划。吴越嘴角的弧度没有变，他上下打量了谢浩然一番。哦，这样呀，不过最近你的状态倒是有些奇怪。不奇怪是不可能的。谢浩然还无法忘怀自己母亲的死讯，无法忘记那张黑白的女士照片。C 区10年前，河道 A7，已故一周在 C 区的势力，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却从未与谢浩然提起。言辞又为什么要给他这份资料？吴越在其中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一开始，谢浩然选择答应他们的邀约，仅仅只是因为他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不想再任人欺辱，他也想保护重要的人。但一切的事情都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谢浩然没有庞大的家世背景，也没有充裕的资金来源和人脉，他只身卷入了这场权力交接的漩涡之中。事实证明，年仅19的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小说里的情节是不存在的，现实就是形单影只的他面对庞大的权力斗争时做不了任何事。现在他只想让林岩离开这团漩涡。本来谢浩然刚刚是打算开口邀约他的，没什么奇怪的。别扯了，你别告诉我，你是因为要期中考试，所以这副模样。吴越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笑意消失了，他微微抬汗，漆黑的眸子冷冷地看他。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和我无关，但如果你的魂不守舍影响到了我们的合作，那就不一样了。我没有。谢浩然否认道。是吗？吴越的语气又轻松起来。那你告诉我，星期日下午你去哪了？见谁了？那个下午，谢浩然从言辞手里拿到了关于母亲的档案，去处理了一点私事。哦，私事啊。他笑了一声。你的私事跟学术部有关吗？谢浩然的身体微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少年往前一步，语气戏谑。真是啊，谢浩然，你居然跟那些学生会的家伙接触，怎么急着搞到提名支持？我们之前不是说了会帮你搞定的吗？还是说你们聊了点什么更见不得人的东西？谢浩然，你不会真信那些人说的话吧？谢浩然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我不信任他们。这个回答让吴越笑了起来。那你还去见？我们是在合作，对吧？合作的基础是信息透明。谢浩然的视线落在他脸上。他们给了我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东西。哦，吴越拖长了声音。关于什么的？对方没有回答。两人对视着，走廊里吹过一阵穿堂风，带着傍晚的凉意。过了几秒，吴越先移开了视线，他退后一步，重新靠回墙上。算了，反正你脑子里的东西也挺无聊的。少年摊了摊手，脸上又恢复了那副懒洋洋的样子。好好准备考试吧，谢少，别让我和顾一周的投资打了水漂。说完，他便转身，双手插在口袋里，头也不回地走了。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渐行渐远。谢浩然在原地站了一会，然后也转身朝着与吴越相反的方向走去。宿舍楼下，林岩背着包，面无表情地准备返回。喵！一只通体漆黑的小猫正蜷缩在宿舍楼下的灌木旁睡觉。听到脚步声，他的耳朵动了动，然后抬起头，睁开了一双翠绿色的眼睛。是阿信，他好像又长大了一点，身上的毛更黑亮了。小猫看到林岩，没有躲闪，反而迈着步子走到他的脚边，用尾巴轻轻地扫过他的裤腿。林岩眨了眨眼，接着弯腰，单手把它捞了起来。他用另一只手捏了捏猫的后颈，又检查了一下它的爪子和牙齿，健康。差不多摆弄了一下猫咪后，林岩平静地将猫咪放回地上，他往回走。阿信亦步亦趋地跟了上来。林岩停下脚步，回头看他。宿舍楼前的声控灯亮了起来，投下一片昏黄的光圈。阿信停在光圈的边缘，仰头看着他，又叫了一声。黑猫的体型很小，蹲在地上还没有他的小腿高。就在这时，林岩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手机屏幕亮起，是一条来自 VX 的消息。VX 拍了拍冰鲜柠檬水。VX 今晚有没有空？冰鲜柠檬水没有。虽然不知道谢微雪找他有什么事，但是林岩要学习。VX 转账5000.0元，冰鲜柠檬水，我要学习。VX 转账5000.0元。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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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账5000.0元，冰鲜柠檬水去哪？ VX 现在来流金会所。VX 门口报我的名字。林岩看了一眼正亦步亦趋跟着他的阿信，又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地址。流金会所在 A 区市中心。少女思考片刻后，将猫咪抱了起来，装进她卫衣的大口袋里。流金会所坐落在 A 区最繁华的商业街深处，没有醒目的招牌，只有一扇沉重的黄铜旋转门和门口2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侍者。林岩扫了一辆共享电动车过来，那个小小的黑色脑袋在口袋边缘乖乖呆着，一双翠绿色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周围不断变化的环境。他身上的黑色卫衣和运动裤与周围那些从豪车上下来的人格格不入。某人面无表情地把电动车停在外面，拿出手机准备锁车，范围内禁止停车。林岩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醒目的红色感叹号，又看了一眼不远处那扇金碧辉煌的旋转门。附近的停车点比较远，林岩购买的是月卡，
一次可以连续使用2个小时，2个小时应该可以解决这次的事件。少女收起手机，推着那辆小电动车，径直走向了门口的侍者。其中一个侍者正微笑着为一辆刚停下的保时捷拉开车门，另一个则站在原地，维持着笔挺的站姿。他的视线在林岩和他那辆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电动车上停顿了1秒，但良好的职业素养让他没有流露出任何异样的表情。林岩在他面前停下，在哪可以停车？他问。侍者的脸上保持着完美的微笑，他的身体微微前倾。您好，请问您有预约吗？谢微雪。侍者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耳上的微型通讯器闪过一点蓝光。几秒后，他再次看向林岩，笑容依旧，但态度明显恭敬了一些。明白了，微雪小姐在7楼的星辰厅等您。他说完，侧过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他走向旋转门。林岩没有动，他把电动车的车把朝侍者的方向推了推。侍者，他脸上的笑容僵硬了。旋转门里走出一个穿着酒红色西装的男人，应该是会所的领班。他快步走到侍者身边，低声询问了几句。领班听完，看向林岩，然后又看了一眼那辆小电动车。他没有多问，而是直接对那个侍者说：“带这位小姐上楼，这辆车我来处理。”说完，他便自然地接过了电动车的车把。林岩看了他一眼，然后跟着那个侍者走进了旋转门。身后传来领班通过对讲机下达指令的声音：“叫个人把门口这辆车搬到后巷的员工停车区。”会所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加金碧辉煌，空气里浮动着昂贵的香薰，酒精和食物混合的味道。侍者领着他穿过挂着巨型水晶吊灯的大堂，走进一部需要刷卡才能启动的电梯。电梯内壁是抛光的暗金色金属，倒映出林岩和侍者模糊的身影，以及他卫衣口袋里那个偶尔探出头来又迅速缩回去的黑色小毛球。电梯平稳地升至7楼，叮，门打开，是一条铺着厚重紫色地毯的安静走廊。侍者将他引到走廊尽头的一扇双开木门前，轻轻敲了敲门：“请进。”里面传来一个娇柔的女声。侍者推开门，对林岩做了个请的手势，然后便安静地退到一旁，关上了门。巨大的包厢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完整的落地窗，窗外是 A 市繁华的夜景。房间里坐了6、7个人，都是些衣着光鲜的年轻男女。谢微雪坐在最中间那张巨大的白色沙发上，她今天穿了一条亮片吊带短裙，怀里抱着一个抱枕。看到林岩进来，她脸上的表情混合着一丝得意和不耐烦。女人放下了抱枕，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过来。林岩的视线在包厢里扫了一圈，除了谢微雪，沙发上还坐着3个画着精致妆容的女孩和2个头发打了发蜡的男生，他们都穿着精致，面前的矮几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酒瓶和果盘。这些人看到林岩进来，都停止了交谈，目光落在他身上。快点过来，谢微雪催促。听到这次雇主的发话，林岩走到谢微雪身边，在对方拍过的那个位置坐了下来。沙发很软，陷下去一块，稍微靠近了些，他才闻到些许气味，酒精。谢微雪面色微红，她身体后仰，将一条手臂搭在沙发靠背上，姿态显得很放松。我妈昨天又打电话骂我了，她说我连那个废物都看不住，让他到处丢谢家的脸。女人拿起桌上的一杯颜色鲜艳的鸡尾酒，晃了晃。明明是爸爸的错，非要怪到我头上。旁边一个留着栗色卷发的女孩立刻附和：“微雪，你别气了，这很明显都是那个废物的问题啊。”另一个男生也开了口：“林阿姨的本意不是这样的，只是表达措辞不到位。”是啊，这几天谢浩然弄得动静挺大的，林阿姨估计过几天就恢复了。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说着，他们的视线渐渐从谢微雪身上移开，落在了从头到尾都一言不发的林岩身上。那个栗色卷发的女孩笑了笑，她拿起一颗草莓递向林岩的方向：“你叫林岩对吧？”林岩看了她一眼，没有接那颗草莓。女孩的手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收了回来，将草莓放进自己嘴里。另一个穿着蓝色衬衫的男生开口，他上下打量着林岩。林岩同学在我们学校也蛮有名的，就是不知道同学你有什么特别的。谢微雪喝了一口酒，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他能打。这句话让包厢里安静了一瞬。他们当然知道林岩是经常跟在谢浩然身边的人之一，也不知为何这个对面的家伙居然来到了谢微雪身边。在场的几人情商都不低，绝不可能在这种场合直接开口问，只是纷纷交换了下眼神。那个穿着蓝色衬衫的男生笑了一声：“微雪这么说，那肯定很厉害了。”他看着林岩，就是不知道是哪种厉害法，是练过武术吗？还是体育特长？谢微雪拿起酒杯，没有喝，他和那些不一样。另一个一直没说话，留着短发的男生把玩着手里的头钟，他把它摇得哗啦作响。正好，微雪今天心情不好，我们玩点什么助助兴？他把头钟放在桌上，看向林岩：“玩骰子，真心话大冒险吧。”林岩的视线从那个晃动的头钟移到男生的脸上，这是什么？那个短发男生脸上露出笑容，他拿起桌上一个空的高脚杯，将一瓶深色的烈酒倒了半杯进去，又从旁边的冰桶里加了几块冰。很简单，我们所有人轮流摇骰子，比大小，点数最小的人要么喝一杯这个，他指了指那杯颜色深沉的酒，要么选真心话或者大冒险。他补充了一句：“当然，选喝酒还是选游戏，全看个人意愿。”栗色卷发的女孩拿过头钟，第一个摇了起来：“我先来。”她打开头钟，6个骰子，5个6，一个5，总共35点，还不错。她笑着把头钟推给下一个人，游戏就这样开始了。酒杯和头钟在几个人手里轮流传递，包厢里的气氛又重新热络起来。他们提出的真心话大多是关于在场某个人的八卦，大冒险则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
比如给通讯录里的某个人发一条奇怪的消息。轮到林岩的时候，他拿过头钟，随意的晃了2下，打开28点，不算大，但也不是最小。他把头钟推给下一个人，谢微雪。谢微雪似乎对这个游戏没什么兴趣，他心不在焉的摇了一下，打开11点，全场的最低点。哇哦，微雪，看来今晚手气不太好啊。谢微雪皱了皱眉，他看了一眼那杯深色的烈酒，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我不玩真心话，也不喝酒。他看向林岩，你替我。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林岩身上，替他选。这意味着，如果林岩选喝酒，那杯酒就由林岩喝；如果选游戏、问题或冒险，也将由林岩来完成。少女没有看谢微雪，她的视线落在那杯酒上。她在这里待了很久，要接近共享电动车的扣费时间了。思索片刻，林岩开口：我替你，有额外的钱吗？其实按照谢微雪目前给的金额，她理所应当的应该听雇主的安排，但大家总是说奖金是自己争取来的，所以林岩打算试一下，如果没有成功，他也会完成这个委托时间内的要求。包厢里安静了2秒，随后谢微雪笑了起来，哈，我就知道。她从旁边那个限量款的手包里抽出几张现金，直接扔在桌上。够不够？林岩看了一眼那些钱，点了点头。他伸出手拿起了那杯酒，在众人有些惊讶的目光中，他将那杯烈酒一饮而尽。喝完，他把空杯子放回桌上，然后把那沓钱拿了过来，塞进了自己长裤的口袋里。整个过程流畅迅速，没有任何停顿。那个蓝色衬衫的男生眼睛亮了一下，可以啊，林岩同学。游戏继续，几轮下来，林岩又替谢微雪喝了2杯酒，他的脸色没有任何变化，坐姿也和刚来时一模一样，笔直安静，仿佛喝下去的只是白水。这让原本想看他出丑的几个人都感到了一丝无趣和挫败。谢微雪终于放下了手里的头钟，不玩了，没意思。他挥了挥手，示意旁边的人都出去。行了，现在很晚了，你们回去吧。包厢里的音乐停了，那几个男女互相看了一眼，脸上带着些许尴尬，但还是很快站起身，识趣的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那微雪，你早点休息，我们先走了。他们三三两两的朝着门口走去，林岩也站起身，准备从众的跟着人群一起离开。他刚迈出一步，谢微雪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留下。林岩停下脚步，转过身，包厢的门被最后一个离开的人轻轻带上，咔嗒一声，隔绝了外面走廊上隐约的交谈声。房间里陷入了一种近乎凝滞的安静。谢微雪靠在沙发上，没有看他。女人的视线落在窗外城市的璀璨灯火上，那些光点在她的瞳孔里拉长又碎裂。坐下。林岩一眼走回去，重新在他刚才的位置坐下。沙发再次陷落，他位衣口袋里的阿信似乎感受到了动静，爪子轻轻动了一下，但没有探出头。他刚刚一直都在睡觉，周围一时之间很安静。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林岩眨了眨眼，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见他不说话，谢微雪好像自己给自己了一个答案，抓起桌上的酒又灌了一口。哼，不说那个。谢微雪重重地放下酒杯。学校里在 F 级里风靡的，你知不知道？林岩点头，知道。他愣了一下，然后皱起眉，就这你就不能多说2个字吗？对方看了他一眼，然后补充了一句，可以。谢微雪。女人深吸了一口气，我问的是你对这人了解多少？林岩想了想，他对自己很了解，可还没等他组织好语言，谢微雪就烦躁地坐了起来。算了，我不管那个是谁，我只知道因为这个家伙谢浩然那个废物现在都敢骑到我头上来了。本身谢微雪是打算在这几天一个个去拜访下支持谢浩然的基本盘，也就是那群1级的学生的，但最近 C 区那边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刚要有所动作就被林舒雅拦了下来。女人的语气是罕见的冰冷，微雪，不要去动那些1级的人。谢微雪抓起旁边的一个丝绒抱枕，狠狠地砸到了对面的空沙发上。凭什么啊？她的声音含着一点鼻音，眼眶有些发红。凭什么？凭什么她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能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凭什么所有人都帮着她？女人的视线重新落回到她身上。林岩，你不是能打吗？她往前凑了凑，我给你钱比今晚给你的多10倍、100倍，你要多少我都给你。你去把他给我废了，怎么样都好。废了这个词，林岩很熟悉，在他的职业生涯里，这意味着打断4肢或者破坏某个关键器官，使其丧失某种功能。价格通常根据目标的安保等级和废的程度来定，但谢浩然是他的朋友，我不能。林岩说，不能。哼，只是给的不够多而已。谢微雪往前倾了倾身体，她身上那股淡淡的酒香与香水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些奇怪的味道。你要多少我都可以给你。我不接。谢微雪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她靠回沙发上，拿起手机，手指有些不稳的在屏幕上点着。几秒后，她把手机屏幕转向林岩，那是一个银行 App 的转账界面，收款人信息是空的，但在金额那一栏填着一串很长的数字。现在我就可以转给你。林岩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数字，很多，可以在 A 市买房了。谢浩然的命与这么多的钱，到底哪个更重要呢？小杀手认真的回忆了一下，他一开始教他怎么使用手机，教他点外卖，去吃牛肉面，答案显而易见，我不接，他是朋友。林岩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你需要别的服务吗？谢微雪忽然笑了一声，她伸手拿起桌上一瓶没开封的香槟，试图拧开，但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女人烦躁地把酒瓶扔回桌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她深吸一口气，指着香槟，过来帮我打开。林岩听话地拿起桌上的香槟，他看了一眼瓶口的铁丝网和锡箔纸，快点。谢微雪催促，
少女的拇指按住软木塞，另一只手的手指灵巧地解开了铁丝的扭结，然后将其取下。接着，她一只手握住瓶身，另一只手缓缓转动软木塞，砰的一声轻响，白色的气雾冒出，一股清新的果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林岩拿起桌上一个干净的香槟杯，将金黄色的酒液倒了进去，气泡在杯壁上欢快地升腾。他把酒杯推到谢微雪面前，谢微雪看着那杯酒，没有立刻去拿，她沉默了几秒，然后端起杯子，仰头将里面的酒一饮而尽。空杯子被放回桌上，再倒。林岩拿起酒瓶，又给他倒了一杯。谢微雪再次喝光，如此往复了3、4次，大瓶香槟很快就见了底。我妈说林舒雅很能干，让我多跟她学学。女人此时的脸颊更红了，眼神也有些涣散。学什么？学她像个机器人一样，每天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吗？她笑了一声，她看我的眼神就跟我爸看我的眼神一样，像在看一个很麻烦的东西。林岩安静地听着，我讨厌她，你知道吗？我也讨厌林浩，他很烦人，所有人都很烦人，我妈也是，她只会说微雪你要争气。谢微雪靠在沙发上，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小。微雪，你不能让那个私生子比下去。微雪，我是为了你好。他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到底有谁呢？就在此时，林岩卫衣的口袋里一个小小的黑色脑袋探了出来。阿信睡醒了，他打了个哈欠，露出一嘴细小的牙齿，然后用他那双翠绿色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环境。谢微雪此时正要转头命令对方再去做些什么，她的视线被那个毛茸茸的小东西吸引了。女人的声音一时顿住了，这是什么？林岩伸出手把阿信从口袋里捞了出来，放在自己的腿上。猫！阿信在他腿上站稳，抖了抖毛，然后抬起头冲着谢微雪轻轻地喵了一声。谢微雪看着那只通体漆黑，只有眼睛是明亮绿色的小猫，酒精似乎让她的大脑运转变得迟缓而奇特。她盯着阿信看了很久，他长得真丑，她评价道。是黑猫？林岩回答。谢微雪的视线粘在阿信身上，那双翠绿色的眼睛在包厢昏暗的光线下像2颗小小的宝石。把它给我。林岩伸出双手托着阿信的腋下，把它举了起来，递向谢微雪的方向。阿信的4条腿在空中蹬了蹬，尾巴勾了一下。谢微雪伸出手，动作有些笨拙的想要去接，她的手指刚碰到了阿信柔软的腹部，猫就轻轻的叫了一声，于是她的手又缩了回去。女人看着自己的手，又看看林岩手里的猫，没有再尝试。你把它放桌上。少女照做，将阿信轻轻地放在了光洁的矮几上。猫咪落地后，先是警惕地嗅了嗅桌面，然后迈开步子，绕着一个装满冰块的银色冰桶走了一圈。手，谢微雪说，她朝着猫的方向伸出了一只手，手指微微张开。阿信歪了歪头，看着那只涂着亮红色指甲油的手，他没有动，他不过来。谢微雪皱起眉，她身体前倾，自己朝着猫的方向凑了过去。她的动作因为酒精而显得有些摇晃，伸出的手指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朝着阿信的头顶落去。就在女人的指尖即将碰到阿信耳朵的时候，猫咪向后退了一小步，灵巧地避开了她的触碰。谢微雪的手只落在了冰凉的桌面上，她愣了一下，看着自己空落落的手指，又看看那只退开半步盯着她的猫。她再次尝试伸出手，阿信再次退开。谢微雪像是跟他杠上了，一次又一次地伸出手，但每一次都被阿信不紧不慢地躲开。他不像是在害怕，更像是在玩一个保持距离的游戏。就在这无声的对峙中，林岩口袋里的手机发出一阵短促的震动。您的用车时长即将达到2小时，超出部分将按每30分钟 1.5 元计费。下面还有一个醒目的红色倒计时，5点21分。我的车要超时了，你还有什么事吗？谢微雪的动作停住了，她慢慢地转过头，那双因醉意而显得迷蒙的眼睛努力聚焦在林岩脸上。她似乎花了几秒钟才理解车和超时这2个词的含义。车？她的声音有些含糊。什么车？共享电动车。林岩回答。超时了要另外付钱。多少钱？谢微雪皱着眉，像是听到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赔给你。他说着就摇摇晃晃地去够自己的手包。林岩没有动。不用。他说，你还有别的事吗？没有的话我走了。这句话刺破了谢微雪的醉意，她猛地抬起头，一把抓住林岩的手腕，手很烫，力气却不大。不准走。她的视线四处乱晃，又落回了桌上那只黑猫身上。阿信舔了舔自己的爪子，这只猫我要了。谢微雪说，你开个价。接着女人从旁边摸出了自己的手机，调出转账界面，递到林岩面前。你自己填。林岩的视线从手机屏幕上那串可以输入很多零的空白栏移到了阿信身上。阿信是谢浩然养的，他只是临时的看管者，从法律和契约精神上来说，他没有处置这只猫的权利。他不是我的。少女回答。她拿出自己的手机，在通讯录里找到了谢浩然的名字。谢微雪看着他的动作微微抬汗。我不管他是谁的，现在我要。林岩直接拨通了谢浩然的电话，电话响了2声就被接通了。喂，林岩？那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急切，背景音很安静，应该是在宿舍。怎么了？有什么事吗？现在很晚了。林岩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11点半。你卖阿信吗？电话那头陷入了死寂。过了好几秒，谢浩然含着巨大困惑的声音才再次响起。什么？谢微雪想买阿信。他补充了一句。又是一阵沉默。这次谢浩然的声音里充满了压抑的紧张和担忧。你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他对你做什么了？你有没有事？我没事。林岩说，我在完成委托。所以猫卖吗？不卖。谢浩然几乎是立刻回答，然后他的声音又软了下来，
甚至有些恳求：“林言，你现在能回来吗？别和他待在一起。”他把电话给我。谢微雪指着林言的手机，少女眨了眨眼，还是选择遵从雇主的命令，将手机递了过去。对方接过林言的手机，按下了免提键。谢浩然，他对着话筒懒洋洋地叫了一声弟弟的名字：“你的猫，我要了，你敢说个不字试试？”对面的少年似乎愣了一下，他的语气有些生硬：“我不卖。”他拿着林言的手机，盯着那个黑色的金属外壳，像是要把它看穿一个洞。你再说一遍，我不卖阿信。电话里的声音重复了一遍，没有丝毫退让。呵，谢微雪笑了一声，他把手机从耳边拿开一点，视线转向桌上的那只黑猫。阿信正用后腿挠着自己的耳朵，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成为了风暴的中心。一只猫而已，他对着手机说，也像在对自己说：“谢浩然，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变得有些沉重。谢微雪，你别乱来，你把林言怎么样了？我能把他怎么样？谢微雪撇了撇嘴，他用没拿手机的那只手指了指从头到尾都面无表情的林言：“我可是他的雇主，他现在听我的。”说着，女人伸出手，用指头扯了扯少女的衣角。林言，回答他，我在。林言的声音平静，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下来。几秒后，谢浩然的声音才再次传来，有些发紧：“林言，你……”谢微雪没有让他把话说完，他直接按下了手机屏幕上的红色挂断键，通话结束。然后他把林言的手机随意地扔在了旁边的沙发软垫上。现在没人会打扰了，他说着，视线重新聚焦在桌上的黑猫身上，像是看着一件势在必得的商品。我要它。谢微雪的身体摇晃着，再次伸手想要去抓桌上的阿信。他这次的动作比之前快，也更没有章法，像个在抢夺糖果的孩子。在他的指尖即将碰到猫咪脊背的前一刻，另一只手更快地伸了过来。林言的动作干净利落，他伸出手，轻松地将阿信从桌上抄起，抱在怀里，然后顺势塞回了自己卫衣胸前那个宽大的口袋里。谢微雪的手抓了个空，扑在了冰冷的桌面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女人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手，又看向林言。那个黑色的口袋只露出一个小小的缝隙，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你……他张了张嘴，连续的拒绝、酒精的后劲以及被最看不起的人忤逆的怒火，在这一刻似乎都涌了上来。但预想中的爆发没有发生。谢微雪脸上的表情凝固了，那股冲上头顶的怒意像一个被戳破的气球，迅速地瘪了下去。好嘞，他看着那个空无一物的桌面，眼神逐渐涣散。没意思。谢微雪喃喃自语，身体晃了一下，接着软软地倒回了沙发里。女人侧着身，将脸埋进了丝绒的沙发靠垫中，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包厢里再次陷入寂静。林言在原地站了2秒，他走到谢微雪身边，伸出2根手指，探了一下对方颈动脉的位置，脉搏平稳有力，还活着。他收回手，然后林言拿起了被扔在沙发上的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您的用车时长已超过2小时，当前已产生超时费用 1.5 元。少女把手机揣回兜里，又看了看沙发上一动不动的谢微雪，接着转身走向包厢门口，拉开厚重的木门，外面走廊明亮的光线照了进来。守在门口的侍者看到他出来，立刻躬身：“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他睡了。林言说完，便径直朝着电梯口走去。侍者愣了一下，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又看了看那扇没有关严的包厢门，最终还是没有进去打扰。通过耳麦向上级汇报了情况。林言乘电梯下到1楼大堂，那个先前接待他的领班看到他，立刻微笑着迎了上来：“您要离开了吗？”林言点头：“我的车。”“好的，请跟我来。”领班将他引到会所的侧门，那里有一条通往后巷的小路。那辆共享电动车正安安静静地停在墙边，旁边还站着一个穿着安保制服的人。“已经为您保管好了。”领班说，脸上的微笑恰到好处。林言走过去，拿出手机扫码解锁，然后跨上车。他口袋里的阿信似乎感觉到震动，探出头，好奇地看了一眼这个陌生的环境，又缩了回去。林言没有立刻离开，他转头看向那个领班：“停车费多少钱？”领班脸上的笑容出现了一丝极其短暂的空白：“不需要的，小姐。”他说。林言看着他，没有再坚持。他拧动车把，小电动车载着他，无声地滑入 A 市繁华的夜色里。12点，林言在启琼的门口停了车。正当他带着阿信往校门走的时候，依稀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那个人影站在校门口的路灯下，他似乎一直在原地踱步，走几步又停下，然后转身重复着这个动作。少女朝着校门走去，那个人影听到了声音，猛地停下脚步，朝着他的方向看了过来。视线浩然，他看到他身体像是僵硬了一下，然后快步走了过来。“你去哪里了？”电话也挂了。谢浩然的视线在他身上快速地扫了一遍，像是在检查他有没有哪里不对劲。他眉头紧锁，继续追问：“你有没有事？”林言回答：“没事，我在完成委托。”这个回答让谢浩然的呼吸顿了一下。委托？他又想起了电话里谢微雪的声音。就在这时，林言口袋动了一下，一个黑色的小脑袋从里面探了出来，翠绿色的眼睛眨了眨，打了个哈欠。谢浩然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阿信。”他的声音不自觉地放轻了些。林言点点头，他伸出手，熟练地将阿信从口袋里捞了出来，然后递向他。他很乖。谢浩然下意识地伸出双手接了过来。小猫温热，毛茸茸的触感传递到他冰凉的手心，少年僵硬的身体似乎因此而放松了一点点。他抱着阿信，低头看了一眼，
猫咪在他怀里调整了一下姿势，然后脑勺蹭了蹭他的手臂。但谢浩然的注意力很快又回到了林岩身上，他抱着猫又朝他走近了一步。也正是因为这一步的距离，他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味，混杂在夜晚清凉的空气里，是酒精的味道，夹杂着某种甜腻的香水。谢浩然的动作停住了。你喝酒了？这不是一个问句。3杯。林岩应了一声。谢浩然眉头紧锁，他的语气加重了一些。他为什么要让你喝酒？玩游戏输了。林岩回答。我替他喝。替他？谢浩然的声音里出现了一丝不解。是委托的一部分。林岩补充。他付了钱，我可以给你。谢浩然几乎是立刻回答。他给多少？我给你双倍。说完，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现在的经济状况，说出这句话有些可笑，嘴唇动了动，又补充了一句。等我之后有钱了。少年把怀里的阿信抱得更紧了些。真是太没用了。谢浩然本身是想要跟林岩谈一谈关于竞选的危险性的，但此时此刻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自己又是以一个什么立场说这些话的呢？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吴越也好，谢微雪也好，如果不变得更强的话。谢浩然，少女的话打断了他内心纷杂的思绪。最近要期中考试了。谢浩然抱着猫看着他，路灯的光在那对漆黑的眼眸里映出两个小小的光点，里面没有别的情绪，只有平静。少年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吐出来，像是在排出胸口的浊气。他应了一声。谢浩然脸上的紧绷线条柔和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的坚定。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他说明天早上还有课。林岩点点头，一时之间他也没离开。少女好像思考了一下，她望着他，加油。半期考试如约而至，第一天考高数，第二天则是近代史与学术英语等科目。在进入教学楼前，林岩正检查着自己的笔袋。0.5毫米黑色签字笔有，橡皮擦与2B 铅笔有，用来量选项长度的直尺。搭子。林岩停下检查的动作，拉上笔袋的拉链，转过头。吴越正靠在教学楼入口的廊柱上，他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连帽卫衣，袖口挽起，露出一截带着黑曜石手串的手腕。看到他望过来，少年直起身，朝着他走了过来。检查的这么仔细，忘了带什么东西吗？林岩摇了摇头，他把笔袋塞回自己的背包里。吴越走到他面前，很自然的伸手戳了戳他卫衣兜帽边一根翘起来的线头。他笑嘻嘻的。搭子，你在哪个考场？林岩报出了一串数字。那是主教学楼5楼最角落的一间教室。真不巧。吴越的表情一下变得沮丧起来，他拉长了音调。我在你隔壁啊。少女面无表情。看到他的装可怜并没有起到任何成效，吴越立马恢复了那副随意的姿态。别忘了我们的赌约。吴越说。我会去对答案的。他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我教过的题型一道都别错。林岩看着他，然后点了点头。两人一起走进教学楼，在3楼的岔路口分开，各自走向不同的考场。上午9点，考试铃声准时响起。林岩所在的考场里很安静，只有试卷翻动的沙沙声和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监考老师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他抱着手臂站在讲台前，视线缓缓地扫过整个教室。林岩坐在第3排靠过道的位置，他拿到试卷后，先是把名字和考号填好，然后从头开始看题。第一大题，选择题，求极限。少女拿起笔，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坐标系，开始计算。时间1分1秒的过去。坐在林岩斜后方的一个男生，身体不自然的前倾，脖子伸得很长，试图去看前面同学的答案。他的动作幅度很小，但还是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老师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几秒，但那个男生很快就缩了回去，装作在认真思考题目。林岩的笔没有停。第二大题，填空题，求导数，切面包。公式在脑海里清晰的浮现，他把数字代入，一步步写下计算过程。过了一会儿，坐在林岩左边的一个女生不小心把一块橡皮掉在了地上，橡皮滚到了过道中间。她弯下腰，伸手去捡，手指在地上摸索了很久，才把橡皮捡了起来。在她直起身的时候，手心里似乎多了一张小纸条。那人飞快地瞥了一眼，然后迅速将纸条和橡皮一起收回了桌洞里。整个过程很快，很隐蔽。监考老师正走到教室的另一头，没有看到这一幕。林岩看到了，他的视线在那个女生的背影上停留了1秒，然后收了回来，继续看自己的试卷。第3大题，计算题，求定积分。2块饼干，上面的函数减去下面的函数。他列出积分式，计算出焦点坐标，然后代入，求解。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林岩刚好做完最后一题。他放下笔，把试卷和答题卡翻过来，放在桌角。全体起立，把试卷和答题卡分开，放在桌上，不要乱动。监考老师的声音响起，学生们陆陆续续地站了起来，发出一阵椅子摩擦地面的声音。收卷的过程很迅速，老师清点完试卷数量后，宣布好了，可以离开了。教室里瞬间响起一片如释重负的叹息声。林岩把自己的笔袋和草稿纸收进背包，拉上拉链，然后起身走出教室。他没有和任何人交流，径直走到了走廊的窗边。吴越在此等待多时，他似乎在发呆。当侧对着光时，能看到他左耳上那枚小小的黑钻耳钉在光线下闪过一瞬即逝的碎光。吴越，林岩叫他的名字，他来对答案了。吴越眨了眨眼，回过神，那对眸子里的思索立马被熟悉的笑意取代。考完了。他走到他面前，视线落在他刚收好的背包上，语气很轻松，感觉怎么样？还好，还好，可不行。吴越撇了撇嘴，他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他的背包。我们可是有赌约的。
来，让我这个金牌讲师检查一下学习成果。选择题第5题，你选的什么？林岩的视线没有移动。B. 洛必达法则。他点了点头，对的。第7题呢？那个球旋转提体机的。C. 积分区间是0到2。他的嘴角微微上扬。最后一道大题，答案是16/3吗？少女从背包里拿出自己的草稿纸，展开，指着上面最后一片计算区域，是16/3。被积函数是-x平方加4x。吴越凑过去看了一眼，草稿纸上的字迹很工整，步骤清晰，和他教的一模一样。他收回了视线，看样子80分应该没问题嘛。这次的赌约，林岩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拿出手机，屏幕上是一条来自谢浩然的微信消息。吴越的视线也跟着落了过去。浩然合一，林岩，中午我有点事，不能一起吃饭了，你自己去吃吧。那对原本含着笑的眼睛微微眯起，盯着那条消息，像是要把它盯出个洞来。林岩敲键盘回复：冰鲜柠檬水。好，冰鲜柠檬水，黄豆滋牙。搭子，我话还没说完呢。一旁少年的声音响起，甚至有些委屈。林岩收起手机，转头看他，我的意思是，这次的赌约怎么算？少女思考了一下，其实有些想要一套房，但林岩不想假借他人之手完成这件事，他要的一个从头到尾都属于他的基地与空间。那除此之外，没有想好。小杀手诚实的开口，行吧行吧，就知道你的小脑袋考完试就空了。吴越摊了摊手，脸上那副夸张的失望表情只维持了1秒。他凑近一步，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下巴，视线在林岩脸上转了一圈。既然奖励想不出来，那就先吃饭。正好偶人有事来不了，我就大发慈悲带你去吃点好的。说完，他便很自然地转身，朝着楼梯口的方向抬了抬下巴，示意他跟上。林岩点了下头，跟在他身后。两人一前一后的走在喧闹的走廊里，周围都是刚考完试，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讨论答案的学生。哎，你们说那道球面积的题是不是有陷阱啊？完了完了，我好像把求导公式记错了。这些声音都自动被林岩过滤掉了。他现在只想着吃饭。吴越走在前面，脚步不快，似乎在刻意配合他的步调。他单手插在卫衣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着，像是在查找餐厅。想吃日料还是西餐？或者你想试试 A 区那家新开的私房菜？他的声音从前面传来，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林岩想了想，哪个最近？他问。吴越的脚步顿了一下，他回过头，表情像是听到了什么难以理解的话。我们讨论的是美食，不是最优路线规划。算了算了，那就去随便吃点吧。这个比较快，一家连锁的自助。他的视线落在林岩身上，又移开。对了，一句像是不经意的话，如果谢浩然反了，你站哪边？林岩停下脚步，教学楼的楼梯间人来人往，光线从高处的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切割出明暗交界。吴越也停了下来，他转过身，双手插在口袋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那个问题就悬在两人之间，他站在光处，他站在暗面。反了是指什么？少女问。吴越笑了。反了就是说，我们的谢浩然同学作为项目经理，忽然有了自己的想法。他顿了顿，视线落在林岩没什么表情的脸上。他不再按照我们给的方案走，开始自己接触客户，甚至想把我们这2个投资人踢出局。吴越往前走了一步，站到了和他同一级的台阶上，微微俯身，距离拉近，一点淡淡的蔷薇木质香气传来。所以搭子，如果项目出现了这种分歧，作为核心技术人员，你跟哪个投资方？林岩的眼睛眨了一下，这是一道关于职场抉择的题目，如果不考虑朋友的因素，谁给的报酬好，我跟谁？这个答案让吴越脸上的笑容真实了几分。他重新直起身，行，我喜欢这个答案。少年重新恢复了那富懒洋洋的样子，他伸手理了理自己卫衣的兜帽。走吧，吃饭去。饭后，林岩正骑着共享电动车往公交站台开。他在上周拿到100万的尾款后，为自己补充了一些装备，以及领回他的狙击枪。现在他准备往 A 市的38区开。某人理所应当的坐在他的车后座，哼哼了一声。在饭后，吴越说自己很无聊，就自顾自地粘了过来。所以你为什么不坐我的车？去哪都更快。你的车太大，目标太明显。林岩回答。电动车在非机动车道上平稳行驶，两侧的梧桐树影快速向后掠去。吴越坐在后座，身体因为他的急转弯而微微倾斜。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抓住了他卫衣的下摆。我们现在去哪？拿东西。拿什么？为什么要往38区开？重要的东西。林岩思考片刻，补充，现在我还可以送你回去。38区不大，在整个城市的最角落，是整个 A 市唯一的灰色地带。38区也是 A 市与其余市区的连接口，因此这里大多都是些没有本地执照的偷渡客，又或者是一些来自 C 区的特殊团体。不过再怎么样，也是在中央首都的管辖下，治安还不错。林岩的狙击枪就被贝拉的人寄回了这里。半小时后，电动车驶入了38区的范围，道路肉眼可见地变得狭窄，两旁高大的梧桐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自建房和老旧的居民楼，墙壁上涂着褪色的涂鸦，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杂乱地交错在头顶。路上的行人也变了，他们穿着各异，眼神里带着一种学校里看不到的警惕和审视。吴越抓着林岩衣摆的手又收紧了一些，他凑过来，语气含笑，搭子，我待会要是走丢了怎么办？你不会走丢。林岩认真回答，好像是不满他的话。少年轻轻扯了扯他的衣角，我说如果发生的话，你可得对我负责到底。林岩的电动车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路面坑坑洼洼，车身颠簸了一下。吴越顺势往前靠了靠，
几乎贴上了他的后背。我们到了。林岩刹车，电动车在一家门口挂着老张五金招牌的店铺前停下。店铺的卷帘门拉下来一半，里面黑漆漆的，看不清东西。林岩从车上下来，他把车撑好，然后从卫衣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递给吴越。你在这里等我，如果有人来的话，就把这个给他。吴越接过那枚温热的硬币，在指尖抛了抛，落于手心时，他对着光打量了会上面陌生的符号。这是什么江湖上的暗号吗？不是暗号，林岩回答。说完，少女转身掀开那半落的卷帘门，弯腰走了进去。卷帘门落下，发出哐当一声，隔绝了外面的光线和声音。吴越一个人站在巷子里，他收起脸上的笑，视线在周围那些紧闭的门窗上扫了一圈，然后又落回那扇卷帘门上。他靠着电动车，把那枚硬币在指关节间灵活地滚动着。店铺里很暗，空气中有一股机油和铁锈混合的味道。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正坐在柜台后面，借着一盏昏黄的台灯，用砂纸打磨着一个金属零件。他听到声音，没有抬头。东西在墙角，老人的声音沙哑。林岩顺着他示意的方向看过去，墙角立着一个长条形的黑色帆布包，看起来像是装乐器或者画板的。他走过去，单手拎了起来。重量对了，其他的呢？这其实是吴越第一次来38区，他不是 A 市本地人，来学院之前，活动范围仅限于地图上的中心市区。像38区这种在地图上仅以一个灰色数字和模糊边界线标示的地方，对他而言十分陌生。巷子里的空气混杂着潮湿的霉味、食物腐败的酸气和一种说不清的尘土味。少年靠着那辆漆面已经有些斑驳的共享电动车，指尖捏着那枚硬币。对于林岩进去拿的东西，吴越有所猜测，要特地来到城市的灰色地带才能拿的东西，多半是一些见不得光的违禁品。他跟林岩待了这么久，对他的秘密有所察觉。C1区出来的人有点防身的手段和特殊的渠道，再正常不过。吴越把硬币举到眼前，借着巷口漏进来的一点光，观察着上面陌生的符号，一个大写的字母 G 缠绕着一条蛇。难道他真的跟什么江湖帮派有关？他脑中闪过一些 C 区老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场景，拜码头、街头暗号、堂口火拼，然后他又觉得有些好笑。但比起这个，一种更奇怪的感觉从心底浮现，是安心。他有自己的门路，有自己的世界，有能在这种地方安身立命的底牌。他并不是他想象中那个除了能打、身手好之外就孤立无援的搭子。这个认知让吴越紧绷的某根神经忽然松懈下来。为什么会松懈？吴越转动着硬币的动作停了下来，他皱起眉。按理说，一个合作伙伴拥有超出掌控的背景和秘密，应该会让他感到警惕才对。这会让整个推举谢浩然的项目增加不确定性。他越是普通，才越是安全。可自己现在的感觉完全相反。什么啊？吴越喃喃自语。难道我是喜欢上他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立刻掐灭。笑话！吴越在心里嗤笑一声。他只是觉得他特别，觉得他有趣，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那么无聊。这算什么喜欢？他就是一个从 Z 区来的，需要他教导的搭子，一个能让他体验到养成乐趣的不一样的合作伙伴。对，就是这样。他才18岁，来启琼是为了给家族铺路，是为了享受生活，是为了找点刺激。如果可以的话，还要借此在家里彻底站稳脚跟。谈感情太麻烦了，也太危险了。林岩虽然看起来不像，但谁知道呢？吴越烦躁地换了个姿势，就是觉得他有点意思而已，没到那个份上，绝对没有。就在他得出这个结论，感觉内心重归平静的时候，3个身影从巷子的另一头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一个穿着黑色背心，手臂上纹着一条褪色鲤鱼的男人，他身旁跟着2个更年轻一点的青年，一个染着黄毛，一个瘦得像根竹竿。他们的脚步声在安静的巷子里很清晰。3人的视线很快就锁定在了吴越身上。一个穿着干净白色卫衣、长相出众的年轻人，靠着一辆共享电动车，独自一人站在这条破败的巷子里，怎么看都像一只走错了地方的肥羊。背心男在距离吴越3米远的地方停下，他上下打量着吴越，目光在那块价值不菲的手表上停留了片刻。喂，靓仔，来这里做什么？吴越抬起眼皮瞥了他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等朋友，等朋友。背心男笑了一声，露出一口黄牙，他旁边的黄毛也跟着笑了起来。这条巷子是我们照的，在这里等人要交钱，懂不懂规矩？吴越站直了身体，他把双手插进了卫衣兜里。要交多少？背心男见他这么配合，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他伸出5根手指。这个数5万。吴越挑了挑眉，本要说500的黄毛哽住了。小子，你耍我们呢？我哪里耍你们了？少年笑着回答。吴越本身是打算直接付钱的，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他还是想起了林岩的叮嘱。这个你们认识吗？他从口袋里拿出那枚硬币，摊在手心，朝着背心男的方向举了举。硬币在昏暗的光线下反射出一点微弱的金属光泽，那个刻着字母 G 和蛇的符号清晰地呈现在3人面前。背心男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他旁边的黄毛和瘦子脸上的轻浮表情也瞬间消失。巷子里的气氛在短短1秒内发生了质变，从一种街头的威胁转变为某种诡异的紧绷。3人的站姿下意识地调整了，不再是那种松散的包围，而是一个更具战术性的品字形。吴越眨了眨眼，他还捏着那枚硬币，巷口的风吹过来，有点凉。下一刻，背心男的动作快得像一道闪电，他从后腰处抽出了一把黑色的手枪，枪口没有丝毫犹豫，稳稳地对准了吴越的额头。瘦子和黄毛也动了，他们一左一右的上前一步，堵住了吴越所有可能的退路。
你跟我们走。吴越的视线从枪口移开，落在了背心男的脸上。少年很快将一闪而逝的诧异敛去，语气依旧轻佻：去哪里？到了你就知道了。背心男说，他的手很稳。手机、钱包、手表都拿出来。都要。对，都要。吴越盯着对方看了几秒，然后举起双手，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他慢条斯理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又解开手腕上的表，连同钱包一起递给了旁边的黄毛。黄毛接过东西，检查了一下，然后对背心男点了点头。跟我们走。背心男用枪口示意了一下巷子的另一头。吴越放下手，他没有反抗，转身朝着他们来的方向走去。黄毛和瘦竹竿一左一右地跟在他身边，保持着一个既能控制他又不会产生身体接触的距离。背心男拿着枪走在最后面，巷子不长，很快就走到了尽头。外面是一条稍微宽阔一点的街道，一辆黑色的面包车正停在路边，没有熄火，车窗贴着很深的膜。瘦竹竿走上前，拉开了侧面的车门，上去。吴越看了一眼车里，里面是空的，他弯腰坐了进去，车门哗啦一声被关上，锁死。车里光线昏暗，只有一点街灯的光从前挡风玻璃透进来。吴越靠在冰冷的车壁上，听着外面那3个人上车的声音。车子很快启动，平稳地汇入了车流。他看不见外面的景象，也分辨不出方向。怎么了？我是误入什么片场了吗？吴越语气无辜。开车的背心男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坐在副驾驶的黄毛转过头，他手里正把玩着吴越那块表。是不是误入，你自己清楚。其他的在那个箱子里。老人用下巴指了指柜台底下的一个木箱。林岩走过去，将帆布包放在地上，然后蹲下身，打开那个没有上锁的木箱。箱子里铺着一层防震泡沫，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几个大小不一的黑色金属盒子。他打开最大的一个，里面是特制的狙击弹，弹头被涂成了暗红色。另一个小盒子里是几个不同功能的通讯设备和信号干扰器，还有一个更小的，里面放着一支注射器和几管密封好的无色液体。清点完毕，少女将所有东西收进帆布包里，拉上拉链，重新背在身上。多谢。林岩站起身，老人没有回应，依旧专注地打磨着手里的零件。林岩转身掀开卷帘门走了出去。外面的天色暗了一些，巷子里空空荡荡，那辆共享电动车还在原地。吴越不见了，难道那枚硬币没有起到效果吗？这是贝拉给林岩的东西，据对方所说，这是他自己的信物，原话就是可以在38区横着走。林岩走到电动车旁，视线落在地面上，原本停放电动车的位置，泥地上有几道新的痕迹，旁边还有几个不属于他和吴越的脚印，其中一个脚印很深，边缘清晰。林岩蹲下身，伸出手指碰了一下那个脚印边缘被碾碎的细小的颗粒，一种廉价香烟的烟灰。他的目光顺着脚印的痕迹望向巷子的另一头，那里地面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反光点。林岩走过去捡了起来，是一枚黑曜石手串上脱落的珠子。他把珠子放进口袋，走到巷口，左右看了一眼，左边通往更混乱的居民区，右边是一条相对宽阔的可以通车的街道，地面上有几道清晰的汽车轮胎印，压过了刚才那几个人的脚印。他朝着右边走去，黑色的面包车在七拐八绕之后，最终停在了一栋废弃工厂的后门。吴越被带下车，穿过一条散发着铁锈和霉味的走廊，走进一间巨大的仓库里。仓库很高，顶上挂着几盏发出昏黄光芒的工业灯，照亮了中心的一小片区域。四周的阴影里堆放着生锈的机械零件和用防水布盖着的货物。背心男没有再用枪指着他，但那3个人的站位依旧封锁了他所有的退路。他们领着吴越走进了一个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简单，一张掉漆的铁皮桌，几把椅子，一个穿着灰色唐装的男人正坐在桌后。他看起来50多岁，头发有些花白，脸上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在慢条斯理地用茶刀撬着一块普洱茶饼。背心男走到桌前，微微躬身：“龙哥，人在这里。”被称作龙哥的男人没有抬头，他用茶刀撬下一小块茶叶，放进旁边的紫砂壶里。做完这一切，他才缓缓抬起眼，目光越过桌面，落在了吴越身上。坐。吴越看了一眼旁边那张看起来快要散架的铁皮椅，还是坐下了。龙哥好像也不在意，他拿起那个背心男放在桌上的东西，放在灯下，仔细端详，是那枚刻着 G 和蛇的硬币。然后男人的视线落在了吴越身上，他的老花镜歪了歪，最后还是吴越先开了口：“所以这位龙哥有什么事吗？”龙哥扶了扶眼镜，他的视线在吴越的脸上来回扫视，从那身干净昂贵的白色卫衣到那张过分英俊带着天生优越感的脸，不像，一点都不像。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位少爷是从哪来的？吴越把手插回卫衣口袋里。B 区。这个回答让龙哥泡茶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他立马回忆起了吴越这张脸。B 区，陈家。这个信息他知道，但他不相信，怎么可能有这种事？龙哥放下了茶刀，他拿起桌上的热水壶，将热水冲入紫砂壶中，水汽蒸腾，透着一股陈旧的茶香。陈少，喝茶吗？吴越的视线从那杯冒着热气的茶水上移开，落在了龙哥脸上。他脸上带着的笑意没有变化。多谢龙哥，不过我不喜欢喝茶。龙哥握着紫砂壶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抬起眼，透过老花镜的镜片，重新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没有再劝。必须的陈家，我听说过，家里长辈也常说，出门在外多交朋友。吴越语气自如，就是不知道龙哥算是哪条路上的朋友。龙哥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用手指点了点桌上的那枚硬币。陈少既然是 B 区来的，怎么会带着这种东西？少年无辜地眨了眨眼。这东西怎么了？
龙哥看着对方脸上那副纯然的好奇，缓缓地将那枚硬币推到了桌子中央。陈少，明人不说暗话，这是你的东西吗？吴越的视线落在硬币上，然后又抬起看向龙哥。一个朋友给的。朋友？龙哥的身体微微前倾，桌子发出轻微的吱呀声。能请陈少形容一下这位朋友吗？吴越靠回椅背上，双手摊开。女的，黑头发，黑眼睛。龙哥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个描述太空泛了。难道？男人拿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没有喝。你们两个先出去。背心男和瘦竹竿对视一眼，然后点了点头，转身退出了办公室。黄毛也跟着走了出去，他顺手将那扇铁皮门带上，但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脚步声远去，办公室里只剩下龙哥和吴越两个人。龙哥摘下老花镜，用一块绒布慢慢擦拭着镜片。必须陈家的少爷跑到我们这种地方来，是为了体验生活。我只是跟朋友来的。吴越实话实说。陈少，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了。龙哥把擦干净的眼镜重新戴上，看着吴越脸上那副天衣无缝的神情，心中不免升起佩服之感，真是后生可畏，何不打开天窗说亮话？没想到 C 区的网络幽灵和 B 区的陈家继承人居然是一个人。吴越脸上的笑容有片刻的凝固。网络幽灵？那是什么？他听过 C 区道上的幽灵，但那通常指的是那些神出鬼没的杀手或者情报贩子。网络幽灵听起来像是黑客。吴越的大脑飞速运转，他很快将零碎的信息拼凑起来。那个硬币，林岩给的。这些38区的人看到硬币后态度大变。现在这个叫龙哥的人把自己错认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来自 C 区的叫网络幽灵的黑客。如果要判断情况的话，还要更多的信息。思虑至此，吴越继续试探。少年懒洋洋地往椅背上一靠，双腿交叠起来，姿态放松。龙哥这个说法倒是挺有意思的。龙哥看着他这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心中最后一丝疑虑也打消了。没错，就是他。如果真的只是路过的人，早就被吓傻了吧？除了本人，哪还能这么气定神闲？龙哥拿起茶杯抿了一口。最近你还蛮有闲心。前几天 C 区放了场很大的烟花，连 A 市这边都闻到味儿了。吴越的眼睫动了一下。C 区的烟花 A 市闻到味儿，这是什么玩意？新式谜语吗？是吗？他笑了一下。我最近都在学校里准备考试，外面的事倒是没怎么关心。对方放下茶杯，杯底和桌面碰撞，发出一声轻响。这次你来38区，估计是为了清算那件事的吧？清算？吴越的食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敲。那件事？他歪了歪头。哪件事啊？